万灵大陆，玄天道宗。初阳刚起，万山之中灵气氤氲，宗门道场上已经聚集了100名修为达到炼气巅峰的弟子。宗主副手立于虚空，居高临下的看着下面的100名弟子。今日在场的诸位弟子，都是我玄天道宗年满15岁且全部达到炼气13层的佼佼者。今天乃是灵营之日，一年中灵气最为充足的时刻，有助于你们突破炼气进阶筑基期。若是人已到齐，筑基大典即刻便可开始。宗主右手一挥，100枚筑基丹漂浮在空中，在阳光下散发出淡淡的金色光泽。启禀宗主，还有一人未到。谁？苏阳。苏阳。宗主眉头微皱，倒是很快就想起了宗门里的这号人物，就是那个18岁了还没突破筑基期的苏阳。启禀宗主，是他。宗主不以为然地撇撇手，100枚筑基丹落在众弟子面前，道：他不参加筑基大典也罢，想必来了也突破不了，刚好给宗门省一颗筑基丹。说罢，将剩下的一颗筑基丹收了起来。道场众弟子哈哈大笑。在玄天道宗，15岁没有突破筑基期，未来也就难有作为了。18岁要是还没有突破筑基期，基本就算是废了。今年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我看他是知道自己今年肯定也无法突破，所以不敢来参加今年的筑基大典。肃静。宗主看了看渐渐抬头的太阳，道：莫管他人闲事，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全力突破筑基期，别像苏阳一样一年都无法突破，成为宗门笑柄。知道了，宗主。众弟子齐声：我宣布筑基大典正式开始。宗主一声令下，一众弟子立即吞下面前的筑基丹，盘膝而坐，凝神运气，开始尝试突破。玄天道宗后山，苏阳坐在1000丈高的悬崖上，嘴里叼着一根杂草，不以为意地看着远处的道场，任由悬崖峭壁上的横风呼啸在脸上，风轻云淡，只有鬓角一缕长发微乱。14399 14398 14397。看了眼脑海中的倒计时，苏阳迎着风自言自语，算一算时间，也就差最后4个小时了。深吸一口气，苏阳的嘴角扬起一抹期待的笑意。作为一个穿越者，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整整8年了。10岁加入玄天道宗这个天下第一宗门，15岁和其他弟子一样修炼到炼气巅峰，但是那之后他的修为就再也无法向上增长，至今未能突破至筑基期。苏阳因此苦恼过，焦虑过，在这个危险的世界没有实力，必然成为任人宰割的蝼蚁。他也尝试过各种突破的可能，始终无济于事。直到16岁那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倒计时，苏阳彻底放松了。虽说没有任何其他提示，但他作为一个浸淫在现代网络小说中成长起来的穿越者，该有的穿越常识还是有的。既然有倒计时，那就意味着倒计时结束之后必有好处，不出意外的话，倒计时结束，他一直无法突破的修为将迎来突破。天边的太阳渐渐升高，山下道场上的宗门弟子陆陆续续都在突破。苏阳脑海中的倒计时也到了最后时刻，10、9、8、7，我的金手指终于要来了。苏阳嘴角一咧，呸的一声吐掉嘴里的杂草，崖边的劲风将这根杂草高高吹起，吹到他的身后。苏阳深吸一口气，在悬崖边盘膝而坐，闭目凝神，迎接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3、2、1，在脑海中持续了2年的倒计时终于结束消失了。此时太阳运行到他的正头顶，一道金色的阳光覆盖他的身体，苏阳的影子与身体完美重合，直接灵针起手。苏阳猛地感觉两侧腰部一阵火辣辣的灼烧感。尽管这2年他想过倒计时结束后的种种可能，体内突然爆发的灼烧感还是让他有些意外。内视之下，苏阳惊讶地发现自己2颗肾脏正在散发着奇异的淡淡金光，2颗肾脏外层出现了一层奇特的封印，蓝、红、绿、黄、金5色封印符文萦绕在他的双肾之上，让他的双肾看起来闪耀着五彩光芒。见到封印浮现之时，苏阳的脑海中浮现出2段文字：年满18岁，先天肾体封印正式解除，请准备一位女性修仙者。啊！还没等苏阳弄明白什么意思，这段文字快速出现又快速隐没。旋即5色封印中的红、绿、黄、金4条符文封印重新引入他的双肾，而蓝色封印则迅速膨大，随即崩碎成万千蓝色碎片，每一个碎片都是一个奇特的符文。这些符文很快化作蓝色的光芒，融入他的血脉。随着封印解除，双肾源源不断地向着全身经脉输送着无比强大的先天肾气，这些先天肾气凝聚成狂涛骇浪，冲击着他的经脉。只一瞬间，苏阳就感觉身体要被这股力量给撑爆了。更可怕的是，这股狂涛骇浪如沸腾的铁水一般炙热。啊，妈的好热！苏阳感觉自己快被体内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从内部融化了，但偏偏融化不了，
反而因为这海量的先天肾气，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软的，尤其是先天肾气的天然汇聚之地，更是比铁打的都结实。妈的，这怎么搞？苏阳已经汗流浃背，没想到倒计时结束会给他来这么一下。这先天肾气在体内越来越燥热，越来越狂暴，要是无处发泄，恐怕会把自己给撑爆。苏阳，你怎么在这里？一个略带着鄙夷的声音从苏阳的身后传来，随后一袭白裙出现在他身边，少女皱着眉头，一脸晦气地看着满头大汗的苏阳，还说上来看看风景，没想到遇到你这个吊车尾。你在干什么？还在想着突破啊？你都18岁了，别挣扎了，就算突破了，也只是继续当个吊车尾，认命得了。苏阳现在没心思在意他的挖苦，他的脑子里浮现出了刚刚的提醒，请准备一个女性修仙者，意思是需要一个女性修仙者才能帮他解决这狂涛骇浪一般的炙热先天肾气。苏阳看着眼前的师妹，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可她是宗主的女儿啊，看什么看，道场上的人已经差不多都突破成功了，看你这样子也突破不了，我劝你别浪费时间了，你就不是修仙的料。说罢便要离开。云瑶师妹，等一下。苏阳一把拉住她的手，命都快没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啊，你的手好烫，你干什么？放开我。温云瑶想甩开他的手，但他惊讶地发现他筑基期的实力竟然无法摆脱他这炙热的手。云瑶师妹，我现在需要借你一用。什么？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你敢乱来的话，我爹不会放过你的啊！温云瑶还没反应过来，便被苏阳一把拉入怀中，炙热暴冲。苏阳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正人君子，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他也认为自己不应该把自己标榜成正人君子，活着才是王道。现在都快死了，哪还管怜香惜玉？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用上云瑶师妹的瞬间，苏阳马上就明白请准备一名女性修仙者是什么意思了。他需要一个女人以柔克刚，以水灭火。体内聚集的先天肾气由灵根向外传导和释放，体内的炙热立即就有所下降，整个人马上就舒服了许多。原本的先天肾气在体内横冲直撞，如同一只无法驯服的野兽，此时慢慢的温顺起来。解决了先天肾气的爆体风险之后，苏阳立即开始尝试突破，在体内运行这些先天肾气。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先天肾气如果只是在他自己体内打转的话，炙热不减，但如果先控制这些先天肾气在云瑶师妹的体内运行一圈再回来，温度就会迅速下降，然后转化成自己可以掌握的真元。既然如此，苏阳搂着无力动弹的温云瑶继续。从中午到傍晚，片刻不敢脱离。苏阳控制着炙热的先天肾气在两个人体内循环，体内的炙热逐渐下降，庞大的先天肾气慢慢转化为他可以完全掌控的真元在体内运行。当最后一缕炙热的先天肾气被驯服，他终于从炼气13层进入筑基期了。境界提升之后，体内的力量与之前有了质的区别。更让他惊喜的是，经历了3年的蛰伏，他体内的力量磅礴凝实的不像他在宗门里常见的筑基初期，明显感觉到比一般修仙者刚刚进入筑基期要强，而且强很多。随着境界的提升，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名词：先天水灵肾。先天水灵肾，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不太懂什么意思，但是无所谓，现在他的实力正式突破了，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研究。眼下最关键的是他身上已经快晕过去的云瑶师妹。苏阳，你这个混蛋，用完了吧？还不放我起来！苏阳刚睁开眼睛，温云瑶立马开口，羞怒之意溢于言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他用上的那一瞬间，他竟然完全失去了反抗之力，以至于就这么被用了整整1个下午。遇到他的时候是正午，现在天都黑了。温云瑶委屈的想哭，挣扎起身。等一下师妹，别动。苏阳，你这个混蛋，我一定要让我爹杀了你！本来以为就此结束的温云瑶，怎么也没想到还有一难。本就羞怒，这下更甚了。片刻不想在这里停留，飞身下山。夜里晚风更甚，身后有点点灵光。苏阳看着他飞去的身影，用力地揉了揉太阳穴。这玄天道宗怕是待不下去了，得想办法跑路了。如果温云瑶只是一个普通的宗门修仙者，今天这事都好说，哪怕要他负责也不是不可以。不管他嘴巴再毒，人家好歹是个萧楚女，男人嘛，干了就得认。但温云瑶不是一般的宗门修仙者，她是玄天道宗宗主温玉衡的掌上明珠，这就要了老命了。像她这种天之娇女，未来注定了要走上宗门联姻的道路。而且听说温云瑶确实早就已经和另一个宗门的下一代继承者定亲了，现在她把这丫头的萧楚女给夺了，宗主不把她给挫骨扬灰了才怪。哪怕是迫不得已的又怎么样，宗主会听解释才怪。趁着宗主还没杀到，赶紧跑。苏阳可不会傻到以为自己刚刚进入筑基期的实力可以和化神期的宗主抗衡，哪怕现在解锁了先天肾体，实力比同水平的修仙者更强，那也不是化神期的对手啊。
识时务者为俊杰，该遁就遁，该狗就狗。苏阳立即飞身下山，准备回住处收拾收拾法器之类的东西再逃。万灵大陆可不是什么一派祥和的上善之地，一个修炼者没有法器傍身，还没逃离宗门的万千大山，就有可能先被妖兽给灭了。傍身的法器绝对不能少，哪怕他现在拥有的法器品质一般，多个法器在手总归是多一个保命的手段。苏师兄回来了。苏阳刚飞身落地，就听到院子里有人跟他打招呼。苏阳点点头，也不言语，径直往自己住处走去。尽管这些年他这个吊车尾被视为宗门的笑柄，背后笑他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当着他的面，这些师弟是绝对不敢区区他的。那些敢在他面前区区他的人，早就被他揍得老实了。知道自己修为停滞不前之后，苏阳便把重心放在了战技的修炼上。同等实力上，他的战技要比这些师弟多修炼3年，打起来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当然也不是绝对。总有些仗着出身有恃无恐的人，时不时的在他面前蹦跶。比如这时候迎面走来的一个锦衣华袍的少年，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有恃无恐的挡住了苏阳的去路。苏师兄，今天的筑基大典怎么没见你参加？应该不是怕丢脸吧？苏师兄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了，就算没突破也没什么的嘛。来年再接再厉，还不行的话，后年、大后年，再不行就10年、20年、30年。我们都相信苏师兄总有一天会突破的，别气馁。江慕尘一脸笑意地看着眼前的苏阳，甚至轻佻地拍拍苏阳的肩膀。以前还有点忌惮他的实战能力，但是现在嘛，他已经顺利突破筑基期，身边跟随他的人也都是筑基期，还怕他一个炼气巅峰的吊车尾不成？境界差一级，实力压死人。让开，我今天没心情陪你玩。苏阳直接给了他一个冷眼，也不跟他藏着掖着，气势全开，更为强大的真元逼得边上几个资质较差的筑基者连退2步，境界诧异。你居然突破了！江慕尘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苏阳，还以为这个吊车尾永远也突破不了，没想到他居然跟他们一样同天突破了。从气势上看，他突破之后的实力甚至比他们这些人更强，这让今天在道场上第一个完成突破，并且打破宗门近20年来最快突破纪录的江慕尘颇为不爽。他一个连续3年不曾突破的吊车尾，突破之后居然比他更强。江慕尘心里颇受打击，看着苏阳的眼神也涌上了更加赤裸裸的挑衅。对，我突破了，这3年厚积薄发的突破，让我突破之后实力倍增，你也感受到了吧？我突破之后的实力比你更强，所以……苏阳语气一顿，冷声道：所以，你今天如果实在找不痛快的，我劝你识相点，你100%不是我的对手。现在，我最后一次好声好气的跟你讲话，让开。心中不爽的江慕尘听到这话，脆弱的自尊心受到了更大的刺激，怒气直接挂脸。你说我不是你的对手，哈哈，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今年筑基大典中第一个突破的弟子，并且打破了宗门20年来的突破记录。宗主当着所有人的面夸我是近20年来最有潜力的弟子。你说我不是你的对手？你一个18岁才筑基的吊车尾，在这里狂什么？平时叫你一声师兄是跟你客气，你还真以为自己配当我师兄啊？今天咱们就在这里较量一下，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差距。江慕尘想在所有人面前证明自己这个宗门20年来最有潜力的弟子的实力，体内真元爆发，手中多了一把银色的宝剑，以剑化阵，更多的剑从法阵中浮现。苏阳可从来不是忍气吞声的主，何况马上都要离开宗门了，更不怕惹麻烦了。既然躲不过，干他丫的！苏阳双手掐诀，面前出现一个淡蓝色的法阵，体内真元经过先天圣体的淬炼，威力非比寻常。淡蓝色的法阵出现之后，立即爆发出强烈的蓝光。水龙爆！江慕尘的剑阵还没施展出来，苏阳的水系法术已经完成了。法阵中一条水龙怒吼着冲出来，以不可抵挡之势冲破了江慕尘还未完成的剑阵，连带着把他一起冲向20米开外的院墙上。坚实的院墙完全挡不住水龙的威能，整面墙轰然倒塌。去势不减的水龙裹挟着江慕尘撞在中庭一棵5人合抱的大树上，这才轰然破碎。江慕尘直接被这巨大的力量撞得当场昏死过去。大树遭受这一冲击，大量的树叶飘然落下。卧槽！围观的人呆若木鸡。这水龙爆是水系法术中最基础的法术，苏阳施展出来的威力居然如此之强，他确定是进入了筑基期，而不是进入了结丹期。事实上，苏阳自己也没想到，这个简单的法术的威力居然变得如此之霸道。不过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众人还没反应过来，苏阳冷不丁地对他们说道：还想挑战我的，现在就站出来，没有的话马上把路让开。刷！围观的人群齐刷刷地让出一条道路。宗主首肯的宗门20年来最有潜力的弟子都被苏阳一招秒了，谁也没有那么不识趣，哪怕是平日里跟在江慕尘屁股后面的那些人，也不敢这时候为他出头。
煞笔，耽误我时间。苏阳骂了一句，加快脚步往住处赶。就在苏阳被缠住的这段时间，温云瑶已经回到了宗门核心区的宅邸。云瑶，你回来了。温云瑶还没进屋，她娘亲也就是宗主夫人妙青纱远远的见到女儿就迎了上去。娘亲刚想去找你呢，一整个下午都没见到你，你跑哪里去了？娘，爹呢？你爹跟长老们在商议过段时间的宗门活动呢。哦，温云瑶点点头，情绪到这里已经绷不住了，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掉。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妙青纱刚要把女儿搂进怀里安慰，细腻精美的脸上忽然间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温云瑶以为娘亲发现自己被人欺负了，哭得更大声了。云瑶，你居然突破了！妙青纱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可思议。女儿去年才正式进入筑基期，这一年来虽有进步，但始终都在筑基初期徘徊，消失一个下午再见到她，这丫头居然顺利进入了筑基中期。啊！温云瑶当场呆住，眼泪还在掉，但是表情却因为这个突然的消息而呆滞，一路上都在想着苏阳这个混蛋轻薄她。娘亲这么一提醒，她才注意到自己居然真的突破了。这一刻她自己都感觉难以置信。一般情况下，进入筑基期之后能用20年时间进入结丹期的就是天才，能用10年进入结丹期的就是万中无一的天之骄子。就算按10年周期来说，筑基初期进入筑基中期也需要至少3年时间。他是这样万中无一的天之骄子吗？他当然也希望自己是这样的天之骄子，但他显然并不是。突然间实力暴增，温云瑶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今天被苏阳用了一下午，然后就这么十分羞耻的提升了。想想这一个下午，他体内始终有一股炙热的灵气在流动，或许就是这股从他体内进入他体内的灵气让他的修为大幅度提高。云瑶，你今天一下午不见人，是自己偷偷跑去修炼了是不是？太好了，我女儿简直是天才。瞧你实力提升应该高兴才对啊，眼泪汪汪的干什么？娘亲知道了，你这是喜极而泣对不对？好了好了，不哭了，娘亲也为你高兴。妙青纱搂着女儿，看到女儿天资如此过人，心里是真高兴。至于温云瑶，本来想哭诉苏阳轻薄她，然后让爹娘去把她给杀了的，但是现在突如其来的实力提升让她脑子有些懵。要是告诉爹娘她的实力提升是因为被苏阳轻薄了，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说实话，她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是祸是福了。突破应该很辛苦吧？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妙青纱连环3问。温云瑶的脸因为这3个问题迅速红温。她今天的突破确实很辛苦，要说感觉的话只有一个，那就是妈了个逼。这可不是骂人，也正因为这不是骂人，她的脸更红了。没事吧？脸怎么这么红？娘，我……温云瑶张着嘴，几次想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告诉娘亲，想让爹娘帮她杀了苏阳报仇，几次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来。温云瑶想了想说道：娘亲，我有点累了，我先回屋休息了。云瑶，你走路姿势怎么有点不太对？这个可能是因为坐久了。温云瑶脸更红了，逃也似的往自己屋里跑。她确实坐在苏阳身上很久很久。回到屋里，温云瑶趴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底要不要告诉爹娘，让爹娘去杀了他？温云瑶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把这事告诉爹娘非常羞耻，而且他们知道之后肯定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其他问题。与其这样，不如既然我的实力已经提升了，干脆自己亲自动手杀了他。温云瑶背齿一咬，起身便从后门离开，准备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去把苏阳给杀了。苏阳回到住处，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法器、符箓、丹药还有一些盘缠收拾打包带走，他没有空间法器，要不然这事就简单多了。趁着天黑赶紧跑路。卧槽！苏阳背上行囊，刚一开门，一道剑锋就朝他刺了过来。完了，宗主杀过来了。苏阳心里咯噔一下，迅速后撤，试图躲过刺过来的夺命剑。他后撤的时候，剑也在朝着他步步紧逼，剑与喉咙的距离丝毫没有减少。但是退进屋之后，苏阳发现这把剑的主人并非玄天道宗的宗主，一条雪白修长的藕臂握着剑，一张精致白皙的面容上带着不加掩饰的愠怒。来的是温云瑶。苏阳，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宝剑一挥，如剑击月，一道剑气朝着苏阳便扫了过去，气势如洪锐气骇人。苏阳迅速运转真元挡住剑气，借势后退与他拉开距离。见到来人是温云瑶，苏阳心里大大松了口气，紧绷的神经也稍稍放松了些许。他自己来，说明他没有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宗主。但凡他说了，来的就不可能是他自己。云瑶师妹，今天这事确实是我的问题，但是情况危急，我也是别无他法。我猜你也不会原谅我，所以我也不求你原谅我，你就说要我做什么，你才能先消消气。苏阳说道。
先把他的情绪安抚下来再说，打斗的动静太大，引起宗门大能的注意，再想逃就麻烦了。苏阳这么想，温云瑶可不管这么多，直接就是一个剑阵轰了上去。现在只有把你杀了我才能消气，有本事不要逃，让我杀了你。除了这个其他的都能答应你。苏阳一边躲闪一边说，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要。温云瑶看自己招招落空，越发生气，攻势越发猛烈。他已经注意到苏阳背着行囊，看样子是准备好跑路了，他就不想让他跑掉了。苏阳所住的柴房分分钟轰然倒塌。苏阳汗流浃背，倒不是这丫头的实力让他头痛，事实上几番躲闪之后，他已经摸清楚温云瑶的实力。虽说他现在是筑基初期，但苏阳发现自己的实力实际上是强于他。眼看动静越来越大，苏阳也放弃了交涉的念头。就在温云瑶的真元凝而未放，手中的剑举而未落之际，一个迷踪步飘然上前，徒手夺了他手中的剑。好快！你！温云瑶诧异不已，他一个刚刚进入筑基期的人，调用真元时所展现出来的力量，竟然比他这个已经进入筑基中期的人更强。云瑶师妹，对不起了。苏阳抬手做刀落向他的脖子，这一招并不致命，但是绝对可以让他当场昏厥。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逃。就在苏阳的手刀将要落下之际，一道庞大的威压从天而降，其强大的压迫感顿时让苏阳无法再动弹半分。最不愿意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里的争斗还是引来了宗门大能的注意。这下想逃恐怕没那么容易了，你们在干什么？一道威严的声音从天而降，旋即一个熟悉的身影降落。刚离开长老阁准备回家的玄天道宗宗主温玉衡出现在苏阳面前。好家伙，这是怕谁来谁啊！先天圣体解除封印之后，实力确实是相当不错，但是这实力的提升该不会是用运气换来的吧？苏阳心里苦笑。爹！一见到老爹从天而降，被夺了剑的温云瑶当即甩开苏阳跑上前，委屈巴巴的看着自己的老爹。苏阳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敢肯定在此之前云瑶师妹并没有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他爹娘，但是现在若是他委屈的哭诉今天发生的一切，苏阳同样敢肯定化神期的宗主绝对会当场灭了他。温玉衡看了眼无法动弹的苏阳，随即便将目光放在女儿身上。大晚上不在家里休息，怎么在这里跟人争斗？爹，苏阳他……温云瑶指着动弹不得的苏阳，少女的眼泪不争气的掉落。今天的委屈和羞怒让她咬着红唇，几次想把发生的一切告诉爹，让他为自己做主。苏阳已经汗流浃背，自己都能听到心脏的跳动声。怎么了？看起来我宝贝女儿好像受了不小的委屈。告诉爹，爹给你做主。温玉衡说着又看了眼苏阳，话语虽然平静，但施加在苏阳身上的威压却明显更强了。这边的动静也引来了附近的其他宗门弟子，越来越多的人朝这边飞来。爹，苏阳他准备逃跑。温云瑶最终还是没有把今天的事情说出来，咬着牙说道：我看到苏阳背着行囊准备逃跑，就想拦住他问个明白，没想到他和我动起手来，我们就打起来了。听到他这话，苏阳暗暗松了口气。此时的他甚至觉得这个平时娇蛮任性还有些毒舌的云瑶师妹还挺可爱。温玉衡眉头微皱，解除威压，走到苏阳面前，平静的脸上闪现出一抹讶异。你居然突破了，既然突破了，为何还要连夜逃离宗门？苏阳看了眼压着牙瞪着他的温云瑶，抱拳道：回禀宗主，弟子虽然突破了，但是自觉18岁才进入筑基期，乃宗门耻辱，心中有愧，不敢继续待在宗门，浪费宗门宝贵的修炼资源，所以才想要连夜离开宗门。不料被云瑶师妹撞见，无奈之下便打斗了起来，弟子并无意伤害云瑶师妹，请宗主明鉴。苏阳这话也让一旁的温云瑶大大的松了口气，尽管他觉得苏阳应该不会自寻死路，心里还是不免担心他惊慌之下把下午的事情全盘托出，边上这么多人看着呢，真要说出来他的清白就算是彻底毁了。幸好这家伙识趣，既然突破了，就在宗门好好待着吧。你突破之后修为似乎不错，未来未必就没有前途，与其连夜逃跑，不如留下来证明自己不是宗门笑柄。温玉衡不知下午的事情，只是说了句他作为宗主该说的话。苏阳现在可不想留在这里，刚要开口拒绝就被温玉衡打断了。不过按照玄天道宗宗规第19条，任何弟子妄自逃离宗门，监禁面壁7天。说罢便不由分说的飞身走了。哼！温云瑶嘟着嘴哼了一声，听到苏阳受罚，委屈的心情多少好了一点，跟着他爹一起回家去了。还不等苏阳再逃跑，戒律阁的4名弟子便听召而来，从天儿降落在他面前。苏阳，我你大爷！戒律阁的小黑屋，苏阳盘膝坐在地上，虽说被关了禁闭，但苏阳的心情反倒是比刚刚放松了许多。从云瑶师妹刚刚的态度上不难看出来，她大概率并不准备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爹，看起来她更倾向于自己动手杀我。
这反而好办。虽说刚刚进入筑基初期，但是先天圣体能够大幅度提升他的真元强度，让他的实力能够大幅度超越同期的修仙者。温云瑶的纸面实力虽然比他更强，但从实战结果上来看，他肯定是没机会杀了他的。以防万一，还是得想办法逃离玄天道宗。万一这丫头杀他不成，越想越委屈，最后还是选择让他爹娘动手，那就逃不掉了。不过这7天肯定是没办法逃的。禁闭室外围虽然无人看守，但戒律阁高手如云，只要他踏出禁闭室，马上就会被人感知到。他想要逃跑的可能性小等于0。苏阳也不想浪费时间，既然这7天逃不掉，那就利用起来，好好的提升实力。刚刚被宗主的威压压迫的动弹不得的经历，让他再一次深刻的意识到了实力的重要性。这个危险的世界，实力就是一切。实力不强，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只有变强，才能更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也只有变强，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只有变强，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幸好现在解锁了先天圣体，虽说5条封印只解除了1/5，但只是1条封印的解除，就给他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改变。苏阳相信自己只要肯努力，就一定会变强。把各种情绪压下去，苏阳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凝神运气。在他的预期里，天地灵气会快速的进入他的体内，然后被他炼化成真元储存于体内。但是真正开始修炼的这一刻，苏阳原本上扬的嘴角迅速向下。苏阳愕然发现，他的身体仿佛成了灵气的绝缘体，外界的灵气根本无法进入他的身体，不论他如何调动真元牵引灵气汇聚，这些灵气就是无法进入他的体内。怎么会这样？苏阳懵了。灵气无法进入体内，真元就无法得到增加，真元无法增加，实力就不可能有所提升。本来以为打开了先天圣体的封印，自己的修炼速度可以1日万里，没想到反而把自己给干成了灵气绝缘体。这他妈什么意思？苏阳不信邪，仔仔细细的探究起来。这一研究就是2个时辰。苏阳尝试了能想到的所有方法，都无法让外界的灵气进入身体。似乎随着先天圣体的封印解除，他反而缺少了某种修行的必要条件，以至于完全无法利用外界的灵气提升修为。就在苏阳苦思冥想这缺少的必要条件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他的五感清晰地感受到有一个鬼祟的身影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禁闭室，一道利刃的风压朝他呼啸而来。虽然没有动用真元，但要取他的项上人头的架势完全可以感受得清清楚楚。想来这个人以为不动用真元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给杀了，幼稚。说时迟那时快，苏阳伸出2根手指夹住了斜劈过来的剑锋，夹住剑锋的手一拉，对方在黑暗中踉跄2步来到他的面前，苏阳毫不犹豫地一掌拍了过去，软软的，手感不错。苏阳眉头一皱，大概知道了来人是谁，但他皱起的眉头并不是因为他的锲而不舍，而是刚刚一掌击中他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外界的灵气居然少量地进入了他的体内。这是怎么回事？苏阳，你这个混蛋！黑暗中一声羞怒传来，温云瑶也不藏了，冲上去就要杀他。方才和他爹回去之后，温云瑶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怎么想都觉得不把苏阳杀了这事就不算完，于是又连夜趁着月黑风高潜入戒律阁，想把刚刚未完成的事情给完成了。苏阳自然是不可能让他如愿，别的都好说，要他命那是万万不能的。既然实力在他之上，又怎么可能任他宰割？而且方才一掌的接触让他心里又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在温云瑶袭来之际，苏阳甚至不起身，直接一记熟练的擒龙控喝夺了他的宝剑丢在一旁，顺势抓着他的腿一扯，温云瑶一声惊呼，跌坐在苏阳的腿上。上次的记忆还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这次又坐在了苏阳腿上，温云瑶立马吓得不敢动弹了。窗外的月光落在禁闭室内，温云瑶惶恐羞怒的表情依稀可见。苏阳，你放开我，我是来杀你的，你快放开我！温云瑶试图用言语来威胁苏阳，但苏阳显然不是这么容易被威胁到的男人。这个小师妹仅仅只是坐在他身上，原本处在一个完全隔绝状态的灵气马上就开始缓缓地进入他的体内，这让苏阳更加大胆地猜测，解锁先天圣体之后，女人就是他必不可少的修炼条件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修炼条件。但是究竟是不是如他所猜测的一样，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看着眼前羞怒的云瑶师妹，苏阳想了想，说道：云瑶师妹，我知道你现在很委屈，但是现在我还需要再用你一用。反正他也一直想着杀他，一次也是杀，2次也是杀，没差别了。什么？等一下，苏阳，你这个混蛋！温云瑶只觉得内外都有一股强大的灵气向他轰来，要不是他现在已经进入筑基中期，这种突如其来的内外灵压几乎能让他昏过去。即便如此，这也让他坐在苏阳身上完全无法动弹。苏阳的感觉就更明显了，再次用上云瑶师妹，原本隔绝的灵气如狂海怒涛一般朝他汹涌而来。此时的双肾散发淡淡的蓝光，
如同黑洞一般疯狂地吸收着外界的灵气，随后又汹涌澎湃地从双肾涌向体内的每一处经脉。和上一次一样，这些从双肾涌出的澎湃灵气无法直接转化成真元储存在体内。苏阳运转灵气，通过灵根这一桥梁，将自己的灵气转入云瑶师妹的体内，在她体内运转一圈之后，再回到体内，庞大的灵气便能变得温顺，任由它转化成磅礴强劲的真元储存在体内。果然是这样，事实证明了苏阳的猜测。解锁先天圣体之后，他不是无法修炼，而是相比其他人增加了一个修炼要素。只要拥有这个修炼要素，他的修炼速度将远远超越其他修仙者。苏阳揉了揉太阳穴，心中苦笑。唯一的问题是，这修炼方法怎么看都不像个名门正派的修仙者会用的，反而更像是魔道中人，尤其是合欢宗喜欢的修炼方法。离开玄天道宗之后，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加入合欢宗，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用这个方法好好修炼了。苏阳心里暗暗想到，不过眼下这不是他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既然已经第二次用上云瑶师妹，那就别浪费机会了，干脆今天晚上用它好好修炼，实力能提升多少提升多少。天色渐亮，窗外的阳光逐渐照亮禁闭室。修炼一夜的苏阳缓缓睁开眼睛，接连一夜的修炼让他的实力大幅提升。虽说未能一夜之间突破筑基中期，但仅仅这一夜的修炼，他体内的真元已经比刚刚突破筑基期的时候浑厚了许多。苏阳甚至感觉如此修炼一个星期，他一个星期就能进入筑基中期。他也确实想要就这么连续修炼7天，但也只是想想。温云瑶要是连续7天不见踪影，宗主肯定会派人到处找他。若是被宗主撞见自己用他女儿修炼，绝对会以雷霆般的怒火把他给灭了。你这个混蛋，修炼完了吧？见到苏阳睁开眼睛，温云瑶咬着唇开口。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苏阳到底用他做什么，但是毕竟这是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躲又躲不掉，逃又逃不走，起又起不来的温云瑶也逐渐冷静下来，发现有大量属于苏阳的灵气在他体内运行，他就大概明白苏阳在借用他来修炼了。虽然很羞耻，但是温云瑶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苏阳的灵气在他体内运行一圈之后，他的修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一个晚上，他可以感觉到苏阳的实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而他的实力也因此得到了小幅提升。这个小幅提升是相对苏阳这一晚的提升来说，若是以他平时自身的修炼速度来说，可以说是提升巨大。这让他对苏阳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她毕竟是女孩子，以这种方式长时间参与到她的修炼当中，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她的心态。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就这么修炼到禁闭结束。苏阳感慨，看着云瑶师妹红扑扑的脸蛋，他伸手捏捏，又无奈道：不过我知道不把你放走，你爹娘肯定会找你，被看到的话就惨了。你还知道我有爹娘啊，回去我就让他们来杀了你。温云瑶故作凶狠地说道，但她此刻灵魂都是软的，再装也装不出真凶狠，反而像是小姑娘的娇嗔。苏阳调侃道，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只能不放你了。云瑶师妹，你就这么陪我修炼吧。我不要，你这个混蛋，谁要这样陪你修炼7天啊？快点放我起来了。温云瑶顿时羞怒，又怕太大声被人听到，自己把声音压得很小。这时候若是有人冲进来看到他这样子，以后就没脸见人了。可是你回去就要让你爹娘来杀我，反正都是死，我还不如用你修炼7天，尽可能的提升实力，说不定还有机会逃走呢。苏阳说道。你这个混蛋！温云瑶气不过，扑上去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卧槽，你真咬啊？你都敢用我来修炼，我为什么不能咬你？温云瑶嘟着嘴看着他，看着他脖子上的牙印，就像报了仇一样，没有那么生气了。这么说也没毛病。苏阳摸摸脖子上被他咬的地方，确实没反驳的理由。快点放我起来！不放，放了你回去让你爹娘来杀我，那我不是死定了？我……温云瑶轻咬红唇道，那我不告诉我爹娘总可以了吧？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发誓一定靠我自己的实力来杀了你。哼，我一定自己把这个仇给报了。真的。苏阳心中一喜，若是这丫头真这么想，倒是个意外惊喜。她要靠自己来报仇的话，苏阳有把握让她永远也报不了这个仇。你这什么眼神啊？苏阳，你给我等着，就算我不靠爹娘，也一定可以杀了你。温云瑶看他脸上流露出来的高兴，顿时生气地瞪着他。本来还没下定决心是不是真的靠自己来杀他，但是这一刻他下定决心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来杀了他，为自己报仇。苏阳看他这样，自然不会错过机会。狐疑的目光在他身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故意带点不以为然的嘲讽道，云瑶师妹，不是我小瞧你，没有你爹娘的帮助，你想战胜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你信不信不靠你爹娘的话，
你永远杀不了我。你小瞧谁呢？就算我不靠爹娘，也一定能杀了你。宗门嫡女，从小养尊处优，心高气昂，她还是第一次被人用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轻视，这下把她的好胜心完全激发出来了。苏阳的目的达到了，嘴角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最后还是故意耸肩一笑。既然你这么肯定，那我等你，我就看看你什么时候能杀了我，为你自己报仇。好，我就让你这个混蛋看看，就算不靠爹娘，我也能杀了你。哼！生气的温云瑶没好气的上去，又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他都恨不得一口咬死他。可是就很奇怪，只要被他用上，他的真元就会被他完全压制，让他无法调用自身的力量。这种情况下，别说报仇了，就是起身都困难。云瑶师妹，我劝你最好别乱动。等一下，你不会又要……啊，苏阳，你这个混蛋！温云瑶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再次遭到灵液暴击，又羞又怒。见到苏阳终于松开他了，那还好意思在这里待下去？起身逃也似的回家去了。谁让你乱动的？苏阳喃喃自语，揉了揉太阳穴，看他逃跑的一路一落，多少有些哭笑不得。不过苏阳毕竟是男人，这种修炼方法虽说不是那么正经，但是说实话真的是爽。嘴角微扬，苏阳现在也不担心这丫头回去告诉他爹娘了，重新上眼睛进入修炼状态。果然云瑶师妹起身之后，灵气再次因为缺少进入条件而无法参与到她的修炼之中。既然这是客观事实，苏阳也不纠结。苏阳把精力放在真元的运行上面，在体内不断的模拟战斗时真元的持续输出或爆发式输出，让自己更加熟练的运用自己的力量。这并不能提升他的修为，但是能够让他在实战中表现得更好，这也是实力提升的一种方式。温云瑶已经回到了自己家中，把自己收拾干净之后，温云瑶在床上打滚，又羞又怒地捶打着被子。苏阳，你这个混蛋，我一定亲手杀了你！混蛋混蛋混蛋！气得不行，可是嘴上说着最狠的话，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他修炼时的那张面庞，竟然还挺帅。等等等等，他一而再地欺负我，我还觉得他帅。温云瑶被自己脑海中浮现出来的这种想法给弄得无地自容可。不管怎么说，他也让自己的修为得到了增加。若是每天都能按照这种速度精进修为，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开始结丹了吧？啊，温云瑶，你想什么呢？还每天跟他这样修炼，你见不见啊？呸呸呸呸！温云瑶红着脸疯狂摇头，把自己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给甩出去。不管，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现在先睡一觉，下午好好准备准备，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给杀了。哼，让你欺负我！温云摇下了决心。被苏阳用于修炼一整夜，整个人都没力气，一躺下就睡着了。苏阳不仅入侵了他的身体，甚至入侵了他的梦境。禁闭室，今天的月色比昨天更亮了一点。苏阳盘膝坐在地上，在意识海中修炼已经持续了一整天，体内的真元一次又一次的被他以各种形式调动起来，看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际上一点也不比进行了一整天的战斗要轻松。一道暗器飞刀划破夜幕，即将到达苏阳面前时，这飞刀1分2， 2分4，眨眼间变成了几十把相同的飞刀，攻向苏阳的所有要害。这些飞刀上有强劲的真元加持，速度极快，电光火石之间已经到了苏阳的面前。只是苏阳的嘴角微微一扬，颇有几分不以为意。右手一抬，庞大的真元凝聚在他的身体侧面，一面坚不可摧的真元护盾牢牢地挡住了所有飞来的暗器。不等黑暗中的人再次动手，这些飞刀调转刃口，以更快的速度飞回去。咚咚咚，飞刀钉在木门上的声音。啊！一声惊恐的叫声在黑暗中传来。温云瑶恐惧地发现，每一把飞刀都刚好与他的肌肤擦肩而过，在门上留下了一个人形的轮廓，而他就处在这个轮廓的中心。就在他惊讶于苏阳对真元操纵的精准之时，一道真元缠在他的腰上，一股强大的惯性传来，下一秒他不可控制地飞身而起，稳稳地落在了苏阳身上，更准确地说是坐在了他的腿上。云瑶师妹，今天比昨天进步了一点，不过不多，想杀我还得加油。苏阳的笑脸出现在温云瑶的面前。他一整天坐在禁闭室，模拟的内容之一就是温云瑶有可能的偷袭方式。暗器这一招，他早就已经在意识海中演练了各种对抗了。哼，下次一定杀了你！温云瑶嘟着嘴哼了一声，对于自己的再次失败，多少是有些气馁的，但是看着他脸上的笑意，也更加不甘心的想要证明自己真有能力杀了他，随时奉陪。不过现在也该我了。苏阳的脸上流露出一抹坏笑，既然来了，哪有让他跑了的道理？白天的修炼只能精进实战能力，但只有晚上的修炼才能让他的修为得以提升。等一下，等一下，苏阳你这个大混蛋！温云瑶根本来不及拒绝，就感觉内外灵气磅礴而来，同时他的真元也如同之前那样被他彻底压制了。
失了力气，但还是气呼呼的在苏阳胸口捶了2下。每次都用我修炼，你太过分了。苏阳道：我说云瑶师妹，你还记得你是来干什么的吗？来杀你的。温云瑶气呼呼的说道。你还知道你是来杀我的啊？苏阳一本正经道。你来杀我，但是失败了，那我反过来报复一下你也很合理吧？总不能允许你来杀我，不允许我报仇吧？温云瑶：这么说好像也没错，可是为什么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哪有你这样报复人的？温云瑶红着脸嘟着嘴，鬼使神差的伸手在他脸上捏了一下。苏阳耸耸肩对他说道：反正呢，以后你来杀我，成功了呢我也认命，但你若是失败，那我就用你来修炼，当作是对你的对等反制。你……温云瑶气得说不出话来。被你杀了我认命，同样的，被我抓住了你也认命就是了。苏阳道：我修炼了。说完抚着他的腰，闭上眼睛进入修炼状态，双肾散发着淡淡的蓝色光芒，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外界的灵气。苏阳则熟练地运转灵气，在温云瑶的体内运行一圈，随后回到自己体内，将之转化为自己的真元储存起来。灵气每运行一圈回来，他的实力就向上提升几分。先天肾体的封印解除之后，受限于特殊的修炼方式，苏阳对修炼机会格外珍惜，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每分每秒都在全力以赴的修炼。温云瑶坐在苏阳身上，借着月光能够看清他的脸。此时的苏阳全身心地沉浸在修炼之中，月光下他的脸上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气质。或许是两个人此时的状态，温云瑶竟发觉自己竟有些不可抑制的心动，这让他很不好意思，下意识地嘟嘟嘴，不想承认这种特别的感觉。毕竟是第3次助他修炼了，多少也有些习惯这种状态了，没有太多的不适感。而这种习惯本身也让他更加的不好意思。他想转移一下注意力，既然这家伙能用我修炼，我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修炼？温云瑶喃喃自语。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其他的事情，温云瑶干脆闭上眼睛，尝试进入修炼状态。每次苏阳用他修炼的时候，外界的灵气都会大量的涌入他的身体，虽说这些灵气最后都会进入他的体内，但这些灵气在他体内运行的时候，会顺带着让他得到巨大的好处，这也是他每次实力都会得到提升的原因。温云瑶尝试靠自己的修为吸收外界的灵气，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外界吸收灵气的效率竟然远远比他日常修炼的时候要快得多，量级也更大。不过奇怪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吸收的灵气并不能在他体内直接转化成真元。温云瑶毕竟是宗门嫡女，在修炼这一块的悟性实际上很高。想了想，便开始模仿苏阳的修炼方式，将自己吸收的这些灵气通过他们彼此之间的连接桥梁转入苏阳体内运行一圈。因为彼此的连接，温云瑶发现这些灵气哪怕脱离他的身体进入苏阳的体内，他依旧可以完美的掌控。只要他的灵气顺着苏阳体内灵气的运行一起运行，就不会存在任何阻碍。运行一圈之后，再通过他的灵根连接回到体内。果不其然，再回来的灵气可以很快就转化成属于他自己的真元。更让温云瑶惊喜的是，通过这种方式练得的真元比他平时修炼得到的真元更加的凝练磅礴，同样的真元明显蕴含着更强的威能。没想着和他一起修炼有这么大的好处，温云瑶心中自言自语，又快又强了属于是。快，他可一点也不快，持久的可怕。呸呸呸，温云瑶你想什么呢？温云瑶的脸逐渐红温，不过毕竟是修仙者，很快就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虽然这样的修炼方式让人害羞，但是被他用来修炼也是一个晚上，自己主动修炼也是一个晚上，与其被动的被他用来修炼，还不如在被动中寻求一丝主动。温云瑶也不管那么多了，就这么盘在苏阳身上静心修炼。修炼中的苏阳嘴角扬起一丝微笑，这丫头能主动坐在他身上修炼，实属难得。这个改变对苏阳来说显然是件好事。更重要的是，温云瑶修炼过程中运转灵气进入他体内，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他的修为，就像他的灵气进入温云瑶体内会加强他的修为一样。虽说来自于他的加强效果没有他的那么强，但是能强一点总是好的。一次修炼2份提升，苏阳越来越能感受到这先天肾体的特殊和强大了。重新静下心，继续修炼。苏阳和温云瑶2个人同时进入修炼状态，2个人的灵气通过唯一的连接在彼此体内运行，一阴一阳2道灵气形成2条完美的循环。苏阳和温云瑶都没有注意到，在他们完全进入修炼状态之后，他们的身体散发着淡淡的灵光，2个人的身体在灵光中漂浮起来，就这么漂浮在禁闭室的空中。修炼的时间过得总是特别快。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亮禁闭室的时候，苏阳和温云瑶2个人几乎是同一时间睁开眼睛。此时苏阳的脸迎着阳光，温云瑶第一眼看到他的面庞，心里扑通跳了一下。他不知道怎么形容此时看到的这张脸，只是很奇怪的感觉，他这张脸竟然有些神圣。
但是随着苏阳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坏笑，这种奇特的感觉马上就跟着烟消云散了，他自己的脸也跟着红起来。笑什么了？温云瑶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他的眼睛，不让他看自己。你昨天修炼得很认真吗？怎么样，感觉不错吧？不错你个头。温云瑶嘟着嘴不想承认，发现两个人此时竟然漂浮在空中，竟然下意识地往他身上靠了一下，但是下一秒意识到自己是修仙者，漂浮在空中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紧张的？为什么我们会飘起来？温云瑶好奇地问了一句。应该是阴阳两种灵气完美共鸣，产生了某种灵能力场吧。苏阳确实是这么理解的。随着修炼的结束，苏阳控制着身体缓缓落下。本来呢，苏阳确实只是想落地而已，但落地瞬间带来的一缕震动，带来猛烈的连锁反应，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第3次灵液暴击。苏阳你……温云瑶刚要生气，此次灵液暴击似乎刚好命中要害，以至于温云瑶闷哼一声，无力地倒在苏阳身上。苏阳哭笑不得，没想到他如此。当然就算如此也很正常，轻轻地搂着他，给他足够的时间从暴击中缓过来。温云瑶趴在苏阳肩上许久才回过神，此时的脸已经不是红了，而是熟了。他甚至不好意思抬起头让苏阳看到他的脸。温云瑶你怎么可以这样？他肯定感觉到了，他怎么可能感觉不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能感觉到他现在的状态。丢脸死了，可他现在能怎么办呢？就算丢脸也不可能真的挖个洞钻进去，该面对他还是要面对他。温云瑶轻咬贝齿，还是抬起头，故作凶巴巴地说道：都是你害的，哼，你等着，今天晚上本小姐一定要把你杀了。那我今晚等你。苏阳微微一笑，甚至伸手捏捏她的脸，这丫头还有点小可爱，笑什么笑，拿点纸给我啦。温云瑶拍开她的手，却因为她捏脸的动作心跳快了许多。苏阳哭笑不得道：云瑶师妹，我现在是在关禁闭，你觉得这里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地方吗？温云瑶差点忘了他是在关禁闭。见他的手从自己腰上松开，温云瑶犹豫了一下，从他身上起来的同时用真元控制着，没有任何遗漏，心想着等回去之后再处理，要不然被他看见更丢脸。苏阳，你这个大混蛋，我现在更想杀你了，我绝不会饶了你的。温云瑶回过头瞪了苏阳一眼，我等你。对了，今天来杀我的时候记得带点纸，要是杀了我可以擦擦血，失败的话也可以擦点别的。苏阳微微一笑，对他的威胁丝毫不在意。就凭他自己100%完不成这件事，而且每多一天他的机会就少一分。你大混蛋，今天晚上要你好看。温云瑶气得直跺脚，嘟着嘴跑了。苏阳微微一笑，每一个晚上他的实力都在大幅度的提升，实打实的修为提升自然是非常爽，而且每次修炼完还能再爽一爽，难怪先天圣体要到18岁才正式解锁，太早了确实不合适啊。哈哈，白天没办法提升修为，苏阳和之前一样不会浪费任何一点时间，重新进入修炼的状态，熟悉自己提升后的修为，然后在意识海中不断的模拟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测试自己当下阶段的修为可以做到何种程度。温云瑶悄悄地回到住处，晚上他是偷偷从后门溜出去的，白天自然不敢正大光明的从大门回家。到家之后第一时间处理他的遗留。大混蛋，每次都这样。温云瑶红着脸嘟着嘴，颇有几分幽怨，他自己都没注意到，他脸上不知不觉中已经少了真正的生气。处理完了之后，温云瑶软绵绵地趴在床上。苏阳这家伙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但是和他一起修炼真的进步超快呢，一个晚上的修炼抵得上我自己修炼1个月了。而且这种修炼方式不仅一点不累，好像还挺有美好的。温云瑶说完之后，完全抑制不住自己的脸红，拉过被子把自己蒙了起来。温云瑶你疯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觉得和他那样修炼挺好呢？羞不羞啊你？温云瑶疯狂晃着脑袋，想把这种奇怪的想法从自己脑海中驱散，可是他越是想把这种奇怪的想法赶走，身体的感受就越是加强他的这种想法，脑海中全是苏阳。讨厌，苏阳我恨死你了。温云瑶猛地坐起来，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不想了，现在好好睡一觉，今天晚上一定要杀了他，让他每次都欺负我。哼，往床上一倒，拉过被子把自己蒙起来。或许是因为今天的灵液暴击击中了他的点，温云瑶感觉今天回来很困，很想睡觉，躺下之后很快就昏昏欲睡了。不知不觉中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微笑中带着丝丝少女的脸红。云瑶你醒了。屋外传来敲门的声音，半睡半醒的温云瑶猛地从床上跳起来。娘亲，你这么早，多少是有点做贼心虚。娘平时不都是差不多这时候起床修炼的吗？哪里早了？刚刚听到你屋里有动静，你今天这么早就起床了？既然醒了，
要不就跟娘一起修炼吧。早晨的灵气最为浓郁纯净，对你的修为有好处的。女儿大了，妙清沙并没有随便进入她的闺房。可是娘，我想睡觉。你昨天在家睡了一整天了，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怎么天天都想睡觉？温云瑶无奈，为了不让娘亲起疑，只好打着哈欠出门。妙清沙见到女儿，刚想告诫她修炼不可以偷懒，却见女儿的修为又提升了不少，脸上的诧异显而易见。云瑶，你的修为又提升了，你这2天怎么回事？白天也没见你修炼，但是每天早上见到你，都能明显的感觉你的修为提升了不少。你晚上偷偷修炼的吗？这个，温云瑶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好。她晚上确实都在修炼。前天晚上虽然她自己没修炼，但苏阳用她修炼的过程中，也顺带着把她的修为也提升了。昨天晚上她也主动进行修炼，修为提升的更加明显了。可这她怎么说呢？之前没有告诉他们，现在更不想告诉他们了。是不是用了什么秘法修炼？妙清沙凑上去，用期待的声音开口道：娘亲在元婴中期停滞许久了，迟迟难以进入后期。你要是得到了修炼秘法，跟娘亲分享一下。没有啦，哪有什么修炼秘法？温云瑶顿时脸红，小跑着去院子里修炼了。没有就没有，你这丫头脸红什么？妙清沙一头雾水，上去和女儿坐在一起。丫头，你要是真有秘法，记得跟娘亲分享，娘亲也很想修为有所突破。真的没有啦，娘亲你叫我一起修炼的，不修炼的话我回去睡觉了。好啦好啦，修炼修炼。妙清沙看着女儿略带嫣红的脸蛋，总感觉这丫头有什么事情瞒着她。夜幕降临，温云瑶再次悄无声息地从自家后院离开。她不知道的是，在她离开不久，一个黑影紧随着她一起离开了。温云瑶很快就到了戒律阁，轻车熟路地来到禁闭室。禁闭室只有一个门，这让她没有机会从其他地方偷袭里面的苏阳，每次都只能先进门再偷袭。不过这一次，她再次转换了偷袭手法，悄无声息地绕到苏阳的背后，左右手同时掐诀，而且左右手使用的是不同的阵诀。左手阵诀完成，一道道紫色雷电直击苏阳的后背，与此同时，右手的阵诀也已完成，苏阳头顶剑雨倾泻而下。这一次，苏阳确实感受到了压力。2个法术同时攻击，只要被雷电击中，他的动作必定受到影响。如此一来，倾泻而下的剑雨必定对他造成不小的伤害。苏阳一掌拍在地上，身体离地之后，迅速一个转身，手中同样快速掐诀，一面土盾从地面升起，堪堪挡住雷击，借此机会将真元灌注于双脚，迷踪步迅速远离剑雨的范围。但是温云瑶作为宗门嫡女，她所学的法术自然要比苏阳这样的一般弟子更强。苏阳以为离开剑雨落下的范围就安全了，不料这些剑竟然可以追踪，一个转向追着他就来了。卧槽，这么强！苏阳发现自己低估了这丫头的实力，同样的实力水平下，这个宗门嫡女的实力水平确实比一般弟子强很多，要不是这几天实力提升不少，今天还真有可能栽在这丫头手上。苏阳没做太多的动作，只是将更多的真元灌注脚下，速度更快，身形更加飘忽，以此迅速靠近正在操纵飞剑的温云瑶。当苏阳出现在温云瑶身后，迎面而来的飞剑立即停止了所有的动作。温云瑶感觉到苏阳的双手从后面搭在他的腰上，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口气，而不是因为没有杀掉他而懊恼甚至生气。他也没有再次尝试进攻，而是收回法术，转过身对苏阳说道：你还蛮厉害的嘛，这样都能让你躲过去。云瑶师妹你也蛮厉害的嘛，今天差点就让你得逞了。苏阳说道：你等着，明天我就一定可以杀了你。温云瑶嘟着嘴说道：那是明天的事情，至于今天吗？苏阳嘴角一扬，直接盘膝而坐，然后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哼，明天一定杀了你。温云瑶用嘟囔的方式来掩盖自己此刻的心跳，也知道自己逃不掉。不，此刻的他甚至忘了还有逃这回事，而是习惯性的觉得自己没能杀了他，那么接下来就是配合他修炼了。于是乖乖的坐了下去。内外灵气同时袭来，温云瑶靠在他肩上缓了缓，以适应这种修炼前的特殊状态。云瑶师妹，你准备的还挺充分的吗？苏阳此刻自然能感受到他的不一样，温云瑶自然也知道他说的准备充分是什么意思，嘟着嘴捏了捏他的脸。那是因为我知道刺杀失败就会被你用于修炼啊，反正都逃不掉，还不如配合你一下下。哼，你笑什么啊？没什么，挺好，挺好。这丫头越来越有觉悟了。此时的苏阳心里开始斟酌禁闭结束之后是不是还需要逃离宗门这件事了。逃离宗门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宗主追杀，但现在这种情况来看，貌似不需要担心被宗主追杀。不仅如此，留在宗门还有机会经常和云瑶师妹一起修炼。好什么好，要修炼就赶紧修炼了。温云瑶被他看得脸红心虚，干脆自己先闭上眼睛，假装进入修炼状态了。苏阳捏捏他的小脸蛋，笑而不语。深吸一口气，
逐渐进入修炼状态。感受到苏阳的灵气在体内运行，温云瑶终于松了口气。既然他开始修炼了，他也不想浪费这个宝贵的提升机会，同样和他一起开始修炼。两个人一起进入修炼状态之后，他们的身上再次散发出淡淡的灵光，两个人也再次缓缓地漂浮到了空中。就在他们专心修炼之际，禁闭室外有个人影正惊讶地捂着嘴，眼神中闪烁着难以置信。刚刚禁闭室里短暂而激烈的斗法，让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随时准备冲进去以防万一。但是突然间，刚刚还在里面激烈斗法的两个人居然双上了修，这让他万万没想到，也大受震惊。几次犹豫要不要冲进去阻止他们，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容易让所有人都尴尬的想法。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禁闭室里那团漂浮在空中的淡淡光芒，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夜幕之中。苏阳和温云瑶完全沉浸在修炼之中，丝毫没有注意到禁闭室外有人逗留过。这一修炼又是整整一夜，不管是苏阳还是温云瑶，两个人的状态都越来越好，沉浸感更强，时间流逝的感觉自然也就更弱。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你今天带纸了没有？苏阳睁开眼睛后问道。你别……温云瑶的话还没说完呢，马上就感觉遭到了他的灵液暴击，而他自己在被灵液暴击的瞬间，竟然产生了奇妙的暴击共鸣，瞬间失去所有气力，倒在苏阳身上。苏阳微微一笑，搂着他缓缓地从空中降落。片刻之后，温云瑶从暴击共鸣中回过神来，嘟着嘴不满地说道：你就不能控制一下吗？真是的，每次都这样，你怎么不控制一下？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温云瑶一下没话说了。确实，受到灵液暴击的时候，他自己也完全无法抑制的产生了共鸣。你到底带纸了没有？苏阳问道。谁会带纸来啊？真是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每次都会遭到他的灵液暴击，貌似真的可以点带纸来。不为别的，杀了他的时候擦擦他的血也完全可以的嘛。就是，明天还是把纸带上吧，要不然每次都这样也不是办法。温云瑶今天没有急着起身，而是嘟着嘴伸手捏捏他的脸，算是对他欺负自己的报复了。苏阳只是笑了笑，这丫头每天晚上都让自己的修为大幅度提升，他要耍耍性子就依着他吧，修仙者不介意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哎，问你件事。苏阳道。你上次同时使用2个法术是怎么做到的？教教我呗。你想学啊？温云瑶听他这么问，一时间有了一种自己比他厉害的得意，挺直腰杆，一脸得意。对，我想学。苏阳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若是能够同时使用2个法术，这在实战中必定能够给对手一个出其不意的双倍压力。不告诉你。温云瑶突然用手环着他的脖子，一脸笑盈盈地拒绝了他。苏阳不急，脸上反而露出了一抹坏笑。温云瑶顿时感觉不妙，马上就把脸上的笑意给收了起来。你想干什么？不说可以，我有的是办法和手段让你老实交代。苏阳坏坏的把脸凑了上去，本来就近在咫尺的脸此时更近了，呼吸碰撞在一起，温云瑶顿时心跳加速，脑温迅速升高。等一下啦，我说你放过我。本来就固定在他身上，温云瑶几乎瞬间就感应到他想做什么坏的事情，立马老实了。其实也没什么技巧了，就是从小练习左右手做不同的事情，慢慢熟练了就能做到2只手施展不同的法术了。如果你厉害的话，可以做到2只手使用不同武器，运用不同的战斗技巧。就这样，这不就是左右互搏术吗？还以为是有什么特殊的修方法呢。对啊，不然你还真以为有什么特殊的修炼方法？哪有那么多特殊的修炼方法？温云瑶说道。苏阳，确实是他想复杂了，不过这样也好，只要通过练习就可以慢慢掌握，事情反而简单了。以后有时间慢慢练习，说不定也可以像他一样，同时施展2个法术，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不说这个，你今天晚上准备怎么杀我？苏阳搂着他的腰笑问。你当我傻啊？我是来杀你的，怎么可能提前告诉你我的行动？哼，不告诉你。温云瑶就像是识破了他的诡计一般，嘚瑟的扬扬脑袋，一点不能透露。不能？好吧，那我等你。苏阳耸肩笑笑，事实上并不太在意了他的刺杀行动。虽说他的实力与日俱增，但是别忘了，他每天的实力提升远远大于他。苏阳甚至有预感，若是这丫头每天晚上都来陪他修炼，禁闭这7天的时间，他就有可能从筑基初期跨入筑基中期。等着吧，晚上要你好看。温云瑶故作凶巴巴的呲了呲牙，也知道自己该回家了，突然间竟然产生了一丝他自己都注意到的不舍。当然，这种不舍的情绪让他很不好意思。嗨，我走了。走吧，晚上记得带点纸。知道了。温云瑶嗔了他一眼，趁着无人注意悄摸摸的溜走了。这才刚离开，心里已经期待晚上了。我是想要快点到晚上，这样我就又有机会杀他了啦。
对，我就是想要快点杀了他而已，才没有想别的呢。温云瑶自言自语，自己却不知道，自我辩解的时候，他的嘴角带着一缕显而易见的微笑。前几日离开时的气愤羞怒，不知不觉间已经不见了。他的心情明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开心愉悦，一路笑着飞回家，悄悄地溜进后院。不料今天在禁闭室的时间比之前更久，回来的时候，他娘亲妙青纱已经在后院修炼了。见到女儿回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云瑶，你什么时候出去的？怎么现在才回来？温云瑶一下僵住了，急忙解释道：嗨嗨，娘你好早啊，我白天睡得有点多，晚上睡不着就去修炼了。你看我的修为又提升不少，我没有偷懒啊。还真是，妙青纱淡淡地问道。所以你最近都是晚上出门修炼的吗？这个是啊，白天宗门太多人修炼了，灵气都被大家瓜分了，我发现晚上灵气更加充沛，修炼起来事半功倍呢。温云瑶心里狂跳，生怕娘亲发现他晚上离家去找苏阳修炼的事情。他也聪明，这时候不承认反而容易被怀疑，直接承认晚上偷偷出门修炼，反而能够更加合理的解释清楚他每天修为提升的原因。晚上修炼能有这么大的好处？云瑶啊，你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修炼方法，这才让你的修为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修仙者的修为提升固然重要，但是得讲究方法，那些能够帮助修为快速提升的修炼方法不见得对长远有益。妙青纱语重心长地说道。温云瑶心里咯噔一下，娘亲该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不会啊，她每天离开的时候都是3更半夜，按理说那个时间点爹娘应该都睡下了，不会发现她离家的事情才对。娘亲你别乱想了，玄天道宗是天下第一宗门，是8大宗门领袖，我不会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修炼方法提升实力了。这话说的温云瑶自己都心虚，虽说他对魔道的了解不多，但是他也知道自己这段时间和苏阳的修炼属于双修的范畴，听说只有合欢宗喜欢用这种修炼方法，而合欢宗属于正儿八经的魔道。知道就好。妙青纱听女儿这么说，微微一笑，也没有再说太多的，只道了一句：晚上那么努力的修炼，回屋休息休息吧。娘亲我先回屋休息了。温云瑶安安松了口气，逃也似的回屋去了。处理掉苏阳的遗留，温云瑶趴在床上，心跳快得不行，总怀疑娘亲是不是已经知道他和苏阳的事情了，是不是不应该再去找苏阳了？可我主要目的是为了去杀了他，主要目的又不是为了去和他修炼，我打不过他，被他抓住，被他用来修炼，我也很郁闷的呀，所以我才更想杀了他的嘛。温云瑶想来想去，还是不能放弃杀他的念头，反而是在心里告诉自己，以后离家的时候要更小心一些，也要尽可能更早一点回来，避免被爹娘抓住，引起他们的怀疑。真是的，我明明是去杀你的，怎么搞得像是瞒着父母去跟你幽会一样？混蛋，今天晚上我就早点去，出其不意，杀了你一了百了。温云瑶拍了拍被子，也不管那么多了，拉过被子便睡觉去了。禁闭室，温云瑶离开之后，苏阳一个人没办法进行提升修为的修炼，只能在战绩上尝试精进。温云瑶同时施展2个法术的能力，让他叹为观止，所以他离开之后，苏阳便开始在脑海中尝试练习左右互搏的技巧。说实话，这左右互搏之术真不是什么特别深奥的技能，说白了就是左手画方，右手画圆，然后逐渐深入练习，变成左手写字，右手画图，最后左右手熟练地施展不同的法术。但是理论很简单，不代表实践起来很简单。苏阳一直觉得自己在学习这件事上的悟性算是强的，但这左右互搏之术练习1天下来，脑子都快练抽筋了，也才勉强能够做到左右画方，右手画圆。想要像温云瑶那样能够熟练地做到双手同时施展不同的法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难是难了点，苏阳并不打算放弃。他不是一个目光短浅之辈，深知能够同时施展2个法术在实战中的出其不意的作用。只要长期目标是有利的，那么短期的困难就不应该成为问题。苏阳继续练习。今天这么早，正在意识海中练习的苏阳清晰感知到禁闭室的门开了。奇怪的是，他并未感知到有人进来，不论是视觉还是神识探查都没有任何发现。这丫头肯定是用了某种隐藏自身的法宝，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但苏阳这些天早就在脑海中设想过他的各种行动可能，其中就推演过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急着起身。苏阳右手摁在地上，一层真元瞬间在地面上铺开。他能隐藏身形，能够掩蔽气息，但他并不能真正的让自己变成虚无，那么他的动作必然引起真元震动。找到你了。苏阳的嘴角微微一咧，所有真元瞬间凝聚在隐藏在暗处的温云瑶身上。啊！温云瑶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股强大的真元裹挟着飞了出去。苏阳稳稳地接住他，直接施展灵根固定之术，瞬间压制他的真元。温云瑶顷刻间失去气力，软倒在苏阳身上。
你别这么突然了。温云瑶缓过来之后，嘟着嘴抱怨了一句：“拜托，你是来杀我的好吧？我当然要以最快的速度解除你的战斗力，难不成还一直给你机会来杀我啊？”苏阳搂着他说道。啐。温云瑶也无话可说，略微适应了一下此刻的状态之后，好奇地问道：“我用了隐秘符，按理说你不可能察觉到我的位置，你是怎么精准地找到我的？”原来是用了隐秘符啊，难怪神识无法对他进行有效的锁定。宗门嫡女就是宗门嫡女，什么好宝贝都有。苏阳道：“你的隐秘符虽然能隐藏你的气息，但不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捕捉不到你的身形和气息，难道还不能捕捉你造成的真元波动吗？”温云瑶怔了怔，借着月光看着他脸上的从容自信，一时间竟有些着迷。这家伙真是个天才，真是搞不懂，像他这样一个在修炼上级有天赋的男生，为何3年时间无法突破？如果他的修炼一直都很顺利的话，18岁的他应该说不定早就已经进入筑基后期了。巴你呢？今天怎么这么早？往常这丫头都要到后半夜才会来，今天这都还没到凌晨就来了，比往常早了足足1-2个时辰。难道每天都迫不及待的想来找我修炼？苏阳调侃了一句。温云瑶顿时红着脸白了他一眼，解释道：“谁迫不及待找你修炼了？我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杀了你。”真的？当然是真的。温云瑶嘟了嘟嘴，见他笑眯眯的样子，又没忍住心虚的解释了一句：“我怕我娘亲发现了，所以想早点过来，早点把你杀了，免得每天像偷情一样，呸呸呸，每天像做贼一样过来找你。”妈呀，怎么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丢死人了！原来是这样。苏阳倒是没在这件事笑话他，这丫头要是被他娘亲发现来不了，说实话对他来说更亏。这些天这丫头每天都来杀他，他反而每天都能用他修炼。这几天他的修为大幅度提升，再有几天他有自信能够顺利进入筑基中期。若是这丫头不来，那他接下来的修为恐怕是很难再有进展了。你干嘛这个表情？温云瑶见他居然没有抓住机会笑话他，反而有些古怪。我还是希望你能每天都来的。苏阳正儿八经地说道。温云瑶红着脸嘀咕道：“你当然想我每天都来了，每次我来了你都能用我修炼，你不想谁想？”苏阳道：“你说的这个呢，我不否认，但是你自己也不能否认，你每次陪我修炼，自己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修为也是每天都有不小的提升，对不对？你每天来，除了有机会杀掉我为自己报仇之外，还能提升修为，总的来说是一举两得，怎么都不亏的。”温云瑶他自己也挺纠结这事的，正如苏阳所说，他现在每天晚上过来，就算杀不了他也能在修为上有所收获，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想要变得更强的修仙者，对于实力的追求是和其他修仙者一样有着强烈愿望的，所以这些天每天的修为提升对他来说自然是非常欣喜的。虽说修为提升的方式总是让作为女生的他不好意思，但修为的提升是实打实的。有时候他甚至在想，杀不杀他其实已经没那么所谓了。这几天每天都陪他一起修炼，他脑海中时不时浮现出一种让他极为不好意思的想法，要不也别杀他了，就这样每天和他一起修炼吧，每天都能在修为上有所收获，其实也挺好的。这个想法总是让他特别不好意思，但是随着他和苏阳深入接触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个念头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当然，这时他是肯定不好意思跟苏阳坦白的，你想我每天都过来杀你？温云瑶回过神之后随口问道。苏阳笑着说道：“要是可以的话，我当然希望你放弃杀我的念头，每天就是为了过来和我一起修炼，而不是为了杀我。你想得美，每天都这么欺负我，还想让我放弃报仇，想都别想。”温云瑶嘟着嘴捏捏他的脸，故作愤愤不平地说道：“接下来我还是会每天过来，你最好有随时被我杀掉的心理准备。”哼，他自己都没注意到，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带着浅浅的微笑，根本就一点也不凶。苏阳松了口气，微笑道：“行吧行吧，这件事上我也确实没有劝你放弃的理由，你想杀我就杀吧。不过我也告诉你，只要你刺杀失败，我还是会用你修炼，这个你肯定跑不掉。”知道了。温云瑶抿唇点点头，他自己都已经习惯了刺杀失败然后被他抓起来修炼了。想了想，温云瑶又说道：“为了避免我爹娘发现起疑，接下来我每天都会早一点过来，你要稍微早一点放我回去，听到没有？不然早上回去容易撞见我娘亲，总是被她撞见我大早上的从外面回来，我很难解释的。”行。苏阳毫不犹豫的点点头，只要这丫头每天都过来就行，其他的都是小问题。那就开始修炼吧。温云瑶主动说道。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他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刻意过来找他修炼的一样，哪好意思正视他的目光啊，心跳突突，赶紧闭上眼睛，假装进入修炼状态。苏阳笑而不语，深吸一口气，双手扶在他的腰上，闭上眼睛，
缓缓地进入修炼状态。温云瑶感受到他的灵气进入体内循环，偷偷地睁开眼睛看了看他，看着他认真修炼的样子，好一阵挪不开眼睛。等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看他之后，才不好意思地收回神，跟着他一起闭上眼睛修炼。阴阳共鸣，两个人再次漂浮在空中。他们都没注意到禁闭室外有一个身影正在暗中注视着里面发生的一切。我都已经那么提醒他了，这丫头还是忍不住来找他，看来我得找他谈一谈了。隐藏在暗处的人影不再逗留，化作一道虚影消失。今天带旨了没有？天还未亮，禁闭室里的苏阳和温云瑶已经结束了修炼。今天的修炼结束的更早，但温云瑶来的也更早，总的修炼时间反而比之前都长。不管是苏阳还是温玉衡，今天的修为增长都比之前更多。带了。温云瑶红着脸点点头。两人从空中落下，温云瑶第一时间捂住苏阳的眼睛，不许看，然后迅速的把该处理好的处理好，从苏阳身上起来。我今晚还会早点过来。温云瑶道。苏阳调侃道，要不你还是别杀我好了。温云瑶愣了一下，马上就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了，红着脸说道，虽然我提醒你我会早点过来，但是也不见得我什么时候过来啊。每天都欺负我，别想让我放弃杀你的念头。哼。说着便悄悄地离开了禁闭室，嘴上说着最狠的话，可是这2天一出禁闭室，他的脸上总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藏不住的笑容，似乎每天来找他修炼是他生活里最开心的事情。当然他自己肯定是不会承认的。趁着天色微亮回到家，果然没有被任何人注意到，温云瑶慵慵懒懒地躺在地上睡觉去了。禁闭室里的苏阳却没有闲着，熟练掌握新增的真元之后，便开始继续在意识海中练习左右互搏术。他不是温云瑶这样有深厚背景的修仙者，他只是玄天道宗为数众多的弟子里的一个，没有任何依靠的他，除了竭尽所能的让自己变强，没有其他退路。从天未亮修炼到天黑，苏阳的修炼片刻不曾停下。禁闭室的门缓缓打开，苏阳敏锐地察觉到这个细微的动静，嘴角微微扬起。这丫头来得越来越早了，既然这丫头没有打算隐藏身形，那就给她来个先发制人吧。一道真元裹住进门的人，直接把她拉过来。啊！一声低沉的惊呼响起，苏阳听到声音明显怔了一下，因为这声音明显不是温云瑶的声音。来的人是谁呢？自然是温云瑶的娘亲妙青纱。妙青纱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刚进门就遭到苏阳的真元裹挟，粗心大意之下直接中了苏阳的招。落在苏阳怀里的妙青纱又羞又怒，一掌拍向苏阳。苏阳心中一惊，立即双臂交叉在前，同时调动所有真元护在身前，应接一掌。苏阳借势飞退，和他拉开距离。谁？苏阳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刚刚出掌的妙青纱颇为惊讶地看着借势飞退的苏阳，没想到他一个筑基初期的弟子竟然能应接他元婴中期修为的一掌而未受伤。虽说仓促间这一掌并非是他全力，但他毕竟是元婴中期的修为，一般的筑基弟子早就被这一掌打得吐血了，他竟然能防住，着实令人意外。我还想问你呢，你是谁？妙青纱毕竟是元婴中期的修仙者，实力在这里，面对一个筑基初期的宗门弟子自然不会犯怵，直接质问道，我已经查了你的资料，你是8年前加入玄天道宗的弟子，金、木、水、火5色杂灵根，但加入宗门之后的5年却和其他天资聪颖的弟子一样，5年时间修炼到炼气13层，随后又因为不明原因修为迟迟无法突破，直到前几日的筑基大典，你虽未参加筑基大典，却也在那天突破了，没人知道你是怎么突破的。被关禁闭的这几日，我女儿每日偷偷潜入禁闭室与你双修，实力增长极为可疑。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苏阳，你身上疑点重重，老实说，你是不是魔道合欢宗安插在我玄天道宗的奸细？还是说你修为无法提升的这3年时间里接触到了合欢宗，已经投身于合欢宗？妙青纱的声音极为严肃，同时已经调动真元锁定苏阳。从他这2天的调查结果来看，苏阳入门时的测试资质顶差，但他前期的修炼速度却丝毫不比别人慢，这就非常可疑。15岁以后虽然迟迟无法突破，这期间宗门里也没有记录他的任何异常行为，但这次的筑基大典之后，他的突然突破本身就是一团迷雾，没人知道他是怎么突破的，是否借助外界势力的帮助并未可知。再者，女儿和他在一起修炼，那种修炼方式很明显带着极为强烈的合欢宗特色，这让他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怀疑。宗主夫人，苏阳已经从这番话里知道来人是谁了，同时借着月光也基本判定这个人就是宗主夫人妙青纱。原来云瑶师妹说她娘亲起义是真的，头痛啊，居然这么快就被发现了。不过苏阳很冷静，知道他现在的修为想要和元婴中期的宗主夫人硬碰硬很难有取胜的机会，于是上前恭敬的行礼，弟子苏阳见过宗主夫人，方才不知是宗主夫人，多有冒犯，
还望夫人恕罪。妙青纱见他态度尚可，态度稍微缓和了一点，但是真元依旧锁定在苏阳的身上，防止任何意外的可能。你老实回答我，你是谁？苏阳直接道：弟子苏阳乃玄天道宗弟子，并非魔道奸细，在玄天道宗期间也从未和魔道中人有过任何接触，并未堕入魔道。玄天道宗的护山大阵能够识别魔道气息，若弟子是魔道中人，早就被发现了，根本不可能隐藏8年之久。另外，玄天道宗对于任何弟子离开宗门都有详细的记载，弟子加入玄天道宗的这8年从未离开过宗门，根本无从接触到合欢宗，这一点夫人可以去查宗门的人员出行记录。弟子苏阳句句属实。至于夫人所说的资质问题和修炼问题，弟子自身也解释不清楚，早前宗主也探查过弟子的情况，宗主也解释不清楚弟子15岁之前的修为增长是怎么回事，这一点夫人可以去问宗主。妙青纱能听得出来苏阳语气中的理直气壮，他也知道苏阳说的这些也是事实。查找苏阳身份信息的时候，他就已经确认过苏阳所说的这些信息了。如他所说，他这些年确实没有离开过宗门。他锁定在苏阳身上的真元也同样没有探查到他体内有魔道特有的气息，甚至于他还发现苏阳体内的真元极为纯净，是魔道不可能拥有的真元。这也让他更加疑惑了。既然如此，你为何会双修之法？这个……苏阳看了眼妙青纱，斟酌片刻继续说道：弟子并不知这是双修之法，前几日弟子在凌阴之日尝试突破时，发生了性命攸关的危险，幸得云瑶师妹所救，不仅顺利突破了长期的桎梏，还意外的发现和女性一起修炼可以大幅度提高彼此的修为。苏阳把能说的部分告诉了妙青纱，同时保留了一部分没有说。妙青纱既然已经知道他和云瑶师妹连日修炼的事情，全盘隐瞒反而容易露出破绽。妙青纱狐疑的目光锁定在苏阳脸上，试图从他的表情上捕捉到他说谎的证据，但苏阳丝毫不给他机会，镇定地直面他的狐疑。妙青纱的目光就像要穿透苏阳一样犀利。尽管她看起来是个知书达理的美人，但她作为宗主夫人，必要的时候也一样能够展示出极具压迫感的气势。苏阳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来自于他的凌压，他在试图让自己露出破绽。苏阳能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如果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所说的这些事情，作为宗主夫人，他就不会一个人前来质问他了，绝对是第一时间告知宗主。这时候就应该是一大波的人过来把他直接拿下。他怀疑的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苏阳心里自然是完全不虚。若是因为他的怀疑就自乱阵脚，反遭怀疑。妙青纱确实没有看出任何破绽，但他显然并不认为事情应该到此为止。原本站着不动的妙青纱忽然脚下如风，以肉眼难辨的速度来到苏阳面前，看似闲庭信步，却在一夕之间便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这就是元婴期修仙者的实力吗？苏阳心中一惊，但他在不知道他意欲何为的时候，不可能把自己的安危交到他的手上，立即将真元关注于脚下，迷踪步用到极致，试图迅速拉开与他的安全距离。妙青纱脸上闪过一丝明显的诧异，筑基初期的修为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迅速反应过来，这实力引来了他更大的好奇，再次接近苏阳，手中真元化作有如实质的宝剑，呼啸着逼近他。苏阳面色大变，不知道妙青纱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但他知道自己不认真应付的话，这一剑真有可能要了他的命。此时就算是迷踪步也难以躲避这速度奇快的一剑了，更没有时间给他施展防御用的法阵。苏阳立即将所有真元调动在手上，直接以真元应接他这一剑。两道真元碰撞在一起，灵光乍闪。苏阳只觉得面前的真元如同恐怖的流星撞在他的手上，应接的话一双手绝对马上就得被废掉。苏阳可不敢小瞧元婴期的大能，所以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打算应接，而是借着两道真元碰撞的威能迅速后退。但是苏阳面对的毕竟是拥有元婴中期修为的妙青纱。妙青纱在真元冲撞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苏阳的身后，朝着他后背就是一掌。好快！苏阳完全没有察觉到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到他后面的，只是耳朵听到了强劲的掌风，所以才知道妙青纱已经到了他的身后。原本想借着前面的威能后撤，不料妙青纱封死了他的退路。电光火石之间，苏阳迅速调集所有真元，玉气腾空。妙青纱一掌扑了个空，反而要面对他自己刚刚释放的剑气，再次被苏阳的身手给惊讶到。但他毕竟是元婴期的高手，一掌扑空之后，挥手间便撤去了面前的真元余威。此时的苏阳已经借着空隙和他拉开了距离，随时防备他再次出手。妙青纱却没有再攻击他，而是收起了自己的气势。看着漂浮在空中的苏阳，妙青纱的好奇比进门时更多了，而且是多了许多。他刚刚并非是要杀了他，而是要把他逼到生死之际，让他动用全部的力量来应对他的进攻。如果他身上藏有魔道的力量，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藏不住。
从刚刚的交手情况来看，他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魔道特有的力量气息，他体内纯正的真元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靠双修之法修炼，真元却如此纯正，这就足够让人感到好奇了。还有一点，苏阳表现出来的实力让他这个元婴期的修仙者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筑基期的小弟子而已，竟然能在他的逼迫之下从容应战，甚至还能不伤分毫，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下来吧，不打你了。妙清沙淡淡的说道。苏阳迟疑了一下，想来他应该没必要骗自己，便从空中落下。宗主夫人，弟子苏阳确实不是魔道奸细，也从未与魔道有染，更未堕入魔道。苏阳保持着距离，同时再次行礼解释了一遍。我相信你说的。妙清沙点点头，也没有再纠结于他为什么要用双修之法来修炼，而是说道，有些修仙者确实会出现一些特殊的修炼天赋，或许你就是属于这一种。我可以不追究你和云瑶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作为云瑶的娘亲，我得明确的告诉你，云瑶早就和玉灵宗的宗门弟子有婚约，她不可能成为你的道侣。我希望你能主动断了和她的接触，让她回归到正常的修炼和生活之中，而不是每天偷偷摸摸的来找你。双修。他的声音其实很平静，但是苏阳能够听得出来他语气里警告的味道。苏阳自然知道他说的这些。事实上，苏阳从始至终也不认为云瑶师妹会成为他的道侣，他作为宗门嫡女的身份摆在这里，想要让她成为他的道侣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现在的先天圣体。解锁先天圣体之后，他的修炼注定了离不开女人，但是先天圣体解封才几天时间，他对先天圣体的了解还不多，未来究竟是只需要一个女人就可以很好的修炼，还是需要很多甚至是很多女人才能好好修炼，这都是一个未知数，不负责任的讲。哪怕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实力增长，他也不可能贸然的让云瑶师妹成为他的道侣。现阶段他们两个的关系更像是个取所需。苏阳仔细斟酌了一番，非常认真的说道，夫人放心，我会和云瑶师妹说清楚的。好，我相信你能做到。妙清沙终于松了口气，既然事情都说清楚了，他也不打算在这里继续逗留了，转身便要离开。就在这时，禁闭室的大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妙清沙愣了一下，马上意识到进来的人应该是自己女儿，立即化作一道虚影躲到了禁闭室的角落。他可不想让女儿知道自己来找过苏阳。苏阳也没想到云瑶师妹今天来得这么早，看着他进来哭笑不得。温云瑶轻轻地关上门，提着剑证要对苏阳发起偷袭，却见他站在那里直勾勾地看着他，整个人都是愣住了。但他好像根本无所谓暗杀能不能成功，见到苏阳看着他，嘟着嘴就把剑给收了。既然已经被你看见了，那我的刺杀肯定成功不了，直接打我肯定打不过你。温云瑶轻快地跑到他面前，你平时不是都在修炼的吗？今天怎么不修炼？嗨嗨，有点事。骗人，你都被关禁闭了，能有什么事？温云瑶以为他就是在等他来呢，虽说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主动地拉着苏阳坐下。然后在角落的妙清沙借着今晚明亮的月光，惊讶地看到他女儿就那么主动地坐在了苏阳身上，直接和苏阳进入了修炼状态。看什么看了？早点修炼，我好早点回去了。温云瑶红着脸，但羞涩中多了几分落落大方，好像和苏阳修炼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样。苏阳此时的哭笑不得，藏都藏不住。宗主夫人，你看见了，今天可是你女儿自己主动的。为了让宗主夫人有机会离开禁闭室，而不是一直在禁闭室看着他们这般，苏阳深吸一口气，也缓缓地进入了修炼状态。角落里的妙清沙近距离地看着两个人漂浮在空中，散发着淡淡的灵光，心里砰砰跳，又惊讶又难为情。妙清沙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女儿在苏阳面前居然这么主动，一个女孩子家家居然就那么主动坐下去，然后和她一起修炼起来。看着漂浮在空中的两个人，看着坐在苏阳腿上的他自己的女儿，妙清沙此时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她作为娘亲，第一次知道自己女儿还有这么主动的一面。这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主动的？妙清沙心里嘀咕，只能想着女儿是想好好修炼，所以才这么主动的。毕竟她坐上苏阳的那一瞬间，确实马上就有大量的灵气朝他们汇聚而来，这灵气汇聚的速度远远超过一般修仙者的修炼常态。此时近距离地看着他们两个的修炼状态，妙清沙终于明白女儿最近几天的修为增长为何这么快了。有这样的灵气汇聚速度，炼化真元的速度也必然更快，修为提升自然快。若是能有这样的修炼速度，我应该也能很快突破元婴中期，进入元婴后期吧。妙清沙心里冒出这么一个念头，旋即她精致白皙的脸上唰的一下就红了，第一时间把这个念头清除出自己的脑袋。怎么能想着用这种方式提升修为呢？再说了，云瑶已经和苏阳用过这种方式修炼了，他再和苏阳用这种方式修炼成何体统？妙清沙看着修炼中的两人，努力让自己淡定下来。见他们两个人已经完全进入修炼状态，
他这时候才敢沿着禁闭室的墙壁悄无声息地来到门边，轻轻开门，轻轻出门，又轻轻地把门给带上。呼！妙青纱终于松了一口气。看着屋里散发着淡淡灵光的两个人，妙青纱心情颇为复杂。至于这复杂是纯为了女儿，还是带着些许其他的想法，那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收回目光，妙青纱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家。本该好好睡一觉的她，这个晚上却出奇的一刻也没有睡着，脑海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女儿主动坐在苏阳身上，两个人漂浮在空中，还有大量灵气朝他们汇聚的画面。天色微亮，苏阳和温云瑶结束了修炼。一整夜的修炼，两个人少不了产生强烈的共鸣。温云瑶从共鸣中回过神，苏阳也不急着让他起身。有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么有些话该说的还是要说的。今天还早，我有些话想和你聊聊。苏阳道。聊什么？温云瑶慵懒地靠在苏阳身上，在彼此的共鸣中完成一整夜的修炼。嘴上虽然不说，但他心里越来越觉得这样挺好的。苏阳斟酌片刻后说道：云瑶师妹，你有没有想过，我每次修炼提升的幅度是要比你大得多的，你现在都杀不了我，越往后肯定越不可能杀了我，这种情况下你还需要每天来找我吗？你甘心每天被我用于修炼吗？谁说我杀不了你的？温云瑶下意识地反驳了一句，但她看到苏阳脸上的表情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他好像是很认真的在跟他聊这个问题。他也不由自主地认真地思考起了这个问题。按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仅靠自己确实是很难有机会杀了苏阳，可他现在并不想依靠外界来杀了他，甚至于他现在想要杀他的这个念头都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修炼中越来越动摇了。可是如果不用想杀他的这个理由，那么他就无法说服自己每天来找他。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女孩子，有作为女孩子特有的矜持，他不可能坦然地接受每天来找他只是为了和他一起修炼。若只是普通的修炼倒是没什么，但他和苏阳的修炼压根就不是一般的修炼。温云瑶一时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心中有点慌慌的感觉。为什么突然说这个？温云瑶低气压地问了一句。苏阳道：不管怎么说也是宗门嫡女，你每天偷偷来这里找我，时间长了难免会有被发现的风险，而且你也说了，你娘亲可能已经怀疑你了，我觉得要不你干脆放弃杀我的想法好了，省得你自己每次刺杀失败还要被我用来修炼，你说呢？想了想又补充道：虽说这件事从一开始是我的错，但是呢，这段时间你陪我一起修炼，你自己的修为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也不亏对不对？咱们就当扯平了。温云瑶狐疑道：你是不是想着等到禁闭结束后继续逃跑？在这个问题上，苏阳有过仔细的思考。他道：当初之所以要逃跑，是以为你会告诉你爹娘逃跑是保命之举。如果你现在能放弃杀我，事实上我还是更倾向于继续留在玄天道宗发展的。这话并不是骗他，而是苏阳自己的未来规划。玄天道宗作为天下第一宗门，想要继续修行的话，在这里毫无疑问是最佳选择。各种修炼资源肯定要比他沦为散修或者加入其他宗门要来得好很多。至于他现在修行中不可或缺的女性修仙者，作为天下第一宗门更是不在少数。有机会留在玄天道宗，他当然还是更想留在这里。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继续以各种方法杀你，你就会选择离开玄天道宗吗？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想到他会永远离开玄天道宗，温云瑶就感觉自己的内心中失去了某种特别重要的东西一样空落落。如果你还是锲而不舍地刺杀我暗杀我，那我们之间的事情迟早败露，到时候你爹娘知道了你要杀我的原因，不用你动手肯定主动来杀我，我留在这里不是等死吗？当然要跑。苏阳果断说道。那我不杀你，你就会留在玄天道宗吗？温云瑶失落地问道。苏阳没说话，点点头，看得出来这丫头对他动感情了。这对苏阳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以他现在先天身体的特殊修炼条件来说，他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对他特别有感情的女人。他不能保证自己未来只有一个女人配合他修炼。今天妙青纱的出现确实给他提了一个醒，或许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温云瑶沉默地看着他，知道苏阳是在告诉他他们的关系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她也算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子，嘟着嘴说道：既然杀不了你，那至少让我报个仇。说着在他脖子上用力地咬了一口，然后从他身上起来，扭头就往外跑。虽然带了纸，却忘了处理该处理的。既然我已经报仇了，你就安心地留在宗门继续修炼吧，我以后不会再来杀你了。说完就夺门出回家去了。虽说如此一来就没有理由来找他了，但他潜意识里觉得只要他还在宗门里，经常能看见他也就算是不错的了。但他真的能忍住不来找他吗？未必。温云瑶离开之后，坦白说苏阳心里还是有点不舍的。一来呢，云瑶师妹这些天变得越来越可爱了，至少对她的态度确实是越来越好。二来呢，云瑶师妹不来了，他关禁闭的剩余时间里就没办法再继续提升修为。
不过苏阳还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在禁闭室之所以要全力以赴的修炼，就是担心自己随时有生命危险，能多提高一点修为就多一分保命的机会。现在他和云瑶师妹之间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他既不会把之前的事情告诉他爹娘，也不打算再继续刺杀暗杀他了，他又安全了。甚至禁闭结束之后还能继续在玄天道宗修炼，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好事。苏阳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沉入意识海，他惊讶地发现今天的修炼结束之后，他的修为竟然已经达到了筑基初期的巅峰水平，若是再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他甚至有机会突破进入筑基中期的修为。早知道晚一点告诉他了。苏阳苦笑，可惜该说的已经说了，只能想着禁闭结束之后再找个师姐或者师妹好好的修炼一番了。总的来说，解锁先天圣体之后，这修为提升的速度已经算是相当强悍的了。既然生命危险已经解除，也就不急这几天功夫了。苏阳静下心，无法提升修为的情况下，继续练习左右互搏术，以提高自己的实战能力。回到家的温云瑶没了前几日的精气神，之前到家马上倒床就睡，但是今天回到家，倒在床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心里浮现出苏阳所说的那些话。明明他和苏阳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他们之间本应该是一种不友好不愉快的关系，他还是忍不住觉得他们之间像是结束了某种令人恋恋不舍的关系。大混蛋！温云瑶抱着枕头一阵捶，像是在发泄某种不该有的情绪。睡觉，以后我们扯平了，我再也不会理你了。哼！温云瑶把枕头丢在一边，拉过被子把自己蒙住。尽管这样并不能让他更好的睡着，但他觉得这样就可以让自己不要去想苏阳。只可惜这段时间每日与他一起深度修炼，他的身体和灵魂早已烙上了属于苏阳的印记，哪里是他想要不想就不想的。躺在床上迷迷糊糊，脑子里全是每日与苏阳一起修炼的场景。往后几日，温云瑶确实没有去找苏阳，一直在暗中关注着女儿一举一动的妙清沙，心里也暗暗松了一口气。虽说这样打断了女儿快速提升修为的渠道，但她毕竟是有婚约的人，一直以这种方式修炼始终不是办法。在她还没有对苏阳有太深的感情之前，当断则断更为妥当。但她还是小瞧了苏阳对她女儿的影响，甚至于温云瑶自己也小瞧了苏阳对她的影响。在家的这几天，温云瑶每日无心修炼，基本上天天躲在屋里闭门不出，就算是有时候被她娘亲拉出去修炼，也是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她心里在数着日子，明天天亮，苏阳就要结束禁闭了。温云瑶坐在窗前，看着禁闭室方向上空的月亮。这个混蛋欺负我这么长时间，就那么咬他一口，总感觉很亏。哼，要不趁他在禁闭室的最后一个晚上去把他给杀了。我这几天都没去找杀他，他肯定以为我不会再去了，这时候突然袭击，肯定能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哼，谁让他之前天天欺负我的，杀了也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我现在就去杀了他。越想越气不过，温云瑶也不管那么多了，偷偷就从后门出去，飞身前往禁闭室。苏阳整日无聊，除了修炼就是修炼。当禁闭室的门再次被人打开，他明显怔了一下。苏阳的第一反应是戒律阁的人过来放他离开了，但马上就否认了这个想法。戒律阁一般都是早上放人，要来也是明天早上来。神识查探，这个熟悉的气息让他哭笑不得。这丫头怎么又来了？手上拿着剑，这丫头不是说不杀他了吗？怎么还来？苏阳想了想，没有动，就那么盘膝坐在地上。温云瑶没有隐藏自己的气息，甚至靠近苏阳的步伐都没有刻意隐藏，他就那么一步一步地靠近苏阳，来到他的背后。终于被我抓住机会了吧？温云瑶见他没有反应，果断地把手中的剑架在他的脖子上，大笑道：苏阳，你还说我没机会杀了你？哼，今天本小姐就杀了你为自己报仇，恨谁让你一直欺负我的？苏阳睁开眼睛，脸上带着一丝笑意。当他只是把剑架在他脖子上的那一刻，苏阳已经确定这丫头早就没了杀他的念头。真要杀他，直接就一剑下来了。既然我的命已经掌握在你手上了，那恭喜你，终于可以为自己报仇了。苏阳从容地说道。这下反而把温云瑶给弄得不知所措了。他绕到苏阳面前，看着他平静的面容，忍不住气呼呼地说道：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杀我啊？那你还坐在这里一动不动？你的剑已经架在我脖子上了，我怎么跑？既然跑不掉，那就愿赌服输好了。苏阳甚至闭上了眼睛。你……温云瑶没有想过这个结果，嘴上说着要给苏阳一个出其不意，可他潜意识里觉得他自己根本不可能是苏阳的对手，就算出其不意的过来杀他，也会被他轻易的击败，然后再次被他用来修炼。事实上他都已经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可现在他不仅不躲，还一副随便你怎样的样子，莫名的把他看得更加生气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自己现在明明有机会杀了他，反而完全失去了动手杀他的信念感。不跟你玩了，苏阳，你就是大混蛋！
温云瑶气呼呼的把剑丢在地上，扑到他怀里就是一口咬下去。嘶！苏阳倒吸一口冷气，这丫头的牙齿可比他的剑厉害多了，痛死了！你就非要咬我吗？苏阳哭笑不得。痛死你！温云瑶嘟着嘴瞪着他，心想我舍不得杀了你，难道还舍不得咬你吗？哼，说吧，来找我干嘛？苏阳摸摸脖子，笑看着他。杀你？给你杀你又不杀，你就是料准了我，舍不得杀你是不是？苏阳耸耸肩笑而不语。温云瑶看他这样子更气了，也不想管那么多了，直接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上，嘟着嘴说道：今天是你禁闭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哼，以前都是你用我修炼，本小姐今天要用你修炼，这样咱们才算扯平。苏阳，宗主夫人，你听见了，这可不是我的问题，是你女儿自己要用我修炼的。温云瑶把剑丢在地上的那一刻，苏阳马上就知道自己接下来可以安心的留在玄天道宗继续修炼了。当然，当云瑶师妹把剑丢在地上的那一刻，苏阳也明白她和这个宗门嫡女之间的关系更复杂了。不过这丫头今天晚上要用她修炼，用都已经用上了，苏阳自然也不会推三阻四的，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刚好他现在已经到了初期瓶颈，说不定今天晚上有机会进入中期也说不定。苏阳陪他发泄了一番情绪之后，便带着他一起进入了修炼状态。两个人一起修炼，阴阳灵气相互交织所带来的真元提升是不说是双倍的，至少也是他自己一个人修炼的1.5倍。这对于试图突破瓶颈的苏阳来说至关重要。源源不断的灵气在体内汇聚，又在苏阳的操控下通过连接桥梁在温云瑶的体内运转一圈回来，迅速转化为纯净且浑厚的真元。这已经不是苏阳第一次通过这种方式提升修为了，所以效率一次比一次快。为了能在禁闭结束之前把自己的修为提升到筑基中期，苏阳今天的注意力格外集中，灵气转化的速度与效率都比之前的任何一次更快。随着时间的流逝，体内的真元越聚越多。天色将亮之际，真元终于到了一个瓶颈阶段。随着苏阳的持续发力，磅礴的真元如同冲破一层无形的阻碍一般猛地爆发。与此同时，经历一夜的修炼，苏阳自己也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双重爆发之下，双肾散发着比往常更加强烈的蓝色光彩，与之相伴的是及丹田处同时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整个丹田随之更为辽阔。苏阳感觉身体一轻，所有的压力随之消失，一个更为广阔的小境界在他面前敞开。苏阳知道他在爆发中突破了，尽管只是一个小境界的突破，但实力和修为上的改变依旧清晰可辨。若是筑基初期的他可以轻松战胜筑基中期的温云瑶，那么现在的他可以一个打5个，各种意义上的一个打5个。苏阳缓缓睁开眼睛，温云瑶正无力地靠在他身上。在他修为突破瞬间爆发的那一刹那，他也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开始的温云瑶还会不好意思，但是现在次数多了之后也就没有那么尴尬了。缓过来之后，红着脸捏捏他的脸，看什么看，都是你害的。怎么叫害呢？这不是挺好的吗？苏阳调侃。好你个头，女孩子怎么可能承认呢？哪怕心里真的挺迷这种感觉的。看他笑盈盈地看着自己，温云瑶被看得不好意思起来，转移话题道：你突破了。苏阳点点头，关禁闭的短短7天时间，就从筑基初期进入了筑基中期，这样的修炼速度连苏阳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只能感慨先天身体的强大了。当然这7天若是没有云瑶师妹，他也不可能顺利突破。云瑶师妹，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哼，多亏了我吧。温云瑶仰着头，高低是有些骄傲的。确实多亏了你。苏阳笑着点点头，丝毫不否认这一点。不过苏阳也知道今天出了禁闭室，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一些话他还是想借机和他说清楚。云瑶师妹，这段时间确实谢谢你，不过我觉得你自己也应该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首先你是有婚约的人，其次这段时间你也应该知道我的修炼方法非常特别，我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女人参与到我的修炼之中，我猜你肯定也接受不了这一点。苏阳的话没说完就被温云瑶打断了。谁说我接受不了的？不就是修炼吗？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啊？苏阳惊呆了。温云瑶红着脸说道：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但是我丢下剑放弃杀你的那一刻，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就是想和你一起继续下去。哼，我的第一次都被你夺走了，你想要不负责任没那么容易。婚约什么的不用你管，我自己会想办法去解除。还有，就算你以后还有其他女人我也不管，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这丫头越说越大声，眼神也越说越坚定。她眼神里闪烁着的光芒能够看得出来，她的内心正在激烈的跳动着。作为一个女孩子，她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勇气才把这番话给说出来的。你别想丢下我不管，就算你逃离宗门，我也会追着你的脚步跟你一起离开。温云瑶说完这最后一句话，
凑上去就在苏阳的脸上重重的亲了一口，然后从他身上起来，逃也似的跑出了禁闭室。刚刚冒头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温云瑶身上发着光，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的笑容，尽管内心狂跳，但把这番话说出来，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女生怎么了？就算是女生也可以敢爱敢恨的呀。虽说他们之间是因为一场错误开始的，但是那又如何？他知道自己从那次错误的开始之后就是属于他的，他希望自己永远都属于他，其他的才不管呢。温云瑶回头看了眼禁闭室，脸上浮现着敢爱敢恨的笑容，飞身回家去了。禁闭室里，苏阳惊呆了，是真的惊呆了。他已经料到云瑶师妹对他动心了，但是没有料到云瑶师妹这么大胆，这么主动。苏阳揉了揉太阳穴，自嘲道：是不是先天身体让这丫头太满足了？这下怎么搞？头痛啊。和温云瑶深入接触这么多天，他对这丫头多少也是有些了解的。表面上看这丫头是个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宗门嫡女，有时候傲娇，有时候毒舌，但是他内心深处又是个十分感性的、敢爱敢恨的女人。他敢这么跟她说，大概帅他真敢这么干。我是不是现在应该第一时间离开宗门？苏阳喃喃自语，随即马上否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如果这丫头真的跟着他一起离开宗门，那就彻底挑明了他们之间的事情，那时候反而容易成为宗门追杀的对象。想来想去，苏阳还是决定暂时先留在宗门，找机会和他说清楚，别乱来，或许事情不至于发展成不可控制的地步。念及如此，苏阳也不想那么多了，深吸一口气，从地上起来，看看外面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怎么还不来放我离开？按时间来算，今天应该是新一批筑基弟子前往藏仙谷的日子，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喂，各位师兄，我的禁闭时间到了，能不能放我出去？苏阳对着外面大喊。他可以自己出去吗？当然可以，但是禁闭室的规矩是有人来放人才算是正式结束禁闭，在此之前若是擅自离开禁闭室，但凡碰到戒律阁某个心情不好的师兄，都不需要找理由就能把他多关几天。紧要时刻，苏阳可不敢冒这个风险。为戒律阁的师兄，我的禁闭时间应该到了吧？玄天道宗的道场上，7天前参加筑基大典并且顺利筑基的年轻弟子再次聚集于此。和7天前一样，宗主温玉衡依旧是负手立于空中，居高临下的看着下面的弟子。7天前的筑基大典中，虽有几名弟子未能顺利突破，但是我很高兴，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顺利进入了筑基期。你们加入玄天道宗也有5年时间了，不管你们有没有听说过8大宗门的规矩，作为宗主，我今天正式告知把你们聚集在这里的目的。8大宗门有个共同约定，每年凌阴之日共同举行筑基大典，所有在筑基大典中进入筑基期的弟子，就算是正式踏入了修仙者的大门。为此，你们获得前往藏仙谷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命法器的机会。所谓的天命法器，不同于需要你们自己铸炼的本命法器，它仅需要你们在藏仙谷从那里数以万计的远古法器中找到一把属于自己的法器，它将是你们在拥有自己本命法器之前最重要也最强大的法器，是你们踏进修仙大门之后的重要保障。温玉衡顿了顿，扫视下方兴奋的弟子，以一种极为严肃的口吻继续说道：先别高兴得太早，藏仙谷里的法器千千万，但是你们想要拿走那里的法器，需要得到那些远古法器的认可，你们最好有这个心理准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年仅有少数一些人有机会从藏仙谷得到远古法器的认可，拥有属于自己的本命法器，所有人的心情马上又跌落谷底。但温玉衡这时候又话锋一转，鼓励道：不过这个机会是公平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前往藏仙谷，也就意味着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从藏仙谷得到强大的远古法器。与此同时，每一个在藏仙谷获得天命法器的弟子都将得到宗门的重点培养。一番话又让下面的弟子群情激昂，有机会获得强大的远古法器，还有机会成为宗门的重点培养对象，这样的诱惑谁能不心动？下面弟子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温玉衡再次严肃道：玄天道宗作为8大宗的第一宗，已经连续5年在夺宝数量和夺宝质量上输给身为第2宗的五行宗了，这是宗门耻辱。本宗主希望你们作为新一批的筑基弟子，能够为宗门一雪前耻。此趟前往藏仙谷，希望你们当中有更多的人得到远古法器的认可，也希望你们能够得到品质更优的远古法器，绝不让宗主失望。我等弟子必定全力以赴。站在所有弟子最前面的是7天前第一个突破筑基期的江沐晨，他这一嗓子，所有人也跟着他激动的表态。看着下面斗志昂扬的新一批弟子，温玉衡心里自然满意，抬手示意大家安静，随后道：有信心是一个好的开始。今年所有进入筑基期的弟子都到齐了没有？若是人已到齐，即刻启程前往藏仙谷。启禀宗主，今年登记在册的筑基弟子中还有1人未到。谁没到？苏阳。
前几日刚刚见过苏阳，温玉衡自然有印象，这时候提到他，才想到他被关了禁闭。宗主，要不也别管他了，直接出发。温玉衡犹豫了一下，想想说道：玄天道宗已经连续5年落后五行宗了，既然苏阳已经进入筑基期，多一个人去，好歹也多一个机会，让戒律阁的人把他放了吧。是，既然是宗主的命令，自然没人违抗，立即有人前往戒律阁释放苏阳。温玉衡立在空中，静待苏阳到来。下面的弟子知道，他们所有人都在等苏阳，在下面议论纷纷，颇有微词。这苏阳18岁才突破筑基期，去了怕不是给宗门丢脸。如果连我们当中都只有少数人能够在藏仙谷获得天命法器，苏阳这种18岁才突破筑基的人就更不可能有机会了。他入门的时候是金木水火土5色杂灵根，他能有个屁机会？最前面的姜木陈一听到苏阳的名字，就想到7天前被他打晕的羞辱，冷哼道：你们吵什么？既然宗主让他去，就让他去好了。大家都知道他不可能有所收获，那时候再羞辱他也不迟。姜木陈对自己十分有把握，他坚信自己这一趟藏仙谷之行一定能有所收获，只要拿到了来自藏仙谷的远古法器，他的实力必定大幅度增加，他日之仇必定能报，哪怕失手把他杀了又何妨？宗门绝对不会为了他一个废物为难他这个天才的。苏阳，你给我等着，这次就算你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你。姜木陈心中暗道，面色冰冷。就在这时候，一道人影从戒律阁的方向飞速而来，其他人还没感觉，立在空中的宗主温玉衡没有回头，却微微地皱起了眉头。这速度，这真元，貌似和7日前的苏阳有巨大的不同。弟子苏阳拜见宗主，多谢宗主给弟子这个机会，让弟子有幸参与此次藏仙谷之行。苏阳火急火燎地来到宗主面前，当即行礼。你居然又突破了！温玉衡看着眼前的苏阳，脸上失去了作为一宗之主的淡定，诧异显而易见。他的声音也让下方道场上的弟子齐刷刷地看向天空中的苏阳，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在苏阳身上，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抽了一口冷气，包括站在最前面不可一世的姜木陈。这怎么可能？筑基大典结束才7天，他怎么可能进入筑基中期？我靠，苏师兄什么情况？7天前才突破筑基，7天后就进入了筑基中期，不是都说他是吊车尾吗？那我们算什么？我的个天老爷，他什么情况？就算18岁进入筑基中期，那也是天才中的天才了。苏师兄之前不会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吧？有人纯惊讶，而有些跟着姜木陈一起嘲讽过苏阳的弟子，此时已经被吓得脸色苍白了。苏阳的实战能力本来就强，现在实力也在他们之上了，他要是报复起来，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下面的声音很大，不止宗主温玉衡能听见，苏阳也能听见。不过两个人的注意力都不在这些声音上面。温玉衡盯着苏阳，试图看穿他进步如此神速的原因。苏阳则是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弟子突破之后，似乎得到了某种机缘，近段时间修炼速度奇快无比，这才有了如此进步。有些事情是瞒不住，苏阳也没打算全面隐瞒。若非机缘，也不可能有人能有如此神速的进步。温玉衡也知道，现在不是探究这件事的时候，就算要探究，也得等这趟藏仙谷之行回来后再调查清楚。眼下的首要任务是前往藏仙谷和另外7大宗门会合。苏阳能有如此进步，至少带他一起前往藏仙谷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或许他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温玉衡收回目光，用所有人都能听得见的声音对苏阳道：你既然已经进入筑基中期，那便是今年所有弟子中实力最强的，今年的队伍便由你来带。是。苏阳抱拳领命，径直落在了所有人的最前面。原本站在最前面的姜木陈此时已经恨得牙痒痒，看着苏阳的目光就差直接喷出火了。宗主，弟子不服。没有人可以在短短7天的时间里从筑基初期进入筑基中期，弟子认为苏阳一定是用了什么法器或者妖术蒙蔽了所有人的眼睛。宗主，弟子愿与苏阳一战，用事实告诉大家他苏阳没有资格带队。温玉衡看着下面的争斗，并不觉得意外。姜木陈是世家子弟，有脾气很正常，他自然看得出来苏阳的实力并非因为法器或者妖术，但对于苏阳用7天时间提升出来的筑基中期实力，是否真有筑基中期该有的水平，温玉衡也持保留意见。既然姜木陈想要试探一下他的实力，他也顺水推舟同意了。去藏仙谷路途遥远，也不差这点时间。苏阳，原本的领队是姜木陈，既然他对你不服，你也确实有必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双方不准使用法器，点到即止。温玉衡用一句话肯定了姜木陈挑战的合理性。姜木陈立即冷笑地对苏阳说道：苏阳，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把戏让自己的实力看起来到了筑基中期，但我知道这世上绝对不可能有人能在短短7天的时间里将自己修为从筑基初期提升到筑基中期。假的就是假的，不管看起来多真实，假的永远不可能是真的。
让我用真正的实力刺破你虚假的谎言。上一次是我低估了你的卑鄙，才被你偷袭成功，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任何机会。说话间，江沐晨调动所有真元，整个人如离弦之箭一般快速攻向苏阳。两个人的距离并不远，江沐晨顷刻之间便到了苏阳面前，脸上带着胜利的冷笑，抬手就要攻向苏阳的面门。苏阳只是不以为意的冷笑一声，需要展现自己实力的时候，自然不需要遮遮掩掩。也不见他躲闪，只是目光一凝，磅礴浑厚的真元化作强悍的威压倾泻而出。刚刚踏入威压范围的江沐晨只觉得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如山一般压在他的身上，原本极快的身影瞬间停滞不前，突如其来的强大威压甚至让他难以控制的扑通一声跪倒在苏阳面前。他调动全部真元试图从地上起来，但完全做不到，甚至连脊背在庞大的威压下也无法抬起。苏阳的实力本就在他之上，再加上他的真元远比他的要纯净浑厚，哪怕只是一个小境界的差距，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其实天差地别。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强？江沐晨艰难开口，威压震慑之下的他此时已经不是难以置信这4个字可以形容的了。后面的同期弟子本来还期待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却见苏阳仅仅只是用威压便轻易震慑住了全力以赴的江沐晨，一个个惊骇到瞳孔放大，不敢呼吸。那些不曾和苏阳有过矛盾的还好，那些曾经得罪过苏阳的人见到这一幕之后，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么跟苏阳请罪，怎么让他原谅自己之前的莽撞立在天空之上的温玉衡。目光微微凝起，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苏阳的身上。如此纯净浑厚的真元出现在一个筑基中期的弟子身上，属实令人惊讶。他看不出苏阳身上的机缘到底是什么，但是从他筑基大典前后的变化来看，这个机缘确实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或许这也是玄天道宗的一个机缘。温玉衡并不确定，但他越来越肯定，这次带上苏阳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或许他真能给玄天道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宗主，弟子是否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下方的苏阳抱拳道：可以了。温玉衡点点头道：江沐晨，不管你服不服，苏阳已经用实力证明他有资格成为在场所有人的领队。得到宗主的首肯之后，苏阳撤回了施加在江沐晨身上的威压。屈辱至极的江沐晨第一时间从地上起来，并且和苏阳拉开距离。他看着苏阳的目光凶狠到像是一只撕破了所有伪装的猛兽，除了难以置信之外，更多的是无以复加的怒火。苏阳无视他的目光，拱手对温玉衡道：宗主，今年进入筑基期的弟子已经全部到齐，随时可以出发。既然人到齐了，那便出发吧。温玉衡大手一挥，一艘巴掌大的船出现在空中，随即在一阵光芒中化作一艘巨大的仙船漂浮在空中。上船，准备出发。苏阳回头对身后的师弟们说了一句，带头飞上仙船。大家争先恐后的跟着苏阳一起飞上仙船。原本站在最前面的江沐晨此时落在了最后，只有几个他的死忠还跟在他的身边。江少，别郁闷了，先上船吧。苏阳的实力确实提高不少，不过只要江少在藏仙谷得到远古法器，干掉他那是分分钟的事情。走吧，江少。他身边的几个死忠纷纷劝说他。江沐晨自然不会因为这点羞辱就放弃了藏仙谷之行，越是如此，他就越要前往藏仙谷夺得属于自己的天命法器，这样他才有机会报所有羞辱之仇。走。江沐晨深吸一口气，飞身登上仙船，出发。所有人登船，温玉衡单手掐了几个诀，静止在空中的仙船立即动了起来。等一下，爹，等我一下。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天边传来。温玉衡和苏阳两个人同时眉头一皱，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了。温云瑶的身影迅速从天边放大，她穿着一身青绿色的长裙，飘然落在仙船之上，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终于赶上了。她知道今天是前往藏仙谷的日子，也猜到苏阳结束禁闭之后一定会去藏仙谷，所以他离开禁闭室之后，第一时间回去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想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和苏阳一起去藏仙谷。只是没想到他们的出发速度这么快，幸好最后时刻赶上了。看了野人群中的苏阳，笑盈盈地对他爹撒娇道：爹，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藏仙谷，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苏阳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这丫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啊。温玉衡道：你去年不是已经去过一趟吗？而且你去年不是说一点都不好玩吗？你去干嘛？我去年说不好玩，是因为我没得到天命法器，生气才那么说的吗？温云瑶拉着老爹的手撒娇起来：爹，我最近非常努力的修炼，修为增加了这么多，我想放松一下嘛，你就让我跟你们一起去藏仙谷嘛，好不好？好不好？好了，怕了你了。温玉衡无奈，作为自己的独女，向来对他有求必应，去一趟藏仙谷也不是多大的事情，也便答应了。说完之后又道：听说玉灵宗的那小子今年也会去，
刚好你们两个人联络感情，要去便去吧。温云瑶听到玉灵宗的那个人也要去，眉宇间流露出一抹厌恶和不悦，但是看了眼人群中的苏阳，眉宇间的这些情绪又消失了，重新露出欢快的神情。谢谢爹，只要能和苏阳一起去，其他再说吧。行了行了。温玉衡宠溺的笑笑，右手微微一动，仙船急速向前，眨眼间穿过玄天道宗的护山大阵，向着藏仙谷的方向飞驰而去。仙船的速度很快，但从玄天道宗到藏仙谷依旧需要2天2夜。温玉衡作为宗主，自然不会和这群弟子混在一起。出发之后，便和几名宗门长士一起去仙船前舱喝茶议事去了，同时也把温云瑶给叫了过去。弟子们的船舱在一起，普通弟子5个弟子住一个舱房，苏阳作为领队，自然是有特殊待遇。他的舱房是独立的，可以一个人不受打扰的自己休息。苏师兄，我们几个是来给您道歉的。一群师弟一脸愧色地站在苏阳的舱房外面。道歉啊？苏阳并不意外，他在出发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足够让原先那些嘲讽过他的人感到紧张。他打开门，出现在众人面前。我们之前年少轻狂，有眼不识泰山，跟着某些人笑话苏师兄，是我们的不对，希望苏师兄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是啊，苏师兄，我们就是些人云亦云的小屁孩，以前不知道苏师兄是在藏拙，现在才明白苏师兄是深藏若虚，高人不显相。苏师兄，以前确实是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苏师兄大人有大量。众人争先恐后，生怕苏阳听不见自己的道歉，甚至不需要苏阳自己进行过多的解释，他们自己就已经脑补出了苏阳的修为3年停滞不前的原因。谁说人家苏师兄不行的？人家苏师兄藏拙呢，不出手则已，这不一出手便是一鸣惊人。苏阳会跟这些人计较吗？说实话，苏阳从始至终就没跟这些人计较过。你们的道歉我接受。作为修仙者，端正心态，好好修炼，别总是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大家都是师兄弟，一些矛盾无伤大雅，但是希望你们对待敌人的时候，别因为这种习惯看清敌人，料敌从宽才是保命之道。苏阳以师兄，同时也是他们领队的身份和他们讲了几句。他18岁，这些师弟15岁，往前1-2年他们更小，才13、14岁，是真正的小屁孩，跟这些小屁孩计较，着实是没有意思。再者说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也就是在他背后嚼舌根，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没必要跟他们计较太多。至于那些跟在江沐晨身边对他有过实质性挑衅的人，该揍的他也早就揍过去了，这时候人家都跑来道歉了，总不至于再揍人家一顿，太没品了。他不是圣母，但也不是得理不饶人的暴徒。受教了，谨记苏师兄的教导，希望以后可以和苏师兄一样强大。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向苏师兄讨教一些修炼上的事情。苏师兄，不介意的话，我想把你当成我在宗门的榜样。听到苏阳的话，站在他门口的这群人都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此时看向苏阳的这些目光，哪还有丝毫的轻蔑和嘲讽，直接180度大转弯，个个的目光里都透着几分崇拜。行了，拍马屁的话少说。到达藏仙谷需要2天2夜的时间，这段时间大家也别闲着，该修炼就修炼，有机会多提升一点修为就多提升一点修为，这样才能让自己多一分把握。苏阳以领队的身份交代了一句，该说的也都说了，自然不需要再理会他们，直接关上门自己修炼去了。谨遵师兄教诲。这群人也是真崇拜起了苏阳，都是恭敬地对着大门抱拳行礼，然后乖乖地回自己仓房修炼去了。人家苏师兄这般实力，都还想着修炼呢，他们这些人又什么理由不努力？原本闹哄哄的船舱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哪怕江沐晨对苏阳不屑一顾，他也不得不承认苏阳最后那番话是对的。藏仙谷并不是一个菜市场，里面的远古法器并非菜市场里的大白菜，谁想要就能轻易得到，有机会多提升一点修为，最好是多提升一点修为。前后舱的入口处，温云瑶笑盈盈地看着苏阳已经关上的舱门，脸上的崇拜之情可比刚刚那些人要明显得多。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就是不一样。温云瑶低声自语，俏皮的吐舌头，迈开脚步就想去他的仓房找他，但是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脚步给收了回来，明眸微转，俏脸微红的抿抿红唇，转身回自己仓房。是夜，苏阳正在仓房修炼左右护脖术，门口传来极细微的敲门声。这丫头大晚上不睡觉跑来干什么？会这么偷偷摸摸来敲门的人，不用想也知道是谁。苏阳想想，还是起身给他开门，免得他站在外面一直敲门，更容易引人怀疑。刚好也有些事情要跟他讲清楚。你来干嘛？苏阳开门，随手就把他拉进了仓房。你早上自己说的呀，到达藏仙谷需要2天2夜，能提升一点修为就提升一点修为啊。你修炼不是需要女人吗？我来帮你修炼了。温云瑶非常主动，虽说这话直白的让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已经不想对他隐藏自己的内心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还真是大胆，不怕你爹发现啊？
苏阳揉了揉太阳穴，这丫头的大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他的预料。我去年就去过藏仙谷了，我不需要提升修为，所以就你自己提升修为就好了，这样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温云瑶小声说道。已经不是第一次陪苏阳修炼了，他当然知道两个人一起修炼的时候，阴阳两道灵气相互运行的时候，会引发非常强大的灵气聚集效应。若是只有苏阳一个人修炼，这种情况则会好很多。而且现在整艘仙船上的弟子都在修炼，本来就有大量的灵气聚集在仙船周围，更容易掩盖他们这边的修炼情况。苏阳看着眼前的这丫头，倒是没想到这丫头有一天会主动让自己用她修炼。说实话，作为男人还是有点感动的。苏阳倒也没有拒绝，毕竟如他自己所说，前往藏仙谷的路上能多提升一点修为，确实就多一分夺得远古法器的希望。不过在开始之前，苏阳还有别的事情要对他说。云瑶师妹，我大概知道你现在对我的态度，但是坦白说，你是宗门嫡女，还有婚约，而我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随心所欲，有些事情。温云瑶突然伸手捂住他的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放心好了，我又不是笨蛋，我不会胡来的了，我自己有分寸。好了好了，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你用我好好修炼吧。说着便拉着苏阳在窄床上坐下，他自己则主动坐在苏阳身上。你好好修炼吧。温云瑶的头靠在他的肩上，一双手轻轻地抱着他，自己主动被他用来修炼，不仅一点不委屈，甚至还觉得很美好。苏阳也不是矫情的人，既然云瑶师妹都这么主动了，他当然也不能辜负了她的这份美意。深吸一口气，进入修炼状态，大量的灵气朝他汇聚而来，已经进入筑基中期的修为继续一点一点的提升着。每一次修炼对苏阳的提升是实打实的，如果可以的话，苏阳其实不介意一天24小时泡在修炼之中。一般男人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他现在拥有无比强悍的先天身体，这方面绝对没有问题。但现在毕竟是在仙船上，不可能让云瑶师妹一天到晚陪他修炼。天色微微亮，苏阳退出修炼。云瑶师妹，师妹。苏阳哭笑不得，这丫头居然就这么靠在他怀里睡着了。你修炼好了？温云瑶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下意识地从储物法器中取出纸，准备处理处理。你这丫头，服你了。本来呢，苏阳是忍着不打算爆发的，但是一见他拿纸，着实是没绷住，爆了。啊！温云瑶一声轻呼，还以为他结束修炼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暴击，没想到这时候给他来这么一下，纯属偷袭吗？怕引起隔壁仓房的注意，温云瑶自己就把自己的嘴给捂住了。片刻之后，红着脸在苏阳胸膛上拍了一下。真是的，哪有你这样的？苏阳苦笑道，我本来怕你处理起来麻烦没打算的，没想到你已经准备好了，这可怪不着我。所以是因为我咯？温云瑶见他这般，莫名的有一股作为女生的小骄傲，俏皮一笑，习惯性的把该处理的处理处理。而且这次这丫头还十分主动的帮他也收拾收拾，给苏阳都弄不好意思了。嗨嗨，你赶紧回去吧，别被你爹发现了。苏阳摸摸鼻子说道。我走了。温云瑶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但她心里却很开心，快速的凑上去在苏阳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在他耳边小声说道，今天晚上我还来找你，你安心的用我修炼吧。大方和娇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神情同时出现在他脸上，此时的温云瑶看起来格外迷人。坦白说，这一刻身为男人的苏阳都不免对他有几分心动。回去吧。苏阳道。温云瑶点点头，趁着外面没人，悄悄溜回他自己的仓房去了。苏阳揉了揉太阳穴，随着两个人的深入接触越来越多，苏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丫头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不过苏阳很清楚，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晚上他要来助他修炼，他也不会拒绝。同样的，白天该提升战绩也继续提升战绩。3年前他就想去藏仙谷，可惜一直没有进入筑基期，所以一直没有获得前往藏仙谷的机会。如今终于进入了筑基期，他必须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藏仙谷之行上面。那些远古法器他因为没去过藏仙谷，所以没见过，但听同期去过藏仙谷的弟子说过，那里品质上佳的远古法器比绝大多数人自己修炼出来的本命法器更强有机会的话，苏阳当然想要一把品质上佳的远古法器。一旦得到远古法器的认可，在自己练出本命法器之前就有了强有力的实力保障，同时也是获取宗门修炼资源的一个捷径。该修炼继续修炼。到了晚上，温云瑶趁着大家都在努力修炼，早早的就来到了苏阳的仓房，能多让他修炼一会就多让他修炼一会，到了早上再偷偷溜回去。2天2夜很快就过了。当天色再次亮起，玄天道宗宗主温玉衡的声音在每一个弟子的脑海中响起，前面马上就到藏仙谷了，都到甲板上来集合。苏阳刚刚和温云瑶结束修炼，第一个起身来到甲板上了。仙船飞行在上千米的高空中，
就在仙船的正前方几十公里外，一幅极为震撼的画面剧烈地冲击着看到这一幕的苏阳。远处的苍穹之顶竟有一处豁口，豁口中有磅礴的灵气如瀑布一般从天而降，源源不断地灌入大地。在灵气落地的周围，有11个如山岳一般的巨人盘膝为坐。不，更准确来说，应该是有11座如巨人盘膝而坐一般的山岳，围绕在灵气落地的周围，每一座巨人山岳上都植被茂密，郁郁葱葱。看到这个画面的苏阳不知为何，脑子里一阵眩晕，脑海中闪现过许多与此类似的画面，但他很清楚自己是第一次来藏仙谷，眼前这幅画面他也是第一次看到。你没事吧？温玉衡见到苏阳脸色不太好，随口问了一句。没事，承蒙宗主关心。苏阳晃了晃脑袋，调息片刻之后，脑海中那些画面才逐渐消退。苏阳走上前，好奇地询问道：宗主，从天而降的这东西是灵气吧？温玉衡点点头，来自上界的灵气。上界？何为上界？苏阳抬头看着天空，对于所谓的上界，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网络小说里所谓踏破虚空之后进入的另一个世界。我也不知道何为上界。温玉衡非常坦荡地耸耸肩，看着从天上倾泻而下的灵气，淡然地说道：万灵界至今5万余年的可考历史中，只有第一纪元的时候，有一位被誉为永恒先帝的至强修仙者踏破虚空进入了上界，此后再无任何修仙者有实力或者有仙缘踏入上界。言语平静，但作为修仙者的温玉衡神情中不免对上界有所向往。看来万灵界某种法则锁死了修仙者的上升通道啊。苏阳心里暗暗嘀咕，连宗主都不知道的事情，他自然也没必要纠结，更何况他现在刚刚进入筑基中期，这事也还轮不到在这里杞人忧天。苏阳的目光从天上落向地面，指了指地面上那11座巨人山岳，询问道：宗主，那到底是11座像巨人的山，还是11个像山的巨人？至少他们出现在上界灵气的落点周围，肯定不会是巧合。温玉衡道：有传闻是第一纪元11位已经超越渡劫期的大能，他们所化的法天象地，也有传闻是那位永恒先帝的11个化身，还有传闻这是永恒先帝运用自己的神通，把11座充满奇异能力的大山炼化成了11个巨大的人形法器，用于镇压随着上界灵气一起泄露下来的某些大恐怖。究竟是什么没人知道，真相早就遗落在数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了。温玉衡回头看到玄天道宗的弟子都在身后站着，看着他们脸上和苏阳震撼又暗藏兴奋的表情，他话音一转道：不过这对你还有你们来说并不重要，也不是你们需要关心的事情。你们唯一要知道的就是，你们已经来到了藏仙谷的范围之内，你们将有机会获得藏仙谷内的远古法器。如果可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在这里获得属于自己的天命法器。玄天道宗已经连续5年输给了五行宗，若是再这样输下去，五行宗恐怕有机会凭借着比我们更多的远古法器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恐有超越我们成为8大宗门之首的可能。如今你还是8大宗门之首，天下第一宗门的弟子，若是被五行宗比下去，那你们便是天下第2宗门的弟子，你们甘心吗？不甘心。听到宗主这么说，玄天道宗的弟子们自然不愿意接受这个可能。既然不甘心，希望你们今年能为自己也为玄天道宗争口气，不要负了玄天道宗8大宗门之首的名气，也不要让自己沦为天下第2宗门的弟子。是，定不负宗主所望。所有人都提着一口气，目光如炬，不管是为了宗门还是为了自己，这一趟都必须全力以赴的拼。随着温玉衡的战前动员说完，前方7个方向上也都有一艘仙船出现在视野中。玄天道宗的人在仙船上看到另外7大宗的仙船，7大宗的人自然也就看到了他们的仙船。8艘各异的仙船朝着同一个地方飞去，那是一座被人一剑削平的山峰，平滑的山顶足以容纳数万人而不用急。8艘仙船降落在平顶峰上，丝毫没有拥挤的感觉。温宗主，1年不见，别来无恙啊。温玉衡刚带着玄天道宗的弟子从仙船上下来，迎面就见五行宗宗主赵圣道意气风发地带着众弟子过来打招呼。赵宗主，1年不见，越发精神了。温玉衡微笑着和他打招呼。这几年我五行宗比较幸运，收上来不少天资卓著的弟子，我这个当宗主的自然高兴，这人一高兴精神头就好。赵圣道爽朗的大笑。而且今年终于轮到我五行宗主持藏仙谷夺宝活动了，我这精神头不得养得好一点，面对我这个做宗主的人给下面的弟子丢份，来，都过来都过来。这位就是我时常跟你们说的天下第1宗玄天道宗的宗主温玉衡温宗主，还不快点和温宗主问好。赵圣道背后的100余名弟子整齐上前，对着温玉衡抱拳行礼。五行宗众弟子见过温宗主。客气了，果然如你们宗主所言，个个都天资卓著啊。温玉衡的目光落在最前面的领队。五行宗这位年仅15岁的领队，表面上跟其他人一样都是刚刚突破筑基期，
但他体内的真元却十分充盈，其真元的量级甚至可以和筑基中期的水平相媲美。注意到温玉衡的目光，赵胜道颇为得意地主动介绍起来：“这是我五行宗今年的新弟子领队罗俊杰，怎么样，实力不俗吧？你别看他刚刚突破筑基，但是这小子从小仙草灵药当饭吃的，体内真元远比同期弟子更加充盈强大，希望他今年能继续为五行宗拔得头筹。”赵胜道一点都不带客气，嘚瑟完之后，笑盈盈地对温玉衡说道：“温宗主，你们玄天道宗今年的领队呢？连续5年失利了，今年的领队应该会比以前更给力了吧？要是你们玄天道宗再没有人才，我五行宗可就要你们天下第一宗门的尊号了！”哈哈哈！赵胜道笑得像在开玩笑，但是温玉衡知道他肯定不是在开玩笑。这时候，苏阳主动从后面走上前，向着赵胜道拱手行礼：“玄天道宗弟子苏阳，见过赵宗主。”本来哈哈大笑的赵胜道见到苏阳的瞬间，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得意洋洋的眼神里闪过一道惊诧，随后皱着眉头打量起了眼前的苏阳。筑基中期，这怎么可能？大家都是凌云之日突破筑基的，突破之日距今不过10日，怎么可能有人能在10天不到的时间从筑基初期进入筑基中期？温宗主，你不会是让一个早就突破的弟子来领队吧？听到筑基中期，就连罗俊杰也不禁好奇地看着面前的苏阳，他以为自己已经是今年藏仙谷之行中最强的8宗弟子了，没想到居然有人以筑基中期的实力来到藏仙谷。苏阳敢自己站出来，就想好了应对质疑的说辞。他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晚辈并非今年的阴界弟子，晚辈不才，本该在3年前来到藏仙谷的，但是15岁那年未能顺利突破筑基，直到今年的凌阴之日才顺利进入筑基期。晚辈自知愚钝，未能突破的这3年，终日修炼片刻不敢怠慢，也是晚辈侥幸。今年突破之后，实力比一般正常突破的弟子高那么一点点，幸蒙宗主不弃，让晚辈当了今年的领队。”赵胜道听到这个解释，人都骂了：“你这是高一点点吗？这是高一点点好吧？哪怕是15岁突破，18岁进入筑基中期，那也是天才中的天才了。”看着眼前这个明显比同期弟子成熟的苏阳，赵胜道居然感觉有点看不懂这小子。15岁之后3年才突破，突破之后直接筑基中期，太矛盾了。他也只能自己脑补，这小子未能突破的3年也是各种仙草灵药猛吃，所以才有了突破之后短时间内再突破的现象级实力增长。一旁的温玉衡听到苏阳不卑不亢的解释，满意的点点头，既不丢宗门的脸面，还十分得体的解释了他自身远超同期的实力。不错，是个可造之才。老赵，你要是不信的话，我把苏阳的入宗档案给你看看。温玉衡敢让苏阳当领队，自然也有直面质疑的准备。此时玉灵宗、圣剑门、仙影门、药王谷、天宫阁、天机阁的掌门人也都带着自家弟子过来了。温玉衡直接招呼其他人一起过来：“我这位宗门弟子的情况呢，确实比较特殊，为了消除你们的疑虑，那就干脆一起过来看看吧。这是他8年前进入宗门的档案，上面记载着他进入宗门之后的成长过程，都看看都看看。这里看到了吧？15岁突破筑基失败，16岁突破筑基失败，17岁突破筑基失败，18岁突破筑基成功。这是前段时间筑基大典刚刚记录在案的档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宗门档案并非纸笔记录，而是以特殊灵石为媒介记录在内，只可记录不可修改。”看到温玉衡把宗门内不能轻易示人的宗门档案都拿出来了，另外7宗也就没得质疑了。这也让7宗的人看向苏阳的目光变得更加怪异了。不管是7位宗主还是7宗弟子，都弄不懂这个苏阳到底会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还是一个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普通人。五行宗罗俊杰同样弄不懂苏阳到底是他最大的竞争者，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对手，但他显然对自己的实力十分有自信，主动上前和苏阳打招呼：“苏阳是吧？希望你是个天才而不是个蠢材，这样才有意思，你说呢？”苏阳，这小子有点狂啊。苏阳淡然一笑：“不管我是天才还是蠢材，我觉得你都没必要把我当成竞争者。藏仙谷法器众多，好的法器又不是只有1、2把，咱们没必要抢，不是吗？”罗俊杰却说道：“法器确实不用抢，但是你应该也知道，能在藏仙谷得到远古法器的8宗弟子，还有机会进入藏仙谷附近的深山之中，提前为自己寻得灵宠。强大的灵宠有限，说不定我们就会看上同一个灵宠。若到那时，我绝不会客气的。”罗俊杰年纪虽小，但气势却很大，有着世家子弟身上特有的骄傲、自信和咄咄逼人。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真到那时候，我也不会客气。”苏阳淡淡道。罗俊杰自信地笑了笑，也不再跟苏阳继续废话，回五行宗的队伍去了8大宗门的宗主，相互寒暄了几句。随后，作为今年藏仙谷活动的主持方，五行宗宗主赵胜道缓缓地飞到空中，虚空而立，
俯瞰着下方的八大宗和八大宗的弟子。既然八大宗已经到齐，相信各宗弟子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藏仙谷，寻得属于自己的天命法器了。我知道你们很急，但是你们先别急，在你们正式进入藏仙谷之前，我作为今年的主持，还有些话想对八宗弟子还有另外7宗宗主说一说。八宗弟子觉得这话没什么，可能就是要交代一些事情。但是平顶峰上的7宗宗主听到这话都是微微皱起眉头，这老小子什么意思？要跟他们说什么？赵圣道立于空中，他的目光并未关注那些八宗弟子，而是放在下面的7位宗主身上。在开始藏仙谷夺宝之前，我想站出来剔除了玄天道宗之外的玉灵宗、圣剑门、仙隐门、药王谷、天宫阁、天机阁6宗说句公道话。1000年前玄天道宗因抗魔有功，被大家推举为天下第一宗门。那时候玄天道宗不论是威望还是实力都毋庸置疑，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宗门，是8大宗门之首。但如今玄天道宗的实力一年不如一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其他，就拿近5年的藏仙谷夺宝来说，玄天道宗已经连续5年不敌我五行宗。如果说新人是宗门的新鲜血液，是维持一个宗门强大的基础，那么现在的玄天道宗已经失去了强大的新鲜血液，这个曾经强盛的宗门躯体正在腐朽和衰落。这时候玄天道宗若是还占着天下第一宗门的威名，恐怕有所不妥，对其他宗门来说也不公平。1000年后的今天，9州27国皆常有魔道活动的报告，魔道隐隐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趋势。我认为这时候我们8宗应该推举出一个更有力的天下第一宗来带领正道，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是其一。其二，从第一纪元结束之后，距今3万余年，宗门变化颇多，但不变的是，有实力的宗门才配拥有天下第一宗的美名。所以天下第一宗的位置向来不是为某一个宗门特设的，时常轮换乃是常有之事。玄天道宗占着天下第一宗的威名已有1000年之久，我想也是时候换一换了。赵圣道居高临下的看着温玉衡，对在场所有宗主说道：咱们不如就以今年这场藏仙谷夺宝为契机，8大宗门同台竞技，哪个宗门能够拔得头筹，哪个宗门就能享有天下第一宗的美名，各位以为如何？赵圣道平日里看起来一副自以为是不太聪明的样子，事实上精着呢。他要是说五行宗赢了玄天道宗，那么就由五行宗取代玄天道宗成为天下第一宗，其他宗门必然不愿意，但他现在直接让8大宗全部参与进来，每个宗门都有夺得天下第一宗这个威名和美名并存的机会，谁能不愿意呢？他怕竞争者吗？当然不怕。五行宗已经连续5年夺魁，他有自信今年依旧能一举夺魁。果不其然，7宗宗主听到赵圣道这番话都是若有所思。我认为赵宗主说的有道理，天下第一宗也不能一直都是玄天道宗嘛。我接受赵宗主这个提议，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好吗？7宗当中的5位宗主都直接表示了对赵圣道这个提议的支持，只有玉灵宗宗主叶苍龙提出了质疑。我说老赵，大家都知道你想当天下第一宗的宗主，可是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玄天道宗这个天下第一宗是1000年前经历了死亡与鲜血、牺牲与荣耀之后获得的，是大家一致推举出来的天下第一宗。你现在仅凭一个藏仙谷的夺宝活动就想拿走天下第一宗的威名，这和凡人小孩过家家有何区别？赵圣道显然有所准备，他并不正面回答叶苍龙的质问，而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脸色难看的温玉衡。温宗主，你自己怎么不说话呢？听说玄天道宗准备和玉灵宗联姻来着，该不会是玄天道宗已经衰弱到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了吧？不管怎么说，现在的玄天道宗还是天下第一宗，我相信温宗主应该有作为天下第一宗主的气魄，不会不敢接受挑战的，对吧？赵圣道这是直接堵死了温玉衡的所有退路，一番话直接把温玉衡逼到了不得不正面接受挑战的处境里。宗主，温玉衡身边的几名宗门长士朝他摇摇头，示意他不要接受这种戏一般的挑战。那么以五行宗这几年在藏仙谷的强势表现，一旦接受挑战，玄天道宗的压力就会无比巨大，最终结果大概率会输。但是温玉衡明白，若是不接受挑战，那就是在承认现在的玄天道宗确实已经失去了作为天下第一宗的实力和魄力，连小小的挑战都不敢接，不只是让人耻笑这么简单，就算是继续拥有天下第一宗的名头，其他宗门也很难继续把玄天道宗当作真有实力的天下第一宗门来对待。温玉衡负手而立，故作波澜不惊的淡定应战。猛虎打个瞌睡，你还真以为是病倒不行了？老赵啊老赵，你也太急了一点。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好像也没有拒战的理由，你的挑战我玄天道宗接下了。站在虚空之中同样负手而立的赵圣道终于露出了一抹胜利的笑容。他刚要开口，下面温玉衡再次开口道：不过我有一个提议，不管是哪个宗门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其领队也就是弟子代表都要接受其他宗门领队的挑战，若是能战胜其他宗门领队，
这样才能证明其真正的实力。这个提议大家接受不接受？温玉衡是个笨蛋吗？笨蛋是当不了天下第一宗的宗主的。他这番话是在给玄天道宗找一个失败后反败为胜的机会。按照往年的经验，五行宗大概率还是会获得第一名，玄天道宗输的概率非常大。但今年的8宗弟子里面，毫无疑问玄天道宗的苏阳实力最为强大，附加这么一个条件，玄天道宗就有机会反败为胜。其他宗门会拒绝吗？不，他们不会的，因为他们也知道五行宗在夺宝活动中获胜的概率太大了，他的这个提议同样等于给了他们反败为胜的机会。温宗主这个提议好，毕竟是在争夺天下第一宗的威名，简单夺个宝，运气的成分太大了，还是得靠实力来证明才是最优方案。我支持温宗主这个提议，我认为必须加入这个提议，否则我不接受前面的挑战提议。各位宗主这时候自然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这让赵胜道有点不悦。温玉衡这一手着实是让他有点没想到，这让他的目光下意识地看向了玄天道宗队伍中的苏阳。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天才还是个废材，但不论苏阳是天才还是废材，他都只能答应温玉衡的这个提议。当然他对罗俊杰也有绝对的信心。当然没问题，温宗主这个提议非常好吗？就该以实力来决定天下第一宗的归属，没有其他问题了吧？赵胜道见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终于愿意把注意力放在参加此次藏仙谷夺宝活动的8宗弟子身上了，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始今年的藏仙谷夺宝了。既然各位宗主已经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就由我向8宗的弟子们简单的讲一讲藏仙谷夺宝的规则。简单来说，这个活动从来就没有规则。你们进入藏仙谷之后有3天的时间，这3天内你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找到愿意认可你的远古法器，这是宗门对你们的要求，也是你们自己的追求。该说的都说了，我现在正式宣布藏仙谷夺宝活动正式开始。各位宗主有要交代的，尽快交代完，让弟子们进入藏仙谷吧。从未有一年的藏仙谷之行像今年这么紧张，8大宗门的宗主都在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跟弟子们交代着进入藏仙谷的相关事宜。这其中最严肃的莫过于玄天道宗的温玉衡了。你们也看到五行宗的挑衅了，都看出来了吧？今年的五行宗就是奔着咱们天下第一宗来的。你们作为玄天道宗的弟子，甘愿玄天道宗这个天下第一宗的威名在你们的手上丢失吗？绝不愿意。包括苏阳在内的所有人此时都提着一口气，若是玄天道宗作为天下第一宗的威名在他们手上弄丢，由此带来的耻辱必将伴随终生，怕是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因此横生心魔仙途受阻。虽说修仙者修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心境，但他们终究也是人，而且还是年不过20的血性少年，哪能任由对手挑衅，将自己从天下第一宗的位置上跳落下马？很好，要的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决心。温玉衡很满意他们现在的这股劲，但今年的藏仙谷夺宝非同往年，只靠着这股劲是不够的。温玉衡示意所有人跟着他一起来到平顶峰的山崖边，指着下方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巨大圆形山谷，以上界灵气落点为中心，方圆50里的这个巨坑便是藏仙谷。能看到山谷下面那些散发着各种光芒的远古法器吗？这些远古法器根据品质不同，散发出来的光彩是不一样，品质由低到高分别是灰色、青色、紫色、金色和透明彩光。温玉衡手指微微一抬，指着靠近灵气落点的某个地方，整个藏仙谷中最高品质的透明彩光法器只有1件。我想你们多少都从师兄师姐那里听说过这件事。我今天郑重地提醒你们，从第一纪元结束距今3万余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能够得到那件法器的认可，包括我在内的8大宗现任宗主以及8大宗的各位长老，甚至是太上长老都曾经试过，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件事，除了告诉你们不要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提醒你们，那件法器会吸收触碰者的真元，若是你们一开始就去尝试拿起这件法器，你们的真元会瞬间被抽干，后面再想尝试其他远古法器根本就不要想了。温玉衡的话立马让他身后众人打消了去抢最高品质的远古法器的念头，只有苏阳的目光始终望着温玉衡所指的方向。虽然看不见那件法器在哪里，但是苏阳感觉在这个藏仙谷的深处有某种冥冥之中的吸引，正在引起他内心之中的某种不曾有过的悸动。他的双肾也因此异常活跃，体内经流、先天肾体再出来的真元异常浓烈。苏阳，你在发愣？我刚刚说的你听到了没有？听到了。苏阳回过神，将目光收了回来。温玉衡继续说道，听着，你们进入藏仙谷之后，所有人，我是说所有人，尽可能去找那些散发着金色光芒的极品远古法器，一件法器不行，不要纠结马上放弃，然后去找另一件继续尝试。第一天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金色法器上面，若是第一天没有任何收获，不要纠结，马上去找紫色的远古法器。到了第3天还没有得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远古法器，
那就直接去找那些青色的法器。记住一句话，哪怕是青色的远古法器，只要能得到就是极品的法器。所有人都重重的点点头，把宗主这番话记在心里。温玉衡的目光看了看其他七宗，脸色更加严肃。他道：所有人都想通过这场最简单的夺宝活动拿下天下第一宗门的威名，你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来自其他宗门的阻碍，甚至杀戮。进入藏仙谷之后，切记随机应变。是。众弟子皆是点头牢记。谁都能看得出来，今年这场藏仙谷夺宝活动暗杀杀机。苏阳，你过来。交代完了该交代的，温玉衡把苏阳叫到一边单独说话。你是今年8大宗里面实力最强的，玄天道宗能不能保住天下第一宗，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你。所以这3天你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远古法器的同时，一定要尽可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我担心五行宗或许会对你有所行动。宗主放心。苏阳自然懂他的安排，只要你能在最后的8宗领队之战中赢得胜利，哪怕你没能在藏仙谷得到属于自己的远古法器，回去之后玄天道宗最好的法器任你挑。温玉衡拍了拍苏阳的肩膀，弟子定当竭尽全力。既然宗主愿意给他这个没有后顾之忧的承诺，苏阳自然不会拒绝。温宗主还没交代完呢，就差你们玄天道宗了。不远处的赵圣道朝着这边喊了一声。温玉衡再次拍了拍苏阳的肩膀，带着宗门弟子过去集合。玄天道宗、五行宗、玉灵宗、圣剑门、仙影门、药王谷、天宫阁、天机阁8大宗门的所有弟子分为8个阵列站在一起。作为主持的赵圣道高声喊了一句：“8宗弟子听令，藏仙谷夺宝正式开始！”所有人第一时间飞身而起，朝着藏仙谷各处飞去。场面蔚为壮观，8宗宗主以及随行人员都齐刷刷坐成一排，看着藏仙谷中自家弟子的表现。表面上各家宗主都是风轻云淡，但是一个个的心里其实比上场的弟子更加紧张。苏阳降落在藏仙谷，整个藏仙谷放眼所及，满地都是所谓的远古法器，刀枪剑戟斧月钩叉，各种各样的武器应有尽有，每一件法器都散发着不同的光彩，灰色的最多，青色的次之，紫色的相对稀少，金色更是少之又少。至于那把散发着透明彩光的唯一法器，苏阳并没有看到，也没有打算去找它。他的面前是一把深深插在地上的剑，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华。尽管经历了万年的时光洗礼，这把剑内的真元印记已经消失无踪，但剑本身宛若全新，数万年的历史不曾在剑身上留下一点痕迹。苏阳深吸一口气，握住剑柄的同时，将体内真元灌注于剑，然后猛地将插在地上的剑拔起。我操！苏阳向后一个踉跄，差点没摔倒。什么情况？居然这么轻易的就拔出来了。苏阳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手上这把散发着金色光华的远古法器，此时的疑惑甚至超过了获得金色远古法器的惊喜。按照以前那些经历过藏仙谷之行的师兄师弟的说法，想要获得这些远古法器的认可是极为困难的，哪怕能够拔起来也会消耗大量的真元。可他怎么感觉并不比去菜地拔萝卜困难呢？但是能这么快得到一把金色品质的远古法器，苏阳的脸上马上就露出了一抹兴奋的笑容，第一时间朝着法器灌输真元，让法器完成认主。但是他的真元居然无法灌入剑中，这把剑在抗拒他的真元，甚至因为他的真元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什么鬼？没听那些师兄师弟说过有这种情况？就在苏阳一脸困惑的时候，平顶峰上的8宗宗主看到苏阳一下场就拔起了一把金色品质的远古法器，一个个都惊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那是谁家的弟子？这怎么可能？第一把就拿起了金色法器，这运气也太逆天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下场第一把就拿起金色法器的。8宗宗主都希望这个弟子是自己宗门里的弟子，但是注定有7个人要失望。是苏阳，爹是苏阳。温云瑶就坐在他爹身边，从苏阳飞身进入藏仙谷开始，他的目光无时无刻不在苏阳的身上，所以他第一个知道那个拔起剑的人是苏阳。因为这个人是苏阳，温云瑶兴奋到几乎要跳起来，满脸都是骄傲，恨不得在脸上写上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就是厉害。哟，原来是苏阳啊！我还特意提醒他别急来着，这小子还是年轻气盛，这么快就取了金色法器，这3天在藏仙谷多无聊，不够沉稳，还是不够沉稳。回头我得批评批评他。温玉衡也看到是苏阳了，脸上的表情立马不一样了，腰杆子都瞬间挺直了许多。苏阳的实力本来就最强，现在又得到了金色法器的加持，哈哈，这一把稳了。今年把苏阳带来真是最正确的决定啊！第一把就拔出了金色法器，这小子果然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哈哈哈。另外7宗宗主看到温玉衡这阴阳怪气的嘚瑟，气得嘴都歪了，尤其是五行宗的赵圣道，牙齿都快咬碎了。可就在7宗郁闷，温玉衡心里高兴到飞起的时候，
藏仙谷中的苏阳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把手中的金色法器丢在一旁，飞身去找其他的金色法器去了。我靠，这小子在搞什么鬼？刚坐下的温玉衡又猛地站了起来，本来高兴的脸上此时已经没了笑容。拿起又不要，这小子疯了吧？本来已经放下的心此刻又重新悬了起来。七宗宗主看到这一幕，也都一个个瞪大了眼睛，脸上的表情和温玉衡一样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多少人想要金色法器而不可得，他拿起来了，居然给丢了。这藏仙谷中的金色法器可不是那么好得到的，丢了这把，可不见到还能得到其他金色法器的认可。他不要更好，这样玄天道宗之外的七宗机会就大。我你大爷，这小子到底哪来的妖孽？就在七宗宗主的惊讶转变成暗喜之际，就在所有人无比惊愕的目光中，苏阳又轻而易举地拔起了第二件金色法器，一把散发着金色光华的长枪。本来坐着看戏的七宗宗主再次猛站起来，椅子倒了好几把。哈哈，不愧是我玄天道宗的弟子。温玉衡悬着的心再次放了下来，起起落落太过折磨人了，以至于他甚至忘了保持克制，哈哈大笑起来。另外七宗宗主看怪物一样看看藏仙谷里的苏阳，又看怪物一样看看哈哈大笑的温玉衡，这老家伙到底招了一个什么妖孽啊！卧槽！其他人能够拔起一件金色法器就已经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了，苏阳这小子居然连着拔起2件金色法器，太气人了。就在七宗宗主都在暗叹这样的妖孽为什么不是自己宗门弟子的时候，所有再次丢掉了手上散发着金色光华的长枪，去找其他金色法器了。这小子是不是疯了？温玉衡简直要被这过山车一样的心情给弄得抓狂了。七宗宗主也是再次错愕，但他们毕竟都是化神期的大能，这下终于看出了一点门道。赵圣道摸了摸脸，对着温玉衡似笑非笑地说道：温宗主，你这个弟子确实不一般，居然能够连续拿起2件金色法器，不过这些法器好像不愿意认他为主啊。光是能拿起法器是不够的，关键是需要法器认主，否则拿起也没用。哎呀，可惜，真是可惜。赵圣道连着2声可惜，满满的都是挖苦之意。温玉衡现在哪有空管他挖苦不挖苦，苏阳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把他这个当宗主的弄得忐忑不已，目光紧随苏阳而动。他身边的温云瑶更是如此，紧张地看着场上的苏阳，一双手因为紧紧握着都显得有些发白了。他甚至完全没有注意到玉灵宗那边有一双眼睛时不时地朝他看过来。藏仙谷，苏阳飞身落在第3件金色法器面前，这是一把极为精致的战斧，通体都是乌金色的金属锻造，看起来极为霸气。原来的主人应该是一个粗犷狂暴的战士。苏阳深吸一口气，第3次握住金色法器，只是稍加用力，地上的战斧就像农家后院砍柴用的普通斧头一样被他提了起来。这已经是第3次了。经历了前2次的认主失败，苏阳对于自己能够轻易拿起藏仙谷的金色法器已经没了兴奋，不能认主，能不能拿起来本质上没有差别。希望这次能成功。苏阳屏住呼吸，猛地将所有真元灌入战斧之中，试图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但是战斧在感受到灌入其中的特殊真元之后，剧烈的颤抖起来。如果法器有生命，那么此时这把战斧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就像一个被吓得瑟瑟发抖的人。更准确来说，包括这把战斧在内的3件金色法器都是如此。他们在感受到苏阳灌入的真元之后，全部都表现出了不敢接纳其真元的恐惧。这颤抖便是恐惧的具象化。苏阳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灌入真元的时候，能够隐约感受到这些法器传递给他的恐惧感。他们不是不想认他为主，而是不敢认他为主。他妈的，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第3件法器拒绝了他。苏阳满头都是，这些可是来自远古的法器啊，每一件都是能够毁天灭地之能的旷世神器，为什么这些法器会惧怕他的真元？苏阳唯一能想到的原因就是他的先天圣体，或许是因为先天圣体给他带来了非同一般的真元，这真元的强大甚至能够让这些远古法器感到恐惧吧。苏阳并不敢完全肯定，也没有人可以给他答案。难道就这么放弃？不，苏阳从来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藏仙谷里的这些远古法器，但凡能够得到1件，就能大幅度提高他的整体实力，以后的安全也就有了更大的保障。好不容易有机会来到藏仙谷，他是绝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继续朝着第4件金色法器飞去，而他丢在地上的战斧，马上就有其他宗门的弟子上来抢夺。既然他能轻易拿起来，是不是我也能拿起来？卧槽，怎么拿不起来啊？我就不信了，他能轻易拿起来，我就拿不起来啊！给我起起！可惜他们不是苏阳，苏阳能够轻易拿起来，不代表其他人可以轻易拿起来。其他人耗尽真元也无法撼动地上的战斧分毫。妈的，玄天道宗的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妖怪？就在苏阳把第4件金色法器丢在一旁的时候，那些看到这一幕的宗门弟子一个个已经气得要吐血了。
苏阳的身影在藏仙谷中飞速移动，一件件旁人用尽浑身解数也无法从地上拿起的金色法器，对他来说就像捡起地上的柴火棍一样轻而易举。一件一件又一件，每一件金色法器他都能轻易拿起，但是每一件金色法器都对他的真元表现出了相同的畏惧，这让苏阳只得一次又一次的把捡起的金色法器丢在一旁，继续去寻找其他的金色法器。五行宗的罗俊杰早就注意到了苏阳这边的异常举动，每一次看到他捡起又丢掉，他都郁闷的要吐血。时间已经过去半天，此时已经临近中午。苏阳捡了一把又一把，而罗俊杰作为五行宗寄予厚望的天才，一整个上午却没能得到一件金色法器的认可，不论是重如战锤的攻击型法器，还是轻如番旗的法术型法器，他都无法从地上拿起来。时间过去越久，他心里就越急。再看苏阳能够轻易的拿起所有金色法器，他就更急了，必须尽快找到属于他的金色法器。哈哈，我得到了，我得到了，是金色品质的远古法器！一个激动到近乎狂喜的声音在藏仙谷传开，引来所有人的注意。就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一道身影冲天而起，手持一把散发着金色光华的大刀立于空中，浑身上下散发出强劲的气势。在金色远古法器的加持下，此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这小子有点本事，居然真给他得到了一把金色法器。苏阳抬头看着高空中的江沐尘，没想到八大宗数百名弟子之中，他居然是第一个拿到金色法器的人。要说不羡慕那是假的，尤其是他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看到江沐尘顺利得到了一件金色远古法器，是真羡慕。可羡慕又能怎么样呢？如果羡慕就能得到金色法器的话，在场的每一个人必然人手一件金色法器。苏阳收回目光，马不停蹄地继续在藏仙谷寻找属于自己的金色法器。或许在这些金色法器之中，会有一件属于他的吧。苏阳，你不是很厉害吗？这些远古法器好像都看不上你啊。你这个领队没能得到金色远古法器的认可，最后还是我把玄天道宗的面子给挣回来了。江沐尘的身影从天而降，落在苏阳面前，手中金色长刀一震，散发出霸道的气势。这可不是简单的显摆，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挑衅。当然，江沐尘不会傻到这时候给苏阳来上一刀。显摆完他得到的金色法器之后，他道：维护玄天道宗天下第一宗威名的重担你扛不起，夺宝活动结束之后，我会向宗主提出换我作为领队的提议，你就看我怎么击败其他的宗门对手吧。江沐尘自信一笑，扛着他的金色远古大刀扬长而去。煞笔！苏阳结结实实的给了他一个白眼。对于江沐尘这个人的评价，苏阳从头到尾都是这两个字。懒得理他不合时宜的挑衅，苏阳迅速调整自己的注意力，继续搜寻藏仙谷之中的金色法器。哪怕这个机会看起来有点渺茫，苏阳也绝不放弃。从早到晚不停地捡起金色法器，从早到晚没有一件金色法器敢认他为主，这让苏阳非常失望。五行宗的罗俊杰和他殊途同归，苏阳是轻易地拿起了每一件他找到的金色法器，但没有一件敢认他为主。罗俊杰则是尝试拿起每一件他找到的金色法器，但没有一件是他能够拿起来的。不管是苏阳还是罗俊杰，两个人受到的打击都挺大。夜幕降临，天色月色明亮，更亮的是从上界倾泻而下的灵气瀑布，如同从天而降的巨大光幕，照亮整个藏仙谷。藏仙谷的活动只有3天，没有人会在这3天休息。不管是苏阳还是罗俊杰，亦或是其他来到藏仙谷的其他宗门弟子，大家都在继续尝试着得到金色法器的认可。等到天亮，第一天就算是正式结束了。8大宗门第一天的策略都一样，所有人都先去尝试金色法器，但金色法器的概率极为渺茫。第一天总共只有4个人得到了金色法器的认可，玄天道宗1个，五行宗1个，玉灵宗1个，还有圣剑门1个。另外4个宗门第一天一无所获。玄天道宗和五行宗的2位宗主心情可谓复杂。虽说宗门都有人在第一天拿到了金色法器，但是被寄予厚望的2个人在第一天毫无斩获，2位宗主都颇为头痛。如此一来，后续的宗门领队挑战就变得麻烦了。可现在他们头痛也没用。随着太阳升起，第2天的藏仙谷夺宝活动无缝衔接继续进行。8大宗门的策略再次保持完全一致。得到金色法器的概率本来就很小，1天时间没有得到金色法器，就没必要继续浪费时间了。所有人的目标都改成了次1级的紫色法器。哈哈哈哈！我得到了，我得到了，我也有一件属于自己的远古法器了。第2天的夺宝才刚开始，就有几个人顺利得到了紫色法器的认可。显然紫色法器的获得概率比金色法器的获得概率高很多。人群中的苏阳心情忐忑，金色法器都畏惧他的真元，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紫色法器更不敢认他为主。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猜测，苏阳找到一把散发着紫色光芒的剑，伸手
握住，拔出，一气呵成，没有任何阻碍，就和他预想的一般无二。紫色法器本就比金色法器更弱一级，连金色法器都无法承受他的真元。紫色法器在接触到他的真元之后，别说认主了，就跟婴孩见了巨人一般剧烈的颤抖起来，甚至主动挣脱苏阳的握持，毫无体面的掉落在地上。在苏阳面前，这件的光芒都不敢太甚。苏阳脑袋上飞过无数密密麻麻的，他的嘴角都无语的抽筋了，几乎可以100%的肯定，藏仙谷中的其他紫色法器也会和他面前这把剑一样，完全无法承受他的真元。青色法器和灰色法器那就更不用去尝试了，绝无认主的可能。此时的苏阳可谓是极端失望，他一直期待着能够来藏仙谷获得一件属于自己的天命法器，3年了，终于等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却没有一件远古法器是他能够使用的，这种失望可想而知。但苏阳即便失望也不会轻易放弃，收拾心情，苏阳把目光投向了靠近灵气落点的那个地方。我是不是应该去试试看藏仙谷那件唯一的法器？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苏阳的心头跳了一下，与此同时，他的双肾也立即加载出更为浑厚的真元，似乎在为他接下来的行动提前做好准备。妈的，去试试看！苏阳目光一凝，果断地朝着藏仙谷的中心区域飞驰而去。反正继续在这里尝试下去也是徒劳，与其继续浪费时间，不如做一次大胆的尝试。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道身影也和苏阳一样，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藏仙谷中心区域飞驰。苏阳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苏阳，两个人几乎同时加速，朝着藏仙谷唯一一件最强神器急速而去。罗俊杰是世家子弟，他高傲，他自大，但他也有着自己的抱负与理想。此次前来藏仙谷，他最大的目标便是获得一件属于自己的金色天命法器。他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原本的期待中，以他的天资进入藏仙谷的第一天，妥妥的能够得到一件属于自己的金色天命法器。但他失败了。8大宗有4个人在第一天得到了金色法器，这里面没有他。五行宗也有1名弟子得到了金色法器，这个人不是他。按照宗主的安排，现在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和其他普通弟子一样，去紫色品质的法器里面寻找一件属于他自己的天命法器。但他的自傲和自尊都不允许他退而求其次，要么不要，就要最好的。既然金色法器已经与他失之交臂，他现在唯一能够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不顾一切的拿起那把3万多年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拿起的顶级神器。罗俊杰以为只有他有这个勇气和魄力，敢去拿藏仙谷中唯一的神器。没想到玄天道宗的苏阳居然也跟他一样，把目光投向了藏仙谷中这把唯一的神器。苏阳，你没机会的。罗俊杰用传音的方式对苏阳进行着挑衅。不试试怎么知道？苏阳回了一句。两个人都没有放弃的理由，两个人都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冲。谁都知道自己和对方获得这把神器的机会非常渺茫，但谁都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万一呢？是吧？这个万一也同时包括了万一对方能够拿起来呢。所以谁也不敢放松警惕，都想先一步去拿这把顶级神器。平顶峰上，8宗宗主自然是注意到了苏阳和罗俊杰的举动，一个个面面相觑。你们两个没提醒过他们，这就不是他们能够觊觎的东西。那把剑要是能够轻易拿起，早就不在藏仙谷了。叶苍龙哭笑不得，其他几位宗主皆是如此表情。正如温玉衡之前所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都尝试过去拿那把剑，可是无一例外，全部以失败告终。谁都知道那把剑非同一般，同时谁都知道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取用的神器。说过了，温玉衡和赵胜道两个人异口同声，又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个扶额的动作，尴尬的要死。两个都被宗门寄予厚望，结果两个人都让人大失所望。现在这两个家伙又不顾劝阻，发了疯一样的要去拿那件藏仙谷中唯一的顶级神器，不用猜都知道，这两个人已经被彻底淘汰出局了。从他们冲向顶级神器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们此次藏仙谷之行必将一无所获。别看我啊，看你们自己的弟子，今年的紫色法器倒是收获颇丰。看球看，这些天才总有自己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不很正常的吗？看比赛。温玉衡和赵胜道皆是无奈，其他6位宗主哈哈一笑，都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弟子身上，没人再去关注两个注定失败的天才。苏阳将真元灌注于脚下，速度提升到最快。上见那从天而降的灵气瀑布蕴含浩瀚威能，越靠近藏仙谷的中心区域，灵压就越大，受到的阻力也越大。苏阳和罗俊杰的速度都越来越慢，但脚步依旧在向前。随着持续前进，苏阳终于见到了宗主口中所提到的那件散发着透明彩光的唯一神器，这是一把看起来极为精致的剑，精致到甚至给人一种秀气的感觉。它所散发出来的光华极为特殊，
就像透明的玻璃在某些特殊的角度下散射出的彩色光芒。这透明的彩色光华透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强大中甚至带着一种帝王般的威严，仅仅只是靠近都会对人的内心产生极大的震慑。但此时的苏阳管不了那么多，唯一的机会，不管怎么样都要全力以赴的试一试。苏阳再度将真元灌注于脚下，准备爆发出最快速度冲上去的时候，他脚下坚实的土地忽然化作流沙，苏阳两只脚一起陷了进去。他是我的。罗俊杰距离苏阳仅有10余米的距离，他终于忍不住主动发起了进攻。吐血！苏阳心中一沉，感受到正在迅速凝固的流沙，真元继续灌注于脚上，但以爆发的方式输出，整个人冲天而起，也不落地，干脆顶住灵压向前冲。切！罗俊杰失望之余再次发起进攻，无数流沙化作一条条冲天而起的沙蟒，张嘴就要吞掉苏阳。苏阳不想跟他浪费真元，藏仙谷中唯一的顶级神器，谁也不知道真接触上会是什么状态，必须保留更多的真元应对关键时刻。在空中辗转腾挪，尽可能躲避沙蟒的攻击。罗俊杰发现苏阳只躲避不反攻，马上就意识到了苏阳的策略，同时也反应过来苏阳的策略是对的，此时过多的消耗真元不利于最后的关键时刻。这一点上他不固执，意识到自己的策略出问题之后，马上就进行了调整。所有沙蟒冲到苏阳前面，相互撞击在一起，直接爆炸。苏阳前方100米范围立即被漫天的黄沙所覆盖，挡住了他的方向和视线。罗俊杰借此机会加快速度冲过去。妈的！苏阳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用真元护在身体周围，直接冲进黄沙之中。黄沙阻碍了他的速度，但苏阳还是冲了出来。罗俊杰已经朝着那把唯一的神器冲下去了。苏阳可不会就此认输，体内真元爆发，顶住灵压，快速冲上去。两个人几乎同时降落在唯一神器面前。神器只有一件，苏阳和罗俊杰同时出手，都是在刹那间朝着对方便是一掌，强劲的真元轰击在一起。罗俊杰脚下猛地用力，真元爆发顶住了苏阳的一掌，惊骇之间也无暇顾及其他，另一只手迅速朝着地上的剑柄伸手去抓。苏阳也颇为惊讶，罗俊杰是筑基初期巅峰，实力应该是弱于他的，但他体内的真元竟然也极为浑厚，尽管他的实力还是在他之上，但罗俊杰拼尽全力之下竟然也没退半步。苏阳这时候也没空惊叹，更没时间再次出手。眼看罗俊杰就要抓到剑柄，他也迅速出手去抓。两个人同一时间抓住了地上的剑，顷刻间体内的真元如同泄洪一般不可抑制地涌向这把唯一神器，但抓都已经抓住了，又怎么可能说放手就放手？苏阳和罗俊杰同时一声暴喝，所剩不多的真元灌注于手，猛地用力向上一把，赠一声剑鸣响彻藏仙谷。这把从第一纪元结束立在藏仙谷3万余年的神兵被苏阳和罗俊杰同时举起，剑锋直指天穹。3万余年埋在地下的剑锋在出土的那一刻，透着彩光的狂暴威能冲天而起，整个藏仙谷上空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伴随着这个空间漩涡的出现，上界灵气泄露的位置上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法阵，法阵散发出一阵极为奇异的光芒，随着这道光芒扩散至天穹，天空中的漩涡顷刻间被压制，原本顺时针旋转的漩涡开始逆时针反转，同时迅速缩小，冲击天穹的威能重新逆退回剑上。轰！此时持剑的苏阳和罗俊杰同时被逆退回的威能轰飞出去，整个山谷因此震颤。盘坐在灵气落地周围的11座巨人般的山峰，此刻竟也集体散发出一阵淡淡的微光，11座山上栖息的鸟兽惊恐逃散。与此同时，万灵界某处古老的神殿中，一个佝偻在黑色斗篷之下的老者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嘴里发出低沉的自言自语：是他吗？是他回来了吗？没错，就是他，我感觉到了，嘻嘻，他终于回来了。一名少女不知何时出现在老者身旁，欢快地在他面前手舞足蹈。藏仙谷中，被拔出的神器漂浮在空中，其所散发出的彩光如帝王出世一般，让整个藏仙谷的其他所有远古法器皆光芒暗淡，不敢与之争辉。在平顶峰上的八宗宗主以及随他们而来的所有宗门长士都惊恐地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真给他们拔出来了！第一纪元结束至今3万余年，居然真有人可以拔出这把剑，好恐怖的异象！我第一次看到上界还有一个法阵，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谁知道？八宗宗主都是化神器的高手，他们所感受到的异象比一般人感受到的更加清晰。天空中那个从未现身的法阵隐约浮现的那一瞬间，他们都有一种汗毛直立的震颤。隔着天与地的距离，这个法阵却带给他们一种难以抗衡的恐怖威能，哪怕是化神器的大能，此刻也都感觉自己是如此渺小。不过这不是他们现在关注的重点。那把剑是谁拔出来？有位宗门长士好奇地问了一句。当然是我们五行宗的领队罗俊杰。
五行宗宗主赵胜道立马高声道。温玉衡怎么可能退让，立马反驳道：你说是罗俊杰就是罗俊杰啊，我们玄天道宗的苏阳实力可是在罗俊杰之上，就算要拔出来，那也是我们苏阳拔出来的，是我们五行宗的罗俊杰，是我们玄天道宗的苏阳。放屁，是罗俊杰，你才放屁，绝对是苏阳。两位宗主顿时争得面红耳赤。苏阳，被刚刚的场景惊到的温云瑶，此刻终于在他们的争吵中回过神，想到苏阳被逆回的威能轰飞，哪还顾得上那么多，立即飞下山，朝着苏阳飞去。温玉衡微微皱眉，玉灵宗的宗主和少主也都是微微一皱眉，不过此刻也没想太多，平顶峰上的一众人等都跟着温云瑶飞身而起，去找苏阳和罗俊杰。遭受了那么巨大的威能冲击，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事没事。温云瑶第一个找到苏阳，此时的苏阳已经真元枯竭，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苏阳，为你醒醒！苏阳！温云瑶脑子一片空白，以为他死了，眼泪不由自主的哗啦啦往下掉。他没事，这把剑会在短时间内抽干任何接触到他的人的真元，真元枯竭之时又受到巨大的冲击，所以昏迷了，不用担心。温玉衡用神识探查了一下苏阳的情况，解释之余自己也安心了许多，看着漂浮在空中的这把剑，神采奕奕。真没想到3万余年了，居然真有人可以拔出藏仙谷中这把唯一神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苏阳拔出来的，还是五行宗那小子拔出来的。幸好人没事。五行宗宗主赵胜道探查了一下罗俊杰的情况，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剩下一个了，这把剑到底是谁拔出来的？温宗主，我觉得……赵胜道刚开口，温玉衡便打断了他的话。行了行了，别你觉得了，谁觉得都没用。要知道这把剑是谁拔出来的也简单，等他们两个醒了之后，让他们一个一个过来试，谁能用的了，这把剑就是谁的，有没有问题？赵胜道吧唧两下嘴，最后只能点点头。这话确实没毛病，你们不要再讲了，快点送苏阳回去治疗啊！温云瑶对这把剑的归属并不感兴趣，看着苏阳到底不行，他们还在这里争论剑的归属，气得大喊了一声：对对对，先带回去治疗。温玉衡一抬手，地上的苏阳便漂浮起来，转瞬间便带着他回到了玄天道宗的仙船之上。我房间大，让他躺在我的房间里吧。温云瑶说道。温玉衡本来想说点什么，不过见女儿焦急的神情，还是把话压了下来，按他的意思把苏阳安放在他的仓房里。温玉衡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下苏阳的身体，发现他除了真元枯竭之外，并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也便彻底放心了。放心吧，他休息1-2天应该就没事了。温玉衡说道。他真的没事。温云瑶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苏阳，焦急2个字全都写在脸上。不信你爹。不是啦，可是温云瑶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云瑶，你好像很关心苏阳。因为他是玄天道宗的天才啊，今年的藏仙谷活动关系到玄天道宗能否保住天下第一宗的威名，我当然关心他喽。温云瑶故作镇定地解释了一句：是吗？温玉衡看了女儿一眼，也没有再说什么，而是道：既然人没事，那就让他在这里休息吧，让你张伯、吴伯留在这里保障苏阳的安全。我估计苏阳少说也要1-2天才能醒来，刚好这2天和叶金寒聚一聚。温玉衡这还没说完呢，温云瑶马上道：我才没兴趣和他聚呢，爹、张伯、吴伯你们去仙船外面等着吧，我学过仙医之道，我有办法让苏阳早点醒过来。温玉衡想到女儿确实学过仙医之道，既然她这么说，也就不勉强了。苏阳能早点醒过来也好，那你就在这里照顾苏阳吧。温玉衡带着长士离开仙船，但谁也不敢走远。各位宗门长士第一时间分列仙船周围，看似随意的在仙船附近散步，实则做好了严密的防护，预防任何可能的意外发生。就连温玉衡自己也不敢走远，注意力高度集中。藏仙谷里唯一一把顶级神器被拔起来了，谁能活着拥有这把神器，必将给所在宗门带来前所未有的威望。不仅如此，若是加以培养，必将以一人之力撬动整个宗门，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前提是活着。苏阳是神器持有者的概率有 50%， 若他死了，那么不管拔起神器的人是不是他，一切都将变得没有意义。温宗主，一位温文尔雅的少年来到温玉衡的身边，高挑英俊，脸上带着平和的笑容，看起来一副非常有教养的样子。此人便是玉灵宗少主叶金寒。他来到温玉衡面前，拱手行礼，朝着仙船看了一眼，用他充满磁性的声音问道：云瑶妹妹呢？怎么不见她？苏阳不是昏迷了吗？他在给苏阳治疗呢。你知道的，他学过些仙医之道。温玉衡微笑道，并没有说太多。原来如此，我以为他这下终于有空了呢，本想和云瑶妹妹叙叙旧，没想到他更忙了。无妨，既然如此，那我也便不多打扰温宗主，等云瑶妹妹有空再来找他。
叶金寒十分有分寸的拱手行礼，回玉灵宗的仙船上去了。此时的温云瑶在干什么呢？正在脸红呢。他很清楚苏阳需要女人才能吸收外界的灵气，不能吸收外界的灵气，他的身体很难恢复。而他现在作为唯一能够帮到苏阳的女人，自然要帮他吸收灵气，恢复身体。可苏阳现在处在昏迷状态，灵根也处在一种休眠状态，无法完成交接任务。喂，醒醒，他昏迷了，你不能跟着昏迷的呀。温云瑶红着脸摇了摇，可他哥都昏迷了，当地的也没那么容易醒。温云瑶轻咬红唇，纠结片刻之后，准备鼓起勇气给他上点强度。既然动手不行，那就动口吧。昏迷中的苏阳感觉有大量的灵气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与此同时，有一道不属于他的灵气正在沿着他的身体运行。这些灵气从他身体流淌过去之后，会进一步增强他体内的灵气。双肾正在散发着淡淡的蓝色光芒，极为高效地把进入体内的这些灵气迅速转化成真元。枯竭的丹田如同干涸的土地得到了大雨的滋润，正在重新焕发生机。整整1天的时间，苏阳缓缓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坐在他身上的温云瑶。苏阳微微一笑，醒来看到他，有点意外，又一点也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居然能够创造机会来帮他疗伤，不意外是因为能够用这种方式帮他的人，目前为止也确实就只有他一个人。你终于醒了。温云瑶见他睁开眼睛，多是喜极而泣。别动别动，一会处理起来麻烦。苏阳赶紧扶着他的腰，让他别一激动乱扭乱动。忍不住就不要忍了，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没忍住。温云瑶抹抹眼泪，脸上露出了安心之后俏皮的笑容。现在是什么情况？苏阳没接他的话茬，他知道剑拔出来了，也知道自己被逆转的力量轰飞昏迷过去了，但之后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你昏迷之后，我爹就把你带回仙船上疗伤了，我怕你昏迷不醒，就自作主张帮你吸收灵气，恢复身体了。温云瑶道，不好意思地吐了个舌头，随后继续道，现在谁也不知道那把剑到底是你拔出来的还是罗俊杰拔出来的，所以八宗都在等你和罗俊杰苏醒过来呢，准备让你们重新去尝试使用那把神器。苏阳点点头，问道，我昏迷多久了？1天。温云瑶回答道。罗俊杰醒了吗？应该还没有吧，你昏迷之后我就在这里帮你恢复身体了，他醒没醒我也不知道。这样啊。苏阳想来同样是被抽干了真元，而他在云瑶师妹的帮助下恢复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按理说罗俊杰应该没那么快恢复过来。既然如此，苏阳没打算马上出去，他现在的真元还没有完全恢复，与其这时候出去，还不如借着这个时间继续修炼，把实力重新恢复到巅峰状态。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拿捏不准，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把自己的实力恢复到巅峰状态，以应对任何可能的情况。苏阳搂着温云瑶的细腰坐起来，罗俊杰应该还没恢复过来，既然如此，我也不急着出去。云瑶师妹，你继续陪我修炼吧。苏阳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当即入定进入修炼的状态。温云瑶也不管那么多了，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苏阳的女人，这时候自然是希望苏阳把状态恢复到最佳，然后顺利夺得那把最强法器，陪他一起进入修炼状态。阴阳两道灵气在彼此的身体里循环，大量的灵气山呼海啸一般涌入苏阳的身体。藏仙谷的中心有源源不断的灵气从上界而来，这附近的灵气密度远远超过万灵界任何地方，这让苏阳体内的真元恢复速度极快。仙船外，玄天道宗宗主温玉衡感受到周围的灵气大量聚集而来，眉头微皱，是苏阳妖？云瑶那丫头难道给他吃了聚灵丹？看来云瑶这丫头跟苏阳之间确实有点非同寻常的关系，奇怪，他们以前也没什么接触啊，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温玉衡困惑不解，这聚灵丹可不是普通的丹药，是结丹77冲击元婴期的时候所使用的一种特殊丹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大量的灵气，以帮助使用者更好地完成突破。这东西极为珍贵，就算是作为天下第一宗的玄天道宗也没几颗，他也确实送过他一颗，本来是留给他结丹期突破元婴期的时候使用的，没想到他居然给苏阳用了。当然，如果苏阳是神器的天选之人，那一切都值得。聚灵丹能够帮他快速恢复实力，这是绝对正确的选择。本来他也打算在苏阳醒来之后给他吃上一颗聚灵丹，帮他迅速恢复实力，只是没想到是他女儿先给他吃了。温玉衡正想着呢，五行宗方向也突然爆发出了巨大的灵气聚集现象，看来赵圣道也想到了用聚灵丹。奇怪，同样的聚灵丹，为什么云瑶给苏阳吃的这颗聚灵丹效果这么好？灵气聚集的效果好像强上不少，看来我玄天道宗的炼丹师水平更高，炼出来的聚灵丹品质更佳啊。温玉衡颇为得意地笑了笑，他哪里知道，他女儿压根就没想到自己还有一颗聚灵丹，他正在用自己的身体为苏阳聚集灵气呢。
它本身的作用比聚灵丹好用多了。转眼又是一天，藏仙谷附近庞大的灵气让他体内的真元短时间内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甚至相比之前还有了一定的提升。既然实力已经恢复，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修炼了。万一五行宗以他没有出现为由发难，就不好办了。苏阳离开仙船，此时天色昏暗，群山之后的太阳将升未升。宗主，苏阳来到温玉衡面前，拱手行礼。你醒了，恢复得不错。温玉衡见到苏阳，马上就注意到他的实力恢复到了最佳状态，甚至比之前隐隐有所提升，颇为满意，也更加肯定女儿给他用了聚灵丹。云瑶呢？她怎么没跟你一起下来？温玉衡随口问了一句。嗨嗨，云瑶师妹说她没日没夜的照顾我2天了，要洗个澡再下来。2天时间泡在其中片刻不离，苏阳想控制也控制不住，都给她了。云瑶师妹不得不好好的收拾收拾她自己。这样啊，温玉衡也没多想，重新把注意力放在苏阳身上，脸上的表情也跟着变得严肃。苏阳，你有多大的把握能够使用那把神剑？我不确定。苏阳脸上的表情也同样变得严肃起来。拔起剑的那一刻，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双肾和那把剑产生了某种特殊的联系，但他无法肯定一定是他拔起了那把神剑，毕竟罗俊杰是跟他一起拔剑的。不确定吗？这个回答也算在预料之中，所以温玉衡转而道：不确定也没关系，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松心态，等到2次尝试的时候，尽可能模拟你第1次拔剑的状态，然后全力以赴的再试一次。说着拍了拍苏阳的肩膀。明白。苏阳郑重其事的点点头，这一点不用交代他也会这么做。若是真能使用这把唯一神器，对他自己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时候五行宗的仙船上，罗俊杰也从船上下来了。苏阳和温玉衡的眼神同时一变，他居然突破了。哟，你们玄天道宗的那谁也行了啊？赵胜道哈哈大笑的带着罗俊杰走过来，啧啧啧的说道：温宗主，我今天有个感慨，你帮我分析分析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啊，这天才就是天才。你看我们五行宗的罗俊杰经历了这么一场冲击，实力不仅没有衰退，反而因祸得福突破了。你看嘛，俊杰你走近点让温宗主看看。哎，看到了吧，15岁筑基中期，什么叫天才？这就是天才嘛！哈哈哈！一颗聚灵丹下去，罗俊杰不仅恢复了所有真元，在赵胜道的全力护持之下，在醒来之后，短短1天的时间里，吸收了聚灵丹全部的药力，直接从筑基初期顺利进入了筑基中期，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作为宗主的赵胜道，现在可谓是高兴至极，很难不在温玉衡面前嘚瑟一下。罗俊杰本身也是自傲的世家弟子，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这让他更加相信自己能够使用那件唯一神器。骄傲而且带着显而易见的挑衅，罗俊杰朝着苏阳抬了抬了下巴。别以为只有你是筑基中期，现在我也是筑基中期，而且你18岁筑基中期，而我15岁的筑基中期。拔起那件神器的人绝对是我，接下来能够使用那件神器的人也绝对是我。苏阳这小子确实有自傲的资本，不过苏阳可不是随意自卑的男人。你不错，我也不比你差，鹿死谁手还不见得呢。苏阳给了他一个同样自信的眼神，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碰撞出无形的火花，确实是天资卓著，不错不错。温玉衡毕竟是化神器的一宗之主，不会把对赵胜道的不悦转移到一个晚辈身上。尽管他知道罗俊杰此次突破是接触了聚灵丹和赵胜道的力量，但一个15岁的少年能进入筑基中期，确实值得肯定。这时候另外6宗宗主也过来了，恭喜赵宗主了，俊杰这个名字取得好啊，果然是俊杰之才啊！15岁筑基中期何止是天才，简直是天才中的天才。想当年我们这些人都没人能做到这种程度，五行宗这位俊杰以后绝对是五行宗的实力担当。见到五行宗的罗俊杰不仅实力未曾受损，还借机突破了，这惊人的天资让除了玉灵宗之外的5位宗主都对五行宗发出了姣好的夸赞。玄天道宗、五行宗、玉灵宗作为8大宗门的上3宗，他们有自己的底气和傲气，但圣剑门、仙影门、药王谷、天宫阁、天机阁他们这下5宗却需要在这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审时度势。这2天下5宗都在衡量应该如何站队。此时这种情况，他们都觉得是罗俊杰能够使用唯一神器的可能性更大。一旦罗俊杰顺利使用上藏仙谷的唯一神器，那么五行宗会立即成为当之无愧的天下第1宗。能够在这时候和五行宗站在一起，对他们显然是有好处的。赵胜道当然听得出这些恭维不是在恭维罗俊杰，而是在恭维他。觊觎天下第1宗门许久了，这种被捧着的感觉已经让他有了一种自己就是天下第1宗门宗主的感觉了，脸上的高兴完全不加掩饰。哎，醒醒醒醒，结果还没出来呢，你在这里嘚瑟什么？温玉衡心里不爽也没有表现出来，伸手在赵胜道面前晃了晃。
谁说我嘚瑟了？我这是基于实力的自信。赵胜道拍开他的手，看着已经从山间露出头的太阳，说道：“3天的藏仙谷夺宝活动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温宗主，咱们是不是可以让苏阳和罗俊杰下去进行第2次尝试了？”温玉衡道：“你急什么？按照咱们开始的约定，谁赢得夺宝的魁首，并且赢得其他宗门领队的挑战，谁就能得到天下第一宗的威名。既然活动已经结束了，我认为咱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点宗门弟子的收获。简单的事情先处理，重要的事情放到最后。诸位怎么说？”“这个没问题。唯一神器是你们的五行宗玄天道宗的事情，与我们无关，确实应该先把收获清点一下。”我也同意。温玉衡的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先清点收获。赵胜道作为今年的活动主持，也不废话，直接飞到天空中，虚空而立，对着藏仙谷传音道：“诸位8宗弟子，第4天的太阳已经出现，藏仙谷3天夺宝活动到此也就正式结束了。首先恭喜所有在藏仙谷获得属于自己的天命法器的8宗弟子，根据以往的经验，你们的未来必将非同凡响，恭喜！没有得到远古法器认可的8宗弟子，你们也不用气馁。藏仙谷的远古法器确实很强，但也不代表没有得到的人就没有前途。有无数的事实证明一件事，修仙之路除了强大的法器，同样依靠修仙者本身强大的意志。你们的坚持、努力依旧可以让你们在未来成为一名强大的修仙者。现在，请所有人离开藏仙谷回来到这里，我们需要对各位的收获进行统计。你们为自己的宗门争光的时刻到了。”赵胜道的声音出现在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得到法器的人毫不犹豫地向着平顶峰飞身而来，那些没有得到法器的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说不尽的遗憾。有人还在借机得到法器的认可，可是3天时间都没有任何收获，最后一点时间又怎么可能有这个运气呢？看着大家身边的宗门弟子都在朝着平顶峰飞去，继续挣扎的人越来越少，再不甘心的人也知道自己的机会已经没了，只能飞身回去。8宗弟子很快就全部回到了平顶峰上，回到各自的队伍之中。五行宗的宗门长士第一时间清点各宗收获。天机阁，紫色法器3件，青色法器10件，灰色法器22件。天宫阁，紫色法器3件，青色法器11件，灰色法器19件。药王谷，紫色法器4件，青色法器10件，灰色法器25件。仙影门，紫色法器5件，青色法器15件，灰色法器25件。圣剑门，金色法器1件，紫色法器5件，青色法器12件，灰色法器20件。玉灵宗，金色法器1件，紫色法器7件，青色法器10件，灰色法器21件。五行宗，金色法器1件，紫色法器9件，青色法器15件，灰色法器23件。玄天道宗，金色法器1件，紫色法器9件，青色法器15件，灰色法器23件。宗门长士一边清点一边大声地把结果告知所有人。当玄天道宗的最后清点结束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流露出一抹极为怪异的神采。本来就紧张于哪个宗门能够夺得第一，现在更紧张了。玄天道宗和五行宗今年的收获完全一样。赵胜道和温玉衡相互对视一眼，两位宗主在片刻的诧异之后，立即爆发出了强烈的火药味。你们玄天道宗今年不错吗？居然能收获这么多。你们五行宗的运气好像用完了，今年也该是我们玄天道宗重夺第一了。温宗主，你这话说早了。赵胜道拍了拍身边的罗俊杰的肩膀。苏阳，让赵宗主看看你的实力。温玉衡不甘示弱，直接搂住苏阳的肩膀。所有人都知道，玄天道宗和五行宗之间的天下第一之争，最关键的时刻来了。苏阳和罗俊杰，谁能使用那件唯一神器，谁的宗门就是天下第一宗门。藏仙谷，那柄唯一散发着透明彩光的至强神剑，静静地漂浮在虚空之中。他已经从古老的战场上被人重新拔出，他自己知道是谁将他重新唤醒，但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将选择谁作为他的持有者。此时的苏阳和罗俊杰正站在神剑的前方，8宗宗主围成一圈，将他们两个包围在中间，8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谁能使用这件神器，他们第一时间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身后是8宗弟子，数百人的目光聚焦在苏阳和罗俊杰的身上，大家都在暗猜到底谁能获得这件神器的认可。不，既然能拔起来，说明他们之中肯定已经有一个人已经得到了神器的认可，但这个人究竟是苏阳还是罗俊杰，就没人能够猜得到了。苏阳，我相信你。人群中的温云瑶传音入耳，一个劲地给苏阳打气。苏阳只是微微一笑，脸上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自从容和自信。下来之前，他心中也在忐忑，无法确定这件唯一神器到底是不是属于他。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件唯一神器的面前，苏阳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双肾仿佛感受到了某种特殊的共鸣，
散发出比往日更强烈的蓝色光芒，从双肾流通的真元也异常活跃，仿佛受到了某种无形的召唤。苏阳已经注意到，这种特殊的共鸣感应会随着他和这件法器的不断靠近而不断加强。这些别人无从发现的细节，让苏阳意识到，他和这件法器应该已经建立起了某种特殊联系。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验证他的感觉。罗俊杰，你先开始，还是我先开始？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苏阳先开口了。如果我说我先，你肯定不愿意。同样的，你要是先，我肯定也不愿意出。所以咱们公平点，剪刀石头布，谁赢谁先。穿越到任何地方都有剪刀石头布。苏阳点点头，并不拒绝这个全宇宙最公平的方式。两个人的右手藏在背后，同时出手。苏阳出的剪刀，罗俊杰出的石头。你说了。获得优先权的罗俊杰脸上的自信更上一层，他背后的赵胜道也是喜上眉梢，仿佛已经胜券在握一般的笑了。苏阳也不说话，默默地退后几步。罗俊杰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深吸一口气，瞬间将自己所有的真元调集起来，强劲的气场卷起狂风，对于几位宗主自然是没有任何影响，但后面的普通弟子却被这强劲的气场给逼退半步。最内圈的各大宗门弟子都迎面感受到了罗俊杰的实力，同样是15岁，罗俊杰的实力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这也让很多人都下意识地认为，这件神器应该非罗俊杰莫属。罗俊杰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真元爆发之后，他也没有浪费时间，上去就握住了漂浮于空中的剑。这一次，这件神器并没有像第一次接触时那样疯狂地吸收他的真元，这让罗俊杰心中大喜。这个变化是不是意味着这件神器已经认可了他？那么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挥舞这柄神剑，震惊在场的所有人。他要用行动告诉在场所有人，金色法器又如何？那不是我不配，而是我罗俊杰值得拥有更好的天命法器。我罗俊杰便是万灵界3万余年来天资最高的旷世奇才啊！伴随着罗俊杰一声提气咆哮，他把自己所有的真元凝聚在手上，他想在所有人面前挥动这柄神剑，但整个藏仙谷回荡着他的咆哮，漂浮于空中的剑却纹丝未动。原本自信满满的罗俊杰顷刻间脸色骤变，神剑不是已经不再吸收他的真元了吗？这不是已经认可他了吗？为什么会这样？不可能，怎么可能不是我？罗俊杰催动丹田，将所有真元都调集起来，再次一声咆哮，试图挥舞面前这把神剑，但神剑依旧纹丝不动。不信邪的罗俊杰在极度的不甘中连续试了5、6次，真元耗尽了也无法让神剑动哪怕一丝半毫。他身后的宗主赵胜道所有的表情都在脸上凝固了。居然不是罗俊杰，居然不是罗俊杰！此刻的他哪还有先前的狂傲，整张脸比死人脸还要难看100倍。那些先前主动站队五行宗的宗主此刻也尴尬的一批，他们也万万没想到天资如此之高的罗俊杰居然不是神剑所选的持有者。那么答案已经很明显了，神剑的持有者必然是来自玄天道宗的苏阳。相比之下，此时站在苏阳背后的玄天道宗宗主温玉衡心里所有的紧张和忐忑都随着罗俊杰的失败彻底放下了。神剑不可能选择2个人同时作为他的持有者，那么苏阳毫无疑问就是神剑的持有者了。这件神器在藏仙谷静静地等了3万余年，居然属于来自玄天道宗的一位弟子。此时的温玉衡作为玄天道宗的宗主，激动的想要大笑出来，而后面的温云瑶所有的激动已经表现在脸上了，恨不得上去给苏阳一个个大大的拥抱。若要说玄天道宗里有谁不高兴，也就江沐晨和他几个死党了。不过此时的江沐晨此时的不高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从他自己的角度还来说，这件神器属于苏阳，让他所有的优势顷刻间烟消云散，他想报复苏阳的想法也彻底不再现实。但是站在宗门弟子的角度上来说，江沐晨自然还是希望苏阳能够夺得这件神器的，毕竟他赢了，他江沐晨还是天下第1宗的弟子，他输了，他也就成了天下第2宗的弟子了，这也是他不愿意的。妈的！江沐晨对于自己现在的心态也只能发泄于一声自嘲。此时的场上，8大宗门所有人的目光齐聚在苏阳身上。尽管大家都已经预想到这件神器必然属于苏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期待亲眼看到这位来自玄天道宗的天才少年拿起这柄来自3万余年之前的至强神剑。谁都知道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虽说这柄神剑跨过历史长河重新出现在修仙世界意味着什么，但他们都知道自己将在此刻见证一位强者的诞生。去吧！苏阳身后的温玉衡拍了拍苏阳的肩膀，加油！温云瑶忍不住跑上去给苏阳打气。苏阳点点头，来到神剑面前，看着这柄颇为秀气的顶级神剑，苏阳也是深吸了一口气，将真元凝聚于手上，一把握住剑柄。握住的瞬间，苏阳感受到自己的双肾爆发时强大的光芒。
苏阳随手一挥，神剑如臂使指，一声如凤凰冲天的剑鸣，顷刻间响彻藏仙谷。神剑上所篆刻的不像这世间的繁杂符文也在同时亮起。随着这些符文被激活，更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藏仙谷中数以百万计的远古法器中，竟有一半法器仿佛收到了某种感召，爆发出猛烈的光芒，随即全部从地面飘起。神剑之上的彩光也跟着猛然爆发，随即这些彩光通过苏阳的手快速融入苏阳的身体，在所有人惊愕到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目光注视下，苏阳的身体也跟着爆发出耀眼的华光。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周身散发着彩色光华的苏阳手持神器，如同先帝一般飘向苍穹之上。那些收到感召漂浮而起的几十万件远古法器也跟着一起盘旋着飞向苍穹，如同密集的剑阵一般盘旋在苏阳周围，场面震撼至极。苏阳能感觉到自己正漂浮在空中，但他看不清周围，眼前只剩下一片朦胧的彩色华光，如同液体一般流动着。就在这华光异彩之间，他隐约看到了一名极为美艳的女子正在对他微笑，随后轻启红唇对他说了句什么。苏阳不懂唇语，看不懂他说了句什么，但从他微笑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句比较友好的问候。华光之中的女子说完话，微笑着朝他走过来。苏阳能感觉到随着他的靠近，自己的双肾正在爆发出强烈的光芒，带动他的真元在体内疯狂运转。而苏阳自己的内心竟也被勾起了某种奇特的悸动。这个华光中走来的女人明明一片朦胧，可他眼前所看到的画面却意外的清晰起来，流瀑般的秀发，精致细腻的五官，修长的腿，如藕的臂，柔美的曲线，还有她脸上神圣威严中带着温柔的笑容。这个女人不像是从华光中向他走来，更像是从他的记忆深处走来。苏阳可以确定自己是第一次见到她，但却莫名的有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熟悉到当这个女人靠近他的时候，他下意识的伸手去抚摸她的面庞。华光中的女人没有避让，神圣的脸上流露出更加温柔的微笑，甚至主动用脸轻蹭他的手掌。片刻的温柔注视之后，女人张开双臂抱住了苏阳，随即她身上的彩色华光开始融入苏阳的身体。苏阳只觉得一股无比强大的灵气灌入他的体内，整个丹田迅速被这股不像是来自这世间的强大灵气覆盖。这磅礴的力量甚至让苏阳担心自己的丹田会承受不住这样的力量而崩溃。幸好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股力量极为强大，对他却极为温柔，并没有对他的丹田造成任何损害，甚至极为亲和地融入他的丹田。女人身上的彩光消失之后，苏阳身上的彩光也跟着消失了，而这个拥抱着他的女人也跟着彩光一起融入了他的身体，所有光彩消失无踪。苏阳手中的神剑也不再散发着光辉，其上复杂的符文也重新变得暗淡。那些因感召盘旋在天空中的法器也顷刻间如疾风暴雨一般自由落体，重新掉落在藏仙谷之中，继续散发着淡淡的光芒。就在这个神秘的女人融入苏阳的身体，神剑之上所有光彩都消失的瞬间，万灵界某处山脉中，延伸至地下极深处的一个洞窟之中，一个美艳而虚弱的女子从修炼的状态中苏醒。你好像苏醒了，我就猜到你留了后手。哼！女子的眼眸中闪烁着极为复杂的神采，有不甘，有愤怒，却又带着一种得知好消息之后的释然，甚至有一点小小的喜悦。既然你苏醒了，我也该出来活动活动了。女子的目光重新变得冰冷，身上的气息更冷，本就冰冷的洞窟因为她的气息迅速凝结上一层坚冰。藏仙谷，当所有光华消失，苏阳的视线重新恢复清晰。此刻他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慨，他自己都搞不懂这感慨因何而来。这女的是神剑之上的剑灵，还是原主未散的残魂？我也没见过她，为什么会对她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理论上来说，他是绝不可能见过她的，毕竟他是从蓝星穿越过来的，而他就算是在蓝星，也从来没印象自己见过她。来到万灵界之后，他就加入了玄天道宗，除了宗门里的师姐师妹，还有一些宗门女性长辈，就没接触过更多的女人。但他此刻的感慨很明显，像是对他非常熟悉的感觉。妈的，该不会是魅魔要夺我舍吧？想到刚刚那个美艳的女子融入他的身体，这个可能让苏阳打了个寒战，立即沉心静气内视身体每一个角落，尤其是被神剑的力量所覆盖的丹田，是他重点检查对象。意外又庆幸的是，苏阳并未检查出任何异常，他的体内并没有出现第二个魂魄，他的丹田也非常正常，而他体内包括意识海中也没有任何异样。那个女人融入他的身体之后，似乎完全化作了他的力量的一部分消失了。虽然有点搞不懂，但好在苏阳并不是纠结的性格，既然他已经吸收了神剑之上所有力量，未来只要将这些强大的灵气转化成自己的真元，想必所有的担心都可以烟消云散。收回担心，苏阳把注意力放在了手上这柄神剑上面，眉头微皱，剑上的力量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剑上所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也跟着消失了，这让他看起来和普通的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苏阳将真元探入剑内，眉头渐渐舒展。神剑依旧是神剑，但此时的神剑已经完全属于他，原本的一切烙印都消失无踪了，显得神剑需要跟随他这个现主人重新修行，才能逐渐恢复其强大。也就是说，现在的这柄神剑会跟着他的强大而强大。可以这么说，他有多强，这把神剑就会有多强。神剑的强度完全由他这个主人来塑造，这倒也不错。苏阳脸上露出一抹笑意，至少神剑的基底还在，未来的上限非常高。深吸一口气，苏阳持剑降落。苏阳，恭喜你！我就说得到神剑的人一定是你。温云瑶第一时间上去恭喜，脸上的开心和激动完全是为了他，和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苏师兄，恭喜啊！不愧是我们的领队，太强了，居然拿到了藏仙谷的唯一神器。苏师兄，以后有你在，咱们就再也不用担心其他宗门的挑衅了。苏师兄拿着这把神剑，帅呆了。玄天道宗的弟子们也纷纷上来表示祝贺，眼神中那羡慕自然不用多说，除了羡慕此时更多的人对手持神剑的苏阳产生了无法言语的崇拜。毕竟这把剑3万余年无人可以得到，那些曾经尝试拿起这柄神剑最终失败的人，很多都已经是一方大佬。而苏阳这个3万余年来唯一得到这件神器认可的人，他未来的成就有多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苏阳，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江慕辰，此刻也带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来到苏阳面前，向他表示祝贺。恭喜了！虽然没说太多恭维的话，但是江慕辰已经很清楚的知道，手持神剑的苏阳从任何一个层面上来说，都已经跟他不在一个层面了。他已经是一个他得罪不起且不能得罪的人了。回头还要挑战我吗？苏阳看到江慕辰这副吃了苍蝇的模样，忍不住打趣了一句。江慕辰尴尬的直抽抽，你别逗了我，你要是拿的是件金色法器，那我肯定还要挑战你，但你现在直接那把神器，我拿什么挑战你？嗨嗨，那个以前是我不自量力，希望以后别跟我计较。江慕辰有生以来第一次跟人道歉，尴尬的很，但眼神却极为真诚。江慕辰只是傲，不是真傻。此时的苏阳已经不是他，甚至不是他背后的家族可以轻易得罪的了，继续犯傻只会给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听到江慕辰的道歉，苏阳淡淡一笑。事实上，苏阳从始至终就没打算跟他计较，或者用更准确的话来说，他从始至终就没把他的挑衅当回事。苏阳一直说他是煞比，若是还跟煞比计较，那自己和煞比又有什么区别？苏阳，好样的！温玉衡笑着来到苏阳身边，重重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见他修为并未受损，实力依旧处在巅峰，拉着他来到人群的正中央。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温玉衡傲气十足的说道：神剑归属于我玄天道宗，那我宗门弟子苏阳所得。我玄天道宗今年的夺宝数量最多，品质最好，第一之名实至名归。那么按照我们8宗之前的约定，谁想来挑战我玄天道宗领队苏阳？温玉衡举起苏阳握着剑的右手，神剑自身虽然不再散发光彩，但神剑的锋芒在阳光下依旧散发着震慑人心的寒芒。除了玄天道宗，此刻的五行宗、玉灵宗、圣剑门、仙影门、药王谷、天宫阁、天机阁7大宗门都是面面相觑。如果苏阳只是拿到了一件金色法器，那么天下第一宗的挑战他们不会有丝毫的犹豫，毕竟谁赢了就有可能成为天下第一宗。这可不只是一个威名或者美名这么简单的东西，一旦成为天下第一宗，其背后无形的好处数不胜数。但现在苏阳得到了藏仙谷中唯一神器的认可，成为了唯一神器的持有者，事情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万余年从来没有人能够得到神剑的认可，哪怕是他们这8宗宗主年轻的时候也曾试过拿起神剑，还有宗门里的长老和太上长老，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都试过这把剑，都以失败告终。而苏阳得到了神剑的认可，这意味着苏阳这个年轻人未来有很大的机会成为整个万灵界为之震动的大能，而他所在的玄天道宗必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留天下第一宗的威名，甚至很有可能玄天道宗会在他的带领下踏上一个从未到达过的高峰。这种情况下继续争夺这个所谓的天下第一宗显然有点愚蠢，更何况苏阳的实力本来就是今年所有人里最强的，再加上他得到了神剑的认可，加上神剑的加持，想要战胜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温宗主说笑了，玄天道宗这个天下第一宗实至名归。实至名归，本来今年的夺宝活动玄天道宗就是收获最多、品质最佳的第一名，再加上苏阳小侄得到神剑的认可，这还用比吗？我们天机阁退出竞争，圣剑门也退出竞争，这天下第一宗还得是玄天道宗才有资格。仙影门也退出此次天下第一宗的竞争，玉灵宗本就无意争夺这天下第一宗的名号，自然是继续支持玄天道宗。
玉灵宗的叶苍龙此时的心情倒是不错，玉灵宗与玄天道宗本就要结成亲家，玄天道宗的实力更强了，对于玉灵宗来说不算是坏事。这下7宗之中，除了五行宗，另外6宗全部主动放弃了接下来的挑战，直接把赵圣道架到了火上烤。赵圣道现在肺都要气炸了，谁得到唯一神器他都没这么生气，偏偏是玄天道宗的弟子得到了这件神器。他想挑战吗？当然想，想得不得了，但他毕竟是宗主，脑子还是很清醒的。因为这件神器的重新出现，事态已经完全脱离了他原先的预期，此时再争天下第一宗的名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哪怕罗俊杰能在挑战中战胜苏阳，只要神剑还在苏阳手上，五行宗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天下第一宗，这是他不想承认也必须承认的事实。老温，你的运气真的是没谁了，到底是哪给你找到这么一名弟子，居然能得到唯一神器的认可？得，我认输，这天下第一宗的名号还是你们玄天道宗的，以后呢，这事我也不提了，回头我请客，哥几个一起到我那里去喝一杯，赏不赏脸？赵圣道终究是一宗之主，心中的那口气泄了，脸上的表情也就马上跟着发生了变化，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又不太伤害自己的尊严。温玉衡笑了，此刻的他心情无比的好。苏阳以一人之力不战而胜7宗，这让温玉衡忍不住搂住苏阳的肩膀，哈哈大笑。老赵你愿意请客，那我怎么能不赏脸呢？温玉衡同样作为一宗之主，而且还是作为8宗之首的他，又怎么可能是小肚鸡肠毫无大局的匹夫？既然赵圣道已经认输了，他又怎么可能不给他一个台阶下？想了想，温玉衡又补充道，藏仙谷之行结束之后，大家先把宗门内的事情处理处理，然后我们一起去你那里聚一聚，共商大事，如何？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8个人每年都在藏仙谷相聚，但是私下相聚好像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情了，也确实应该好好聚一聚了。温玉衡同意赵圣道的邀请，其他几位宗主自然不会拒绝。8宗宗主再次谈笑风生，似乎之前的一切不愉快都不曾发生过。但是五行宗的罗俊杰却过不去心中的这个坎。宗主，我有一个不情之请。罗俊杰站出来打断了8宗宗主相谈甚欢的气氛。赵圣道眉头微皱，你想干什么？宗主，弟子想以个人名义对苏阳发起挑战。若是弟子输了，天下第一宗的威名依旧是玄天道宗的，若是弟子赢了，也同样不妨碍玄天道宗天下第一宗的威名。这只是五行宗和玄天道宗弟子之间的交流切磋，请宗主允许。罗俊杰出身世家，自然能看出来此时大局已定，宗主已经放弃了天下第一宗的争夺，哪怕他赢了苏阳，宗主也不可能接下天下第一宗的这个名号。但他罗俊杰就是不甘心，就是单纯的不服气。他从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比苏阳差。藏仙谷夺宝活动没有任何收获，只能说明他的运气不好。而苏阳能够得到神剑的认可，或许他未来很强，但此时此刻，罗俊杰并不认为他拥有无可战胜的实力。他要的只是证明自己。胡闹！此事已经结束，就此打住，不要再节外生枝了。赵圣道板着脸说道。宗主，这只是弟子的个人行为，与宗门无关。罗俊杰此时胜负欲高涨，哪里听得进去那么许多，丢下一句话便直接朝着苏阳冲了过去，速度之快令人措手不及。苏阳自然不会等着罗俊杰打到面前，既然他愿意挑战，苏阳也不会避而不战。而且罗俊杰没有使用武器，苏阳也不会拿自己刚刚得到的神剑来欺负一个没用武器的人。苏阳体内真元运转，同样朝他冲了上去。罗俊杰双掌齐出，土黄色真元澎湃而出，地上2条杀威猛的土龙破地而出，带着碾碎山岳的气势直扑苏阳。这是他五行宗嫡传的裂地龙掌，威力刚猛无仇。苏阳也不虚，双手掐诀，直接就是一个中阶水系法术大海无量，背后狂涛顿起，10米高的巨浪直接拍上去。你不知道土克水吗？罗俊杰冷笑一声，土龙不闪不避，直接冲上去。土系法术和水系法术的交锋，自然是水系法术吃亏。罗俊杰仅用1条土龙为代价，就破了苏阳的大海无量，另一只土龙气势凶猛的直扑苏阳而去。苏阳不知道水克土吗？怎么可能？他虽然不是五行宗的人，但在修仙界五行相生相克是幼儿级的常识。吸引了土龙的第一波攻击之后，苏阳猛地提速，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冲向罗俊杰，同时真元汇聚于右拳，一拳轰了过去。罗俊杰脸色巨变，没料到苏阳的反应这么快，压根就没打算跟他玩法术对决，直接就要靠真元来一决雌雄。但他也不是怕事的主，既然要来真元对决，那就来吧。罗俊杰调转真元，汇聚于右拳，同样是一个踏步朝着苏阳轰了过去。轰！2道真元悍然对撞，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气浪翻滚，黄沙激荡，靠得近的弟子
被这真元的余波掀得掩面连退。黄沙之中，一道身影飞退，噔噔噔连退10余步，才勉强稳住身形，每一步都在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短暂的交手，只感到一股难以抗拒的强悍真元沿着手臂轰然传来，震得他气血翻腾。噗！罗俊杰刚站稳，胸腔一口气带着血腥子一起喷了出来，漫天黄沙在风中散去，露出苏阳的身影。苏阳立在他刚刚出拳的位置上，身上的气息沉稳不破，强大的真元萦绕在身体周围，黄沙甚至不曾沾到他的衣角。围观的八宗弟子都是猛地倒抽一口凉气，好强！只一拳就击溃了罗俊杰，这实力太恐怖了。大家都是八宗弟子，虽说实力上各有差异，但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罗俊杰已经爆发出了他作为筑基中期全部的真元，其真元水平本来就比一般的弟子更加浑厚，更加强大，中期水平的实力境界更强了。即便如此，苏阳还是只用了一拳就打散了他凝聚的真元。那一瞬间，苏阳所爆发出来的真元更加的浑厚，更加的强大。同样是中期水平，苏阳的真元强度甚至是压倒性的，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打散罗俊杰的真元之后，苏阳收了力，否则这一拳恐怕能直接穿透他的身体，轰碎他的丹田，让罗俊杰再无修仙的可能。玄天道宗的队伍里，惊讶过后的众弟子满眼都是崇拜，而在人群中的江沐晨此时已经在庆幸自己先前的明智决定了。事实证明，真找苏阳单挑，他必输无疑，除了进一步得罪苏阳，没有一点获胜的可能性。而八宗宗主，哪怕是玄天道宗的宗主温玉衡，看到苏阳此次出手，也都颇为惊讶，更不要说另外6宗宗主了。他们看得更细，苏阳的真元比一般的筑基中期强非常多，而且他对自身真元的掌控力极为精细，可以说做到了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收放自如。若不是他最后一下收了力，这一拳可不是打退罗俊杰这么简单，必定一拳打废罗俊杰。玄天道宗居然出了这么一个可谓妖孽的弟子，难怪藏仙谷的唯一神器都愿意为他所用。7宗宗主下意识地对视一眼，此时都明白刚刚选择放弃挑战是个明智的选择。罗俊杰，够了，你不是苏阳的对手。赵圣道上前给了罗俊杰一颗丹药，让他服下。罗俊杰怔怔地看着苏阳，天才的不甘是因为不知道天才与天才之间也有巨大的差距，挑战苏阳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机会战胜他，但现在苏阳仅用一拳就击碎了他的狂妄。此时的罗俊杰已然认识到，苏阳是他面前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他现在不可战胜的对手。苏阳的这一拳击败了他，但这一拳只是击碎了他的狂妄，并没有击碎他的自尊，反而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苏阳的差距。我输了，你确实比我强，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目标，我罗俊杰会绝不会有任何松懈，以后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修炼上，你若是松懈了，我一定会超过你的。罗俊杰调整了一下气息，大大方方地走到苏阳面前，所有的不甘都在此刻变成了的自己更加努力修炼的动力。你也很强，不负天才之名。苏阳大大方方地伸手和他握了一下，单就以修仙者的资质来说，五行宗的这个罗俊杰绝对是天才，这一点毋庸置疑。坦白说，苏阳还蛮欣赏这个心高气傲，同时又能愿赌服输的罗俊杰。老温，你真是捡到一个宝啊！赵圣道感慨了一句，这一句感慨引来了其他几位宗主极为默契的点头。羡慕2个字就差直接写在脸上了。为什么他们想争天下第一宗的名头？这就是显而易见的答案。如果他们的宗门是天下第一宗，那么苏阳这个妖孽级别的天才大概率会出现在他们的宗门里。可惜就算修仙界也没有那么多如果，羡慕羡慕也就得了。宗门之幸，宗门之幸。温玉衡看着身边的苏阳，心里哈哈大笑，但也没敢太嘚瑟，对赵圣道说道：老赵，你是今年的主持，你倒是继续主持大局啊。赵圣道这才反应过来，差点忘了他是主持这事了。飞到天空中，对下方8宗弟子说道：藏仙谷夺宝活动已经正式结束，8宗弟子请回到自己的营地稍作休整。按照惯例，所有在藏仙谷夺宝活动中有所斩获的8宗弟子都有机会获得在藏仙谷附近提前寻找属于自己的灵宠的机会，今年也不例外。藏仙谷附近的灵气充盈，这里的灵兽异常强大，实力远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灵兽更强。你们若是有机会在这里获得一只属于自己的灵宠，将让你们自身实力再上一个台阶。大家回到营地休整3天，3天之后，8宗有所斩获的弟子可以开始藏仙谷之行的第2项活动，为你们自己提前寻觅灵宠，进一步增强你们自己的实力。随着赵圣道的声音，8宗弟子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那些未能有所斩获的弟子失望更上一重，但那些有所斩获的弟子则是兴奋和期待更上一重。天命法器和灵宠作为修仙者2大外质力量增幅，一次藏仙谷之行就能全部搞定，
谁能不兴奋？藏仙谷的法器异常强大，藏仙谷的灵兽同样异常强大，能在这里同时收获法器与灵宠，谁也不会浪费机会。八宗弟子开始撤离藏仙谷。苏师兄，你这剑拿在手上真他妈的帅。苏师兄，以前我被你揍的时候还有点不服气，今天看你一拳就把五行宗那个罗俊杰给打吐血了，我终于知道咱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了，多谢苏师兄以前手下留情。苏师兄有空教教我呗，我也想提升一下实战。玄天道宗的一众弟子兴奋地簇拥着苏阳，一个个的眼神里都透着显而易见的崇拜和敬仰。就连一向对苏阳不爽的江沐晨此时也是心服口服，哪还有一点不爽？不只是玄天道宗的弟子，其他七宗的弟子何尝不是呢？看着苏阳的目光同样透着崇拜。神剑之主一拳击败五行宗天才罗俊杰，要不是已经加入了其他宗门，都恨不得加入玄天道宗和苏阳同宗同门了。人群后面，温云瑶并没有和苏阳挤在一起，他的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他是发自真心的为苏阳感到高兴。他的目光转向玉灵宗，脸上的笑容跟着消失了。这一次既然跟着苏阳一起来了藏仙谷，他自己的事情也应该借此机会解决好。叶金寒注意到了温云瑶的目光，放缓脚步来到她的身边。云瑶妹妹，好久不见，这几天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聚聚，不过一直没等到合适的机会。现在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不知道云瑶妹妹有没有时间，我们叙叙旧。叶金寒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有一种文人般的雅致，又有一种仙风道骨的随和。如果修仙者应该有一个具体形象的话，那么叶金寒的形象就是修仙者的最佳代言人。温云瑶没有直接回应他的邀请，斟酌片刻之后才说道：也好，我们确实好久没有好好的聊一聊了。叶师兄，今天中午你叫上你爹，我叫上我爹，我们两家坐在一起好好的吃个饭聊聊天，你看如何？我的意思是说，我和云瑶妹妹两个人聚一聚。我知道叶师兄的意思，不过我觉得我们两家人先聚一聚，如果聚完之后叶师兄还想和我叙旧的话，我可以和叶师兄叙旧。温云瑶说道。叶金寒眉头微微一皱，不太懂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又怎么可能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呢？也便说道：既然如此，我去准备准备。好，那我去找我爹。温云瑶也不再理他，找他爹去了。今天晚上他要把自己身上的麻烦解决掉，这样才能安安心心的坐在苏阳身上和他一起修炼。温云瑶脸色绯红，但眼神极为坚定。从藏仙谷出来之后，各位宗主带着自家弟子各自回到仙船。玄天道宗的仙船上，温玉衡把所有人聚集在甲板上。今年的藏仙谷活动的第一阶段到此结束了，没有收获的诸位弟子也别难过，没有得到天命法器并不代表你们没有未来，希望你们把这次的遗憾当作是你们修仙途中的一个小小挫折，而不是以此断定自己没有资质或者资质不佳。我作为宗主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温玉衡首先安慰没有收获的弟子，甚至把自己女儿给拉了出来。他道：云瑶作为我的女儿，她的资质是相当不错的，但去年她在藏仙谷夺宝活动中也是毫无斩获，但是这就能证明她没有前途吗？我看也不见得。同样的，你们也是如此。希望你们回去之后有更强的动力好好修炼，未来你们有机会锻造出属于自己的本命法器，那才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刻。诸位弟子辛苦了，现在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吧。温玉衡手一挥，仙船边上又出现了一艘仙船。他道：仙船会自动带你们返回宗门，回去之后你们可以选择休息调整一段时间，也可以化遗憾为动力好好修炼。记住，未来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上，如果一次遗憾就能击败你们，那么你们才是真正没有前途的修行者。谨遵宗主教诲。虽说遗憾，但温玉衡的这番话也确实鼓舞到了这些没有收获的弟子，登上另一艘仙船，先行一步返回宗门去了。此时留下的都是在这次藏仙谷之行中有所收获的弟子。送走他们，温玉衡扫视众人道：那么接下来恭喜在场的每一个人，不论是获得了金色法器的认可，还是获得了灰色法器的认可，对你们未来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好处。同时每一位有所收获的弟子回去之后都将得到宗门更多的修炼资源，帮助你们在修仙之路上走得更远。你们是宗门的未来，现在的你们以宗门为荣，希望未来宗门以为你们为荣。多谢宗主。有所收获的人此时自然是个个兴奋。温玉衡压压手，对站在最前面的苏阳说道：苏阳，你过来。是。苏阳走到温玉衡面前，温玉衡拍着苏阳的肩膀高声说道：今年的藏仙谷之行，我们玄天道宗迎来了有史以来最高光的时刻。苏阳得到了藏仙谷中的唯一神器，成了神剑之主，这是苏阳的荣耀时刻，也是玄天道宗的荣耀时刻。我宣布，从今天起，苏阳就是我的关门弟子。等到藏仙谷之行的活动正式结束，我会亲自主持一场盛大的收徒仪式，届时玄天道宗所有长老也都会一同参加，共同见证这个特殊时刻。
哗！一众弟子一片惊呼，一个个的脸上都是不可置信的惊讶。据说玄天道宗创建至今2万余年的历史中，历任宗主从未收过一个徒弟，现任宗主居然为了苏阳打破了这个万年之久的规矩。宗主的关门弟子啊，而且还是唯一的关门弟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限的修炼资源，意味着实力快速增长，意味着仙途坦荡，甚至意味着苏阳有很大概率会成为玄天道宗的下一任宗主。这是何等荣耀，谁能不惊讶？宗主，这好像不合规矩，长老阁明确规定玄天道宗宗主不得收徒。一位宗门长士小声提醒，此事我自会说服长老阁。温玉衡看了他一眼，宗门长士张张嘴还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把话收了回去。苏阳已经不是那个被笑3年无法突破筑基的废物了，而是远古神剑之主，是整个万灵界最有潜力的修仙者，成为玄天道宗宗主的关门弟子，好像也合情合理。长老阁可能真会为苏阳破例。恭喜苏师兄！江沐晨第一个送上祝贺，哪还有半点不服？恭喜恭喜！一众弟子反应过来之后，都是连忙送上祝贺。多谢宗主厚爱。苏阳会拒绝吗？他又不傻，怎么可能拒绝？有机会获得更好的修炼资源，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他是万万不会拒绝的。万灵界本就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前几日听几位宗主的对话，貌似魔道又有卷土重来的势头，未来恐怕不会那么轻松，只有更强的实力才能保障自己更好的活下去。藏仙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法器？据传闻是第一纪元末的一场仙魔之战留下的，从战场上留下的法器数量就可以推断得出来，这一场仙魔之战直接让数以百万计的修仙者命丧于此。若是真的再来一场如此规模的仙魔战争，怎么活下来？只有靠实力。所有苏阳不会拒绝任何可以让自己变强的机会，这是一个修仙者必要的觉悟，更是一个穿越者必要的觉悟。苏阳，恭喜你啊！温云瑶笑盈盈地对苏阳说道。谢谢。苏阳同样报以一笑。温玉衡看了看他们两个，继续说道：好了各位，第一阶段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接下来3天你们可以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为争夺灵宠的活动做好充分的准备。说到这里，温玉衡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远古法器因为数量众多，所以各宗之间的争夺并不激烈，但是强大的灵宠并不是随处可见，而且很有可能出现几个人同时看上一只灵兽的情况，这时候必不可少的会出现争斗，你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作为宗主，我能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不要赌命。强大的灵宠固然能极大程度的提高你们的实力，但如果没命了，实力不实力的就已经毫无意义了。有时候退后一步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走得更远。尤其是你，苏阳，你已经得到了藏仙谷的唯一神器，哪怕你没有在这里得到灵宠也无所谓，保住性命，不要遇到危险，是你现在首要考虑的事情。哪怕你直接弃权不参加接下来的活动，我也表示支持。温玉衡对苏阳说的这番话极为严肃。苏阳明白他的考量，但有机会得到强大的灵宠作为自己的实力延伸，苏阳又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机会？苏阳谨记宗主提醒，灵兽争夺的时候，苏阳一定会慎之又慎，绝不会把自己陷入可能致命的危险之中。提升实力就是为了更好的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活下去，他本来也不会让自己陷入致命的危险。那好吧，温玉衡也不好直接让苏阳放弃接下来的活动，又叮嘱了一句不要让自己陷入任何危险。你对宗门至关重要。明白宗主。苏阳点点头。这时候一位宗门长士走过来，在温玉衡耳边说了几句。温玉衡对众人说道：你们好好休息调整一下。对了，最后提醒你们一件事，你们现在在藏仙谷范围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修炼上面，该休息就休息，该调整就调整。这是为什么？苏阳好奇地问了一句。因为藏仙谷附近除了万灵界本身的灵气之外，还掺杂着大量来自上界的灵气，上界的灵气吸收之后是无法在体内转化成真元的，还会在体内长期滞留，无法排出，阻碍日后的正常修炼。温玉衡随口解释了一句，带着温云瑶便离开了。苏阳听完他这番解释之后，脸色大变，立即返回自己的仓房之中。苏阳在床上盘膝而坐，第一时间检查自己体内的真元情况。先前他昏迷的时候，云瑶师妹帮他恢复的过程中，他吸收了大量来自外界的灵气。宗主这么一说，他无法肯定自己吸收的是万灵界普通的灵气，还是说把混杂着上界灵气的2界灵气一起吸收进入体内了。如果吸收了上界的灵气之后真的无法转化成真元，还会滞留在体内阻碍修行，那就完蛋了。他那2天可没少吸收外界的灵气。事关日后的修行，苏阳检查得格外仔细。好在检查一番后，苏阳发现体内并没有异常的灵气滞留，但是苏阳的心情并没有因此放松。他不确定这2天和云瑶师妹的修炼是在不知不觉间过滤了来自上界的灵气，因此没有把上界的灵气吸收进入体内，
还是把混杂的灵气都吸收了，而且也顺利炼化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真元。如果是后者的话倒还好，他甚至可以高兴高兴，但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盘踞在丹田的来自神剑的庞大灵气，全部都是来自上界的灵气，浑厚、粘稠、蕴含的力量远比万灵界本身的灵气更为强劲。如果两界的灵气做一个比较的话，万灵界本身的灵气就像清澈的水，而来自上界的灵气更像是浓稠的油。如果他无法吸收来自上界的灵气，那就意味着这把神剑直接毁了他的修仙之路。妈的，难怪藏仙谷这里如此丰富的灵气，却没有人愿意在这附近建立宗门。苏阳揉了揉太阳穴，现在只能等云瑶师妹回来，晚上让她陪自己修炼，看看能不能把盘踞着丹田的这些上界灵气给吸收了。温玉衡带着女儿温云瑶来到玉灵宗的仙船上，仙船上已经备好酒宴，这是我们两家的私宴，你们先下去吧。其他人都没说话，温云瑶开口就把餐厅里的其他人支走了。叶苍龙、叶惊寒，甚至是他爹都没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也都没多想，毕竟这确实是他们两家人的私人聚会，也正常下去吧。叶苍龙开口同意之后，无关人员这才离开。餐厅里只剩下叶苍龙和他儿子叶惊寒，还有温玉衡和他女儿温云瑶。来，惊寒跟我说云瑶想要两家人聚一聚，我回来就让人安排宴席了。叶苍龙招呼大家落座。老温，我们也有1年没有坐在一起喝酒聊聊天了，两个孩子也是，也有1年没见了，真是女大18变啊！1年不见，云瑶出落的更加亭亭玉立了，已经是个十足的大姑娘了。惊寒也是啊，这1年不见，修为又增长不少，天之骄子啊！温玉衡自然是跟着客套了一句。哎，要说天之骄子，你们那苏阳才是真的天之骄子啊！我是万万没想到，居然有人能够获得唯一神器的认可，真的把我给惊到了。恭喜了老温，你们玄天道宗未来1000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将稳坐天下第1宗的宝座了。叶苍龙举杯，虚名而已，我自己都十分意外，纯属运气而已。温玉衡同样举杯，两个人碰了一下，都是一饮而尽。云瑶妹妹，我特意让人给你准备了果酒，我们也喝一杯。叶惊寒给温玉衡倒了一杯果酒，温文尔雅的笑容就像这温和的果酒一样，容易让人放下所有戒备。温云瑶点点头，并没有拒绝，喝了一杯。哈哈，云瑶都会喝酒了，以前你这小丫头一碰就脸红扑扑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喜欢哄你喝点酒，我们家惊寒总是怪我不该逗你，从小就护着你，没想到一转眼你们两个人都长大了。叶苍龙轻笑，又喝了一杯之后，似有意似无意地说道：时间真是快啊，你们两个都这么大了。老温啊，你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看要不我们就今年找个良辰吉日，把这两个小家伙的婚事给彻底定下来好了，结两家万年之好。我当然没意见。温玉衡也是笑着举杯，两家长辈都是畅快地喝了一杯。惊寒听从安排，叶惊寒的脸上流露出一抹微笑，看着温云瑶，脸上的表情自然是欣喜的。屋里4个人，只有温云瑶听到这话，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酒杯。我不同意。温云瑶深吸一口气，放下酒杯站起来，对着叶苍龙、叶惊寒还有他自己老爹都是行了一个礼。3个人都是愣住了，有些错愕地看着他。请恕云瑶不能遵从你们的安排。以前云瑶还小，并不太明白婚约的意义，所以没有拒绝。但是现在云瑶已经长大了，云瑶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我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并不喜欢金寒哥哥。如果金寒愿意当我的哥哥，我是完全没有意见的，我愿意一直称呼金寒为哥哥。但是如果说要让金寒哥哥成为我的丈夫，我是不愿意的。我对金寒哥哥并没有那方面的感觉。再者，金寒哥哥天资过人，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而我虽是宗门嫡女，但在修炼上的资质远不如金寒哥哥。毕竟我在去年的藏仙谷夺宝活动中，连一件灰色法器都没有收获，我这样的人肯定不配成为金寒哥哥的妻子。温云瑶鼓起勇气，把自己要说的话全说出来了，拒绝这个婚约的态度已经表达得极为明显了。叶惊寒道：藏仙谷的夺宝活动并不代表修炼天赋本身，我觉得云瑶妹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原因自贬。你小年纪已经是筑基中期了，天资丝毫不逊色于我觉得这方面完全不用多想。可我对你没有这方面的感觉。温云瑶见他不依不饶，稍想片刻之后直言道：金寒哥哥，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云瑶没有办法喜欢你，因为我已经心有所属了，我只想和那个人厮守终生，这辈子也不会再跟其他男人的，请你理解。叶惊寒脸上习惯性的笑容彻底僵硬了，一丝尴尬和怨恨在这僵硬的笑容之下埋藏着，而他这怨恨的表情很明显不是针对温云瑶，而是针对那个夺了他所爱的男人。云瑶，你是不是喝了点酒醉了？温玉衡看着女儿好一阵，眼神中透着复杂的神色。女儿今天的举动让他感到意外，但他所说的这番话又让他感觉并不意外。爹，我没有喝醉，我说的是真心话。这场婚约本来就是你们私下的决定，
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那时还小，只是没有拒绝，但你们不能默认等同于我同意，不是吗？我现在长大了，我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感情，我希望你们都能尊重我的选择。温云瑶说道。此时的她认真的不像一个小女孩，更像一个为了自己所爱一往无前的成熟女人。叶苍龙和温玉衡此时都很尴尬，叶苍龙没有强求的立场，只能一脸哭笑不得地看向温玉衡。老温，你的意思呢？这个……温玉衡更尴尬，但他此时的态度非常微妙。若是平时，他绝对会非常生气，然后断然拒绝女儿这近乎无理取闹的要求。但是现在，他大概知道女儿心有所属的对象是谁，所以一时间也难以回答。爹，我是绝对不会嫁给金寒哥哥的。你若是非要逼着我嫁给金寒哥哥，那我就只有一死了之了。温玉衡见到老爹犹豫不决，心里也是怕他坚决履行婚约，逼他一定要嫁给叶金寒。这时候他抛出了女孩子在这件事上能用的最大杀招了，同时也是他在这件事上的最坚定的态度。温玉衡听他这么说，直接就是嘴角一抽，颇为严肃地责备道：你这丫头说什么傻话，这点事情就要死要活的，你对得起爹娘平时对你的教导吗？这番责备的语气非常严肃，甚至可以用斥责来形容。但斥责之后，温玉衡非常认真地在女儿的脸上打量了一番，能从她脸上看到前所未有的认真。温玉衡叹了口气，极为尴尬地举起杯，伸手去碰了一下叶苍龙的酒杯，面带歉意地一饮而尽，然后说道：老爷，云瑶被我惯坏了，我真是被这丫头气死了。但是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你多少也知道这丫头的性格，真要把她逼急了，我也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情。要不这事还是随她自己吧。感情这事吧，两个人任何一方有所勉强都不见得能有好结果，你说呢，老爷？叶苍龙嘴角微微一抽，话已至此，他已经知道温玉衡的态度了，放下酒杯说道：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感情也正常，正常。况且云瑶和金寒两个人只是偶尔见个面，没有一直生活在一起，一直以来也没有培养出深厚的感情。云瑶心有所属，也确实不能怪他，只能怪他们两个没缘分，也是我们两家没有缘分，没办法成为亲家。你这丫头惹了多大的麻烦，还不快向叶伯伯和你金寒哥哥赔个不是？温玉衡厉声斥责道。温云瑶怎么会不懂呢？这意味着父亲同意了，心里高兴的几乎想大声的喊出来，他身上最大的麻烦终于解决了。不过他并没有把心里的这股子兴奋表现出来，而是举起酒杯恭恭敬敬的敬酒，面带歉意道：叶伯伯，金寒哥哥，是云瑶没有这个福气，请叶伯伯、金寒哥哥原谅云瑶的任性，是云瑶让你们失望了。叶苍龙尴尬却还能保持气度，举杯喝了一口。叶金寒此刻的表情已经绷不住了，温文尔雅的笑容在脸上僵硬成难看的表情，拿起酒杯就倒进嘴里，什么话也没说。老爷，这事我也得跟你道个歉，我也没想到这丫头让我们两家聚一起是为了这种事情，可是事已至此，她是我女儿，我能拿她怎么办呢，是吧？温玉衡举杯道：成不了亲家虽然非常遗憾，但是希望我们也别因为这件事就淡了感情，你说呢？那是当然，当不成亲家也还是朋友吗？既然这事兜了，那就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叶苍龙保持着克制，招呼大家继续喝酒，但这酒哪里还喝得下去？不管是叶苍龙还是温玉衡，亦或是温云瑶和叶金寒，都十分尴尬。酒过三巡，叶苍龙故作醉意，靠在椅子上自嘲道：老了，喝点酒就不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酒太烈了，晕乎乎的。温玉衡怎么会不知道是老伙计尴尬之下想要结束这场聚会呢？他自己也想快点结束，又不好意思主动提出来，显得今天这事是他串多的一样。看到叶苍龙这般，他也顺水推舟道：是啊，年纪大了，真的不如从前了。这几天我们也都还有正事，别喝醉了才好。老爷，金寒，要不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下次再聚。今天这事，我以云瑶父亲的身份再次跟你们道歉。来，这杯酒我干了。温玉衡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哎，孩子们自己的事情哪有对错？叶苍龙举杯说道，却没有喝。老爷大度，金寒，以后有空到玄天道宗来玩，温叔随时欢迎你。那就下次五行宗再聚。温玉衡放下酒杯，起身离席。叶伯伯、金寒哥哥，谢谢你们的理解。温云瑶鞠了一躬，跟着他爹一起离开。叶苍龙和叶金寒看着他们父女离开，同时坐下来，同时把手中未喝的酒杯往桌上一砸，酒水溅了一桌子。父子俩个的表情几乎同时收起来，都是铁一般难看的神色。叶金寒冷声道：这几天我一直觉得云瑶妹妹对那苏阳有点不一样，如果我猜的没错，云瑶妹妹所谓的心有所属，就是对苏阳心有所属。你是说夺得神剑的那小子？叶苍龙道：就是他。
云瑶妹妹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不一般。叶惊寒说道：或许来藏仙谷之前他们的关系就不一般了，我不信温玉衡一点也看不出。现在苏阳在藏仙谷夺得了唯一神器，把他留在玄天道宗的价值就比和我们玉灵宗结成姻亲的价值更大了。我猜得不错，这是他默许的事情。叶苍龙神色阴沉，目光闪烁。他这几天的注意力并未放在温云瑶身上，自然也不知道他对苏阳的特殊情感，但他相信自己儿子的洞察力不会错，而且也只有这个可能才能让温玉衡这个玄天道宗一宗之主放弃和玉灵宗的联姻，用所谓尊重女儿的情感选择为借口，放任宗门嫡女任性妄为。这个温玉衡好算计。叶苍龙一拳砸在餐桌上，这个餐桌连同桌上的饭菜酒水顷刻间化作齑粉。但他愤怒又能如何呢？这事已经成这样了，就算愤怒也无济于事。同样作为一宗之主，叶苍龙心里也知道温玉衡做出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他的玉灵宗，他也会做出和温玉衡相同的选择。一个获得远古神剑认可的顶级天才，其价值确实能够超越另一个宗门的支持。他愤怒的是苏阳这样的天才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他的玉灵宗。唉，叶苍龙叹了一口气，爹，这事你就打算这么认了？退婚之事虽是私下商定并未公开，但我与云瑶妹妹订婚之事八宗皆知，如今婚事退了，我与云瑶妹妹迟迟不能完婚，一旦云瑶妹妹和苏阳公开关系，退婚之事也就相当于公开了。届时玉灵宗将沦为八宗笑柄，怕是会有人耻笑我们玉灵宗高攀天下第一宗，不成反被别人嫌弃一起踢开，这样的耻辱，爹你能这么算了吗？叶惊寒面寒如冰，说话的声音甚至有种濒临撞击的破碎感，令人毛骨悚然。不然呢？温玉衡都已经支持他女儿退婚了，你难不成还想求着人家不要退婚啊？岂不是更丢我玉灵宗的颜面？爹，孩儿有一计，若是此计成功，不仅能把玄天道宗从天下第一宗的位置上拉下来，还能让玄天道宗主动求着我们继续联姻。哦，什么计策？叶惊寒阴寒冷笑道：爹你别忘了，我们玉灵宗最大的能力便是御灵之术，接下来的灵兽争夺活动中，若是能借助灵兽之手灭了苏阳，玄天道宗未来最大的底牌也就跟着消失了，届时再撺掇五行宗继续对抗玄天道宗，玄天道宗不就得来求着我们了吗？叶苍龙眼神中闪烁着显而易见的狠辣，挥手间布置了一道结界，和他的好蛋儿细细商讨此计。你这丫头真是太任性了，你要退婚提前也跟我说一声啊，酒席上突然来这么一下，把两家人都搞得不知所措，这下你满意了？离开玉灵宗的仙传，温玉衡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对女儿说的话也有着不加掩饰的责备。对温云瑶来说，这个结果她当然是满意的。对她来说，这一趟藏仙谷之行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亲自把和叶惊寒之间的婚约给取消掉。现在她的目的达到了，她自然是满意的。但她作为宗门嫡女，自然也知道这件事对宗门的伤害是挺大的。爹之所以让她和玉灵宗的叶惊寒联姻，最核心的目的就是通过联姻来巩固玄天道宗作为天下第一宗的地位，以此对抗来自五行宗越来越激进的挑衅。现在这个结盟因为他的关系破裂了，甚至有可能导致玄天道宗和玉灵宗因此结怨，他自然也不敢把心里的高兴表现在脸上。我这不是担心爹你不同意吗？所以就在酒席上让我难堪啊。爹，我这也是为自己的幸福着想啊。爹你自己也说过，修仙者若是心气不畅易生心魔，若有心魔则仙路难行，同样也是为了自己以后的修行吗？行了行了，就你歪理一大堆。既然已经在酒席上同意了女儿的退婚，现在的脾气也就是一点牢骚而已。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女儿心有所属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尽管他心里已经猜到了七七八八，但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听到他亲口说出来才能安心。温玉衡问道：丫头，你心有所属的那个人是谁？爹，这个你就别问了。温云瑶脸色泛红，这怎么能不问呢？你为了这个人把婚都退了，宗门和你爹我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个人是谁我总有资格知道吧？这样吧，这个是不是苏阳？温云瑶见他已经说出了，也就红着脸点点头。温玉衡心里大大的松了口气，得到了他肯定的答案，今天这婚退的也总归是不亏。哎，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好上的？以前也没见你们两个有什么交集啊，怎么一下就在一起了呢？温玉衡好奇地问道。爹你别瞎想了，我们两个还没有在一起呢。温云瑶说道。还没在一起？对啊，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两个现在还没有确定关系，只是相互之间有好感而已。温玉衡的脸色微微变了变，这关系浅得让他有点意外。温云瑶嘀咕道：我是非他莫属了，但是我不确定苏阳对我到底是什么感情了。其实到现在为止，他都不太确定苏阳喜不喜欢他。搞了半天是你这丫头单相思啊。温玉衡结结实实的给了他一个白眼，
要是儿子这时候直接就一脚踹过去了，颇为无语的说道：“你这丫头都搞不清楚苏阳喜不喜欢你，你就敢搞这么大的事情，我真是被你气死了！我这不是想着把婚退了，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他在一起了吗？否则他也不敢跟我在一起啊。”温云瑶委屈的嘟嘟嘴。温玉衡见女儿这般，无奈的叹了口气，也知道事已至此，纠结这些没有用，说道：“你的话也没错，不退婚的话，苏阳也确实很难喜欢你。既然你现在已经把婚退了，那么不管是你还是他都没有后顾之忧了。苏阳是个非常优秀也非常有潜力的小伙子，爹支持你们在一起。”“真的，谢谢爹。”温云瑶听到这话，马上兴奋了起来。“先听我把话说完。你说，你刚刚说不知道苏阳对你是什么感情，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苏阳也喜欢你。我女儿这么漂亮，也这么优秀，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绝对做得到的，爹相信你。我一定会让苏阳喜欢上我的。”得到了自己老爹的支持，温云瑶现在的兴奋可想而知。从今天起，她就不用偷偷摸摸了，她可以光明正大的和苏阳在一起了，也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了。爹，我去找苏阳了，我要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温云瑶已经忍不住了，说着话呢，就已经跑了。女大不中留啊！温玉衡感慨的摇摇头，但他倾心的对象是苏阳，他是一点意见都没有。估计他们两个现在有很多话想说，也就不去打扰他们了。玄天道宗的仙传，苏阳，你在屋里吗？我回来了，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温云瑶一回到仙传，哐哐哐的就在苏阳仓房前敲门，什么好消息？苏阳一脸懵圈的看着他，这丫头在兴奋什么？进屋说。温云瑶丝毫不在意其他宗门弟子异样的目光，直接走进苏阳的仓房，顺手就把门给关住了，然后开心的扑到苏阳的怀里，搂着他脖子，一脸笑嘻嘻的说道：“我和叶金寒的婚约已经退了，现在我可以安心的留在你身边了，你也不用担心那么多了，以后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一起修炼了。”你还真把婚给退了？苏阳看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多少是有点惊讶于她的勇气和决心的，心里有点感动。本来嘛，为了救急用这丫头突破筑基，本来就欠她的，现在这丫头为了跟他在一起，直接把自己的婚约给退了，作为男人要说一点触动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对啊，我在酒席上以死相逼，终于让我爹和叶金寒他老爹屈服了，怎么样，我厉害吧？温云瑶一脸骄傲的扬起头。苏阳笑着捏捏她精致的脸蛋，这么说来，以后确实可以让你留在我身边陪我一起修炼了。嘻嘻，好呀。温云瑶开心的踮起脚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比退婚更开心的是，苏阳亲口告诉这句话，他正高兴呢。苏阳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之前就说过了，我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陪我修炼，以后说不定会有其他女人跟你一样留在我身边，这一点你自己必须想清楚。”我知道了。温云瑶嘟嘟嘴，倒也没想太多。苏阳的修炼方式就注定了这个可能性是极大的，所以他从一开始也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知道就好。苏阳点点头，随即脸上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低声道：“我现在就需要你陪我修炼。”这么急啊？温云瑶脸色马上就泛起了一层红晕。确实挺急，你爹说上界的灵气吸收了无法转化成真元，但是神剑中有大量的上界灵气滞留在我的丹田，我现在必须弄清楚这些来自上界的灵气能不能转化成我的真元，不能的话问题就大了。苏阳道。温云瑶马上就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我们就在房间里修炼吗？温云瑶问道。以防别人打扰，还是找个偏僻的地方再说吧。苏阳拉着他就走。等一下，我那点纸了。温云瑶红着脸将一些纸收进自己的储物袋，跟着苏阳一起离开仙船。藏仙谷的一处偏僻处，苏阳盘膝坐在一块石头上，温云瑶盘坐在苏阳身上。对于一个修炼者来说，体内的真元被彻底压制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信号，但温云瑶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真元被苏阳瞬间压制的这种感觉。他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完全属于他的感觉了。你要怎么修炼？你是自己修炼，还是要我陪你一起修炼？温云瑶声音绵软。我先看看情况，如果能运化上界灵气，你再修炼，别害了你。苏阳此时没有任何享受的心情，闭上眼睛沉下心，进入修炼状态。此时已经是深度连接的状态，先天身体处在一种被激活的状态，外界的灵气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体内。苏阳发现进入体内的灵气事实上并没有经过任何过滤，是万灵界本身的灵气和上界灵气相互混合后的一种复合灵气。苏阳深吸一口气，同时运转刚刚吸收的外界灵气和丹田之上的上界灵气，将这些灵气运转进入温云瑶的体内。苏阳的内心十分忐忑，如果运转一圈之后再回来，这些灵气无法转化成他的真元，那就意味着他无法消化体内这庞大的上界灵气，这对他的修炼是一个极为巨大的阻碍。这种担心让苏阳下意识地放慢了灵气的运转速度，让他的灵气在温云瑶的体内多停留一段时间，
希望以此来更好地完成转化，但再慢也要运转回到自己的体内。双肾的光芒比往常更加明亮，湛蓝的光芒甚至有些耀眼。运转回来的灵气在经过他双肾炼化之后，顺利转化成了他自己的真元。上界灵气的强度本就比万灵界的强很多，转化之后所释放出来的真元也就跟着更多更强。只是一圈的灵气转化，苏阳便感觉自己体内的真元增强了许多，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了惊喜。没想到先天圣体不仅能够快速转化万灵界本身的灵气，连来自所谓上界的灵气也能顺利转化，这让他颇为兴奋。云瑶师妹，现在你修炼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吸收外界的灵气。苏阳睁开眼睛说道。温云瑶没有太多的担心，对他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信任，闭上眼睛开始修炼。外界的复合灵气同样大量的进入他的身体，他发现其中的一部分灵气他并不能转化，这就是来自上界的灵气吧。但他很快就发现他自己无法吸收的这部分灵气，只要在苏阳体内运转一圈回来，就像是被他体内的某种力量催化过后一样，变成了他可以完全转化的真元。我也可以通过你把上界的灵气转化成真元。温云瑶睁开眼睛，满脸都是不可思议。那就好。苏阳松了一口气，如此一来就可以拉着云瑶师妹安心的一起修炼了。苏阳道，云瑶师妹，既然我们可以利用藏仙谷这里的上界灵气，那就别浪费时间了，好好修炼。好。温云瑶点点头，随他一起进入修炼状态。藏仙谷之行的第二阶段是捕捉属于自己的灵宠，这个活动的困难和危险远远大于夺宝活动，能帮助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实力，温云瑶自然不会任性。而且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居然也可以利用来自上界的灵气，这充沛而强大的上界灵气可以转化成极为纯净和强大的真元，他自己也没有浪费这个机会的理由。两个人就坐在石头上深度修炼，直到夜幕降临才重新回到仙船。温玉衡以为他们两个去约会去了呢，不敢多问，不敢多说，由着他们去了。至于宗门弟子那就更不用说了，看着苏阳和温云瑶出双入对，除了议论纷纷，也就只有纷纷羡慕了。接下来的2天，苏阳和温云瑶依旧早出晚归，抓住一切时间尽可能提升自己的修为。当然这几天纸没少用，温云瑶对于苏阳的日常暴击不仅已经习以为常，更是渐渐变成了一种羞于启齿的每日期待。修炼完的暴击共鸣更像给每日的修炼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天晚上，苏阳和温云瑶回到仙船，温玉衡一直在甲板上等着他们回来。你们2个终于回来了。温玉衡见到他们出双入对，心里自然是高兴的，笑着招呼他们过来。苏阳，我有事交代你。宗主请说。苏阳走上前行礼。温玉衡右手一摊，空中浮现出几件宝物。明天就是藏仙谷的第2项活动了，灵兽凶险，你又是宗门希望，我将这些宝物送给你。这是顶级储物袋，方便你安置你的神剑和其他一些东西。多谢宗主。他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储物袋了，能有这么一个方便携带的顶级储物袋，以后就不需要每天背着神剑到处晃了。我说过，你能帮玄天道宗保住天下第1宗的名号，回去之后宝物任你挑，我现在也只是提前兑现承诺而已。温玉衡继续说道。这是一颗浑元真灵丹，由9981种极品仙草，每种仙草取9981株，炼制9981年而成。仙草当中所蕴含的天地灵气已经炼化成磅礴强大的浑元真气，你若是遇到战斗力竭的危急情况，立刻服下这颗浑元真灵丹，能让你短时间内重新拥有强大的真元继续战斗。说着将一个10公分见方的精致木盒放到苏阳手上。苏阳只是隔着木盒就能感受到里面磅礴的真元，轻轻地打开木盒，里面躺着一颗金红色的丹药，其内所蕴含的真元甚至让它散发出如同明珠一般的光芒。浑元真灵丹，苏阳连听都没听过这种丹药，但他拿在手上便知道这绝对是极品丹药的一种。他不知道，只是他还没达到可以知道这种丹药存在的层面。宗主，这么珍贵的丹药。温玉衡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无论多珍贵的丹药都可以重新炼制，但你是万年无一的天才，你对宗门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颗丹药，给你就拿着，若是遇到危险也有自保的能力。宗主都这么说了，苏阳还会客气吗？多谢宗主。苏阳把手中的木盒收进储物袋，还有这是玄灵归元丹，顶级治疗丹药，只要不是一击致命的伤害，哪怕你只剩一个头，只要把这颗玄灵归元丹含进嘴里，短时间内就能将你残缺的身体重新修复。我操，这么屌！苏阳惊呆了，这就是宗门天骄的待遇吗？多谢宗主。苏阳也不客气，直接收了，万一用得上呢是吧？这是隐形靴，可以最大速度加快你的速度。这是隐秘符，必要的时候可以帮你躲避危险。温玉衡又给了他2件宝物，随后道：本来想给你一件增强力量的武器，但你现在已经是神剑之主，
任何武器都不可能比你手上的神剑更强，也就作罢了。说着拍拍他的肩膀，郑重道：明日的灵宠争夺，若能夺得强大的灵宠，固然是锦上添花，若是不能，也丝毫不损你在宗门的地位。切记，这场活动对你来说最重要也最优先的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明白，宗主。苏阳收起宝物，抱拳行礼。保命是肯定的，有了宗主给的这些宝物，保命就更简单了。那么他就更要在藏仙谷这里找一只属于自己的强大灵宠，尽可能的增强自己的实力了。太阳从群山间冒出头，天色渐渐亮起。玄天道宗、五行宗、玉灵宗、圣剑门、仙影门、药王谷、天宫阁、天机阁8大宗门的宗主已经率领各自的宗门弟子汇聚在一起了。五行宗宗主赵圣道身影浮于半空，声若洪钟，传遍四野。诸位8宗弟子，藏仙谷第2项活动灵宠争夺今日开启。你们也都看到了，藏仙谷上方有大量来自上界的灵气倾泻，这些灵气于我人族修仙者而言，虽然无法转化利用，但天地造化玄奇，此地灵兽经年累月受此灵气浸染，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转化，故其血脉更强，实力更悍，远非外界灵兽可比。话语一顿，赵圣道目光扫过下方一张张年轻而炽热的脸庞，继续说道：我知道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山中寻得自己的灵宠，我也不废话了，请听规则。所有人出发前会得到一个传送手环，活动时间一到，手环会自动将你们传送回来，切勿自行取下，也尽量保护好手环。所有人进入山中的时限为7日，7日期满，无论你们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时间一到，手环会自动将你们传送回平顶峰营地。这7日之内，山中发生一切，皆由你们自行承担。争夺、战斗、伤亡，各安天命，他人不得干涉。现在活动开始，愿诸位8宗弟子们都能觅得强大伙伴，注意先途。赵圣道说完，各宗门开始分发手环。苏阳，这是你的。温玉衡亲手将手环交到苏阳的手上。苏阳接过手环，这是一个木质手环，并不是木头雕成圆环，而是细腻的树根盘绕成圆环，圆环一侧还有一颗用于传送的灵石，被细丝一样的树根缠绕固定其中。输入真元，手环便能自动变大，戴在手上之后可以自动收缩贴合手臂。注意安全，给你的东西该用上就用上，安全第一。温玉衡交代道。宗主放心。苏阳也没说什么，郑重的点点头。注意安全这种事情，就算没人交代他，自己也会十分在意。先天圣体才刚刚解除封印，大好仙途还在等着自己呢，怎么能说死就死呢？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温云瑶的担心完全写在脸上。他去年没有夺得宝物，所以没有资格参加第2项活动，但是听参加过的人说，这里的灵兽凶悍无比，危险远比夺宝要夸张。放心。苏阳点点头，身形一闪，便以极快的速度冲进山林之间。各宗弟子佩戴好手环之后，也都如同离弦之箭，化作一道道流光，争先恐后的进入那郁郁葱葱却又危机四伏的山林之中。平顶峰上，玉灵宗宗主叶苍龙与其子叶金寒并肩而立。叶金寒的目光死死锁定苏阳消失的方向，那双原本温润的眼眸此刻带着不易察觉的冰寒，寒气中翻涌着难以掩饰的嫉妒与怨毒。妙的是他的脸色又同时保持着温和平静。叶苍龙面无表情，只是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嘴角勾起一丝冰冷而隐秘的冷笑。第2项活动开始了，他们的计划也就开始了。飞身进入山林，苏阳立刻将神识最大限度展开。他已经不是第1天加入宗门了，早就在那些师兄师姐的口中知道了关于藏仙谷附近灵兽的各种传闻了。长年累月吸收着上界灵气，哪怕他们并不能100%吸收和利用上界灵气，但只是能够吸收一点，就已经足够让这附近的灵兽远比万灵界其他地方的灵兽更强了，而且是强悍许多。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若是能够得到一只强大的灵宠助力，实力自然要强上许多。苏阳当然也想要一只强大的灵宠。以前看网络小说的时候，就羡慕那些修仙者，有事的时候骑在灵宠身上上天入地，靠着灵宠就能战天斗地，没事的时候毛茸茸的抱在手上，人畜无害，爽得不得了。现在自己穿越到修仙世界了，高低的弄一只强大的灵宠跟在身边。一般来说，灵气越密集的地方，孕育强大灵兽的可能性越大，所以苏阳的目标非常明确。进入山林之后，直接就循着灵气的踪迹前往灵气最富集的地方。理论上来说，以上界灵气落点为中心的这个藏仙谷是一个非常圆的战场一坑，四周的灵气分布应该是一样密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上界落下的灵气渗透进入地质层，四周不同地质情况导致灵气向外溢出的情况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的灵气稀疏一点，有些地方密集一点。灵气越密集，遇到强大灵兽的机会就越高，至于高到什么程度，那就不得而知了。
万灵界的灵兽实力强度用星级排序：1星灵兽、2星灵兽、3星灵兽、4星灵兽、5星灵兽、6星灵兽、7星灵兽、8星灵兽、9星灵兽。1星对应人类修炼等级里的炼气期，也就是最弱；9星大妖则对应人类最强的大成期，强悍无比，甚至由于其无需特意修炼就能吸收天地灵气的特性，同等级比人类更强上几分。早上八宗聚集之前，宗主跟他们所有人说过，藏仙谷附近出现过的最强灵兽达到了7星水平，也就是相当于人类合体期的大妖。当然，这种级别灵兽极其罕见，可遇不可求。当然，苏阳并不希望遇到这种级别的大妖，他现在才一个筑基中期的水平，真要遇上7星大妖，哈口气都能把他给熏死，更不要说战斗了。苏阳想要的并非制服强大的成年大妖，这个可能性太低了，无异于自寻死路。成年灵兽惹不起，但其巢穴附近或许能找到幼兽，这才是苏阳的目的。成年的大妖打不过，我还不能弄只幼兽慢慢养成吗？修仙之路千年万载，只要灵宠的根基强大，幼兽成年之后依旧是威震一方的顶级灵宠。苏阳循着神识中对灵气浓度的感知，小心翼翼地向山脉深处前行。宗主给的隐秘符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当初云瑶师妹借助隐秘符靠近他的时候差点吃了大亏，现在自己有了这玩意，自然要第一时间用起来隐秘符启用。隐藏身形的同时还能隐藏他的气息，若非遇到几位强大的灵兽，绝对察觉不到他的存在。当然，为了以防万一，苏阳也随时把神剑握在手上，真遇到危险直接一剑干过去。由于苏阳用了隐秘符，第一天遇到的几只灵兽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自然也没有爆发任何战斗。苏阳对他们没有兴趣，更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真元，并未停留，朝着灵气更为富集的区域一路前进。第二天正午，苏阳穿过一片弥漫着淡紫色雾气的沼泽，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片山谷盆地，其中的灵气浓度高得惊人，几乎凝成实质般的薄雾，随着呼吸在肺里进出循环，哪怕苏阳自身无法吸收这些灵气，也能感受到这些灵气对身体的滋润作用极为明显。若是灵兽在这里修炼，苏阳的警觉立即提了起来。继续深入山谷，才走几步，苏阳发现地上散落着不少人类的骸骨，有些年代久远，风化严重，有些却似乎是近些年才留下的，骨架上甚至还挂着破碎的宗门服饰，旁边还有断裂的法器。此地大凶，苏阳心头一凛，愈发谨慎。但与此同时，内心之中的兴奋促使他小心翼翼地深入山谷。凭借着隐秘符的隐身作用，苏阳持续深入山谷。整个山谷极为安静，山谷内并没有他想象中强大灵兽盘踞的恐怖气息，安静的就像没有任何生物在里面的气息。但山谷前方的尸骨证明这里一定有强大的灵兽存在。越安静，苏阳就越谨慎。随着他的持续深入，苏阳在山谷最深处发现了一个被藤蔓遮掩的略显粗糙的山洞，灵兽洞穴。苏阳的心跳随之加快，不敢贸然用神识探查情况，继续依靠隐秘符的隐身作用深入洞穴。若是洞穴里有幼兽存在，那就直接拐一只飞速离开此地；若是成年灵兽也在洞里，那就等着他离开之后，然后把他的幼兽拐跑。刚刚进山2天而已，他等得起。但是进入洞穴之后，苏阳懵了。洞里有石桌、石凳、石床，还有古制的水壶、水杯。进入洞穴之后，并没有发现灵兽洞穴特有的臭烘烘，反而有一阵奇特的异香，有强者在此隐居修炼。苏阳心生疑惑，这明显不是灵兽窝，看起来像是有人在此居住，而且洞穴内不染尘埃，说明这个洞穴的主人是一直在此居住的。赶紧跑！失望过后，苏阳感觉后背一阵发凉。山谷里的那些尸骨证明这个洞穴的主人绝非善茬，若是被他发现有人闯入他的领地，大概率会落得跟那些人一样的下场。不敢久留，悄然退去。苏阳刚推出洞口，一道粉红色的魅影快如闪电，几乎是凭空出现，带着一股令人神魂颠倒的奇异香气，直扑苏阳而来。苏阳汗毛倒竖，危机感瞬间飙升到极致。尽管他现在有隐秘符傍身，但他非常肯定自己被锁定了。想也不想，体内真元爆发，脚下隐形靴光芒一闪，身形猛地向前窜出10数丈。吃啦！尽管反应极快，苏阳后背的衣衫依旧被撕裂出几道口子，火辣辣的疼痛传来，鲜血凭空滑落，苏阳的位置也就暴露了。哟，隐秘符呀，哥哥喽，送上门的元阳，挺好挺好。一声极为清甜魅惑的声音从边上传来，苏阳心神一震，只是听声音就感觉自己脑袋有些眩晕，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锁定袭击者。苏阳的瞳孔骤然收缩，袭击者并非庞然大物，也不是他以为的某个人类修仙者，而是一只通体粉白、有4条尾巴的狐狸。这只狐狸的4尾尖端点缀着更为醒目的粉色，它体型优美，
一双虎眼闪烁着拟人化的狡黠与贪婪，4条毛茸茸的尾巴在身后轻轻摇曳，搅动着周围的灵气。四尾狐妖。苏阳倒吸一口凉气，同时将体内真元提升到极致。按照宗门典籍《灵兽图鉴》记载，狐妖并非顶级灵兽之列，但若是狐妖修炼出第2条尾巴开始，就会称为异化灵兽，其实力大幅度提高，其上限也立即跟着进入顶级灵兽的行列。一旦修炼出9条尾巴，其实力则相当于人类大成期大能。4条尾巴意味着他现在的实力堪比人族元婴修仙者。跑！这是苏阳脑海中唯一的念头。筑基对元婴一旦发生碰撞，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纯粹的碾压。哪怕他手上拿着神剑，他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干得过一只元婴大妖。真元调集，隐形靴全力爆发，速度达到最高。然而他身形刚动，4尾狐眼中粉光一闪，苏阳只觉周身空间仿佛凝固，一股无形却强大无比的神念瞬间将他锁定，体内奔腾的真元竟如同陷入泥沼，运转变得无比滞涩。妈的，好强！苏阳的双肾能够持续输出强大的真元，但被锁定之后，他的速度依旧变慢了许多。一道粉色光芒闪现在他面前，苏阳手中的剑正要挥出去，又一道粉色的光芒闪过，撕碎了他的衣服，同时撕下了他藏匿在衣服里面的隐匿符。苏阳被迫现出了身形，但苏阳的动作没有停下，朝着面前的4尾狐就是一剑。强大的真元随着神剑挥出，几十道剑气同时出现，将4尾狐躲闪的空间全部封死。咦！4尾狐发出一声不疾不徐的惊讶，随后化作一道粉色的光芒便来到了苏阳的身后。剑气引入浓郁的紫色雾气，在远处传来巨大的爆轰。苏阳只感觉后背发凉，正要拉开距离，一股强大的威压顷刻间将他固定在原地，无法动弹。原来是你得到了这把剑，没想到真有人可以拿起这把剑，啧，你小子不一般啊！粉白色的4尾狐绕着苏阳，悠闲又好奇地打量着他，鼻翼微动，仿佛在嗅着什么。渐渐的，他那双魅惑的虎眼中迸发出极度兴奋和贪婪的光芒。顶级纯阳之体，好诱人的纯阳真元，好诱人的纯阳之气。上天对你不薄，给了你神剑，上天对我也不错，把你送到我的身边，你好香啊！把你吸干，至少能让我重新长出第5条尾巴吧。4尾狐一脸痴迷地嗅着苏阳，随即粉白色光华闪过，4尾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身披轻纱、身材火爆到令人喷血的妖艳女子。她容颜绝世，媚骨天成，眼波流转间仿佛能勾走世间所有男子的魂魄。她赤着双足，柔弱无骨地靠在苏阳身上，朱唇轻启，声音酥麻入骨。这么精纯的元阳之气，小弟弟何必急着走呢？留下来，姐姐陪你快活快活。狐媚的眼中闪过粉色的光芒，接触到这眼神的瞬间，苏阳心神俱震，明知这是狐妖的媚术，意识却不由自主地沉沦在那无边的媚态之中，身体完全不听使唤，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妖媚女子伸出纤纤玉指，轻轻点向他的眉心。一股恐怖的吸力自那指尖传来，苏阳只觉得自身的真元乃至生命精气都不受控制地倾泻而出，涌入对方体内。狐妖舒服地眯起了眼睛，他在此间吸收了不少宗门子弟的真元和精气，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真元和精气能让他如此愉悦的。他的真元不仅量大管饱，更蕴含着一种奇特的力量，让他腰丹雀跃，修为竟有肉眼可见的增长，真是意外的惊喜。狐妖眼中贪婪更盛，加大了吸收的力度，是要将这天上掉下来的人形宝药吸得一干二净。一旦无尾重新出现，他的实力又将大幅度提升了。苏阳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白，身体开始微微颤抖，意识逐渐模糊。妈的，不能让他这么吸，这么吸下去，不出半炷香的时间必将元阳尽泄，枯竭而亡，绝对不能死在这里。苏阳能感受到自己的双肾正在持续抵抗着这狐妖的吸收，若非如此，以这狐妖贪婪的吸收，分分钟就被吸干了。但狐妖的实力远超于他，就算是先天圣体也不可能一直抵抗的了。未经之计，只有拼死一搏了。苏阳强行运转真元冲击大脑，强大的真元瞬间冲破他的媚术。重新恢复神智之后，苏阳趁着狐妖沉浸在极度欢愉之中，露出短暂的精神破绽，猛地搂住他的腰，将他放倒在地，灵根冲击，瞬间压制他的真元。嗡！4尾狐妖只觉得一阵刺痛，随即便是大脑一片空白，一股前所谓的羞怒爆发出来。这小子居然破了他的万年纯净之体，正要一掌击飞身上的这个臭小子，4尾狐妖却骇然发现自己的真元完全被压制住了，他的力量竟然就这么消失了。不仅如此，他作为元婴大妖的身体居然也变得软弱无力，一掌下去居然如同人类少女撒娇般无力。臭小子，对我做了什么？狐妖试图挣扎，但此时的他完全被苏阳压制。
苏阳这时候不仅有山谷中浓郁的灵气汇聚而来，他还惊讶地发现，相当于元婴大能的狐妖能带来更强的修炼效果。此时朝他聚集而来的灵气，远远比云瑶师妹陪他修炼的时候要来得更多更快。刚刚差点被他吸干，这时候体内真元损失过半，苏阳当然要用他把自己的修为重新提升上来，否则这几天他在这深山老林里遇到危险就麻烦了。你用我提升修为，我就不能拿你提升修为吗？苏阳不理他，借着将他彻底压制的间隙，疯狂地吸收着周围的灵气。吸收是不够的，他需要借助狐妖才能将这些近乎实质的灵气炼化成真元。大量的灵气在狐妖体内循环。苏阳再次惊讶地发现，因为狐妖自身实力水平的强大，经由他的体内转化灵气的效率更高，大量精纯的灵气在他体内运转一圈回来，便已经能够完全转化成真元了。山谷中灵气富集，苏阳能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提升着。这个过程中虽然也会让狐妖受益，但苏阳别无选择，他现在首要的目的是重新把自己的修为提升上去，然后再想办法逃走，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你竟敢拿我修炼！狐妖羞怒，从来只有他吸收人类的真元提升自己的修为，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他自己居然被一个人类拿来提升修为。他也就是吸干而已，没有任何身体接触，这小子居然直接用他来修炼，又羞又怒。可他作为元婴大妖的一切修为都在苏阳非凡的先天圣体的压制下无法施展，此刻的挣扎毫无作用，就像那些被他吸干的宗门修仙者的挣扎一样。苏阳才不管他那么多呢，你呀都想把我吸干了，我还不能拿你修炼把修为补回来？凭什么？干他丫的！苏阳借着先天圣体对他的绝对压制，全力以赴地吸收着山谷中富集成实质的灵气，竭尽全力把他吸走的真元重新补回来。紫色的雾气不断地朝他汇集而来，山谷中的紫色雾气也跟着越来越稀薄。苏阳无法去估计时间，也没那么注意力去注意时间，先天圣体此刻仿佛化身无底洞，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灵气。狐妖极为羞耻地被苏阳控制着，但他此刻除了羞耻之外，也惊讶于苏阳的修炼速度，惊讶于他的修炼过程中居然能带动他的修为提升，这简直匪夷所思。看着苏阳，狐妖羞红的脸上也有几分若有所思。苏阳没想那么多，疯狂地吸收着身边的所有灵气，他的修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飙升，原本刚刚突破筑基中期的修为，此刻已经再次到达了他自身境界所能承受的极限筑基中期巅峰的壁垒，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苏阳也发现了这一点，没想到这里的灵气丰富到这种程度，也没想到狐妖居然能帮他完成如此之快的修炼进度。筑基后期和筑基中期的实力可谓天差地别，既然已然冲到筑基中期的最顶峰，只差临门一脚便可踏入筑基后期，他又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错过这个机会？真元到达当前修为壁垒之时，修为的继续增长便是一种考验。他的经脉在庞大的真元冲击下被强行拓宽、撑裂，又在先天肾气那强大的生机下快速修复，继而再次被撑裂，周而复始。每一次循环都带来撕裂般的剧痛，却也让他的经脉变得越发坚韧、宽阔，足以容纳更为浩瀚的力量。体内的真元被不断提纯、压缩、融合、沸腾，丹田气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中心处那原本有些虚幻的真元漩涡开始剧烈旋转，变得更加凝实，隐隐散发出如同水波般的蓝色光晕。筑基中期与后期之间那道原本坚实无比的壁垒，在这强大浑厚的真元疯狂冲击下开始剧烈震颤，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裂纹如同蛛网般迅速蔓延。苏阳忍不住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混合着痛苦与极致畅快的低吼。他全身皮肤变得通红，青筋暴起，每一个毛孔都在向外蒸腾着淡蓝色的氤氲之气，那是体内真元过于饱和，正在淬炼改造他肉身的迹象。而他身下的四尾狐妖此刻的感受同样复杂到了极点。他最初羞怒交加，但被压制的时间长了，明知自己挣脱不了的情况下，他也放弃了抵抗，不断地感受着苏阳经过他体内的灵气给他自己带来的好处。苏阳转入他体内的灵气，所过之处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滋润，比他独自吸收灵气吞噬元阳修炼快了何止100倍。他那因早年重伤而难以快速提升的修为，竟然在他的滋养下快速增长。他内视自身，惊奇地发现他自己第5条尾巴的虚影已经若隐若现，他的修为即将迎来再次的突破。虽说不甘心被一个筑基小辈如此利用，但另一方面，修为的快速提升又让他沉浸在这种远比他自己修为更快的特殊增长方式之中。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妖媚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既羞愤又沉醉的复杂神情，甚至于早就忘记了挣扎，就这么任由苏阳用自己修炼。轰隆！苏阳体内那早已达到临界点的力量终于积攒到了巅峰，一声唯有苏阳自己能听见的源自道基深处的巨响猛然爆发。筑基中期的壁垒被浩瀚的能量洪流彻底冲垮、粉碎。
刹那间，海阔天空，他的丹田气海瞬间扩张了数倍不止。原本沸腾盈满的真元，在新的广阔空间里竟显得有些稀薄。中心处的真气漩涡稳定下来，缓缓旋转，变得更加凝练、深邃，呈现出一种润泽而强大的蔚蓝色。整个丹田稳固无比，散发出远比之前强大的气息。他的经脉拓宽了接近1倍，真元在其中奔腾流淌，汹涌澎湃，却再无滞涩之感，反而有种挥洒自如的强横力量感。他的五感变得更加敏锐，神识覆盖范围暴涨，对天地灵气的感知也清晰了数倍，甚至连肉身的强度都在方才的淬炼中提升了一个档次。筑基后期成了。突破的刹那，一股强大的气浪以苏阳为中心猛地扩散开来，将周围地面上的尘土碎石尽数掀飞。与此同时，苏阳自身也在这狐妖的浸润中到达了极限，突破的瞬间开启灵液暴击。而狐妖第一次遭受这种暴击，同时迎来暴击共鸣，瞬间失去所有力气。突破所掀起的气浪不仅将周围地面上的尘土碎石尽数掀飞，同时把苏阳身下的狐妖也给掀飞了出去。坏了！苏阳猛地睁开眼睛，突破的兴奋一闪而逝，随之而来的是极度危机感。苏阳的实力已经比先前更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先天圣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此时四尾狐妖的实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最重要的是，狐妖和他脱离了连接，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对狐妖的压制，狐妖元婴大妖的能力也重新恢复了。这个局面对苏阳来说极为不利，但苏阳从来不是婆婆妈妈畏手畏脚的男人，手一抬，神剑飞驰而去，快如闪电，直逼四尾狐妖的面门而去。狐妖明显没想到苏阳的动作这么快，见到面前方才反应过来，一道粉色的真元挡在面前，堪堪挡住苏阳的攻击。一道妖气扩散，震飞苏阳的神剑，神剑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四尾狐妖的眼前，而苏阳也已经消失在他的眼前。无情的男人，用完我就要把我杀了。四尾狐妖软弱无力地从地上爬起来，娇嗔之间带着几分怨气。刚刚在苏阳的灵液暴击中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此刻的他别说追上去了，站着都有些腿软，只好在石凳上坐下来缓缓。不过这小子到底修的哪门子邪法，居然可以这样修炼，连我的修为也跟着提升上去了。要是能一直这么修炼倒也不错，说不定我很快就能重回九尾巅峰，去找那老头报仇了。四尾狐妖看着苏阳消失的洞口，眼神中闪烁着几许若有所思的媚笑。苏阳穿着引航靴，速度快到极致，如风如影。那一剑若是能杀了四尾狐妖，自然是一了百了，直接解除危险。但苏阳也知道这个可能性太低了，四尾狐妖毕竟是元婴级别的大妖，若是能这么轻易杀了他，他也成不了这样的大妖。所以苏阳那一剑的重点在于利用他雌性共鸣后的短暂无力感，为自己创造逃离山谷的机会。事实证明他成功了。但是四尾狐妖毕竟是元婴大妖，逃离山谷之后，苏阳不敢怠慢，全速前进2个时辰有余，确定已经完全远离了山谷区域，这才放慢速度，松了口气。好险！要不是先天圣体能够绝对压制雌性真元，这条命算是交代了。想到作为男人被一只狐妖吸干精气而死，简直憋屈的不要不要的。苏阳拍了拍自己的腰，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先天圣体的强悍，不只是能压制雌性真元，还能快速吸收灵气，高效转化真元，简直是居家旅行修炼成仙的必备极品。唯一的缺点就是必须要有女人。苏阳耸肩一笑，这到底算不算缺点，其实有待商榷，毕竟如此修炼确实是非常惬意和享受的。算了，不想这些了。苏阳收回神，感受了一下自身筑基后期的修为，短时间内从筑基初期到筑基中期，再从筑基中期直接突破筑基后期，如此之快的进阶速度并没有带来任何身体上的不适。苏阳此时能感受到自己的实力比筑基中期强了数倍不止，更强的真元，更强的力量，甚至于他使用神剑所能爆发出来的威能都更强了。苏阳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实力提升盲目自信，恰恰相反，此刻的他更加谨慎了。四尾狐妖让他见识到了强大灵兽的实力，仅仅只是4星大妖就有如此实力，若是遇上5星大妖，那他提升的这点实力根本不足以保命。这一次恰好遇上一只雌性狐妖，刚好被他的先天圣体所克制，所以侥幸保住一命。若是再去那些灵气富集的地方，但凡遇上一只雄性大妖，麻烦就大了。而且他现在最实用的隐匿符也被四尾狐妖给抢走了，无法隐匿身形和气息，再去那些灵气富集的地方，风险进一步增加。所以苏阳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到处走一走碰碰运气，要是能找到晋升上限高的灵兽，也可以收了当灵宠。苏阳转化了自己的策略，观望四望，此时他在一片开阔的林间地带，附近应该会有不少灵兽才对。苏阳在此间寻找起来，他的头顶极高处有一只蓝衣裂空鹰正在盘旋，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猎物。
万米之遥的距离在他眼中也不过咫尺。当他注意到下方的苏阳之后，却又并未将他当作猎物，只是降低了高度。随后山洞羽翼，一些散发着异香的粉末随风飘散在附近的山林里。呜，好！闻到这股异香，3星级以下的灵兽顷刻间便像发了疯似的咆哮起来，然后朝着苏阳所在的方向疯狂地冲了过去。咚，咚，咚！正在小心寻找灵兽的苏阳，听到沉重的奔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伴随着无数狂暴的兽吼，树木倾倒，烟尘滚滚。什么鬼？怎么突然间这么多灵兽？难道是兽潮？苏阳心里一沉，他妈的点不会这么背吧？来不及他多想，左侧从林冲出一群体型硕大、獠牙毕露、双目赤红的暴血蛮熊，右侧天空被一片阴影笼罩，是数十只一展惊人、利爪闪烁着寒光的铁羽鹰。前方地面翻涌，钻出几条水桶粗细、鳞甲森然的裂地土龙，后方更是烟尘弥漫，不知还有多少凶兽正蜂拥而来。吼！恐怖的兽吼震耳欲聋，狂暴的兽气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瞬间将苏阳淹没。眨眼间，苏阳所在的开阔地便被发狂的灵兽所包围，退路已绝，避无可避。苏阳瞳孔紧缩，心沉到了谷底。搞不懂为什么会遇上兽潮这种百年难得一遇的奇观，但眼下也不是他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狂暴的灵兽已经冲过来了，苏阳可从来不是认命的主，绝境之下反而激起了他骨子里的狠戾与战意。你们这些畜生也想杀我！苏阳怒吼一声，主动迎向最先冲来的那一群体型最为庞大、冲击力最强的暴血蛮熊。冲过来的这群灵兽里，暴血蛮熊的实力最强，是典型的3星灵兽。他现在的实力还处在巅峰状态，未被消耗。只要先灭了这群蛮熊，那么被拖垮的概率就会低很多。反之，先被一些低阶灵兽拖垮，再遇上暴血蛮熊，被干掉的可能性就很高了。唯有以攻代守，打出气势，才有可能撕开一道口子，逃离兽潮。吼！为首的暴血蛮熊人立而起，足有2人高，磨盘大的熊掌带着撕裂空气的恶风，狠狠拍向苏阳的脑袋，足以开山裂石。苏阳不闪不避，眼中寒光爆闪，枪！一声清月剑鸣响彻山林，一道剑光闪过，剑身之上那些暗淡的符文微微亮了一瞬，一道恐怖的剑气直接切了过去。吃啦！暴血蛮熊坚于金铁，足以硬抗法宝轰击的皮毛和厚皮，在神剑锋芒之下，如同切瓜一般，整条巨大的前臂被齐根斩断，鲜血如同瀑布般喷涌而出。嗷呜！暴血蛮熊发出痛苦至极的惨嚎，庞大的身躯因剧痛和失衡轰然倒地。苏阳看也不看，身形毫不停留，借助隐形靴快速冲入熊群之中。剑光闪烁，偏若惊鸿，宛若游龙，每一次挥动都必然带来一声凄厉的惨嚎。解锁先天圣体之后，苏阳自身的实力本就比同境界的要高许多，如今的他已经进入筑基后期，从实际战力来说，他现在的实力已经事实上达到了结丹期的水平。3星灵兽对应人族修仙者，也就是结丹期的水平。然而苏阳还有神剑在手，这剑藏仙骨中最强的远古法器与之一同战斗，苏阳发挥出了远超其当前境界的恐怖杀伤力，没有任何一只暴血蛮熊能挡住他第2剑。此刻的苏阳如同杀神，以最狂暴、最直接的方式，硬生生在暴血蛮熊的阵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然而兽潮并非只有地面，咻咻咻，刺耳的破空声从头顶传来，那数十只铁羽鹰抓住间隙，以极高的速度俯冲而下。它们铁灰色的羽毛闪烁着金属光泽，利爪尖锐，足以洞穿金石。与此同时，地面翻滚，那几条裂地土龙破土而出，嘶吼着从侧面封死了苏阳所有闪避的空间。天上地下，绝杀之局。虽说铁羽鹰和裂地土龙的实力不如暴血蛮熊，但也都是接近3星灵兽的水平，实力不弱。更重要的是，它们数量众多，极大地弥补了它们数量上的不足。苏阳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面对这配合默契的如同有人指挥的3维打击，似乎已无路可逃。妈的，老子一个穿越者，还真能死在你们这帮畜生的手上！苏阳可不会认命，眼中闪过一丝决绝。苏阳猛咬舌尖，剧痛刺激下让他保持着极度的清醒状态，并且始终维持战斗意志。他没有试图防御来自天上的攻击，而是将大部分真元灌注于隐形靴和神剑之中。土龙又如何？给我开！苏阳暴喝一声，径直冲向其中一条裂地土龙。土龙自然也不是来亮个相走过场的，见到苏阳冲过来，立即发起他的致命攻击，血盆大口里吐出蕴含地之浊气的湮灭土息。苏阳不避不闪，神剑在前，人随剑走，在隐形靴的加持下，快如闪电冲过去。轰！神剑锋芒与湮灭土息悍然对撞，那足以腐蚀法器、湮灭生机的土息被神剑生生从中劈开。
苏阳的身影从爆散的浊气中悍然冲出，虽然衣袍被腐蚀出不少破洞，脸色也有些苍白，但速度却丝毫不减，已然来到土龙面前，哪有丝毫犹豫，当下便发起攻击。危急之中，苏阳左手掐诀，右手持剑，左手一个法阵出现在面前，苏阳当即把神剑插入法阵。当神剑从法阵中再出现时，化作一把10米之巨的巨剑，在土龙还未反应过来之际，一剑刺穿他的脑袋。这法阵名叫化龙剑阵，是一个专门加强攻击型法器的中阶法阵，是苏阳掌握的少数中阶法阵之一。这化龙剑阵对真元的消耗非常巨大，既然用了这剑阵，只杀一只土龙实在是太亏了。苏阳精确计算着自己的真元消耗，巨剑横扫冲过来的裂地土龙，一连斩下3条土龙的脑袋，顺带着把一只冲过来的暴血蛮熊劈成2段。群兽之间终于被他杀出一条血路。苏阳正要冲出去，背后一只铁羽鹰趁他还未重新提气之时俯冲而至，2道鹰爪狠狠地抓在他的后背和左肩之上，瞬间撕扯下大块皮肉，深可见骨。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衫，剧痛传来。苏阳闷哼一声，身形一个踉跄。苏阳借势向前一滚，同时反手一剑向上撩去。立！一声凄厉的鹰啼，正准备再次攻击的铁羽鹰被神剑精准地削断了双足，哀鸣着坠落下来。苏顾不得处理伤口，也顾不得喘息，更多的铁羽鹰和另外2条裂地土龙的攻击已接踵而至，四周还有更多被血腥味刺激的更加疯狂的灵兽正蜂拥而来。刚刚杀出来的一条血路再次被发疯的灵兽堵死，苏阳陷入了真正的苦战，每一次挥剑，每一次闪避，都游走在生死边缘，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鲜血几乎将他染成一个血人。真元在飞速消耗，且得不到补充，但他不能停，一旦倒下，绝对会被这群发疯的灵兽撕成块。苏阳在灵兽包围下不断战斗，神剑在他手中仿佛拥有了生命，如雷霆般刚猛无仇，硬汉强敌。他跟神剑的默契程度在生死压力下以惊人的速度提升着。然而兽巢仿佛无穷无尽，半个时辰后，苏阳脚下已经堆满了各种灵兽的尸体，血流成河，周围的树木早已被夷为平地。他不是站在地上和灵兽战斗，而是踩在灵兽的尸体上和他们在战斗。此时苏阳的也已是强弩之末，真元接近枯竭，手臂沉重的如同灌了铅，视线也因为神识的长时间高端集中开始有些模糊。不行，再这样下去必死无疑。眼看着兽巢还在向他聚集而来，苏阳猛地一咬牙，本来想留着以后有机会再用的丹药，现在也不敢再留了。趁着战斗的间隙，快速储物袋中取出那个精致的木盒，立即将那颗金红色的浑元真灵丹一口吞下。丹药入口即化，下一刻，一股难以形容的磅礴如海的精纯真元，如同火山爆发般自他丹田内轰然炸开，瞬间涌向他几乎干涸的四肢百骸。干你娘的！苏阳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啸，笑声中充满力量，周身气势节节攀升，不仅瞬间恢复到巅峰状态，甚至比之前全盛时期还要强盛几分。来吧，杀不光你们！苏阳眼中燃烧着熊熊战意，手持神剑，主动杀向再次涌来的兽巢。这一次，他更加勇猛，更加狂暴。浑元真灵丹提供的庞大真元，让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出威力更大的剑招。剑光纵横，兽血纷飞，苏阳化身不知疲倦的战斗机器，在兽巢中掀起一片腥风血雨。又过了一个时辰，周围的兽巢虽然被他斩杀无数，却依旧源源不绝。苏阳越杀越觉得不对劲，兽巢他是第一次遇见，但他在书上却不止一次看到关于兽巢的描述。正常情况下，兽巢是没有目的的发疯，很多时候兽巢的爆发往往伴随着灵兽自己的自相残杀。可他现在遇到的情况，这些灵兽虽然发疯，但他们的目的却只有他一个人，就像受到某种操控一般，精准的对他一个人发起攻击。这兽巢的莫名出现本身就让苏阳觉得有些古怪，现在越战越觉得蹊跷。难道有人在针对我？苏阳一边战斗一边极为认真的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八宗争夺灵兽，有人想要对他下手，这个可能性极高。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第一纪元结束后的3万余年时间里，唯一一个得到神剑认可的人，属于彻彻底底的木秀于林。除了玄天道宗，其他7个宗门恐怕都有理由干死他。若有机会干掉他，八宗之间又可以恢复到相对平衡的状态，而不是现在玄天道宗一家独大的格局。不管是下武宗，还是除了玄天道宗之外的上2宗，他们都有理由杀了他。眼下这种情况，苏阳很难相信这一切都是意外。谁在操控这些灵兽？苏阳战斗之余铺开神识扫视战场，四周并没有发现人族修仙者的气息。作为一个合格的穿越者，苏阳自然不会放过空中的情况。难道是他？苏阳注意到了在空中盘旋的蓝翼裂空鹰。这场战斗下来，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空中的这只鹰了，之前没有在意，但现在苏阳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就在苏阳注意到这只蓝翼裂空鹰的时候，蓝翼裂空鹰并未注意到他的细微表情，而是注意到战场上的灵兽再次快被苏阳屠杀殆尽了。他必须召唤更多的灵兽前来战场围攻苏阳。蓝翼裂空鹰扩大了盘旋范围，羽翼扇动，奇特的粉末随风散入古老的山林之中。更远处的灵兽咆哮着朝他这里来了。果然有问题。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天上之后，苏阳清楚地看到了这只蓝翼裂空鹰的动作。这下他确信自己被做局了。而且确定自己被做局之后，苏阳马上就意识到有能力做这个局的大概率是御灵宗。8大宗门里，御灵宗向来以操控灵兽而闻名天下，这翻脸翻得够快的啊。苏阳不傻，马上就明白御灵宗把联姻失败的过错怪在了他的身上。除掉他，玄天道宗失去未来的依仗，那么联姻就可以再继续了。就算联姻无法再继续，御灵宗也可以和五行宗一起对抗玄天道宗，上三宗的第2和第3联合起来，玄天道宗这个天下第一宗不出几年绝对会被拉下来。够狠。苏阳看着再次飞回来的蓝羽裂空鹰，脸上露出一抹冷笑，眼神中更是冰冷。收回注意力，苏阳重新把精力放在了战场上。既然有人做局，那么只要他不死，蓝翼裂空鹰就会源源不断地召唤更多的灵兽过来。浑元真灵丹提供的灵气不是无限的，持续了1个时辰的战斗已经让体内的真元再次进入枯竭周期，一直这样无休止的战斗下去，他会被活活耗死。既然如此，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苏阳目光猛然变得凶狠，不只是对这些灵兽的凶狠，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凶狠。真元爆发，手持神剑冲入兽群。这一次，苏阳的战斗方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变得极为莽撞，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破绽，不断斩杀灵兽的同时，也被灵兽不停的重伤。只是半个时辰之后，苏阳浑身上下都是深可见骨的伤。随着他的伤势不断累积加重，他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弱。但是与此相对的，天空中的蓝翼裂空鹰见他越来越无力战斗，召唤来的灵兽越来越少。当苏阳斩杀掉最后一只灵兽时，终于坚持不住，仰着面轰然倒下。此时的他并不是倒在地上，而是倒在了堆积成山的灵兽尸骸之上。灵兽的鲜血在开阔地上汇聚成一滩红色血湖，腥气冲天。尸骸之上的苏阳逐渐失去气息，就连修仙者所特有的气场也跟着消散了。整个战场一片死寂，一切都归于寂灭。天空中的蓝翼裂空鹰悬停在战场的正上方，万米之遥的距离对他来说不算什么。锐利的鹰眼清晰地看到下方战场上的每一个细节。他的目标终于倒下了，但他收到的指令可不是看到他死这么简单，他要亲自确保目标真真正正的死亡之后，才能确保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蓝翼裂空鹰盘旋片刻，随即化作一道蓝色的闪光俯冲而下，万米的距离转瞬即逝。蓝翼裂空鹰展开蓝色的羽翼，精准地降落在尸山之上，一爪摁在苏阳身上，另一爪则是抓住苏阳的脑袋。他正要扯下苏阳的脑袋，苏阳猛然睁开眼睛，双眼中爆发出夺目的凶光，暗藏体内的最后一股真元全部汇聚于神剑之上，忍着剧痛的肢体，直接一剑刺入蓝翼裂空鹰的腹部。一声悲鸣冲天而起，蓝翼裂空鹰正欲逃走，一道剑气直接穿透他的身体，一剑劈下，直接把他上半身劈成2半，还未断开的身体从尸山之上翻滚而下。操你妈的，让你丫算计我！苏阳忍着浑身剧痛从尸山上爬起来，极度的虚弱和脱力感如同潮水般涌来，险些站立不住。但他赢了，他凭一己之力杀穿了这场人为制造的恐怖兽潮。放眼望去，整个开阔地布满了灵兽身体，逐渐凝结的血湖散发着冲天的血气。此刻只有他立于尸山血海之上。啐，吐了一口血唾沫，苏阳踉踉跄跄地从尸山之上走下来，背靠一只暴血蛮熊的脑袋坐下。蓝翼裂空鹰一死，果然兽潮就此消失了。此时苏阳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了。妈的，御灵宗不愧上3宗之一，仅靠一只蓝翼裂空鹰就引发了如此规模的兽潮。要不是老子神剑在手，还有先天圣体的加持，今天真栽在你们手上了。苏阳骂了一句，同时也庆幸自己前面遇到了4尾狐妖，要不是靠他突破到了筑基后期，大幅度提升了自己的实力，这一场战斗下来，他恐怕也悬抓紧时间恢复。这里死了这么多灵兽，一会怕是会吸引来其他灵兽。再来，我真打不动了。苏阳立即从储物袋里拿出宗主给的另一枚极品疗伤丹药玄灵归元丹，正欲服下，一道粉白色的光芒从他面前一闪而过，手中的玄灵归元丹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苏阳心下一沉，完了，又遇上那骚狐狸了。果然，4尾狐妖摇曳着狐尾再次出现，他优雅地在苏阳面前踱步，踩在血泊和尸体之上，血污却未沾染他漂亮的毛发。那双魅惑的虎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眼神里充满了好奇、玩味以及
一种更加深邃的贪婪。他轻轻一跃，再次化身为那个妖艳绝伦的女子，赤足落在苏阳面前，手中把玩着苏阳的玄灵归元丹，媚眼如丝，朱唇微起，声音酥媚无比：“小弟弟，你可真是让姐姐刮目相看呢。”姐姐见笑了，如此狼狈，不值得刮目相看，不知姐姐找我有何事？苏阳苦笑道。此时的他不论愤怒也好，挣扎也罢，他都做不到，逃跑就更不用想了。嘴倒是挺甜，姐姐找你确实有事，你呢，马上就知道了。四尾狐妖媚笑一声，优雅的摆摆手，一道粉色的风从苏阳面前吹过，苏阳顷刻间便失去了意识。苏阳迷迷糊糊中，感觉有大量的灵气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同时还有另一道清冷的灵气顺着他体内的经脉在运行。有人在用他修炼？不对，不是有人，是那种四尾狐妖正在用他修炼。自从先天圣体解除封印之后，他仅靠自身是无法从外界吸收天地灵气的，必须通过女人才能高效地利用外界的灵气。此时有灵气进入他的身体，就意味着必然有个女人坐在他的身上，不用想也知道是谁了。苏阳忍着虚弱的身体，强行让自己睁开眼睛，果不其然，四尾狐妖正坐在他的身上，本就媚态绝伦的脸上此时透着几分粉色，更显得魅惑无比。四尾狐妖正盘坐在他身上静心修炼，苏阳没有吵醒他，而是第一时间观察自己和四周的环境。此时的他正大字躺在一张石床上，四肢被法术牢牢地固定着，手上的手环也已经不知所踪，身上的伤已经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痊愈了。再看周围，苏阳发现他现在所在的洞穴并非之前的那个洞穴，看起来是他的另一处藏身之所。都说狡兔三窟，这狐狸比兔子更狡猾，多几个藏身之地也正常。苏阳的目光搜寻神剑，发现神剑正在墙角靠着，他试图换来神剑刺死正在修炼的四尾狐妖，但这四尾狐妖狡诈得很，居然用禁魔灵石打造的锁链捆住了神剑，让他无法操纵神剑。这狐妖够谨慎的，苏阳心里暗骂一声。当下运转真元，试图解开手脚上的束缚法术，但他的真元触碰到手脚上的束缚，反而把他勒得更紧了。小郎君，别白费力气了，以你现在的修为，想要破除我的法术是不可能的。四尾狐妖缓缓地睁开眼睛，粉色的眼眸中闪过些许得意。姐姐抓我来，不会就是想要用我修炼吧？苏阳强迫自己压下所有的情绪，脸上挤出一丝疲惫却坦然的笑意。小郎君，你还真是说对了，姐姐现在稀罕你稀罕的紧呢。没想到这世间居然还有这等体质的男人，和你修炼可比姐姐自己独自一人修炼效果好上百倍。既然你已经破了姐姐的纯净之身，姐姐用你修炼也就没什么顾忌了。四尾妖狐依旧坐在苏阳身上不动，纤长的手指在他胸前划过。姐姐已经决定了，每日与你修炼，直到重新恢复九尾巅峰状态。那时候，小郎君，你就可以回去你的宗门继续做你的天之骄子了。至于在此之前的这段时间，便便宜小郎君你了，你且享受着吧。姐姐要继续修炼了。四尾狐妖可不像人类少女那般矜持娇羞，能有个男人可以帮她快速提升修为，自然是要好好利用起来，好好修炼。苏阳终于知道他抓自己回来干什么了，感情这丫是要拿他长期修炼啊。这下好了，真要被这么绑在这里，天天被他拿来修炼，享受固然是享受，但这没自由的工具人爱谁当谁当，他可不想给一只狐狸金当炉顶。可眼下的情况对他极为不利，苏阳压下所有的慌乱，让自己强行冷静下来，看着盘坐在自己身上修炼的四尾狐妖，一个基于他自身特殊体质的破局方案逐渐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苏阳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什么也不说，他也闭上眼睛开始修炼。周围的灵气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他的体内，同时他也运转体内的灵气进入他的身体，循环一圈回来，迅速炼化成自己的真元。他的修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恢复着。四尾狐妖秀眉微蹙，再次睁开了眼睛。苏阳也同时睁开眼睛，四目相对。苏阳首先开口道：姐姐，我的体质特殊，你与我修炼能快速增进你的修为，但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我的修炼进度一定会比你快。只要你拿我修炼，拿我便一起修炼，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的修为一定可以反超过你，到时候你再想拿我修炼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四尾狐妖并不认为他说的是假话，按他的修炼速度，或许他重新修炼出六尾的时候，他的实力就已经可以与他正面抗衡了，那么后续再想利用他修炼就不可能了。不等他开口，苏阳继续说道：当然了，我也知道姐姐肯定不愿意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放了，就算我最后会反超过你，能提升多少就提升多少嘛，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大家都是修炼之人，想要提升修为再正常不过了。姐姐，咱们与其在这里相互对抗，最终斗个你死我活，不如放弃争议，共同进步。哦，你且说说看。四尾狐妖来了兴趣。苏阳道：
你我共同修炼，对你对我都有好处，这是无可争议的共同利益。而咱们之间的主要矛盾，于我而言是不想被你困在这里，于你而言是担心我跑了，这一点没错吧？四尾狐妖点点头，扭扭腰，示意苏阳继续说。嗨嗨，姐姐你别乱动，扛不住。苏阳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四尾狐妖可没那么多的羞耻心，见他这般颇为有趣的咯咯笑，姐姐不动便是，你继续说。苏阳控制一下情绪，道：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苏阳，玄天道宗的弟子。姐姐你也注意到了，我得到藏仙谷中唯一神器的认可，现在的我是宗门未来的寄托，不论我是死是活，宗门绝对不可能对我置之不管。若是我迟迟不回，玄天道宗肯定会派大量的人开始搜山，死要见尸，活要见人，甚至有可能惊动长老阁的那些大能前来搜查，这对姐姐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呢，四尾狐妖听他这么一说，也确实感到事情有点不妙。所以姐姐与其把我留在这里陪你修炼，不如假装成我的灵宠，与我一同回到宗门，这样就咱们之间的矛盾解决了，我们也就可以时常一起修炼了。姐姐不必担心我会骗你，若是姐姐愿意每日与我修炼，我自己的修为也能快速提升，我获得的好处不比姐姐获得的少，甚至可以说更多。若是姐姐愿意跟随我回宗门，我是非常乐意的。苏阳说得非常坦白，如此情景之下，坦白是他们之间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四尾狐妖美眸流转，看着苏阳若有所思。这确实是一个极佳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意味着他必须进入人类宗门，对他而言风险是极高的。不过四尾狐妖显然不是泛泛之辈，更不是胆小怕事之人，忽然媚笑道：小郎君真是好口才，真是把姐姐给说动了呢。不过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姐姐可不知道，你这个用完我就要把我杀掉的小坏蛋，会不会把我带到宗门就始乱终弃呢？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修炼资源，但对你来说，女人到处都有，利用宗门大能杀了我之后，你也依旧可以继续修炼，那姐姐我不就白白搭了一条性命吗？四尾狐妖不等苏阳开口保证，双手掐诀，两手指尖同时冒出一道粉色的灵光，左手指尖朝他自己心口点了一下，灵光没入他的胸口，右手指尖朝着苏阳心口一点，粉色的灵光同样没入苏阳的心口不见了。姐姐这是……苏阳心头一沉，粉色灵光没入心口的那一瞬间，苏阳明显感觉心脏一缩，心脏多了一层特殊禁制。这是我们狐族特有的法术，名字叫做同生咒，也可以叫做双生咒。四尾狐妖媚笑着解释道：中了同生咒，只要我死了，你也活不了。所以呢，小郎君，你以后不仅不能杀了我，还要尽量的保护姐姐我呀，这样才能保住你自己的性命。当然啦，姐姐也要靠你重回巅峰，所以呢，以后若是遇到危险，姐姐也会尽可能的保护你的安全。好家伙，这狐狸精不愧是狐狸精，就是精啊！苏阳没想到这四尾狐妖居然来这招，直接把他们两个给强行绑定了。看着身上这只妖艳傲娇的狐妖，苏阳也是无可奈何。从他口中隐约透露出来的信息，苏阳大概能猜到这只狐妖以前至少修炼到了九尾的巅峰形态，只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修为被废了，这才开始重新修炼。按照他所了解的特异狐族的资料，也确实只有修炼到九尾巅峰形态的狐族才能变化成人，从这一点上也侧面印证了苏阳的猜测。说到底，这是一只登过顶峰的万年老狐狸，心眼多也合理。为了摆脱现在的困境，苏阳也就认了，多一个万年狐妖保护自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看来姐姐这是信不过我啊。不过姐姐都已经给我下了咒，想必我说再多姐姐也是不肯给我解开禁咒的。既然如此，我也就不说了。现在姐姐已经给我下了咒，这下总该安心的放开我了吧？苏阳深吸一口，镇定的看着他。折什么急啊？这里天地灵气充足，陪姐姐在这里先修炼修炼嘛，不要白浪费了这里的灵气。姐姐，你吸了那么多宗门弟子的阳气，就算不完全知道，应该也大概知道宗门这场活动的规矩。我必须在7天之内赶回去。今天刚好是第8天哟。啊！苏阳大吃一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你受了那么重的伤，浑身上下都是骨肉相连，你以为恢复不要时间的呀？要不是你那颗丹药足够强效，你恐怕还得个把月才能动弹呢，哪能这么快就与姐姐这般修炼？四尾狐妖媚声媚气地说道：你给我吃了那颗丹药，不然呢？姐姐我一来不懂治病救人，二来又不想看着你重伤而死，只好把抢来的那颗丹药又给你自己服下了，还不快谢谢姐姐？四尾妖狐娇笑着扭扭腰。苏阳一机灵，哭笑不得道：虽然那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丹药，不过还是谢谢姐姐。姐姐你要修炼就修炼，别扭来扭去了。这狐狸精不愧是狐狸精，真的是哪哪都吸人。四尾狐妖见他这般笑的，更是妩媚了，笑了好一阵才进入修炼状态。苏阳看着身上这只美艳绝伦的狐狸精，要不是那天逃离山洞时分明看到自己灵根带血，简直不敢相信这狐狸精是被他夺了纯净之体，想云瑶师妹当时的羞怒。再看看这狐狸精的泰然自若，
感叹人族和狐族女人的心态真是大不相同。也好，总比因为这事纠缠不清来的要强。苏阳心里暗道，眼看着狐妖也不肯放过这里浓郁的灵气，想走是肯定走不了的了。这里这么丰富的灵气，也不能都便宜了这只狐狸精。而且7天时间也已经过了，急也没用。苏阳也干脆修炼起来，充裕的灵气浩浩荡荡地涌入身体，在狐妖体内运行1圈之后回来，再经过先天圣体的洗礼，快速转化成纯净的真元。此时外界灵气充沛，苏阳自然是优先转化外界的灵气。神剑赋予的灵气现在不急着转化，等回到宗门之后再花时间把这些上界灵气转化成自己的真元也不迟。这一修炼就是3天，腹肌的灵气全部被他们2个吸了个一干二净。苏阳中途实在扛不住这狐狸精独特的吸人体质，每天都得给他一顿强力暴击。最让苏阳惊叹的是，这狐妖甚至能感受到灵液之中所蕴含的高纯度元阳，一点都不浪费的全部被他吸收了，还说什么特别好，要他每天都给他，搞得苏阳哭笑不得。狐狸精就是狐狸精，勾人。叔父终于把这里的灵气全部吸收完了。4尾狐妖慵懒的舒展身体，本来就美艳动人的她，此刻更添了几分媚态。粉嫩的肌肤透着修炼之后特有的被净化过后的通透感，如果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神识来看，甚至能看到她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粉色光芒。姐姐，你也快把我吸干了。苏阳调侃道。这是纯调侃，事实上这3天苏阳也是实力大涨，丰富的复合灵气已经让他接近筑基后期后巅峰了。你的体质如此特殊，我才不信这就能把你吸干。4尾狐妖翘着兰花指，掩着嘴咯咯笑，终于舍得从他身上起来了。苏阳特意观察了一下，好家伙，这几天的灵液居然真的被他给吸收了，一点也没有遗漏的痕迹。好看吗？都是你的，想看的话姐姐让你慢慢欣赏哟。4尾狐妖注意到他的目光，十分调皮地做了个舞蹈动作，将他的一切展现在苏阳面前。反正是被他夺了纯净之体，以后的修炼也都是跟他一起，怕什么羞吗？咯咯喽，嗨嗨姐姐，你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苏阳收回目光，狐狸精就是狐狸精，马又虫。4尾狐妖见他不好意思，反而笑得更欢了，动动手指解除了对苏阳的束缚。要不是这里灵气已经枯竭了，姐姐真想和你继续修炼。我的第5条尾巴很快就要重新出现了，可惜这里灵气没了，可惜，现在只能和你回宗门慢慢修炼了，我的小主人。4尾狐妖轻轻一跃，妩媚妙曼的身躯在空中变成了一只粉白色的4尾狐，稳稳地落在苏阳的肩膀上，还不忘用它柔软的尾巴清扫苏阳的面庞，逗逗他。苏阳被他这一声小主人叫得一哆嗦，实在是太媚了，连声音都勾人心魄。我应该叫你什么？你有自己的名字吗？苏阳问道，起身拿回神剑。你就叫我古月吧，已经很久没有人叫我这个名字了。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名字的人了哟。古月慵懒地趴在苏阳肩头。那我还挺荣幸。苏阳耸耸肩调侃了一句，也懒得跟他在这里拌嘴了，离开山洞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营地所在的位置疾驰而去。小主人，你乃日杀的那些灵兽不要浪费了，不少3星灵兽都有兽丹了，还有那些皮毛兽甲不要也怪可惜的。古月忽然说道。有道理。苏阳一听这话，立即停下了脚步，自己差点死在那些灵兽的手中，现在不把他们利用起来，对不起自己流的血啊。可我不知道方向啊。你带路，哥哥给我指路，你跑吧，反正你脚下的法器速度挺快，向左前进。你还挺会使唤人，不谢谢姐姐也就罢了，还怪起姐姐来了。得，姐姐你继续指路。苏阳也懒得跟这只魅狐计较，反正他带不带路他自己都得自己跑，他能趴在他身上，他总不能骑在他身上。也不是不行，改天骑他身上试试，让他嚣张。古月对藏仙谷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指挥着苏阳一路前进。苏阳靠着隐形靴速度飞快，不出1个时辰便到了那日的战场。所有的兽血都已经凝结，整个开阔地变成了一片暗红色，散发着腥臭的血腥味。由于兽丹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着灵气，这些尸体依旧保持着完好，并未有丝毫腐败。让苏阳意外的是，这里除了几只弱小的幼兽在这里啃食尸体，并没有见到其他更多的灵兽。又有人在这里埋伏他，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苏阳很快就把心放回了肚子里。想来大概率是因为蓝衣猎空鹰把周围大量的灵兽都召集到了战场，凡是来的都死在了这里，导致以战场为中心的方圆100余里的进入了一个灵兽的真空地带，所以这里的血腥味才没有吸引来大量的灵兽。啧，我的小主人还真是厉害呢，筑基中期的水平居然杀了这么多比你厉害的灵兽，你这实力强的都不像第一次修仙的普通人，你该不会是某个大能转世重修吧？古月看着满地的灵兽尸体，随口调侃。苏阳耸肩不语。转世重修不置可否，但他作为穿越者的身份倒是实打实当然，这个身份可不会告诉他。
苏阳打量着眼前这些灵兽的尸体，这个暴血蛮熊的兽爪有用，兽皮也有用，熊齿也有用，就连兽骨也有用，整只熊都有用。还有这铁羽鹰，轻量化的骨骼和金属化的羽毛是打造法器的极品。还有这金臂螳螂，镰刀手比一般的法器还要坚硬，稍加打造就是一件利器。我靠，都是宝贝啊！战斗时看这些灵兽恨得要死，现在重新来到战场，苏阳看着这些灵兽尸体爱得要死，一时间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开始搞。我的小主人，你不是有个储物袋吗？把这些灵兽全部打包带走，就是卡回去之后慢慢处理。古月提醒道，这里灵兽尸体不下100只，储物袋能装得下。苏阳不是笨，而是他认知里的储物袋容量有限，用储物袋装上100只灵兽的尸体，这属实有点超出他的认知了。哥，这储物袋不是小主人你自己的东西吗？你看不出来这是顶级储物袋吗？别说这些灵兽的尸体了，你要是有本事把一座山连根削断，整座山都能装上带走。万年狐妖的见世面自然是有的。我操，这妖牛逼！苏阳都给震惊到了，没想到宗主这么大方，给他的储物袋居然这么顶。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能全部都收了，自然没必要挑挑拣拣，别管强的弱的，全部都给我装起来。尤其是那只蓝衣裂空鹰，苏阳冷笑一声，先是挖了他的兽丹，然后把它一同装了起来。灵兽尸体全部打包，只留下一片干涸的血湖。走吧，古月。苏阳重新辨认方向，飞入空中御剑而行，朝着营地的方向快速飞驰而去。以他现在对宗门的重要性，就算过了7天的活动时间，想必玄天道宗的人也还没有走，至于其他7宗，大概率也不会离开。且不说都想看他死没死，就他手上这把神剑，其他7宗也不可能不闻不问。此时的平顶峰藏仙谷营地，7日之期早已过去，第11日的太阳已经升起。参与此次灵兽争夺活动的8宗弟子，早已经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被传送回来了。各宗都有损失，将近1/3的弟子折损在了凶险的山林之中。至于剩下弟子的收获，可谓是寥寥无几。按照往年的活动，大概会有1半的弟子能够得到灵宠，但是今年连1/5都不到，各宗都只有少数几个弟子幸运得到了灵宠。损失大，收获少，各宗都挺失望。但是相对于玄天道宗来说，另外7宗又没那么难受了。玄天道宗新进的旷世奇才苏阳，7天结束并被传送回来，现在已经第11天了，派去找他的人也没有带回来任何消息。这个对玄天道宗极为不好的消息，对其他各宗来说，无疑是今年最棒的好消息。当然，表面上谁也不好把心中的欢乐表现得太明显。老温啊，你别这么一直板着脸嘛，修仙者向来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这就很不修仙者了。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就算那小子真回不来了，你们玄天道宗还是天下第一宗吗？五行宗宗主赵圣道拍着温玉衡的肩膀说道：赵宗主，你别胡说八道，苏阳一定会回来的。温玉衡还没说话呢，温云瑶先急眼了。第7天活动结束，苏阳没回来，他就已经很急了。现在第11天了，他还是没回来，他已经心急如焚了。你看你这丫头，我也没说他真就回不来啊，我是说万一嘛。你说是吧，温宗主？赵圣道脸上的表情十分关切，但是谁都能听得出来言语间的那份幸灾乐祸。玉灵宗的叶惊寒也走了过来，温文尔雅且十分有礼貌地说道：温宗主不用着急，各宗都已经派出长士和弟子一起去山中寻找苏阳，定能将他找到。苏阳乃是神剑之主，得上天眷顾，自然不会轻易死在这大山之中。温宗主大可不必如此焦虑。温玉衡勉强露出一抹笑意，但也只是点点头没说话。他的目光一直盯着远处的山林，希望能够第一时间看到苏阳回来，不想承认这个上天赐给玄天道宗的旷世奇才就此陨落在藏仙谷的深山之中。叶惊寒见他不说话，也就客客气气地退下了，回到他父亲叶苍龙身边。父子俩对视一眼，两个人的眼神中都透出一抹不易察觉的阴冷的胜利喜悦。当他们失去对蓝衣裂空鹰的感应之时，都以为这次的行动失败了，但是上天显然是眷顾他们的。7天活动结束，苏阳没有回来，大概率他们的计划成功了。如今已经是第11天，苏阳还是无音讯，他们更加肯定苏阳已经死在了兽巢之中，或者就算没有，直接死在兽巢中，必然也身受重伤，被其他灵兽所灭。老温，你别这样，我们陪你在这里等，1日找不到苏阳，我们就在这里陪你1日，直到找到苏阳为止。叶苍龙上前安慰，脸上极尽体恤之情。另外几个宗主也上来安慰，温玉衡只是陪笑不语，目光始终注视着山林。极远处一道身影正御剑飞来。苏阳。温玉衡脸上表情一变，本来就紧张的心情瞬间更紧张了。极目所望，那道渺小的身影瞬间在他眼前放大，温玉衡的脸上立即绽放出笑容。哈哈，苏阳回来！温玉衡一声大笑，如同惊雷一般炸裂了其他各宗宗主的幸灾乐祸，个个都惊愕地朝着远处看去。五行宗宗主赵圣道脸色瞬间难看下来。
比他的脸色更难看的是玉灵宗的叶苍龙和叶金寒父子。怎么可能？他区区筑基中期的弟子，居然能挡得住恐怖兽潮的攻击而不死？假的吧？此时的平顶峰上，八宗宗主都在，还有少数一些弟子。当远方的那道身影迅速靠近，苏阳那张脸迅速清晰起来，所有人都不用猜了，御剑而来的这个人影不是别人，正是失踪多日的苏阳。他们不仅看清了苏阳的脸，甚至看到了苏阳肩膀上的四尾狐，还真是苏阳，他居然没死，他竟然活着回来了。那是四尾狐是吧？我没看错吧？应该，他收服了一只四尾狐，筑基期收服相当于元婴期的灵宠，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真不愧是能获得神剑认可的男人，果然得上天眷顾啊！温宗主真是可喜可贺啊！是啊，温宗主，玄天道宗能得苏阳这般的家徒，未来必将更上一步。到时候希望温宗主和苏阳贤侄一起带着大家共同进步。不等苏阳降落，几位宗主就已经压不住心里的惊叹了。下武宗的宗主们这时候哪还有任何侥幸，开口就是恭维的话语。好说，好说，大家客气了。温玉衡此时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看着越来越近的苏阳，哪还淡定的下来？骄傲2个字简直像用毛笔写在脸上的一样清晰可见。苏阳活着回来，他已经惊喜万分了。现在居然以筑基期的实力喜获一只四尾狐灵宠，这绝对是意外中的意外之喜啊！苏阳，温云瑶那就更高兴了，远远的就朝着苏阳挥手，已经有喜极而泣的势头了。一旁的叶金寒看看飞回来的苏阳，再看看高兴的差点蹦起来的温云瑶，双拳紧握，拳骨随着他的力道咯吱作响，手背更是青筋暴起。他脸上此刻看似平静，但青筋暴起的手背俨然是他的第二张脸，清晰地表明他此刻的震惊和愤怒。最终还是叶苍龙不着痕迹地拉了拉他的手，轻轻摇摇头，示意他别表现得太明显。叶金寒这才收缓心神，将愤怒和不甘藏起来。苏阳终于来到平顶峰，从神剑上一跃而下，神剑顺手就被他收进了储物袋。宗主还在这里，真是太好了。弟子苏阳迟迟未归，让宗主担心了。苏阳一落地，当即拱手行礼。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温玉衡上去重重地拍了拍苏阳的肩膀，连他这个当了1000年的宗主都有种喜极而泣的冲动了，看着活生生的站在面前，满眼都是欢喜。苏阳，温云瑶跑到苏阳面前，不管不顾地扑到他怀里，完全不顾那些宗主错愕诧异的目光。你的衣服怎么破成这样了？你一定遇到很大的危险吧？幸好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好的话最终还是没说出口。终于见到他平安归来，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确实遇到一些危险，也不知道是不是神剑的气息太过吸引灵兽的注意，我进山没多久就遇到了兽潮攻击，要不是宗主给了我一些宝贝，我这条命还真差点就折在山里了。苏阳这话说得很大声，而且是看着玉灵宗的叶苍龙和叶金寒说的。兽潮2个字把温玉衡和其他几个宗主都惊到了。兽潮这2个字本身就等同于恐怖2个字，一个筑基期的弟子遇到兽潮基本只有死路一条，他居然活下来了，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啊！是啊，弟子确实遇到了兽潮，不过幸亏宗主临行前给了弟子一些宝物，还有神剑相助，弟子把那些发疯的灵兽全部都杀干净了。苏阳这话依旧是朝着玉灵宗的叶苍龙和叶金寒说的，他不止说，而且还要让他们看。说话间，从腰间解下储物袋，往玉灵宗仙船的方向用力一撒，上百只体型巨大的灵兽从玉灵宗仙船正上方轰然掉落，停靠在山顶没有开启任何防护法阵的仙船当场被数量庞大的灵兽尸体砸得稀巴烂。灵兽的尸体掩盖了仙船的残骸，堆积如山的灵兽尸体被如此聚集在一起，堆出了一座蔚为壮观的尸山。最后一只掉落在尸山上的是那只被苏阳从腹部劈成2半的蓝翼裂空鹰。这只蓝翼裂空鹰掉落在尸山之上，蓝色的羽翼此刻显得如此扎眼。叶苍龙正欲发怒，苏阳居然毁了他的仙船，见到蓝翼裂空鹰的瞬间却又心虚的哑火了，整张脸都透露出一股无法隐藏的复杂表情。叶金寒见到这堆积如山的灵兽尸体，还有被杀的蓝翼裂空鹰，脸上的震惊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优雅如他此刻居然被这尸山给吓得有些发抖。苏阳他一个人居然杀了这么多灵兽，这里面可有不少3星灵兽。在场所有人此刻无不惊骇，一个筑基弟子居然能斩杀如此恐怖数量的灵兽，这已经比兽潮还要恐怖了。而当蓝翼裂空鹰掉落在尸山最上面的时候，这些宗主脸上的表情皆是一变，尤其是温玉衡下意识地看向叶苍龙，脸上的表情更是瞬间变得耐人寻味。蓝翼裂空鹰并非什么稀有强大的灵兽，但这蓝翼裂空鹰在空中出生便能翱翔于万米长空，从来没有听说过兽潮会影响到蓝翼裂空鹰的，也从来没有蓝翼裂空鹰出现在兽潮里的记录。因为蓝翼裂空鹰独特的生存方式，
这种灵兽极难捕捉。八宗之中，除了玉灵宗有能力将蓝衣裂空鹰抓来作为灵宠，其他7宗从来没有听说有人把这种灵兽抓来当灵宠的。温玉衡此刻看向叶苍龙的神情，克制之余还有显而易见的愤怒。苏阳的这一举动让平顶峰的气氛一片死寂，最终还是苏阳自己打破了僵局。哎呀呀，不好意思啊，叶宗主，你瞧我这笨手笨脚的，不小心把你们的仙床给毁了。第一次用储物袋，没有掌握使用技巧，抱歉抱歉。苏阳的声音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拉了回来。此时的叶苍龙嘴角抽搐，看着尸山上的那只蓝衣裂空鹰，也只能心虚道：哪里话，贤侄的实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筑基中期的实力居然就能斩杀如此之多的灵兽，不愧是神剑之主啊。同时有意无意地补充了一句，居然还有蓝衣裂空鹰，啧，这种灵兽我玉灵宗再熟悉不过了，一般极少出现在兽巢中，想必是贤侄身上的真元太过耀眼，引来了这畜生的注意，结果不自量力被贤侄给斩杀了。贤侄的实力真是令人刮目相看，这筑基中期的实力居然能被你发挥得如此。等等，筑基后期巅峰？你居然已经是筑基后期巅峰的修为水平了？这怎么可能？你进山时不是筑基中期吗？叶苍龙巧妙地躲开了蓝衣裂空鹰的质疑，但他故作镇定的神情还没维持多久，就因为注意到苏阳身上的修为变化而破碎了。千年修仙者的泰然自若在此刻崩塌成凡人一般骇然表情。听到叶苍龙这声惊叹，其他宗主也猛然注意到苏阳的实力变化，脸上的表情个个跟见了鬼一样惊骇异常。作为修仙者，如果真见到神神鬼鬼，其实不可能这么惊讶。此刻的他们看着苏阳，与其说像见了鬼，不如说是像见到上界仙族大能降临在他们面前一样无比骇然。10天时间，仅仅10天时间，苏阳便从筑基中期进入了后期巅峰，这是什么概念？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概念，因为他们自己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没有听说过有人有这样的经历，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传闻中那个唯一踏入上界的永恒仙帝似乎也是一个修为进展极快的修仙者，但是有多快谁也不知道。关于他的传说，很多细节都在漫长的岁月中丢失了。他们此刻浮现在脑海中的惊骇，已然将苏阳的修炼速度比作永恒仙帝之下的第二人了。你这是遇到什么仙缘了吗？就连玄天道宗自己的宗主此刻都被苏阳这惊世骇俗的修炼速度给惊到了，短暂的忘记了玉灵宗企图设计杀害苏阳的愤怒。算算时间，苏阳是在20天前的筑基大典那日突破筑基的，也就是说短短20日的时间，他从一个刚刚进入筑基的筑基新人直接提升到了筑基后期巅峰。面对如此修炼速度，任是谁都无法保持淡定。弟子确有仙缘，与我这只4尾灵宠有莫大的关系。得益于这只灵宠的注意，弟子这些天修为进展极快。苏阳微微一笑，轻轻碰了碰古月的冰凉凉的鼻子。古月那魅惑的虎眼仿佛能微笑一般眨了眨。面对这群晚辈后生，他可不会怯场，从苏阳左肩跳到右肩，又从他右肩跳到左肩，笑盈盈道：谁让你是我的小主人呢？助你修炼是应该的吗？他可不是通过神识跟苏阳单独说话，而是直接口吐人言跟所有人说话。异化狐族到了4尾阶段本就能口吐人言，所以在场的宗主并未因为他说话而惊讶，所有的惊讶也被苏阳和4尾狐之间简单的2句对话掩盖过去了。他们并不理解4尾狐到底是怎么助他修炼的，能让他在短时间内有如此巨大的提升，但他们都是一宗之主，不可能追着这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唯有苏阳身旁的温云瑶隐约意识到了什么，有点狐疑地看向苏阳肩上这只语态妖媚傲娇的4尾狐。此刻的宗主们也没人再继续追问，他们看着苏阳的眼神慢慢从惊骇变成了羡慕。是的，作为一宗之主的他们此刻几乎都羡慕了。来一趟藏仙谷，先是得到了神剑的认可，得到了藏仙谷唯一神器。参加灵宠争夺的活动，不仅得到了一只潜力巨大的4尾狐，顺带着连修为也有了巨大的提升，这样的运气和实力简直是没谁了。贤侄真是天选之子啊，不仅实力强，而且运气好，厉害厉害。温宗主有空带上苏贤侄来圣剑门逛一逛，大家交流交流。苏贤侄未来大有可为，或许能成为第2位永恒仙帝也说不定。哎，怎么能说是第2位呢？苏贤侄也是独一无二的。是，苏贤侄修炼之余有空了，多来我仙影门走动走动，也让我们各宗门和玄天道宗更熟络一些。柳宗主说的极是，各宗宗主此刻的态度已然完全不同，一口一个贤侄叫的那叫一个亲热。神剑认可是运气的象征，堆积如山的灵兽尸体和他肩上的4尾灵狐则是实力的象征。运气和实力同时具备，只是简单推演便能知道他的未来必将惊世骇俗，此时不搞好关系更待何时。一旁的叶惊寒听着一声一声恭维的话，极致的怨毒和冰寒几乎淹没了他的心脏，让他几乎要失控的咆哮出来。
他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仿佛被无形的巴掌狠狠抽打。神剑、灵宠、实力提升，凭什么都是他的？凭什么？叶苍龙感受到了儿子的情绪，握住他的手，摇了摇头。叶惊寒握着拳头，几乎是用尽了所有的意志，压下了自己的嫉妒。他终究不是莽撞的蠢货，此刻的嫉妒和愤怒起不到任何他想要的作用和效果。他用一种惊人的意志力，让自己脸上挂起一抹温和的微笑，上前恭喜苏阳：“苏师弟，恭喜你有惊无险的归来。”这一场葬仙谷活动，就属苏师弟收获最丰，不仅有神剑认可，还有4尾灵狐做灵宠，就连实力也大幅提升。想来苏师弟一定是万灵界万年难得一遇的气运之子，未来必定能带领8宗再创辉煌。苏阳眯着眼睛看着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叶惊寒，他不能肯定兽潮是他弄出来的，还是他老爹弄出来的，但他以一个穿越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叶惊寒，这家伙无疑参与了这场兽潮行动的某个环节。毕竟退婚的直接受害方是他，他有充足的理由报复他。但苏阳是个鲁莽的人吗？他也不是一个傻鲁莽的人。他知道兽潮是玉灵宗弄出来的，所以他砸了玉灵宗的仙船，既是报复也是警告。但除了心知肚明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场兽潮就是玉灵宗弄出来的。那操纵灵兽的特殊粉末早就用光了，蓝衣裂空鹰此时只是一只普通的灵兽，而且是尸体。就算只有玉灵宗有能力捕捉这种灵兽，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苏阳自然也不会和他撕破脸皮。他现在代表的是玄天道宗，叶惊寒代表的是他背后的玉灵宗。他和叶惊寒撕破脸皮，等于上3宗的第1宗和第3宗撕破脸皮，这显然不是明智的决定。当然，苏阳也不会委屈自己，任由对手挑衅。叶师兄过奖了，我若真是气运之子的话，又怎么会这么倒霉的遇上兽潮呢？不过我觉得叶师兄有一句话，我觉得没问题。未来苏阳不管有没有机会带领8宗再创辉煌，只要苏阳还活着，就一定会努力修炼，让自己越来越强大，斩杀所有与我为敌、与玄天道宗为敌、与8宗为敌的逆贼。说话间，将所有灵兽尸体收回，留下那只被掏空兽丹的蓝衣裂空鹰倒在玉灵宗的仙船废墟之上。苏阳极为犀利的目光直射向叶惊寒虚伪的双眼，强大的气场直接让叶惊寒心神一震，隐约间透过他的目光看到了一个强大的散发着光芒的灵魂，压得他差点喘不过气来，所有虚伪的表情瞬间僵硬在脸上。苏师弟说的是。叶惊寒第一次感觉自己无法在一个人面前保持镇定，留下一句话便灰溜溜地退回他爹身边了。哪怕他用尽所有意志力，也无法在苏阳面前平静地站着，这种感觉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叶苍龙听到苏阳这番话，也是嘴角抽搐。这警告的话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口中说出来，他竟被这城府和格局震惊到了。小小年纪能如此说话，玄天道宗到底是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妖孽？说得好，玄天道宗永远站在你身后。温玉衡不声不响地上去拍了拍苏阳的肩膀，与他并肩而立。事实上，就连温玉衡都惊讶于苏阳所说的这番话，一句话破了他正头疼的僵局，不仅严重的警告了一番玉灵宗，同时也没有让8宗表面的和睦因为此事彻底撕得粉碎。这样的格局和心境，真不像一个18岁少年能具备的玄天道宗，好像真的见到了一个大宝。苏阳肩上的古月颇为不屑地瞥了眼溃退的叶惊寒，那慵懒的眼神看向苏阳时，则有一抹异样的光彩。这个小主人貌似有点东西啊！此刻的平顶峰气氛诡异得很。苏阳一个小小的宗门新生代弟子，一句话一个举动，镇住了在场所有的化神期大能，谁都能听得出他在警告玉灵宗收回其他所有灵兽，唯独留下一只蓝衣裂空鹰压在玉灵宗的仙船废墟之上。这个举动几乎是直言了他知道兽潮是玉灵宗搞的鬼。那极具杀气的几句话，让在场每一个宗主都意识到，这个年轻人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玄天道宗和玉灵宗这2个本来要联姻的宗门，此刻如此针锋相对，其他宗门都不便多说，就连向来嘴碎事多的五行宗宗主赵圣道，此时此刻都格外的安静。玄天道宗有苏阳这样一个不论是运气还是实力，甚至是年轻弟子中最难能可贵的格局都兼具的弟子，连他都不得不重新评估五行宗和玄天道宗的关系。一时间无人打破现场诡异的安静，只有乱风吹拂。苏贤直正气浩然，令人佩服。哈哈，老温啊，你真是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弟子啊！最终还是叶苍龙自己用一声大笑打破了山顶的沉默。温玉衡坚定地站在苏阳身边，此刻他是以一宗之主的身份为苏阳背书，表明他对苏阳这番警告的强烈支持。但苏阳都能顾全大局，没把话说死，他这个一宗之主又怎么可能破坏苏阳努力维持的大格局？温玉衡似笑非笑道：是啊，我也十分清醒，玄天道宗能得到一位有如此格局的弟子，我已将苏阳收作关门弟子，回去之后必定重点培养，以后有任何不长眼的人敢对他不利，就是与我玄天道宗宣战，我玄天道宗必将倾我全宗之力讨伐。
苏阳一番狠话刚刚丢下，现在温玉衡又来一番，而且说得更加严重。叶苍龙自然知道这是说给他听的，而现在他也只能接着。当然，苏阳如此天纵奇才，就算放在我玉灵宗，也定会如此保护。叶苍龙打了个哈哈，随后转移话题道：既然苏贤侄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各宗就叫那些去找他的长士和弟子回来吧，免得再遇到什么危险。叶宗主说的是，该说的都说了，温玉衡不再多说。各宗宗主一起用秘术指示所有进山寻找苏阳的人回来。一众长士和各宗弟子回来之后，看到苏阳无不惊骇。大家都以为苏阳这么多天没有回来，大概率是死在山里了，结果他不仅没死，还如愿以偿的得到了灵宠，还是4尾狐。未来若是成长成9尾狐，实力堪比大成期顶级大能，恐怖如斯的顶级灵宠，同样让他们感到惊讶的还有苏阳的修为，一个个都惊为天人，都在暗戳戳的议论苏阳在山里遇到了什么奇遇，羡慕之情简直不要太明显。嗨，作为此次葬仙谷之行的主持，五行宗宗主赵圣道再次步入空中，一声轻咳吸引来所有人的注意力。按理说葬仙谷的第2项活动7天便要结束，如今已经是第11个日头升起，能回来的也都回来了，没有回来的估计也就回不来了。我宣布，今年的8宗葬仙谷之行到这里正式结束。赵圣道没有说太多，说完之后径直落在了温玉衡的面前。老温啊，玄天道宗得苏阳这等麒麟儿，天下第1宗之位，实至名归，老夫心服口服。一声心服口服，已经不着痕迹地道出了他此刻的心态变化。温玉衡笑脸相迎道：老赵你这就客气了，是玄天道宗沾了苏阳的光，实属运气。要我说也是运气，但是谁让你运气这么好呢？苏贤侄哪都没去，偏偏去了你玄天道宗，也该你玄天道宗继续当天下第1宗。赵圣道不该心直口快，哈哈大笑道：行了行了，我就不跟你多说其他的了，回去各自整顿，我先回去备好好酒，静候老温你和其他几位好友到来，届时大家把酒言欢，共商大事。一言为定。温玉衡同样放声一笑，相对于叶苍龙的阴，赵圣道的直来直去反而让人讨厌不起来。尤其是此时玄天道宗和玉灵宗已经接近撕破脸皮，难以再叙旧好的节骨眼上，温玉衡自然不会拒绝赵圣道投来的好意。值此离别，又有赵圣道这个今年的东道主带头，早已按捺不住的下武宗宗主们立刻围了上来，简直不要太热情。恭喜温宗主了，苏贤侄真乃不是出的奇才，日后必定一飞冲天，引领我正道风骚。20日从突破筑基到后期大成，想必日后又是万灵界一段传奇。苏贤侄，日后若有闲暇，定要来我天宫阁坐坐，我阁中藏有不少先贤炼气心得，或对贤侄温养神剑有所裨益。我药王谷别的不多，一些滋养神魂、巩固修为的丹药还是拿得出手的，回头便让人给贤侄送些过来。玄天道宗有苏贤侄，有温宗主领导，未来万载辉煌可期，恭维之声不绝于耳。诸位好友客气了，8宗同气连枝，日后自当相互扶持，共同进退。温玉衡面带微笑，从容应对，一一回礼，既不失天下第1宗宗主的雍容气度，也并未显得过于热络，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而他身侧的苏阳只是微微颔首致意，显然并不喜欢这种刻意的恭维，既然宗主在前面挡着，那就让他来好了。苏阳肩头的古月更是慵懒的闭目假寐，对那些投来的好奇、敬畏的目光全然无视，仿佛周围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4尾本就代表着元婴大妖的身份，此时的这份淡然与傲气反而更添神秘，让8宗的一众弟子人不敢小觑。玉灵宗这边气氛怪异，方才苏阳和叶惊寒、温玉衡和叶苍龙的针锋相对，皆以他父子败下阵来而告一段落，彼此间虽未撕破脸，但被如此警告，父子俩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此时相互告别，若是玉灵宗一声招呼也不打，反而更落了下风。叶苍龙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脸上努力维持着平静，甚至也带着一丝略显僵硬的微笑，走上前对温玉衡拱了拱手。温宗主，今年葬仙谷之行，玄天道宗收获最丰，他日聚会五行宗，你可要带上好酒请我们大家。好说，我带酒便是。温玉衡哈哈一笑，即便是面对叶苍龙也仿若无事。8宗宗主皆是相视而笑，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虚伪。温云瑶嘟着嘴巴嘀咕了一句。苏阳此时已经不着痕迹地从他们的包围中退了出来，听到温云瑶的2个字，轻笑道：确实虚伪，但是站在他们的位置上，这份虚伪又是必须有的，否则他们根本站不到现在的高度，更做不到现在的位置。一直闭着眼睛的古月微微睁开他的美眸，打趣地看着苏阳，悠悠道：又没看出来我的小主人小小年纪还挺懂这个世道的吗？有意见？苏阳在他狐狸额头上弹了一下。咯。古月笑而不语，只是看着苏阳的美眸更多了几分好奇。温云瑶看着他们2个的互动，莫名的有一种吃醋的感觉，
这四尾狐越看越觉得有点不对劲。他还没来得及向苏阳打听古月的事情，温玉衡走了过来。走吧，事情都结束了，回宗门去吧。拍了拍苏阳的肩膀，笑着说道。整个玄天道宗都在等着你回去呢。苏阳点点头没说话，回头看了眼那从天而降的灵气瀑布。期待了3年的藏仙谷之行，虽然险些要了他的性命，但他此行收获确实不少。唯一神剑古月这只四尾狐妖在这里增长的修为，还有储物袋里可以用海量形容的兽宝。说实话，这些收获已经远远超过了他3年前的期待。苏阳微微一笑，带着古月一起登上仙船离开。余下7宗皆是目送玄天道宗的仙船离开之后，才纷纷登上各自的仙船离开。各宗都已离去，玉灵宗的营地上只有仙船的废墟和倒在仙船废墟上的蓝衣裂空鹰。叶苍龙和叶惊寒都望着玄天道宗远去的方向。爹，我们就这么算了吗？苏阳和温玉衡当着所有人的面如此羞辱我们就这么忍气吞声？叶惊寒面无表情地说道。叶苍龙面色凝重，叹了口气。玄天道宗得此天才，时也，命也，运也。如今苏阳不仅得到藏仙谷中神剑的认可，还得到了四尾狐作为灵宠。且不说神剑之主未来或许可有先帝之资，单就那只四尾狐，未来一旦成为9尾狐，便是相当于人族大成器的妖仙。如此强大的2大外援，8宗弟子加在一块都没有他的实力。未来的玄天道宗必然以苏阳为中心，围绕他建立一整套资源供给方案，以培养他成为整个玄天道宗最强的下一代。必要时也必然要将整个玄天道宗交到苏阳的手上。未来的千年万年，玄天道宗的地位恐怕不可动摇。这苏阳的地位也必然超然于玄天道宗所有人之上。我们已经错过了解决苏阳最好的时机，今后恐怕再难对他下手了。叶苍龙又叹了口气，有无奈，还有难以掩饰的羡慕，而这羡慕也让他表的神情看起来更加的落寞。爹，越是如此，我们就越不能坐以待毙。叶惊寒目光阴沉道，玄天道宗得苏阳这等天才，未来实力必定更强，而我们玉灵宗与玄天道宗已经有了嫌隙，若是不想办法除掉苏阳，未来我们玉灵宗恐怕难保上3宗之位。叶苍龙沉默了片刻道，暂且按兵不动吧，若有机会再行商议。叶惊寒点点头，看着玄天道宗已然远去的方向，冷冷地笑了一声，虽有不甘，但他依旧相信，只要有机会，他依旧能够除掉苏阳。都回吧。叶苍龙众新换出一艘稍小的仙船，所有弟子一同登船离开。叶苍龙顺手带走了地上那只蓝翼裂空鹰。玄天道宗的仙船上，苏阳已经被师弟团团围住。恭喜苏师兄喜得灵宠，我本以为自己得到的金角蛮牛已经十分了不得，没想到苏师兄居然得到了四尾狐，佩服。江木尘上来就是一顿夸。此时的他站在苏阳面前，已经很明白自己和苏阳的差距。他自己也是天才，但他依然明白，苏阳突破之后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不是他可以碰瓷的对象。你也不错，金角蛮牛攻防兼备，未来潜力巨大。苏阳并不反感已经不找麻烦的江木尘，除开他这个特例，江木尘对于其他同代弟子，他的资质和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嘿嘿，得到苏阳的肯定和夸奖，江木尘笑得挺开心。你们聊吧，我回屋休息一下。苏阳向来不喜欢这种被一群人围着恭维的气氛。对，苏师兄经历了一场受潮，肯定身心俱疲，先回去休息吧。大家都安静一点，别吵着苏师兄休息。苏师兄以一人之力斩杀了那么多灵兽，肯定累坏了，早点休息。一个人只要足够强大，这个世界就会对他更加友好。这些曾经总是对无法突破的苏阳明嘲暗讽的宗门同胞，此时对苏阳的态度已经发生了365死角的转变，哪还有什么嘲讽、佩服和尊敬2个字无差别的出现在每个人的脸上、眼神里。苏阳倒也没有瞧不起他们，这些同门师弟的反应只是再一次加强了他的认知罢了。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世界。苏阳，温云瑶叫住了苏阳，我也恭喜你，以后你终于不用受气了。是啊，以后我可以好好修炼了。苏阳笑笑，那你什么时候想要修炼，随时可以跟我说，我什么时候都愿意陪你一起修炼。温云瑶凑上去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一句，然后跑开了。看来这个小丫头平时没少陪你一起修炼啊。苏阳肩上的古月嫣然媚笑，以后你们都得经常陪我修炼。苏阳自然不跟他客气，回到仓房，在床上盘膝坐下。古月从苏阳的肩头轻轻一跃，摇身一变，化作妖娆美艳的女子，靠在他怀里。小主人现在有空了，不如我现在就陪你修炼吧。修长纤细的手指从苏阳的胸膛划过，妖娆的身姿在他怀里紧贴着。你别发马插虫，回去的路上你还是安分一点，到了宗门之后会陪你修炼的。苏阳被他看得心痒，这古月不是一般的妖艳，而是极端的妖艳，
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甚至是每一度的体温，都能把男人勾得神魂颠倒。要不是他现在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真是想跟他做点修炼之外的事情。这么严肃干什么？想什么呢？说出来，姐姐帮你分忧呀。古月靠在苏阳怀里，一双纤长的藕臂环着苏阳的脖子。我在考虑回到宗门之后怎么解释自己身上的异常。他身上有太多的匪夷所思的事情。神剑和古月可以说是运气，但筑基大典之后短短20余天，从突破筑基到进入筑基后期巅峰，如此之快的跨度该怎么解释，是他必须要好好考虑的问题。你是指实力增长过快？苏阳点点头。那你确实该想想怎么解释。古月作为一只成精的灵兽，事实上也很好奇苏阳身上的奇异之处。骗他们的你可以慢慢想，姐姐不打扰你。不过你能不能跟姐姐说实话？你这修为增长的速度确实很诡异，看起来像合欢宗的双修之法，但远比双修之法更有效率，怎么做到的？你觉得这事能告诉你吗？苏阳直接给了他一个拒绝透露的眼神。先天肾体的秘密是任何人都不能透露的底牌，别管是谁，他都不会说。不能吗？姐姐都是你的女人了，这点小秘密都不能说吗？古月扭着身子魅惑道，既然是我的女人，那你还给我下咒。苏阳道，你要是主动把我身上的咒解开，那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告诉你这个秘密。咯咯了，我的小主人，你怎么这么惊讶？古月嫣然媚笑，纤纤玉指在他额头上轻轻一点，随后重新化作一只魅狐趴在他的腿上睡觉去了。既然小主人不想说，那就算了，你慢慢想吧，我要睡觉去了。小主人的灵根散发着令人着迷的气息呢，翱咬你一口。我操，你还真咬啊！苏阳伸手便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这没羞没臊的小狐狸精，调戏男人真是有一手。咯，古月媚笑，才不管那么多呢，靠着灵根睡觉，温暖的感觉格外舒服。玄天道宗山门之外，灵气氤氲的仙山福地，今日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肃穆与激动。数以万计的弟子身着统一的道袍，井然有序地列队于空中，从山门外一直排到云雾深处的主殿。弟子们翘首以盼，望向远方的天际。那个曾经3年无法突破筑基期，被嘲笑3年的苏阳，竟然在藏仙谷之行中力压群雄，夺得藏仙谷中的唯一神器。神器认主，这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壮举！玄天道宗立宗万余载，从未有过如此荣耀的时刻。藏仙谷夺宝活动中没有收获的弟子，早早的提前回来，他们早已将藏仙谷中的见闻添油加醋的传开。苏阳如何一拳击败5行宗天才，如何引动万气朝拜，如何让7宗俯首，每一个细节都让这些年轻弟子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如今，这位承载着宗门无上荣耀的天骄即将归来，这是玄天道宗的大事。上至供奉阁、长老阁，下至外门弟子，整个玄天道宗从里到外，从高到低，从强到弱，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苏阳的归来。来了，快看，宗主的仙船回来了！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刹那间，所有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远方。一艘巨大的仙船穿透云层，缓缓驶来。玄天道宗众弟子听令，在！玄天道宗上万弟子齐声高呼，准备恭迎宗主和玄天道宗弟子苏阳凯旋归来。宗门长士高声道：“是。”仙船靠近，船首站立着的正是宗主温玉衡，在他身后半步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他的女儿温云瑶，而是苏阳。恭迎宗主，恭迎苏阳师弟凯旋！长士高呼一声，随即山呼海啸般的恭迎声骤然爆发，直冲云霄，震得周围云雾都翻腾不休。温玉衡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微微颔首。苏阳没想到这一次宗门会安排如此之多的人来迎接，比往年多了10倍不止。原本只是恭迎宗主凯旋归来的标准说辞，特意加上了他，苏阳自然知道这是为什么。穿越过来几年了？8年了，终于有一个穿越者该有的样子了，没给千千万万的穿越者丢脸。苏阳笑了笑，神清气爽啊！仙船缓缓穿过迎接的人群，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下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在宗主身边的苏阳身上。能够站在宗主身边以凯旋之姿归来，必定是得到了宗主的认可。质疑？怎么质疑？一个能够得到神剑认可的男人，一个已经和宗主一样需要他们恭迎的男人，他们拿什么质疑？都是修仙者，谁也不是傻瓜。谁都知道没有人有资格对苏阳发起任何质疑，也没有人有资格敢对苏阳发起任何挑衅，哪怕那些比苏阳年纪大很多，实力比他高很多的弟子，有的只是崇拜和羡慕。仙船缓缓降落在出发时的广场上，这里的气氛更加庄重。在这里迎接的不再是普通弟子，而是玄天道宗真正的核心。他们是长老阁的10权长老，15位长老平日里深居简出，难得一见，此刻却尽数出关，在此迎候。
不只是15位长老，更重磅的是站在他们身前的3位仙风道骨的修仙者，他们是玄天道宗供奉阁的3位太上长老，从来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3位太上，此刻齐整整地出现在广场最前方，就连他们身后的15位都很久没见到3位太上一起出动了。没想到今日为了那位神剑之主，居然是齐刷刷的一起出来了，这接待规格连长老都颇为惊讶，更不要说宗主温玉衡了。仙船停稳，见到3位太上站在最前面，温玉衡连忙带着苏阳下船。苏阳，最前面的3位是玄天道宗供奉阁里的3位太上长老，一会切记小心说话。温玉衡一边走一边叮嘱：太上长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苏阳确实是没想到把供奉阁里的太上都给惊动了。入宗8年，倒是知道玄天道宗有个供奉阁，但是从来没见过太上长老，他还以为供奉阁里供奉的是灵位呢。没想到今天居然把他们3位都给炸出来了，这规格未免太高了。你没见过正常，我都有500余年没见过太上了。3位太上长老一起出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场面把温玉衡这个一宗之主都给整紧张了。他知道此次凯旋归来，宗门的迎接规格会很盛大，也猜到长老阁会全数出动。万没想到的是，3位太上都出来了。温玉衡见过3位太上，温玉衡在3位太上面前立定，故作镇定地向3位太上长老行礼，随即又对他们身后的15位长老拱手行礼。玉衡见过师父，见过师伯师叔。苏阳这时候哪能站着不动，也立即行礼：弟子苏阳拜见3位太上长老，拜见诸位长老。一同从仙船上下来的人沾了苏阳的光，有幸见到太上长老和各位长老，都是第一时间行礼打招呼。免了。站在中间的太上面容雅致，虽是白发白须，但脸上丝毫不显年龄，如同一个风雅小生。太上抬抬手，温玉衡身后的所有弟子被一股无形的伟力重新转移到仙船之上。还不等他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觉眼前一黑，再次看清眼前的画面时，他们已经在宗门100里之外的深山里了，眼前清静了许多。3位太上甚至没理会温玉衡这个宗主，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他身旁的苏阳。苏阳冷汗直冒，尽管这3位太上没有动用任何力量，只是被他们的目光注视着，就感觉有3道如同山脉一般的重压层层叠叠地压在身上。苏阳暗中调动先天圣体，调集真元，稳住自身状态。不错，不愧是得到神剑认可的主人，居然能够顶得住我们3个人的凝视，而且短短20余天达到筑基后期巅峰，看来你小子确实不简单。哈哈哈，有意思。右手边一位蓬头垢面的太上哈哈大笑，打破了广场上凝重的气氛。神剑呢？快拿出来给我们瞧瞧。左手边这位太上看起来很不太上，短发，死霸装，威风八面的面庞。他身上也是仙风道骨，但他的仙风道骨和其他2位很不一样，更像是以武入道，肉身成圣的那种仙风道骨。只是看一眼就能感受到他的仙风之霸道，道骨之刚硬。是，身上压力一轻，苏阳松了口气，唤出神剑。精致的神剑漂浮于虚空之中，在苏阳的控制之下，神剑散发着淡淡的光芒，上面神秘的符文若隐若现。3位太上，15位长老，还有随仙船而来的长士和万千弟子，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被这把传说中的神剑所吸引。这就是藏仙谷里的那把神剑。我之前去藏仙谷只顾着找金色法器了，甚至都没见过这把神剑，我也是第一次见，看着怎么有点秀气。告诉你们，这就是藏仙谷里的那把神剑，我之前去的时候还试着拿过，瞬间被吸干了真元。当神剑漂浮于虚空之中，玄天道宗的弟子们立即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个个的眼神都透着清澈的羡慕。3位太上长老直接围着神剑打量起来，他们的感慨那就比其他人更多了。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把藏仙谷的神剑给拿来了。啧，想当年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试着拿起这把剑，可惜无缘。前些年我们这些老家伙还组团去藏仙谷，结果还是拿不起来，合体境的实力都无法将它拿起来，你小子一个筑基期的弟子居然能够把它拿回来，只能说你与这把剑有仙缘啊。神剑就在眼前，经历3万余年的岁月洗礼，经历了无数修仙弟子的尝试，始终无法撼动的远古神剑，今日居然奇迹般的出现在了玄天道宗的宗门之内。作为太上长老的这3人，神剑之主入主宗门的骄傲在他们脸上展现得淋漓尽致。3位太上再次把注意力放在苏阳身上，看着他肩头的4尾狐，3位太上的神情都是有几分不可思议，甚至是有几分不易察觉的洞察。古月怕他们？开玩笑呢。3位太上的实力虽然都已入了合体期，但古月曾经的巅峰实力到过9尾至高形态，远超如今3位太上2个大境界。哪怕如今跌至元婴，想要识破他的化身之术，他们还太嫩了一点。再说
狐狸是他本体，想看出问题也看不出问题，好吧？对于3位太上长老的带着警惕的端详，古月只是慵懒的打个哈欠，4条尾巴随意的摆动着，甚至无意多看他们一眼。3位太上没看出什么端倪，也就渐渐放松了警惕。不错，这异化狐族极为罕见，能收4尾狐做灵宠。你小子不愧是神剑之主，此次葬仙谷之行，先得神剑，再得4尾灵狐，这是宗门大幸之兆啊！仙姿风雅的太上微笑的说道，一边说一边点头，甚是满意。一身死霸装的太上开口就是豪迈的声音：你小子很不错，今后宗门必将倾尽资源助你成长，保你仙途坦荡，以后老夫炼的丹药给你当饭吃。蓬头垢面的太上大笑着说道。3位太上亲自开口，这3句话直接让玄天道宗上下成千上万的人向着苏阳投来了羡慕的目光。甭管是新弟子还是老弟子，也甭管是宗门长士还是各位阁主，听到3位太上的这番话，哪有不羡慕的？人群中的妙清沙目光闪烁，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苏阳这个3年无法突破的杂灵根，一趟葬仙谷之行直接逆天改命，成了太上长老下场支持的宗门砥柱。隐约觉得自己当初让苏阳远离云瑶的决定是个愚蠢的决定。他还不知道云瑶和玉灵宗的婚约已经解除，此时也难免有些纠结和矛盾。温玉衡见时机成熟，轻咳一声，上前一步，躬声道：“3位太上，诸位长老。”苏阳天资绝世，心性坚韧，更于宗门有颇天大功。玉衡不才，愿破宗门历代宗主部收徒之先例，收苏阳为关门弟子，倾囊相授，祝他早登仙途，光大宗门。还请诸位长老、太上长老允准。温玉衡此言一出，全场寂静，随即便是一片哗然。宗主不是不能收徒的吗？所有弟子皆入宗门各阁，弟子从不收徒，没想到宗主居然要为苏阳破此先例。虽然意外，但好像也正常。苏阳能得神剑认可，你们看，还有4尾灵宠，确实有资格让宗门收他为徒。看来这苏阳今后真要一步登天了。宗主关门弟子啊，宗主关门弟子，这意味着什么？所有弟子都清楚，这几乎是钦定了苏阳未来宗主继承人的身份。再看众长老不语，只是一味的点头表示支持。众人都知道这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无数羡慕、嫉妒的目光投向苏阳。胡闹！一个威严的声音如同惊雷般骤然响起，打断了所有的议论。众弟子心中皆是一惊，瞬间安静下来，都是惊愕地看着中间那位风雅的太上长老。就连温玉衡一时间都有些难以置信。苏阳已是神剑之主，身份非比寻常，对玄天道宗的重要性早已今非昔比。他以为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看起来太上长老似乎并不同意。玄清太上，这是玉衡深思熟虑的结果，并非一时兴起。苏阳如今对玄天道宗甚是重要。够了！那温玉衡成为玄清太上的太上长老，目光扫过温玉衡，最终落在苏阳身上，缓缓摇头，不容置疑道：“玉衡，老夫知晓你的意思，但此事不妥。敢问太上，此事有何不妥？”温玉衡不甘心地问道。就连长老阁一直没有说话的15位长老都面露不解之色。如今苏阳已是神剑之主，就这还不足以由宗主亲自教导？太上这是在想什么啊？该说不说，就连苏阳自己都有点失望。如果能入宗主门下，得到的资源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他未来修行必然极为有利。但是看3位太上的神色，这是显然没戏了。玄清太上缓缓道：“宗主之位关乎宗门兴衰，俗物缠身，岂是良师？你虽已是化神之期，但于仙途之上，仍需砥砺前行，又能分出多少精力教导弟子？更何况……”他话语一顿，目光再次落在苏阳身上，再开口，郑重之态更甚：“此子乃远古神剑之主，其修行之道，其所行之路，岂是寻常功法所能局限？其未来，岂是区区一宗之主所能衡量？化神期的宗主没资格教导神剑之主。”温玉衡，太上这是什么意思？他这个一宗之主没有资格教导苏阳，玄天道宗还有谁能有资格教他？很快，温玉衡的疑问就得到了解答。玄清太上玄妙的声音传遍宗门各地，每一个人都听到了这位太上令人震惊到石化的宣布：自今日起，弟子苏阳入太上脉，续第一徒，号凌霄剑祖。见凌霄剑祖如见太上，感师恭敬，宗法论处。另外2位太上同上一步，一起站在玄清太上左右。显然，这是供奉阁3位太上早就已经打算好的决定。整个玄天道宗一片死寂，上万弟子、众多长士、阁主，还有长老阁诸位长老，甚至包括温玉衡和妙清沙，乃至是苏阳自己，听到这个消息都是呆立当场，大脑一片空白。此次回归宗门，苏阳甚至没想到供奉阁的3位长老会出
出面迎接，更不要说成为太上弟子了。本来以为成为宗主之徒已经是最大的收获，没想到太上长老居然亲自收他为徒，这个意外的惊喜直接把苏阳给整懵了。太上长老在宗门里拥有超然的地位，太上之下的长老并非太上之徒，但在宗门里长老的地位在太上之下，宗主之上。如今苏阳一跃成为太上之徒，地位被拔到了和长老同级别的水平，甚至隐隐高于长老，这让苏阳怎么能不懵？神剑之主的地位居然能如此之高，看来这把剑身上藏着他还不了解的秘密啊！还不快拜谢太上！温玉衡反应过来之后，迅速碰了碰苏阳，他要的是给苏阳提升地位，让他拥有更多的修炼资源，能够更快的成长起来。如今太上愿意亲自收他为徒，他的愿望和期待并没有被辜负，反而是有了一个质的提升。他作为一宗之主，自然是更高兴。弟子苏阳拜见玄清太上师尊。苏阳怎么会错过这个机会？能入太上门下，自然是第一时间行拜师礼。你这小子怎么只拜玄清？我两位就不是太上了吗？一身死霸装的太上霸气道：“我是你玄剑师尊，这位是你玄岩师尊。”苏阳一怔，更是惊喜万分，立即再行2次拜师礼。弟子苏阳拜见玄剑太上师尊，拜见玄岩太上师尊。玄剑师尊这番话意味着他不是入了供奉阁一位太上的门，而是3位太上共同收他为徒，这等惊喜哪有迟疑的道理？一片死寂的宗门此刻已经炸开了锅。我的天，竟然入了太上门下，还是3位太上共同收徒，这简直是万载未有的殊荣啊！以后我们要叫苏阳什么？还叫苏阳，以后要叫凌霄剑祖了。听玄清太上的意思，凌霄剑祖的地位在天上之下，长老之上，跟我等相比已经有如云泥之别。没想到我们这辈弟子中居然出了这么一位神人。宗门众人被这惊天的消息震得头晕目眩，看向苏阳的目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羡慕，而是近乎于看待传奇一般的狂热、崇拜和敬畏。供奉阁的太上长老，那是宗门的最终底蕴，是活着的传说。他们早已不理俗物，一心追寻无上仙道。若非宗门存亡，哪怕是宗主更迭这样的大事，他们都极少现身表态。如今供奉阁的3位太上一起收苏阳为徒，3位太上共教1人，这比宗主收徒的规格高了何止10倍100倍。这意味着苏阳的地位将超然无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然凌驾于宗主之上。他将直接得到连宗主这个级别都得不到的传承和资源，倾斜苏阳的未来已经是他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了。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们了，走吧，苏阳。玄清太上轻语一声，3位太上带着苏阳一起离开广场。恭送太上，恭送凌霄剑祖。大长老亲自躬身行送别礼，温玉衡作为宗主自然不敢怠慢，同样是行礼躬身相送。虽说以这个礼仪送别一位宗门弟子显得有点别扭，但他作为一宗之主的格局摆在这里，深知这是未来必然。能入太上门下，还是3位太上一同执教，苏阳的未来早已在他之上，这个礼数不为过。恭送太上，恭送凌霄剑祖。玄天道宗成千上万的弟子齐声高呼，言语间所透露的恭敬已然是将苏阳当作一段前所未有的宗门传奇。没想到这苏阳居然能有如此仙缘，我没记错的话，他入门时不是一个5色杂灵根吗？妙清沙来到温玉衡身边，温玉衡看着苏阳随太上远去的身影，感慨道：或许从一开始他就已经展现出了过人之处，只是我们都看走眼了。他以5色杂灵根入门，却和其他仙资卓著的弟子一样，都在5年的时间修炼到了炼气巅峰，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只可惜因为他15岁之后一直无法突破，这才让我以及整个宗门忽略了对他的关注，或者说只关注到了他没能突破这件事。现在看来，他的非凡或许早就已经有所预兆。妙清沙深以为然的点点头，他看过苏阳的宗门档案，所以温玉衡的这番感慨他也感同身受。妙清沙感慨道：我现在想想，要是云瑶能跟他在一起，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不只是因为苏阳现在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女儿和苏阳在一起，修为的提升可以更快。温玉衡道：云瑶和玉灵宗的婚约已经退了，这是怎么回事？妙清沙一脸懵，这是回去再跟你说吧。总之现在云瑶和苏阳是有机会在一起的。温玉衡没说太多，这一次的藏仙谷之行刚刚结束，有些事情需要他亲自主持。苏阳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裹挟着，就像被3位太上长老放风筝一样跟在他们身后，一路穿云越谷，最终来到一处山脉交汇之处。交汇之处的最顶峰已入云霄，山顶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白雪之上有一座全木质的大殿，看起来有一种古朴和精致并存的奇特感。山上白雪皑皑，这座木质大殿周围却没有一丝白雪覆盖。3人落在大殿中庭，
这时候，苏阳看到大殿的牌匾上写着3个字“玄清屋”，没错，就是这个馆。明明是大殿的造型，却是木质的；明明是个大殿，写的却是屋。修仙者，不要被定式。没有任何事物是必然该有什么样子，必然不该有什么样子。你喜欢的才是道，否则一切与你何干？玄清长老微笑说了一句：“弟子受教。”苏阳听懂了一半。走吧，进屋聊聊。玄清太上领路，苏阳跟着他们一起进了玄清屋。屋里意外又不意外的十分简陋，空荡荡，连张桌椅都没有。只有最上位有一尊供奉，看起来是个非常年轻的仙尊。这仙尊由灵石所雕刻，栩栩如生，周身散发着淡淡的辉光，看着便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气息。玄剑太上见他目光被供奉仙尊所吸引，解释道：“这是永恒仙帝的供奉像，你没见过？弟子第一次见。”苏阳摇了摇头：“也是，你一个刚刚突破筑基的弟子，按说此次葬仙谷之行回来后，才能从外门入内门，才有机会在宗门主殿参拜永恒仙帝的供奉像，没见过也正常。”玄剑太上随口解释道：“永恒仙帝时，万灵界的唯一传奇，不论八宗还是其他小宗或是散修，都以永恒仙帝为榜样，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和永恒仙帝一般踏破虚空，早登上界，所以都会有永恒仙帝的供奉像。”原来如此。苏阳点点头，看着眼前这尊供奉像，不知道为何有一种自己也正在被凝视的感觉，或者说他在看着供奉像，却有一种在看自己的诡异感。既然我们3个已经收你为徒，相互之间也该有所了解。说说吧，你这修为增长是怎么回事？筑基大典过去20余天而已，你能从筑基初期进入筑基后期巅峰，必定有非同寻常之处。玄清太上、玄剑太上、玄岩太上在苏阳面前虚空盘膝，3个人的注意力都落在苏阳身上。苏阳能够拿起神剑，仙缘可以解释，但苏阳3年无法突破，突破之后在20天的时间从筑基初期登顶筑基后期巅峰，这就不是仙缘可以解释的了。果然逃不过。苏阳心中暗道，好在他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想好了对自己最有利的说辞。启禀3位太上，你现在是我们3个的徒弟，不用跟其他人一样叫太上，叫师傅。潦草的玄岩太上摆摆手打断了苏阳的话：“是，师尊。”苏阳换了个称呼，3个人都是满意的点点头，目光依旧落在苏阳的身上，等待着他回答他们心中的困惑。广场上第一次见到苏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通过神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对他扫过一遍了，并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任何特别之处，所以他们需要苏阳自己告诉他们。弟子在筑基大典那日和往年一样尝试突破。那日太上正鼎之时，弟子忽然浑身炙热，欲火焚身，隐隐有爆体而亡的风险。恰好那日云瑶师妹来到山崖，弟子迫不得已用云瑶师妹发泄欲火，歪打正着完成了突破，顺利进入了筑基期。苏阳所述9分真1分藏，既把他们能轻易查到并且核对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又把自己暂时不确定能不能让他们知道的事情隐藏其中。然后呢？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都是眉头一皱，这种突破方式还真是闻所未闻，怎么有一种歪门邪道的既视感？然后弟子发现自己的体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弟子金、木、水、火、土5色杂灵根转化成了先天水灵根，灵根能够转变。本想好好听他说完的3位太上再次打断了苏阳的话，一脸惊讶。特殊的突破方式也就罢了，灵根还能在突破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3位太上皆是活了万载的旧日非凡，即便是见多识广如他们，也是第一次听闻有人的灵根可以随着境界突破一起发生变化的，而且是从最废的5色杂灵根一举转化成最顶级的先天丹灵根。玄清太上抛出一块灵石打造的5边形法器，这是专门用于测试灵根资质与属性的特殊法器，5边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5种属性，每一边上还从下到上刻画6条线，分别代表资质中的普通、优质、卓越、先天3品、先天2品、先天1品这6种灵根资质。苏阳，让我们看看你现在的灵根。玄清太上说道。灵根的资质和属性无法被神识探查，必须通过灵根检测罗盘来识别。苏阳直接把罗盘托在手上，输入真元。罗盘表示水灵根的一边立即爆发出极为闪耀的蓝色光芒，这光芒耀眼到让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都难以直视，这光芒的强烈程度直接把他们惊得张大了嘴巴。第一次见到如此耀眼的水灵根，而表示灵根资质的6根刻线从下而上蹭的往上飙，直接来到了先天1品的刻线。似乎这先天1品依旧无法承载苏阳的天资，光芒抖动片刻之后直接爆射，化作一道恐怖的天资锐气横扫而去。水灵根这一面刚好朝向3位太上。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大惊，
同一时间出手抵御，3道真元一层一层挡在面前。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溢出的天资化作实质的锐气爆发。他们都是旧日大能，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特殊的锐气，却能迅速察觉出来，这由天资所化的锐气不同于他们所见过的任何力量。若是被这东西击中，伤害的绝非他们的身体，而是会斩断他们的天资，废了他们的灵根。3层真元一层一层被穿透，合体期的真元防护在这天资锐气面前居然跟纸一样脆弱无力。3位太上骇然不已，乃敢有丝毫的大意。就在最后一层真元防护被切开的瞬间，3个人立即飞身躲闪，避免自己挡在天资锐气前进的道路上。轰！永恒先帝的供奉像被切成2段，玄清屋的木质后墙轰然倒塌。去势不减的锐气霸道地扫向远方的雪山，前方的雪山之巅没能阻挡分毫，整个山头被贯穿而过，一直向着远方冲去，连续贯穿几座山头，这才逐渐扩散消失，把3位太上看得呆若木鸡，眼神清澈的像刚刚踏入修仙之门的愣头青。一直握在苏阳肩头的古月也被这旷古奇观给震惊得美目圆睁，难以置信地看着远方被贯穿的雪山，这天资未免太恐怖了。你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玄剑太上咯吱咯吱的艰难转头，看着苏阳的眼神已经不是在看一个优秀的弟子了，而是直接把他当成了一个从没遇见过的大恐怖了。先天一品灵根很少，也不是没有，但天资一出化，做锐气贯穿山河的他还是第一人，就连当年的永恒先帝也不曾有过这等恐怖的天资吧。苏阳，我也猛啊，以前测试灵根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谁能想到这次测试灵根居然会发生这么恐怖的情况，这天资强到头了对吧？玄清，那几座山应该都被斩断了吧？玄岩太上嘴角抽搐地看着远处看起来若无其事的雪山，玄清太上同样是嘴角抽搐地点点头，呆滞了片刻，重新将注意力收回。玄清太上抬抬手，山中有木头拔根而起，被无形的力量切成一片一片规则的木材，飞过来重新组成了倒塌的后墙，防止玄清屋全塌了。还给我吧，别不小心再来一下。玄清太上第一时间收回了苏阳手上的罗盘。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直接在地上盘膝而坐，示意苏阳也别站着了，坐下来说话，让3位师尊受惊了。苏阳拱手行礼，刚刚的意外也确实是他没想到的，哪怕是作为穿越者，也没想到自己的天资强大到能够化作实质的锐气爆发出来。你小子确实把我吓了一跳。玄剑太上道。玄清太上和玄岩太上都是深以为然的点点头。与此同时，这3个活了万载岁月的旧日大能看向苏阳的目光变得更加特别了。如此恐怖的天资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修仙者的范畴，这小子或许是某位大能转世，否则一个普通修仙者天资再高也不可能高到如此离谱的地步。3位太上对视一眼，眼神中的慎重之色清晰可见，这种慎重被他们暂时压下，重新把注意力放在苏阳身上。你发现灵根变化之后呢？修为就开始爆发式的增长了。玄清太上开口问道。苏阳摇摇头道，恰恰相反，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进入了一种无法修炼的状态。什么意思？3位太上又是一懵，这万载岁月都白修炼了，怎么到了这小子身上什么事都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看着3位太上一脸懵圈的表情，苏阳解释道，那日我突破之后试图继续修炼，但是意外地发现自己可以感受到外界灵气，却无法将外界的灵气吸收进入体内。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云瑶师妹再次出现，随后我便发现和女性修仙者双修便可以让外界的灵气快速地进入我的体内，所以突破之后我便和云瑶师妹经常修炼，实力飞速增长，短时间内从筑基初期踏入了筑基中期。苏阳顿了一下，在他们越发好奇的目光中继续说道，到了藏仙谷，我得到了神剑认可，神剑内蕴含大量来自上界的灵气，我发现通过这种修炼方式，我可以将体内这些来自上界的灵气转化为我的真元，所以在藏仙谷期间，我的实力再次大涨，从筑基中期快速进入了筑基后期巅峰。苏阳隐去了一些细节，但在修炼方法上面没有任何隐瞒，他以后要跟着3位太上修行，这就注定了他们迟早会发现他特殊的修炼方法，与其被动被他们发现，不如主动告诉他们。如果他不是神剑之主，这个修炼方法可能会让他们无法接受，但苏阳现在有所依仗，神剑之主这个身份可以让他非常肯定，3位太上不会太过纠结于他特殊的修炼方法，如实告知是他今后可以安安心心大大方方修炼的大前提。你这修炼方法怎么一股子邪魔歪道的风格？玄岩太上一脸怪异地看着苏阳，这不就是双修吗？玄剑太上直言道，确实很像合欢宗的修炼方法。玄清太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3个人又是默契的相互对视，
本来觉得苏阳是不是某位大能转世，现在一听苏阳觉醒之后的修炼方法，默默的怀疑他是不是魔道的某位大能转世了。要不然这也太奇怪了，哪有人只能通过双修来提升修为的？就算是合欢宗，双修也只是修炼方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修炼方式。按这么说，眼前这小子是不是可以说是魔道中的魔道？这不就是大魔了吗？可苏阳体内的真元极为纯净，完全没有一丝魔道真元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他是神剑之主。藏仙谷中的这把神剑并非魔剑，而是一把至高之剑。能够得到至高之剑的认可，他也不可能是魔道中人啊。怪，你小子真是怪得很。玄岩太上抓了抓自己本就蓬乱的头发，干脆起身绕着苏阳左3圈右3圈的来回踱步。玄岩师尊，弟子也觉得奇怪，只是弟子也很无奈，如今只能通过这个方式修炼。苏阳道，直面3位太上的目光。你刚刚说你能将上界的灵气转化为自己的真元？玄清太上问道。是的。苏阳道。玄清太上点点头，没说话，看着苏阳的目光更加深沉了。屋里沉默了片刻。苏阳打破沉默，3位师尊，还有其他问题吗？没了。玄清太上摇摇头，把心里的疑虑暂时压下去，对苏阳说道，你的修炼方式对于正道而言有些特殊，后续要怎么处理我们3个商议过后再告知你。随即话锋一转，藏仙谷归来，想必你心中也有疑问，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不愧是太上级别的大能，他还没开口呢，就知道自己有问题。苏阳并不担心修炼的问题，想了想问道，敢问3位师尊，这藏仙谷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上界灵气为何会从上界落下？还有那11座巨人山岳究竟是山还是人？踱步的玄岩太上说道，你应该能看出来，藏仙谷是一处远古战场，是第一纪元和第二纪元的分界线。这场战结束了第一纪元，开启了第二纪元，是万灵界仙魔两道爆发的战争吗？第一纪元的时候还没有现在所谓的仙魔两道，这个说法是藏仙谷之役结束之后才出现的。玄清太上说道，据传在藏仙谷中爆发战争的并非万灵界修仙者，而是来自上界的仙人，他们不知因何原因爆发了战斗，从上界打到了下界。藏仙谷一役，上界仙人全数陨落，尸骨无存，只留下了他们的法器。啊，上界的仙人这么弱？苏阳都给惊到了。藏仙谷的那个战斗坑虽然壮观，但其实并不算特别夸张，那就规模，2个合体期的修仙者相互对轰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就能弄出那样的战斗痕迹。而藏仙谷100万计的远古法器，足以说明当时那场战斗的规模之巨大。如果参战的都是上界的仙人，那这个规模可谓是小打小闹，就像一个闹脾气的小孩在沙堆里一拳打出一个沙坑这个水平而已，实在谈不上多吓人。玄清太上笑了起来，边笑边说，藏仙谷法器无数，仅凭这些法器来说，你觉得持有他们的主人会弱吗？苏阳愣了一下，毫不犹豫地摇摇头。藏仙谷中的法器都很强，尤其是那些金色法器，他拿起过很多，哪怕经历了3万余年的岁月洗礼，里面所蕴含的力量依旧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更不要说他手中的神剑了，毁天灭的不在话下。这就奇怪了，按照我所看到的战场情况，确实配不上战场上那些远古法器的强度。苏阳喃喃道。玄剑太上说道，据说是被永恒仙帝阻止了。相传最后一役时，2位上界仙帝集合各自阵营里所有仙人的力量，都想给对方致命一击，其对轰的力量足以将整个万灵界连同土地在内的一切都化为齑粉尘埃。是永恒仙帝出手救了万灵界所有人类，是他以无上伟力收束了2位仙帝毁灭一切的恐怖力量，让原本足以将整个万灵界毁灭的力量束缚住，只造成你现在所看到的藏仙谷的战场规模。不过2位仙帝的力量太过强悍，被永恒仙帝收束之后，不可避免地贯穿了上界穹顶，导致上界灵气源源不断地向下泄漏。至于你看到的11尊巨人山岳，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人还是山，只是听说他们在镇压着某些东西。镇压？苏阳的心里不知为何跳了一下。2位仙帝的力量能贯穿上界，自然也能贯穿下界。据传，只是据传，2位仙帝的最后一击被永恒仙帝收束之后，同时贯穿了上下2界。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还有下界存在，正是2位仙帝击穿了下界，导致下界极为恐怖的东西逃离。那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还有下界存在。你所看到的那11座巨人山岳，也是为了镇压下界而出现的。至于他们究竟是人是山，亦或是某些其他东西，过去太久，已无从考证。现世的所谓强者，也没有实力探查那11座巨人山岳的实际情况。玄清太上平静地说道，他虽然已有万载岁月，但藏仙谷一役发生的时间太早，这些事情他也并未经历过，知道的也不过都是些传闻而已。上界的2位仙帝最后怎么样了？
还有永恒先帝呢，他最后怎么样了？苏阳好奇地问道。你小子的问题还挺多。玄岩太上见他还有问题，顺手就在他头上敲了一下。好奇吗？苏阳摸摸头。玄岩太上耸耸肩说道，没有人知道三位先帝最后的结果，毕竟那最终一役不是万灵界的修仙者可以观摩，大家只知道最后一役结束之后留下了满地的远古法器。有说法这一役包括2位先帝和咱们自己的永恒先帝都死了，也有说法是3位先帝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留下了一线生机，未来的某一天将重新回归。至于实际，谁也不知道。玄岩太上说到最后，用一种极为意味深长的目光看了苏阳一眼。玄清太上和玄剑太上也同样对他投来了看似平静，实际上难以言说的目光。苏阳正在消化3位太上所说的这些震撼的远古秘辛，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目光。穿越过来也有8年了，第一次知道万灵界原来发生过这么可怕的事情。行了，你小子也不要想了，当个故事听听就得了。玄剑太上起身道，你如今已经是我们3人的弟子，辈分在长老之上，也该有个属于自己的洞府。这2条山脉乃是龙灵之脉，处处都是仙居宝地，你自己到处找找，找个自己喜欢的洞府住下便是。我们3个要商量一下关于你这特殊的修炼方法的事情，等有了定论便会找你。苏阳立即起身拱手，是，弟子告退。离开玄清屋，苏阳拍了拍肩上古月的脑袋。古月，你曾经应该修炼到9尾巅峰形态对吧？所以你肯定比我现在这3位师尊更老。你才老，你全家都老。嗨嗨，好，是我说错话了。苏阳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也会在意这个，果然词性都一样。重新斟酌了一下说法，你经历过比我3位师尊更漫长的岁月，你经历过葬仙谷之役吗？我要是说我比你3位师尊更年轻，你信吗？古月终于笑了起来，尾巴在他脸上轻轻扫过。怎么可能？苏阳大吃一惊，本来还在想葬仙谷之役的事情，被古月这一句话给激的所有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他身上。3位师尊万载岁月不过修炼到合体期，合体期之上还有渡劫和大成2个大境界，越到后面修炼周期越长，一个大境界的提升听说都是5万年10万年的漫长岁月才有可能。9尾巅峰形态相当于人族大成期，要是古月仅用1万年就修炼到了大成期，那就可谓是相当恐怖的存在了。哥，你惊讶的样子好可爱，只许你是天才，姐姐就不能是天才了吗？古月见他惊讶的表情，十分受用的媚笑不止。你说真的？姐姐骗你干什么？你这样牛逼，怎么还被人废了修为？苏阳更好奇了。古月的笑意戛然而止，结实的给了苏阳一个白眼。不会聊天就不要聊天，真是的，快点找你的洞府去了，我想快点开始修炼。苏阳，看来这是他的痛处。无奈，他比3位师尊还要更年轻，那就意味着他更不可能知道葬仙谷之役更多的事情。好吧，既然该了解的都了解了，那就好好找个自己的洞府吧。此处2条灵脉交汇，灵气非常丰富，找个舒服的洞府住下来，以后就可以安心的在这里修炼了。苏阳朝着山脉飞去。玄清屋内，送走苏阳的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脸色都是极为严肃。你们怎么看咱们收的这位弟子？说不清，有种亦正亦邪的感觉。确实，你要说他邪门吧，他能得到神剑认可；你要说他一身正气吧，他的修炼方法一点不正派。3位太上越说越觉得苏阳邪乎，个个都是面面相觑。相传葬仙谷之役后，3位先帝会以各自的方式回归，你们是这苏阳会不会是其中某位的转世？不是没可能，他的天资恐怖到能够化作10质锐气斩断山河，一般人绝无这个可能。要是正派先帝或者咱们的永恒先帝还好说，这要是那位魔道先帝转世回来了，咱们3个老骨头可遭不住。3人深以为然，相互对视一眼，深知这件事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走吧，去见见那位，确实得问问那位的意见。走吧。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默契的点点头，同时消失在玄清屋里。当他们再次出现，已经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3人并肩飞行，降落于一处杳无人烟的大山之中。步行半个时辰，他们来到了一处古老的神殿前。这神殿由古老而粗糙的灵石堆砌建造而成，粗犷的同时又有着令人震惊的宏伟细节，其宏大足以令合体期的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自觉渺小。神殿上有个巨大的匾额，上书望仙殿3个大字。这3个字并不华丽，甚至没有金光闪闪，反倒是有种历经岁月沧桑的厚重。殿前台阶足有8000步，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未得召唤，不敢踏上台阶。玄清太上对着神殿恭敬地拱手行礼。玄天道宗玄清、玄岩、玄剑求见大长老。
我等三人找大长老有要事相商。玄清太上话音刚落，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女出现在台阶尽头。你们终于来了，快点上来，快点上来，急死我了！听到这个清脆俏皮的声音，玄清、玄岩、玄剑三人俱是恭恭敬敬地朝他行了个大礼。玄清、玄岩、玄剑，拜见圣女。台阶上的圣女不耐烦地一挥手，台阶之下的三人便出现在了他身边。别废话了，快点跟我去见长老。敢问圣女，大长老知道我们回来？早就知道了，也知道我们此来所为何事。知道，你们废话真多，走快点，走快点。这位年轻的圣女对于他们的啰嗦显然十分不耐烦，自己加快脚步往前走。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都有些不解。圣女平时虽然开朗活泼，但也大体上端庄得体，今天怎么这么接？但也不敢问，加快脚步跟上圣女。圣女带着他们进入殿中。望仙殿内的格局很奇特，有一个类似于迷宫的房间，每个房间却又都是相通的，而且每个房间里都有几个身穿黑袍的修仙者正在房间里参悟修行。穿行于这些房间，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面色庄严，不敢表露出丝毫懈怠和不敬，甚至是呼吸都显得小心翼翼。穿过这些特殊的房间，便来到了后殿。圣女带着他们来到后殿深处的一个铁质房间里。你们来了。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一进屋，便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屋里正上位，一个在黑袍下佝偻着身躯的老者，缓缓将头抬起，锐利如神剑一般的目光，顷刻间让昏暗的屋内光芒大盛。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当即跪倒在地。玄清、玄岩、玄剑，拜见大长老。你们来了。大长老的声音极为苍老，声调坚硬生涩，像一柄生了锈的剑。大长老在等我们。玄清好奇地问了一句。大长老点点头，没有回应他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眼中的光芒逐渐收敛。大长老道：先说你们此来的目的吧。玄清太上斟酌了片刻，道：八宗的藏仙谷之行，玄天道宗出现了一名特殊的弟子，他得到神剑认可，把藏仙谷里的唯一神器带出来了。想必这件事大长老应该已经知道了。大长老点点头。玄清太上继续说道：回归宗门之后，这位弟子向我们透露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他突破筑基之后，原本的五色杂灵根一跃成为了顶级的先天一品水灵根，而且天资之强化作锐气斩断山峦，世所罕见。即便是现在说起来，玄清太上还是难掩惊叹。平复片刻，又道：除了这异于常人的强大天资之外，他身上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突破筑基之后，该名弟子无法通过普通方式修炼，只能以双修的方式完成修炼，而且修炼进度极快。双修？一旁的圣女顿时眼睛发亮。嗨！大长老清了清嗓子，圣女立即恢复乖巧，但那眼神明显若有所思。你继续说。是。玄清太上继续说道。另一处则是该弟子表示他能吸收来自上界的灵气，该名弟子的情况过于特殊，我们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某位远古大能的转世，特来请示大长老该如何处理。大长老略微皱眉，对他们所说的一些信息显然也略感意外，但他相信一切皆有原因。既然他选择这么做，那就说明他需要用这种方式达成某种他需要达成的目的，大概和两位女帝相关吧。眉头舒展，大长老平静道：你们所说的一切我已知晓，此人身份极为特殊，既然你们玄天道宗有幸迎来他的莅临，切不可怠慢。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听到大长老这番话，当下便知道大长老知晓此人身份。听大长老这话的意思，已经排除了苏阳世魔道大能转世的可能，这样就放心了。玄清太上问道：大长老，这位弟子究竟是谁啊？大长老淡淡的回答道：你们还没有资格了解他的身份，等到需要你们知晓的时候，我自然会告知你们。玄清太上心知大长老是不打算告诉他们苏阳的身份了，只好问道：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目前我们三人已经收他为徒，是继续教导他，还是把他送到望仙殿？大长老道：你们三个这点水平教不了他。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我们好歹也是合体期，教不了一个筑基期的弟子。大长老没在意他们脸上那点古怪的表情，右手轻轻一摆，三本散发着耀眼金光的古书符现在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的面前。大长老，这是？三人不解。这是三本来自第一纪元初的远古秘册，一为道眼仙诀无上真元秘法，一为荒古剑诀无上剑道秘法，一为道化丹诀无上炼丹秘法。今日我将这三本无上远古秘册交于你们，你们就用这个教他们。金光散去，三本秘册显露出了其上远古的文字。年轻一辈
或许早已无法解读这些来自第一纪元的文字，但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毕竟也有上万年的阅历，自然也能看懂上面的文字。双手捧住，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都是心神一震，只是捧住这3本秘册，就感觉到其内拥有浩如亘古的力量。若非这3本秘册自我克制，他们合体期的境界竟然无法接住。你们3位各有所长，这3本秘册你们自己也可以练一练，能领悟多少都算你们自己的，也不枉费你们作为他的师傅一场。大长老的话让3位太上惊喜万分，连忙叩谢，多谢大长老恩赐。这3本秘册只是捧着就知道不是凡物，若是能修炼里面的功法，想必能让他们的实力大幅提升。大长老道：你们不要弄错了，这不是赐予你们的功法，只是借你们之手交给他而已。你们若是不懂，也可以向他讨教一二。玄岩太上忍不住开口道：大长老，到底是我们教他，还是他教我们？大长老此时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正要开口说话，圣女急不可耐地说道：你们以为自己能看懂多少？当然是他教你们，就你们还想教他，想得美啊你们！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这也太伤人，他们好歹也是合体期的修士，领悟能力还不如一个筑基期的弟子。洛洛，不可这样与3位太上说话。大长老看了圣女一眼：无妨无妨。玄清太上赶忙打圆场。大长老说道：这3本秘册你们带回去，今后就以上面的内容教他，若有不懂之处，可以与他一同研读，能领悟多少是他的本事，能领悟多少也是你们自己的本事。是。还有，大长老请说。再说一遍，此人非同小可，切不可怠慢于他。待未来他的身份揭晓，你们3位作为他的师傅，将拥有无上荣光。谨记大长老教诲。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躬身告退。他们一走，圣女立即跑到大长老跟前，笑盈盈地拉着他的撒娇道：剑爷，我跟他们一起去玄天道宗好不好？我想去找他。你就让我去吧，我好想去找他。不行。大长老脸色温和，但语气不容置疑。既然他回来了，我也该准备回到他的身边了。望仙殿不可一日无主，你作为望仙殿的圣女，必须留下来坐镇，以防不测。啊，剑爷，你要让我一个人坐镇望仙殿啊？好无聊的。圣女一脸唉声叹气。洛洛，不可胡闹，大局为重。大长老起身，厚重的金属地板一层一层分开，向下沿伸出一条无尽的通道。大长老一步一步走下去，圣女嘟着嘴跟他一起下去。通道一直延伸到地下极深处，随着不断向下，周围的温度不断升高，空气都开始在高温中扭曲翻滚。通道的尽头是一个炙热的地下溶洞，溶池里翻滚着橘红色的金属溶液，四周的墙壁在高温炙烤下不断的融化又不断的凝固，如此循环永无止境。好热！圣女用手当扇子扇着自己出汗的脸蛋，显然不喜欢这里的环境。剑爷，你真打算现在就要开始淬炼啊？他都已经回来了，我自然要早做准备。大长老卸下身上的斗篷，翻滚的热浪将斗篷吹到空中，极高的温度顷刻间将斗篷化作灰烬，细腻的飞灰在炙热的空气中永不熄灭。大长老走向溶池，他的脚踏进溶池，翻滚的金属溶液立即将他的双腿吞没，可怕的高温几乎是一息之间便烧红他的双腿，温度迅速向上，很快大长老的身体便如同一个烧红的铁人，他的体表就像烧红的锈铁，有一层一层的杂质脱落下来。下一次出现，我将以最强形态回到他的身边。洛洛，这段时间望仙殿就交给你打理了。大长老说着，逐渐沉入翻滚的溶池之中。剑爷，剑爷！圣女朝着溶池喊了2声，没有听到大长老的回应，眼睛狡黠一转悠，盈盈一笑，便要开溜。洛洛，待在望仙殿，哪也不许去。一个严肃的声音从溶池里传来。圣女顿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嘟着嘴巴哼哼唧唧：好好好，不去就不去，我就在这里等着，总可以了吧？玄剑、玄岩，你们说苏阳到底是什么人？离开望仙殿回玄天道宗的路上，玄清太上问道。从大长老的态度上来看，不用担心苏阳是魔道大能的转世，那就是正道某位大能的转世了。你们说他是永恒仙帝的转世，还是上界那位仙帝的转世，还是说上界正道中某位大能的转世？这个不好说。3位太上沉默片刻，玄清太上严肃道：不管是哪位大能的转世，苏阳的身份绝非平凡。大长老能把3本远古秘册交给我们，说明大长老有意帮助他恢复曾经的力量。一个远古大能的苏醒绝非无缘无故，未来必有大事发生。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帮助苏阳恢复实力，必要的时候让他有足够的实力应对一切。玄岩、玄剑2位太上皆是凝重的点点头，本来以为收了一个天才弟子，现在发现这位弟子身份非凡，压了一下
就上来了。玄岩太上抓了抓他蓬乱的头发，苦笑道：“咱们还是先回去研究研究大长老给我们的远古秘册吧。咱们好歹也是合体期修仙者，世人眼中的修仙大能，总不能真给一个筑基期的小子给比下去。”玄岩说的是，不管这苏阳前世是谁，这一世他总归只有筑基期的实力，被他小子给比下去，多没面子。玄清太上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显然也是这种想法。三个人对视一眼，火速返回玄天道宗。玄清屋，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席地而坐，各自拿出大长老给他们的远古秘册。翻开第一页，霎时间三道金色的光芒冲天而起，冲破玄清屋的木质屋顶，直入云霄。三位太上心中巨惊，这三本远古秘册只是翻开就有如此惊人的力量，真把这里面的内容全部学会了，这实力恐怕能够踏破虚空，直登上界。更让他们惊讶的是，只是翻开书，沐浴在这金光之中，他们竟感觉到自身的修为已经有所提升。待金光散去，三位太上也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当他们迫不及待的就要研究手中的秘册，却发现里面的文字和图像深涩难懂，看起来玄妙高深，非一般功法秘籍所能相提并论。三位太上把自己关在屋中一看，便是3天3夜，这才稍稍懂了皮毛。而这一点皮毛也已经让三位太上在各自领域有了巨大的精进。就在他们研修秘册的这3天，苏阳已经在群山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洞府宝地。一座高山的半山腰，前有开阔的群山风景，后有飞流直下的瀑布，瀑布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冲击潭，水流清澈见底，还有些许小鱼在水潭里畅游。苏阳选定的洞府就在这水潭的边上，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巨大山洞，洞内足有1000余坪。山洞的上方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天坑，成了这个山洞天然的照明来源。天坑正下方已经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一个内部小水潭，阳光照射在水潭上，微风中的波光粼粼将阳光射向各处，整个山洞都是粼粼波光，看起来就有一种仙居宝地的视觉冲击。苏阳发现这个宝地已经有2天时间，这2天他一直和古月在布置洞府，削切整齐的石桌石椅，制作精良的床铺，甚至还用上刺兽巢里猎杀的灵兽皮毛，制作了软垫铺在床上，顺便做了一些打做修炼要用的蒲团。古月毕竟要跟着苏阳一起修炼，他也按照自己的喜好布置了一些花花草草。当然，修炼不可能一直在山洞里进行，此地乃灵脉汇聚之所在，充沛的灵气怎么能浪费呢？所以苏阳在外面制作了一个修炼用的亭子，平时不管是一个人修炼还是2个人修炼，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避免嵌合修炼时被不必要的人闯入发现，古月在苏阳的要求下，在洞府外面布置了一个特殊法阵，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外面看向这里，则只有瀑布和水潭，里面在做任何事情，外面都看不到。苏阳可不想自己跟古月或者云瑶师妹在这里此起彼伏的时候，3位太上或者其他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被看个精光。阵法的最后阶段完成，古月颇有几分感慨地说道：“要不是我现在只有4位实力，我这阵法一旦启用，就算是大成期的人族修士也休想发现这里。不过现在也不差，虽然化神期以上的修士就能意识到这里有阵法存在，但是除非打破法阵，否则也看不见里面的实际情况。真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早就反应过来了。”古月说着，从苏阳肩上一跃而下，化身成妙曼的少女形态，依偎在苏阳的怀里，纤纤玉指轻轻地在苏阳脸上滑动。“小主人，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你是要以地为床，以天为被呢，还是要去洞府之中享受美妙的2人修炼呢？现在，我的小主人，你没理由拒绝我了吧？”古月妖娆地扭着身子，一边说一边已经在解苏阳的衣裳。苏阳捏住他的下巴，调侃道：“你到底是想修炼，还是想干什么？修炼解我衣服干什么？没有衣服的阻碍，更方便灵气进入体内吗？”古月嫣然一笑，他是真这么想的，而不是跟苏阳开玩笑。解完苏阳的衣服，他也毫不犹豫地开始解自己的衣服。苏阳，这狐狸精真是太狐狸精了，下次再说。苏阳把他的衣服拉了上去。古月咯咯笑，媚态更浓更甚，害羞了？你之前强行突破姐姐的纯净之体，可不见你这么矜持。有人来了。苏阳指了指远处飞驰而来的3位太上。见到有人来，古月立即把衣服穿好，重新化作4尾形态跳到苏阳身上。在苏阳面前，他可以随意发马插虫，因为苏阳不仅是他唯一的修炼伙伴，更是得到他纯净之体的男人，在他面前他可以肆无忌惮。但对其他男人，他并不想展现自己的媚体娇态。摇摇尾巴，阵法解除。3位太上已经注意到法阵的存在，自然也就看到了法阵的解除。眨眼睛落在苏阳面前：“你还挺会找地方。原本我也看中这个洞府，奈何我是火灵根，这里过于充沛的水气不合适我的修行，便没在这里定下。你是水灵根，
这里确实非常适合你修行。玄岩太上赞叹道：“弟子也希望这里能有助于修行。”见到三位师尊，苏阳立马抛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三位师尊，关于弟子特殊的修行方式，你们决定怎么处理？”三位太上对视一眼，玄清太上回答道：“我们已经收你为徒，自然也尊重你的修行方式。既然你需要女性修仙者来协助你一同修炼，那我们自然也会给你安排，让他协助你一同修炼。”哈，意思是他们问都没问他，直接给他安排了女性修炼者。哈什么哈？你不是需要女性修仙者才能修炼吗？作为你的师傅，我们可是贴心的给你安排了宗门里最有资质、天赋最高的，而且非常漂亮，关键还是完璧之身的宗门女修。你怎么还一脸不满意的样子？玄岩太上注意到苏阳的脸色，一顿输出。苏阳苦笑道：“三位师尊，这是你们多少也问我一句吗？”既然已经跟他们坦白了自己特殊的修炼方式，苏阳自然就打算好了把云瑶师妹光明正大的带在身边。本来也欠这丫头的，再加上这丫头为了他连婚约都主动退了，怎么能不要他呢？苏阳道：“三位师尊，弟子与云瑶师妹已经有修炼之约，不可负她。弟子希望能把云瑶师妹接过来，让她陪弟子修炼。”三位太上倒是不意外，毕竟早前听他说过是温云瑶帮助他摆脱了危机，如今还能惦记着他，这份心反而让他们颇感欣慰。玄剑太上道：“我们也没说不让你把温云瑶带过来，你的修炼方式特殊，一个女修怕是承受不住每日与你这般修炼，为了你的修行考虑，也该让他们日常轮换着陪你一同修炼。”玄剑太上刚说完，玄清太上接着说道：“我们已经去找温云瑶了解了情况，注意到她陪你修炼期间实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猜测与你一同修炼的女修也能受益颇多，情况是否如此？”是。苏阳并没有否认。玄清太上继续说道：“既然如此，助你修炼之余，你也有责任帮助宗门多培养几个强大的女修。所以呢，除了已经帮你物色好的这位女修，我们后续还会继续在宗门内帮你物色其他优秀的女修，一来助你修炼，二来也不浪费你的天资，助宗门强盛。”苏阳，这是把它当作提升宗门实力的灵丹妙药了啊！但是苏阳能拒绝吗？不能。一者听这意思就知道三位师尊态度已决，二者自从多了一个古月之后，苏阳隐隐发现先天圣体的另一个奥秘，至于他的猜测是否正确，他需要验证才能得知。至于验证的方法，同样需要女人。既然师尊已经有了决定，弟子谨遵师命。苏阳拱手行礼：“你小子艳福不浅。”玄剑太上笑哈哈的来了一句。苏阳可不会跟他们虚伪，同样是嘿嘿笑了起来。作为男人，这个修炼方式还是很爽的，温润中享受着急速的修为提升，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玄岩太上略带几分期待问道：“哎，男人行不行？”苏阳一愣：“什么男人行不行？女人陪你修炼就能从中受益，修为大增，男人呢？我草！”苏阳下意识地退了2步：“玄岩师尊，您请自重。”“嗨嗨，你跑什么？我就是问一下而已嘛。”话是这么说，却还是忍不住追问道：“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男人到底行不行？”苏阳一阵恶寒，当即一本正经道：“男属阳，女属阴，阴阳结合，刚柔并济方，能护眼大道，修为共进。若是阳阳互攻，难上加难，钢铁相碰，恐有爆体而亡的风险。”我说什么来着？不行吧？玄剑太上听完来了一句。玄岩太上的失望不加掩饰地表现在脸上。苏阳，感情这3位太上不会都有这个想法吧？我去，他们该不会是活得久了，什么都经历了，随便什么都无所谓了，只要能增进修为都不介意尝试尝试吧？这个可能性还真不是没有。我操！幸亏老子果断拒绝，否则原本驰骋于清泉温润妙道的灵根，恐怕就要去硬闯污秽的羊肠小道了。想想都汗毛直立。苏阳下意识擦了把汗，当即转移话题：“3位师尊既然不介意弟子把云瑶师妹接过来一起修炼，那不如弟子现在就去宗门把人接过来。”玄清太上道：“不急，不管是你的云瑶师妹，还是为你选的另一位女修，我会让他们自己过来。在此之前，为师先教你修炼一部功法。”玄清太上拿出他手里的道眼仙诀，交给苏阳道：“这是极强的内修秘法，修炼的当可得无上真元。不过这本秘册乃远古遗物，并非人人皆能修炼，哪怕你天资过人，也不见得能够修炼多少。不过不要紧，既然我们已经收你为徒，自当竭尽全力助你修炼。有任何不懂的地方，都可以询问为师，为师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哎，为师与你说话呢。”玄清太上见苏阳已经在翻看手中的道眼仙诀，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见苏阳不语，似乎已经沉浸于仙诀之中，迟疑片刻，也就不再打扰他。玄岩太上，玄清，
这小子该不会真看进去了吧？玄清太上，看样子是被吸引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看进去了。玄剑太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现在也不过就是筑基后期巅峰，这本道眼仙诀极为玄妙，参悟的是仙道之根本，岂是他现在能看懂的？三人神识传话，都不太相信苏阳真能看懂，但他们并不知道苏阳真的看懂了。刚一打开这本道眼仙诀，苏阳就被里面玄妙的内容深深吸引了。这里面的内容他是第一次接触，苏阳十分肯定自己不管是穿越前还是穿越后都没有接触过这里面的任何内容，他甚至不认识里面奇怪的文字。但他第一次翻开这本道眼仙诀，这里面的文字和图像就活了一样，不停地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些文字和图像在他意识海里自动形成一个零碎的图形。苏阳一页一页地翻看，每一页的文字和图形都自动浮现在他的意识海之中，零碎的图形正在变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清晰。苏阳一口气翻看完道眼仙诀所有内容，此时书中的文字和图形在他的意识海中构建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圆形法阵。这个法阵散发着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混沌圣光，肉眼看上去没有任何色彩，但乍一眼看过去又包含世间所有色彩。这是什么法阵？苏阳内视意识海，想来三位师尊要将这本道眼仙诀交予他，由这本书产生的东西自然不会有害。苏阳大胆地走到法阵中间，就在这时，原本静止不动的法阵开始旋转起来，同时爆发出强烈的混沌圣光。这混沌圣光穿透意识之时，苏阳发觉构成法阵的文字和图像再次进入他的脑海，此刻他们不再是文字和图像，而是化作了清晰的仙道之法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这仙道之法的浮现瞬间引动先天圣体，先天水灵肾被强力激活，散发出浓烈的蓝金色光芒，真元在体内自动运行，大量的真元快速凝聚于丹田之上，凝聚的真元不断坍缩，一枚金丹正在逐渐形成。难道要突破了？这道眼仙诀居然能引动真元凝聚，直接引发境界突破。坏了！苏阳根本来不及惊喜，突如其来的突破预感反而是让他大吃一惊。若没有女人参与，此次突破恐怕将以失败告终。自从解锁先天圣体，他就必须通过与女修的阴阳互补来吸收外界的灵气。如今面临金丹期的突破，仅靠他体内已有的真元肯定是不足以接出金丹期所需的内丹，想要完成接出金丹，就必须依靠外界源源不断的灵气补充。古月，你怕不怕被三位太上发现你的身份？结丹在即，苏阳第一时间与古月神识交流。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意这个？这三个小老头要是真容不下姐姐我呢，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处理了。我相信小主人，你不会对我置之不管的。走，姐姐助你结丹。古月与苏阳结有双生咒，第一时间便感受到了他体内的变化。尽管古月并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但现在情况紧急，他也十分仗义地把自己的担心丢在一旁，先帮他突破再说。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自然也注意到，苏阳翻看道眼仙诀之后，体内发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苏阳只是翻看道眼仙诀就引发了他的巅峰突破。作为合体期的大能，他们更明白金丹期的突破绝非儿戏，远远比筑基期的突破需要更多的灵气补充。而苏阳现在的情况特殊，若没有女修相助，结丹恐怕面临失败的风险。大长老刚交代他们不可怠慢，这就让苏阳结丹失败，他们怕是要直接去领罪了。玄清太上道：苏阳你别慌，我们马上去把温云瑶和林冰清一起找来，助你突破。玄岩、玄剑，你们马上去把温云瑶和林冰清一起叫来，我留在这里为苏阳护法。苏阳道：来不及了，我体内的真元马上就要被压缩殆尽了。苏阳甚至来不及解释，马上带着古月返回洞府。古月也心知此刻情况极为紧急，一回到洞府，立即化身成妙曼的少女，随手布置了一道结界隔绝外界的窥探。姐姐助你突破。古月当即在苏阳身上坐下，都不用苏阳动手，他自己手扶灵根，完成了关键的深入工作。顷刻间，苏阳便感觉有大量的灵气疯狂涌入体内。苏阳片刻不敢懈怠，第一时间运转体内灵气，转进古月体内再回来。先天圣体火力全开，所有灵气都被转化成高纯度的真元，迅速填补经脉内几近枯竭的真元。此时的丹田就像一个贪婪的黑洞，无止境地吸收经脉内所有真元。苏阳集中精力，不断地将体内的灵气转化成真元，供给结丹所需。苏阳发现两个极不寻常的现象：阅读完道眼仙诀所形成的这个特殊法阵，似乎和丹田产生了深度连结，原本应该由意志催动的丹田开始跟随着意识海中的法阵同频旋转。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特殊法阵出现在并化作仙道之法融入他的脑海之后，他自身对外界灵气的吸收能力得到了巨幅增强，
吸收效率可以说是指数级上涨。不仅如此，他体内的灵气运行和先天圣体的转化效率也得到了同样的巨幅提升。只是片刻功夫，苏阳便将海量的灵气转化成真元，让刚刚几近枯竭的经脉重新奔流起了澎湃的真元。丹田压缩真元的速度极快，先天圣体功给高纯度真元的速度更快。如此一来，苏阳的压力便小了许多。现在要做的就是持续不断地将进入体内的灵气转化成真元，保持结丹过程所需的充足真元便可。这道眼先觉有点东西，还没开始仔细研究呢，只是看完就能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应。等结丹完成，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脑海中的仙道之法，或许对修行有意想不到的好处。苏阳心中暗道，此刻自然不便研究，专心于体内灵气的转化。随着真元不断压缩，丹田核心处已经出现一颗绿豆大小的内丹。随着结丹过程的不断继续，这颗内丹也在不断的增大。洞府外，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诧异地看着周围疯狂涌来的灵气，此地乃两条灵脉汇聚之所在，灵气充沛丰富，以至于能够直接以纯肉眼的形式看到灵气穿透山中雾气汇聚而来的震撼画面。整座山峦此刻被一种类似于坍缩式的灵气运动规矩所包围。更让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感到震惊的是，不仅地脉深处的灵气也被吸出来了，他们三个站在那里不动，他们储存于体内尚未转化为真元的灵气都在一点一点被抽离身体。这该不会是苏阳看完道眼先觉之后的效果吧？玄剑太上瞪大眼睛，满脸都是与他年龄、阅历、实力不相符的震惊。万灵界灵气充沛，金丹期修士多如牛毛，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修仙者从筑基期突破进入金丹期的时候，能够引动如此规模的灵气异象。这小子就随便翻看了一下，不会真比我们研究了3天3夜懂得多吧？玄岩太上嘴角抽搐，合体期的心态颇受打击。玄清太上沉默片刻，望着洞府道：或许正如大长老所言，我们或许需要向苏阳请教，才能学会更多。那我们岂不是要叫他师傅？玄剑太上近乎龇牙咧嘴地叫了一声。这个……玄清太上尴尬地摸了摸胡子，倒是玄岩太上无所谓道：叫就叫呗，要是这小子真能把道化丹诀上面玄妙的炼丹秘法交给我，别说叫他师傅，就是给他磕头都行。修仙这么多年，这都看不通透。玄岩太上的心态确实好，不愧是能问出男人行不行的合体大能。玄清太上和玄剑太上对视一眼，皆是哭笑不得。这是再说吧。玄清太上神色严肃道：不过眼下有件事，你们没觉得不对劲吗？苏阳的修炼不是需要女修的参与吗？他一个人进入洞府，怎么就可以吸收灵气了？你是说他的洞府中已经有人了？没发现啊？若是有其他人，我们不可能注意不到。有没有可能是那只狐狸？狐狸？那日苏阳归来，我便觉得那只狐狸身上的气息很特别，或许它已经能够变化成人。怎么可能？异化狐族虽说可以变化成人，但需要修炼至9尾巅峰形态。苏阳带回来的不过是一只4尾狐，想要变化成人还差得远呢。玄清太上看着苏阳的洞府，目光深邃。这一点我也还没想明白。不过洞府内的阵法明显不是苏阳所设，一只能够设下连我们都无法看穿的结界的4尾狐，绝不寻常。等苏阳结丹完成，必须弄清楚他的身份。玄岩太上和玄剑太上郑重的点点头。洞府之中，苏阳盘膝坐于兽皮之上，古月盘腿坐在苏阳身上。苏阳不停地将进入体内的灵气转化成真元，供给结丹所需。古月也没有闲着，助他突破之余，自己也在修炼。大量的灵气进入体内，刚好可以借助苏阳的身体高效地转化真元。两人都有突破之兆。苏阳也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所结金丹已有拳头大小。正常情况下，此时已经结丹完成，正式进入金丹期了。但苏阳发觉自己体内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丹田还在一如既往地压缩真元，他的内丹还在一点一点的增大。更特别的是，他的金丹居然是粉色的。大多数金丹期的修士，其所结内丹要么是金色的，要么是紫色的，实力较弱的则是无色的。从没听说有人的内丹是粉色的。难不成老夫还有一颗少女心？那也不应该啊。真要是有什么少女心，先天身体这么纯阳的特殊体质就不应该出现在他的身上。那这猛男粉是怎么回事？搞不懂。苏阳向来不是纠结的人，搞不懂拉倒。至少这颗猛男粉的金丹看起来又大又持久，品质应该非常之高。苏阳也不管那么许多，干就完了。既然金丹还能增长，那就让它增长；既然金丹还能吸收，那就让它吸收。苏阳运转灵气，通过他和古月的双向连接，源源不断地将灵气转化成真元。金丹还在持续生长，时间一晃就是9天9夜。
苏阳体内的金丹已经从丹拳大小凝聚成双手抱拳的大小，此时的金丹已经无比凝实，吸收真元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当金丹彻底凝聚完成，对于真元的吸收也停了下来。道爷，我金丹已成。苏阳内视金丹，正兴奋呢，粉色的金丹猛然间爆发出剧烈的粉色光芒。受这粉色光芒的影响，这9天9夜一直浸润于妙道中的苏阳，只觉一股强烈的电流贯穿身体，瞬间难以自持，灵液大爆发。粉色光芒也在瞬间从丹田破体而出，以苏阳为中心，一道粉色的光芒穿透洞府所在的山峦，直冲云霄。啊！恰逢此刻，古月也到了突破的关键，突然收获大量来自苏阳的纯正精元。古月恰好借助这股强劲而纯正的精元，帮他突破本体元婴与自身融合时的最后之谷。古月当即完成从4尾到5尾的彻底突破，同时这9天9夜包含灵根，他也到达了极限中的极限。修为终于突破的这一瞬间，他也在苏阳的灵液暴击中产生了强大的暴击共鸣。一声魅惑至极的叫声中，古月周身也爆发出强烈的粉白色光芒，同样是穿透洞府所在的山峦，直冲云霄。苏阳和古月此时交叠而坐，两道破体而出的光芒相互盘绕着，共同直贯云霄，整片天空都被染成了独特的粉色。古月毕竟是从元婴大妖进阶化神大妖，意象更甚。除了冲天而起的粉白色光芒，还有一人一狐2个虚影随着光芒冲天而起，2个巨如山峦的虚影在空中重合，融为一体时有道粉光闪耀，随即空中虚影迅速坍缩，重回洞府之中，融入古月体内。洞府外，3位太上见此情形，立刻就知道苏阳结丹完成，已经从筑基期进入了金丹期。不仅如此，除了苏阳之外，还有一人也完成了突破。苏阳突破所引发的动静远超普通修士，同样的，这第2人从元婴期突破至化神期所引发的动静也远超普通修士。这光芒怎么是粉色的？苏阳顺利突破，我也放心了。玄清太上安心之余，脸上的担忧之色也更甚。他道：4尾进阶5尾，正如元婴进阶化神，想必洞府中与苏阳一同突破的必是那只狐狸。此狐从4尾突破5尾的表现也远超正常异化狐族该有的强度，不得不防。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此刻就等苏阳和古月出来，准备正面质问古月的来历，甚至做好了将他擒拿的准备。狐族善魅惑，异化狐族更是精通此道，谁知道苏阳是不是着了他的道，被他蛊惑和利用了。洞府中，苏阳和古月身上的光芒逐渐收敛，历经9天9夜的充盈，一招共鸣瞳爆发，古月靠在苏阳怀里，几乎无法动弹。苏阳倒是很快就回过神来，内视丹田，一颗双拳合抱大小的粉色内丹静静地漂浮在丹田之上，散发着充盈强盛的力量。猛男粉的内丹出现在一个男人的体内，看起来确实有些别扭，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颗内丹真强。就如他凝结之时激进狂暴的吸收能力，他向外释放的真元也不遑多让，源源不断地向着身体提供持续的真元输出，并且时刻滋养和净化着4肢百骸。再看体内经脉，苏阳惊喜地发现，历经了这么一场在一般修士看来难以承受的突破之后，他体内的经脉被拓宽了2倍不止，真元在体内运行极为流畅。苏阳能感觉到这一个大境界的突破，他的实力远不是从2进阶到3的变化，而是从2进阶到30的巨大跨度。每一个细胞都在金丹所散发的真元中饱含力量。苏阳现在甚至有自信，仅凭肉身的力量，一拳打崩一座1000米高峰。若是动用真元，更是可以将1000米高峰一拳化作尘埃。至于异世海中奇特的法阵，也同样因为他的突破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围绕招法阵不可转动的核心区外围，一共15个由特殊文字组成的符文环，这15个符文环按照顺逆顺的方向不停旋转着。此时靠近核心区的3个符文环从暗淡无光的状态变成了光芒四射，并且有别于其他符文环平面旋转的规则，开始围绕着核心区做无规律立体式旋转。这3个符文光环刚好对应苏阳已经突破的炼气期、筑基期、金丹期。万灵界只有炼气期、筑基期、金丹期、元婴期、化神期、炼虚期、合体期、渡劫期、大成期9个大境界，这里竟然有15个符文环。若是将这15个符文环全部点亮，岂不是天下无敌了？苏阳心中暗暗想到。只是万灵界本身的最高境界也只能点亮9个符文环，剩下6个符文环恐怕只能踏破虚空登入上界才有机会激活了，也不知道有朝一日有没有机会踏破虚空爽一把。苏阳心里笑着自言自语了一句。就在这时，苏阳只觉得浸润于温润妙道中的灵根被紧紧一吸，古月终于悠悠地回过神来。苏阳睁开眼睛，眼前的古月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浓密的睫毛以一个勾人的弧度向上翘起，眉宇间又添了几分媚态，本就白皙精致的五官也更加立体了几分。
这种细微的变化让他看起来更加妩媚诱人。尽管苏阳此刻正行其道，看到他这张魅惑至极的脸，依旧是不自觉的心神一震。姐姐是不是又变得更好看了？古月双手勾着苏阳的脖子，媚态与慵懒结合的恰到好处，让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十分的诱人。苏阳笑了笑，毫不掩饰的点点头，确实更好看了，勾人的很。古月笑靥如花，媚态尽显。笑着笑着，古月搂着苏阳的脖子道：姐姐好像爱上与你修炼了，不仅修为增长速度远超普通修炼方式，关键是……古月扭扭腰，笑盈盈道：关键是修炼完还能在你纯净的灵液暴击中与你共鸣，共赴仙界，真是美得很呐！姐姐第一次知道原来修炼还能这么美妙，以后姐姐天天都想和你一起修炼。苏阳扶着他的腰，不让他乱动。这狐狸精扭起来不是开玩笑的。苏阳道：三位太上师尊还在外面等着呢，要是能度过这个难关，我自然是不介意每天和你一起修炼。古月不以为意，慵懒魅惑的把苏阳一推：姐姐舍了性命助你突破，怎么跟你那三位师尊解释，就交给你了。姐姐现在啊，要好好的把你给我的灵液全部吸收了，一点不想浪费呢。古月媚笑，真就坐着不动，开始吸收体内满满的精纯灵液。苏阳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吸收就吸收，不要一直吸啊！这狐狸精他妈的超能吸真是绝了。小主人刚刚突破，放松的把自己交给我便是。若是还有再度暴击的余力，小主人给多少我就吸收多少，保证一滴也不会浪费哦。古月嫣然媚笑。苏阳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什么叫若是还有？废话，肯定还有好吧？先天圣体跟你开玩笑呢。既然这狐狸精小瞧他的主人，那就再给他来个大满贯。苏阳干脆任他吸，刚好借机想想一会走出洞府怎么跟三位太上解释古月的存在。古月此番助他突破，肯定是已经藏不住了，而古月冒着暴露的风险救他于危急，他也做不到将他弃之不顾。幸好他现在身份特殊，神剑之主，宗门天骄，外加一个宗门强者培养器的特殊身份，让他在三位太上面前有一定的话语权。苏阳再仔细琢磨如何向三位太上解释古月的存在。古月不想那么多，专心的吸收苏阳给他的纯正灵液，这对他来说可是大有裨益，是真的一滴都不想浪费。等到苏阳想好对策，他也刚好吸收完，周身肌肤多了一层淡淡的粉晕，媚态更甚。这变化之明显不亚于他突破后的变化。还以为小主人会再来一次暴击呢，好吧，肯定是刚刚突破累了，那我就乖一点，不为难小主人了。古月咯咯笑，说着就要起身，苏阳却扶着他的腰不让他起身。苏阳惯着他，不，苏阳直接惯着他。呀！古月惊叫一声，旋即变成如获至宝的惊喜，搂着苏阳媚笑嫣然，对这个小主人好像越来越着迷了呢。快点吸收，吸收完了我带你出去见三位太上。苏阳傲然道：多谢小主人的额外赏赐。古月在他耳边媚声媚语，极尽狐狸精本色。这话听得苏阳一激灵，差点又给一波。这狐狸精真是受不了。待到古月吸收完毕，苏阳带着古月离开洞府。既然此时已经瞒不过三位太上，古月也就没有必要化作狐狸遮遮掩掩了。古月直接以人类美女的形态跟着他一起走出洞府。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看到苏阳带着一位魅惑十足的女人走出来，而那只一直跟着苏阳的狐狸不见踪影，相互对视一眼，基本确定了他们之前的猜测。唯一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他是怎么变化成人的。苏阳带着古月刚走出来，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已经悄无声息地从3个方向上来，形成合围之势。古月一眼便看出了他们的用意，颇为不屑地冷笑一声：哟，3个合体期的老东西准备围攻我一个啊？打我确实是打不过你们，但是你们3个想擒住我还早10000年呢。古月，苏阳瞪了他一眼，立即拱手行礼，逆徒苏阳向3位师尊请罪。你有何罪？玄清太上道：欺瞒之罪。苏阳道：弟子在藏仙谷之行中偶遇4尾狐妖，也就是我身边的古月。他原本已经修炼至9尾巅峰形态，奈何被仇敌所伤，实力大减，一直藏身于藏仙谷附近。弟子在藏仙谷第2项活动中受到了来自玉灵宗谋划的兽潮攻击，原本必死无疑，多亏了古月相助弟子才能逃脱升天。弟子曾说藏仙谷之行中弟子修为增长迅速，其实弟子并没有说实话。弟子在藏仙谷之行中实力之所以迅速增长，并非是与云瑶师妹修炼而来，而是与古月修炼而来。弟子发觉和古月一同修炼，修为增长极为迅速，所以才做出欺上瞒下之举，将他以灵宠的形式带回宗门。古月虽是狐族，但他并无恶意，一心只想修炼，恰好他也能帮助弟子更好的修炼，所以逆徒苏阳恳请3位师尊网开一面，容他留在宗门陪同弟子一道修炼。
说完再行一礼，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皆是眉头皱起，个个都没想到眼前的狐妖曾经修炼到九尾巅峰的最强形态，难怪他能变化成人。如果他曾经到过九尾形态，那就说得通了。异化狐族只要到达过九尾巅峰，哪怕实力退化也不会丢失这项本事，哪怕是重回一尾状态也能完美的变化成人。得知古月曾经是九尾巅峰强者，三位太上原本放松的神经此刻变得紧绷起来。若是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万万不容许这样的狐妖出现在宗门之中的。但苏阳所说的这些话，恰好堵死了他们把这只狐妖抓起来或者遣送出宗门的想法。别的不说，他救过苏阳和他能帮助苏阳修炼这2点，就让他们失去了拒绝的全部理由。原本已经准备好战上一场的三位太上，此刻已然知晓不能动手。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对视一眼，权衡利弊之后迅速做出决定。玄清道：没想到你们之间竟然还有这样的故事。玄天道宗也不是忘恩负义之地，既然你救过苏阳，玄天道宗便欠你一个人情。你若是愿意留在玄天道宗陪同苏阳一同修炼，那么我们也不与你计较，就当玄天道宗还了你这个人情。古月轻佻道：哟哟，没想到你们还挺好说话。事实上，古月也已经做好了和他们撕破脸大战一场的准备。他现在的实力打是肯定打不过他们3个的，但是要逃走并不难。确实没想到他们居然同意了，不过我们也有要求。玄清太上道：切，我还以为你们真这么大度呢。说吧，什么要求？古月撇撇嘴，等着他们提要求。只要别太过分，他自然是想留在苏阳身边和他一同修炼。古月，好好说话。苏阳白了他一眼，行礼道：弟子代他向3位师尊道歉，有什么要求师尊请说。第一，禁止在玄天道宗随意行动。第二，禁止在玄天道宗使用媚术。第三，禁止祸害宗门，祸乱宗门弟子。提完3个要求，玄清太上道：只要你能遵守这3个要求，我们便可以容许你留在玄天道宗与苏阳一同修炼。只要你违反上面任何一个要求，玄天道宗都容不下你。古月撇撇嘴，随口便答应了下来。就这3个要求的话，我答应便是。要是放在以前，这些要求他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跟在苏阳身边，他也不需要四处狩猎。有了苏阳，他也不需要使用媚术，想要修炼了，大不了魅惑他就好了。至于祸害宗门、祸乱宗门弟子，有了苏阳之后，他也没有必要这么做。有这个时间精力做这种事情，还不如多与苏阳深入修炼呢。你能做到自然是好，若是做不到，我们也绝不会与你客气。玄清太上先是对古月说了一句，随后对苏阳说道：苏阳，这狐妖是你带回宗门的，你对他也负有监督之责。若是他今后惹出事来，除了他要受罚之外，你也要一并接受处罚。这是苏阳意料之中的要求，立即躬身行礼道：这是弟子分内之事，自当约束好古月的行为，绝不会让他做出有损宗门的事情。这便好。玄清太上点点头，逆徒苏阳多谢太上成全。苏阳拉了拉古月，古月不以为然道：好了好了，感谢你们让我留在这里修炼，可以了吧？要按他的性子，他是不愿意跟这些比他弱的人族修士低声下气的。可是现在谁让他寄人篱下呢？没办法，目的达成了，委屈点就委屈点吧，今后安分修炼才是。玄清太上叮嘱了一句，这狐妖能在苏阳危急之时不顾暴露的风险助他突破，想来本性不坏，把他留在宗门陪同苏阳修炼，倒也不是多大问题。如此想来，也就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古月的身上。玄清太上打量着苏阳，此时的苏阳已经不再是筑基后期巅峰，而是金丹初期。他体内所散发出来的无形的气场，远远超过了天资绝顶的金丹初期者所能有的极限。这是他特殊体质的功劳，还是神剑的功劳，或者是道眼仙诀的功劳，亦或是他自身作为某位大能转世自带的特殊情况，或许兼而有之。不论具体情况如何，从苏阳的表现来看，他注定非凡。玄清太上心中感慨片刻，把注意力放在了道眼仙诀相关的事情上。苏阳，你刚刚看了道眼仙诀，引动你的突破，看来这本源古秘册让你收获颇丰，不知道你看进去多少了？苏阳道：应该都看完了吧？玄清太上心中一跳，追问道：你是指看完了，还是只看完并且看懂了？自然是看完并且看懂了。苏阳行礼道：多谢师尊传授弟子如此玄妙却又通俗易懂的修炼秘法，有了这道眼仙诀，弟子修行事半功倍。通俗易懂，你再说一遍。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皆是嘴角抽搐，甚至是道心不稳，心脏狂跳。他们研读3天3夜，也只看进去一点皮毛而已，他居然随便翻看2下就全看懂了。
还通俗易懂？对啊，这里面的内容不就是通俗易懂吗？弟子虽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但是翻看时，这些文字自动浮现在弟子的意识海中，形成了一个玄妙的法阵，并且转化成轻易便能理解的仙道之法，出现在脑海中，让弟子对于仙道之法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悟。或许这就是大道至简吧，不用刻意学习也能快速悟道。三位师尊有心了，能把如此精妙的秘法授予弟子，弟子敏感五内。苏阳说着又行一礼。他哪知道这道眼仙诀从哪来的，自然以为是他们自己修行的秘法，三位太上能把他们自己修行的秘法教授于他。苏阳真心觉得这三个师傅没跟错，有东西他们是真教啊。三位太上此时面面相觑，会自动出现在意识海中，会形成法阵，还能自动转化成仙道之法。怎么他们看了3天3夜也没有他说的这些情况出现？玄岩太上比较炸，故作从容道：不错，为师考考你，你从道眼仙诀中所悟到的仙道之法都是怎样的啊？苏阳自然是以为玄岩太上真的在考他。古月第2次吸收精元的时候，他也研究了一下脑海中的仙道之法，倒也不至于答不上来。苏阳道：回禀师尊，道眼仙诀有别于其他内修功法，能够更有效地吸收灵气，并且能够将灵气转化为更加精纯的真元，同时对真元的掌控也更加彻底，施展时能够爆发出远超普通内修功法的威力。同时道眼仙诀将仙道之法划分为15个境界，前9个对应万灵界的炼气期、筑基期、金丹期、元婴期、化神期、炼虚期、合体期、渡劫期、大成期，每个相对应的境界用道眼仙诀修炼都能产生更快的修炼进度和更强的内在实力，一层一层叠加，若是能修炼到第9层，实力恐怕能远超同境界实力。这便是弟子所悟，不知是否正确，还请师尊指点。玄清太上、玄岩太上、玄剑太上，指点？指点什么？你说的这些我们也没悟到啊。此时的3位太上终于明白望仙殿大长老所言非虚，他们想要教苏阳这3本远古秘册里面的内容，恐怕还真没这个能力。他们研究3天3夜也就懂个皮毛。苏阳翻看2下就大彻大悟了，连境界都给划分出来了。这怎么教？他教他们还差不错。看着真心求指点的苏阳，耳畔回荡着他刚刚对于道眼仙诀的解答，几乎可以想象到道眼仙诀一层一层修炼上去会有多么超乎想象的强大力量。修仙者求的是什么？一者长生，二者实力。而长生则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实力是长生最有力的保障。此时此刻，3位太上内心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要不反向拜师好了。苏阳能如此迅速地领悟道眼仙诀，本质上已经验证了他是某位大能转世的必然，拜转世大能为师其实也不丢脸，对吧？3位太上各自对视，冲动都写在脸上，但此事毕竟非同小可，不可轻易决定。玄剑太上和玄岩太上一起来到苏阳面前，玄剑太上拿出荒古剑诀，玄岩太上拿出道化丹诀。2位师尊，这是？苏阳不解。玄剑太上道：道眼仙诀只是内修功法，想要真正强大，光有强大的真元是不够的。这本荒古剑诀你拿去看看，现在就看，能领悟到多少告诉我。玄岩太上道：修仙者无非修炼真元，精通法器，再加一个炼丹，强大的丹药能够极大助力修行与突破，所以这个技能必不可少，你也必须掌握。这本道化丹诀你也拿去看，现在就看。苏阳：2位师尊，修炼不急于一时，要不我回头有空再看看。不行，现在就看。玄剑太上和玄岩太上异口同声。苏阳以为自己在修炼上表现出了极佳的天赋，所以玄岩太上和玄剑太上2个人急忙忙的想要再次验证一下他的天赋。苏阳翻开荒古剑诀，里面的文字和图像几乎以相同的方式浮现在他的意识海。不同的是，这些文字和图像并没有在他的意识海中形成新的法阵，而是在法阵之上形成了由符文构建而成的怪异的立体人偶。第1篇看完，这个符文人偶只有1个轮廓。第2篇看完，这个符文人偶的造型丰富了许多。等到苏阳看完整部荒古剑诀15篇，法阵上面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符文人偶，从骨到肉到皮，统统都有文字和图像组成，就像一个浑身每一处肌肤都有字符纹身的人。他就那么站在法阵核心区一动不动。苏阳内视时，发觉自身意识和这个符文人偶产生了某种独特的联系。当他靠近这个符文人偶，强大的吸引力直接将他的意识拉扯过去，和符文人偶融合在一起。原本一动不得的符文人偶开始迅捷地动起来，他体内的符文分出一部分，在他手中形成一把黑白交错的符文剑。
符文人偶在法阵的核心区演练起精妙的剑术。荒古剑诀的第一篇就是他演练的剑术的第一式。伴随着第一式的演练，围绕招法阵核心区做无规则立体旋转的第一个符文光环爆发出更加明亮的光芒。苏阳能清晰地感觉到荒古剑诀的第一式和道眼仙诀的第一个大境界产生了强关联，似乎这荒古剑诀需要道眼仙诀提供的强大真元才能发挥出最强的威力。第二式演练时，第一个符文光环和第二个符文光环都爆发出了更加明亮的光芒。正如苏阳所预期的那样，第三式演练时，第一、二、三个符文光环都更亮了。与此同时，剑式中所蕴含的威力也更强了。但到了第四式，符文人偶的动作就停止了，苏阳的意识也从符文人偶中脱离出来。刚刚所演练的三个剑式已经完全刻印在他的意识之中，想忘都忘不掉。没想到这荒古剑诀还能这么修炼，这根本学都不用学嘛！合体期的修仙大能就是不一样，给的修炼秘籍就是强啊！苏阳心中暗喜。唯一比较可惜的是，这荒古剑诀和修为境界相互绑定，修为提升一个境界才能解锁一个剑式。他目前刚刚进入金丹期，最多也只能使用荒古剑诀中前三个剑式。苏阳从意识海中脱离，合上书，发现三位太上甚至是古月都在一旁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怎么了你们？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吗？我不就是看个书吗？你们怎么跟见了鬼一样？他哪知道，当他沉入意识海，与符文人偶合二为一演练剑式，他体内的真元也被调动了起来，一道道强劲的剑气从他体内不断四散而出。这画面，不管是古月还是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都未曾见过。你看进去多少？玄剑太上当即问道，没回答他的疑惑。回禀师尊，看式都看完了，但是荒古剑诀和修为境界相互绑定，弟子现在只能使用前三式，后面的招式暂时还没学会。苏阳道，你已经学会前三式了？玄剑太上几乎要嗷一嗓子喊出来。他翻看3天3夜的荒古剑诀，连第一式都还没搞懂呢。苏阳居然已经把前三式都学会了。苏阳道，有赖于玄剑太上传授弟子的这本荒古剑诀，其轻松独特的学习方式，弟子确实已经掌握了与我境界对应的前三式，想必日后随着境界提升，后续的剑招也能轻松掌握。玄剑太上嘴角一抽，轻松独特？哪轻松了？到底哪轻松了？玄剑太上压着性子，故作低沉道：告诉为师你所悟到的一切，为师想要看看你天赋如何。是。阅读这本荒古剑诀的过程中，文字与图像在意识海中形成了一个符文人偶，当自身意识与符文人偶合二为一，符文人偶便能演练剑式，当意识与符文人偶脱离时，符文人偶所演练的剑式就能自动出现在意识中。不知弟子所悟到的是否正确？苏阳说完拱手求教。这荒古剑诀毕竟是合体期的玄剑太上给的，苏阳是真以为这就是他自己修炼的秘籍。玄剑太上，我哪知道你悟到的是否正确？你悟出来的东西我还没有悟出来啊！玄剑太上此时惊讶到不敢相信，真就翻个书的时间，已经掌握了如此精妙剑谱的前三式。嗨，光说不练假把式，让为师看看你所掌握的前三式。玄剑太上故作检查的姿态。苏阳不疑有他，唤出神剑，便开始演练荒古剑诀中的前三式。意识海中道眼仙诀所画的法阵第一环亮起，第一式破晓，一点剑芒起，万道剑气发。看似随意的舞剑，却以超越思维的形式，将迸发的万道剑气重新凝聚在一起。一道擎天巨剑向上一挑，剑气所过，空间留下一条短暂存在的扭曲的五色裂隙，空中厚重的云层从中一分为二，露出一条横贯天际，久久无法弥合的蓝天背景。阳光从中洒落，仿佛真的为这片天地带来了破晓。围观的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和古月都是瞳孔骤缩，骇然于脸上。按苏阳所说，第一式对应炼气期，炼气期就能一剑斩出如此骇人的威力，这要是全部练会了，威力恐怕不是惊人这么简单，而是要惊动天道。苏阳并没有在意他们的目光，荒古剑诀中的剑式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连贯使用。既然是要向玄剑太上展示所学，自然没必要一招一式拆解开来。意识海中第一、二个符文光环同时爆发出强光，先天圣体也随之加强输出，体内纯净强悍的真元高效输出。苏阳身形急转，破晓之剑急转直下，巨剑爆发出更为猛烈的剑气，以势不可挡的威能一剑劈下，山下一马平川的开阔地一分为二，斩出一条上百米的大裂隙。剑锋太快，剑气太强，大裂隙的两壁光滑的就像打磨过的一般平整。这便是第二式裂地。剑起，意识海中第一、二、三环亮起，
神剑之上的威能再上一层。剑舞如风，一道道自身体爆发而出的锐气卷起真元狂风，狂风如刃，万刃聚合于剑。苏阳一掌重击在剑柄之上，神剑化作一道极光飞射而去，围绕四周的真元之刃随之爆散。随着神剑的飞速前进，这些爆散的真元之刃持续绞杀着行进路上的一切。第3式断空，3式结束。神剑归来现场一片死寂，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已经目瞪口呆，尤其是玄剑太上苏阳以金丹初期的实力发挥出如此强悍的威能，若是苏阳进入化神期，恐怕能够凭借手中神剑和他掌握的道眼仙诀和荒古剑诀，跨越2个大境界和他打成平手。痴迷于剑仙之道的他，此刻已是道心怦然，看着苏阳，目光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冲动。师尊，弟子所学如何？苏阳收剑，拱手行礼道。还不到玄剑太上开口，玄岩太上火急火燎的把玄剑太上推到一边，他懂个屁，赶紧看我给你的道化丹诀，快快快，看起来看起来。玄岩太上直接把书翻开放在他的手上。苏阳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急？苏阳不解，只当是自己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让他们欣喜若狂。继续翻看道化丹诀，这本道化丹诀和先前所看的道眼仙诀、荒古剑诀一样，都是翻看的过程中，这些文字和图像自动浮现在意识海中。不同之处也很明显，道眼仙诀在他的意识海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符文法阵，荒古剑诀在他的意识海中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符文人偶，而现在所看的这本道化丹诀里面的文字和图像，则在他的意识海中组成了一个符文丹炉。至于这本道化丹诀所讲的炼丹知识，则在阅读的过程中就已经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看完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其中的奥秘。苏阳很快就把书给合上了，这就看完了？怎么到我这里就这么敷衍？确定看好了？要不要再看看？看到苏阳这么快就把书合上了，玄岩太上急眼了。苏阳道：回禀师尊，这本道化丹诀最为简单，看完之后便在意识海中形成了一个符文丹炉，书中的所有内容也看的过程中直接浮现在脑海中。不过什么？不过什么？你倒是说啊！古月在一旁翻白眼道：你自己打断人家说话，催什么催啊你？古月，苏阳示意古月好好说话，但他自己心里想的其实也是如此。我这还没说完呢，你先把我打断了，哪有这么催人的？这3位师尊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一个比一个急？玄岩师尊，这本道化丹诀的学习方式虽然最简单，但真正的运用难度却是3本书里断当时的最难。苏阳只当是玄岩太上要听他的所悟，于是详细的解释道：道化丹诀教授的炼丹之道，所炼制的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丹药，而是内在丹药，需要先把炼丹所需的灵草仙草吃掉，这些草药的精华会出现在意识海中的符文丹炉之中，随后需要自身意识与符文人偶合二为一，催动道眼仙诀所化的符文法阵，以真元之火炼制丹药。也就是说，想要完全掌握道化丹诀，并且以上面的方法炼丹，需要先掌握道眼仙诀和荒古剑诀。不知弟子所悟是否正确？苏阳说完，拱手行礼。3个合体期的师傅倾囊相授，让他短时间内掌握了如此高深的3套秘法，苏阳自然是十分谦虚恭敬。哈哈，我的道化丹诀最厉害！玄岩太上听闻大笑起来，但笑着笑着他就笑不出来了。这也意味着道化丹诀最难修炼，甚至于没有道眼仙诀和荒古剑诀打底，他都没办法修炼道化丹诀。醉心于丹道的玄岩太上有机会修炼望仙殿大长老所给的远古秘册，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难度就放弃晋升的机会？看着苏阳，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把苏阳当做一个年轻的弟子，而是彻底把苏阳当成了远古大能的转世，眼神中没有师父对弟子的高高在上，反而满眼都是晚辈对前辈的求教之心。扑通，玄岩太上双膝跪地，对着苏阳就是3个响头。什么体面不体面的，什么太上不太上，在机会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我操，师尊你这么干什么？苏阳被吓了一跳，赶忙上去扶他。可玄岩太上毕竟是合体期大能，身重如山，有心拜师又岂是苏阳能够轻易扶起的？玄清太上和玄剑太上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跪给整懵了。知道你急，但是你这也太急了。2个人同时上去，一左一右把跪在地上的玄岩太上架了起来。你们2个干什么？你们2个要面子，我可不要什么破面子，喂，放开我！玄岩太上激动的大叫，万年太上的气质荡然无存。苏阳看得更是一脸懵圈，这3位太上师尊今天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古月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教他修炼，教倒是教了，可他们现在这样子
看起来好像还想整点别的幺蛾子。苏阳，你别愣着了，跟我们一起过来，有话对你说。古月，你别跟着。玄清太上回头说道。他和玄剑太上一起驾着玄岩太上往洞府里走去。古月，你自己先修炼吧。苏阳交代了一句，急匆匆跟着3位太上一起进入洞府。4个人一进入洞府，3位太上随手就设下结界，隔绝外界的一切。3位师尊有何事交代？要是没有刚刚玄岩太上那一跪，苏阳只当是他们有一些不传之秘要告诉他。可现在他有点懵，搞不懂他们叫他单独进入洞府到底想干什么。4个大男人在这里还要设置结界，该不会……我操！他们该不会是想要强人所难吧？苏阳浑身一哆嗦。苏阳，你坐着。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一起把苏阳拉到石凳上，让他坐下，然后各退一步。扑通，3位太上整齐划一的双膝跪地。我操！苏阳目瞪口呆。刚刚是玄岩太上，现在是3位太上一起跪他，这是什么鬼？被3个加起来可能超过5万岁的太上长老这么跪着，苏阳哪里坐得住，当即就想跳起来。但他们3个的气场将他强行压在位置上，想动都动不了。3位师尊，你们这是做什么？我苏阳区区一名普通的宗门弟子，怎么能受你们如此大礼？不论是何种原因，万万使不得啊！苏阳急道。苏阳，你听我说。玄剑太上跪在地上认真的说道。我们给你的道眼仙诀、荒古剑诀和道化丹诀，其实我们3个只是略懂皮毛而已，但是你看完之后便能全部掌握，这是我们所不具备的能力，希望你能收我们为徒。对，收我们为徒。玄剑太上和玄岩太上齐声道。苏阳本来就懵逼，现在更懵逼了。玄清太上根本不给苏阳清醒的机会，语不惊人死不休，这3本远古秘册并非一般人能够轻易掌握，你能如此迅速掌握，证明你其实是某位大能转世。至于你是哪一位大能转世，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绝对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师傅。以后在外面你叫我们师傅，私下里我们叫你师傅，咱们互为师徒。苏阳，给3位师尊一个面子，收我们为徒吧。说完，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齐刷刷磕头行礼。苏阳此刻懵逼且伤脑，这他妈什么下落剧情？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他一个穿越者的特殊 buff 居然被他们当成了某位大能转世，简直离谱。还大能转世？穿越前他就是蓝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牛马，跟大能转世这4个字没有1毛钱关系。但是苏阳会告诉他们自己是穿越者的身份吗？显然不会。他会否认自己是远古大能转世的这个可能性吗？苏阳也并不打算这么做。尽管此刻的场面极为离谱，但苏阳经过一阵短暂的懵逼之后，大脑很快就清醒了过来。不管他是不是大能转世，他们认为他是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他可以和3位太上长老建立起非凡的关系，相当于扩充了他自身强大的关系网络，不仅确保了他在宗门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也确保了他在这个危险世界中的安全系数得到进一步加强。苏阳目光闪烁，不论怎么想，他好像都没有拒绝的理由。3位师尊，苏阳一介后辈，不敢在你们面前以师父自居，互为师徒这事听起来也有点怪怪的，不如我们结为好友，修行之事彼此相互探讨，互补有无，你们觉得如何？苏阳想了一个更为妥当的理由。不可，我就想拜你为师，让你教我如何修行道眼仙诀、荒古剑诀、道化丹诀，既然是你教我，那我便是你的弟子，不能乱了关系。玄岩太上当即拒绝，态度极为强硬，非要拜师不可。玄剑太上也是如此，磕头道：好友之名不足以让我们心安理得的向你求教所有修炼上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够指点我们的师傅。玄清太上虽然语气相对温和，但态度如出一辙。苏阳，你不用把自己当成年轻后辈，你能如此迅速地掌握3本远古秘册，这就已经证明你并非普通人，不必自谦。再者，你所表现出来的资质远在我们之上，岂能因为辈分就自降身份呢？师父之名有能者居之，我们当你师父受之有愧，而你做我们的师父当之无愧。玄剑太上和玄岩太上齐齐点头。没错，苏阳，这3位太上师尊有点死心眼了，本来想照顾一下他们的面子，换一个方式和他们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但是他们好像就想要拜他为师。头痛，看他们一个个态度坚决的样子，苏阳知道恐怕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既然如此，好吧好吧，既然3位师尊能放下面子虚心求道，那我答应便是。多谢师父成全。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顿时惊喜，纳头便拜。等一下，师父有何交代？苏阳道：虽然你们说我是大能转世，但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教你们多少，我只能说作为你们的师父，我会尽我所能的把我掌握的倾囊相授，
至于是不是你们需要的，以及你们自己能学会多少，我没办法保证。师傅愿意倾囊相授，弟子敏感五内。三人同声道。能听到苏阳嘴里说出倾囊相授这句话，他们三个是真激动。从苏阳阅读3本远古秘册之后的表述来看，他已经完全掌握了3本书的要义，如今限制他的只有实力境界这一点而已。苏阳愿意把他所悟到的要义教给他们，肯定要比他们自己3个人瞎琢磨来的要强上无数倍。既然如此，那今后我便是你们的师傅了，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苏阳道。不行，我们还没行拜师礼呢。没错。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齐齐拜倒在地。弟子玄清，弟子玄岩，弟子玄剑，拜见苏阳师尊。苏阳，3个加起来超过5万岁的老仙师拜他为师。坦白说，这场面苏阳怎么都觉得有些怪异。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第一次当师傅，而且第一次收徒就收了3个合体期的老怪物，这种感觉也还是蛮爽的。起来吧。苏阳道。多谢师傅。李成、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立即解除了对苏阳的压制。起身之后，3个人的脸上都笑开了花。有了大长老的提示，再加上苏阳对3本远古秘册的超凡领悟，他们是100%认定苏阳就是某位远古大能的转世。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拜苏阳为师？他们心里也有一点小九九。译者，他们3人困于合体期已有1000年，前路茫茫。此时苏阳出现，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暗示明灯，给了他们一个突破当下桎梏的机会。此等机缘怎能轻易错失？再者，他们从苏阳迅速领悟3本远古秘册的这个过程中，已经推演出苏阳即将快速崛起的必然。远古大能重新苏醒，此时他们能够成为他的弟子，无疑是为自己今后谋了一条极佳的登仙之道。搞不好他们有望成为永恒仙帝之后第2、3、4个踏破虚空荣登上界的修仙者，这个机会怎么能错过？方才弟子们也是怕师尊受惊落跑，所以才出此下策控制师尊，还请师尊恕罪。玄清太上赔礼道。请师尊恕罪。玄岩太上和玄剑太上也当即道歉。他们3个在尊师重道这一块做的确实是相当的有水平。知道的，他们是天下第一宗门的太上长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玄天道宗当了上万年的弟子呢。这转变速度把苏阳都给弄得有些不适应了。嗨嗨，小事小事。第一次当师傅，苏阳在尽力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师尊请坐。玄岩太上和玄剑太上拉着苏阳坐下，随后3个人站成一排，眼巴巴地看着苏阳。玄清太上期待道：师尊既然已经收我们3个为徒，不知道师尊何时方便教我们3本远古秘册上面的内容？苏阳道：既然你们想学，那我现在便教你们。多谢师尊。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大喜过望，当即又是躬身行礼。苏阳揉了揉太阳穴，示意他们坐下，随后道：你们给我的这3本远古秘册，修炼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有明显的修炼顺序。你们需要先修炼道眼仙诀，提升自己的真元，随后才能开始修炼荒古剑诀。原因是荒古剑诀需要道眼仙诀来提供更加强大的真元，才能发挥出更强的威能。至于道化丹诀就更不用说了，需要前2者做铺垫，才能有机会在体内炼丹。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听得极为认真，一边听一边点头。不看他们鹤发童颜和他们自身合体期的强大实力，他们真的像极了3个懵懂的弟子。从这一点来看，他们3位也确实适合修仙。苏阳继续道：所以我今天先教你们修炼道眼仙诀。你们不要试图去理解上面的文字，而是要记住这些文字，并且利用真元在意识海中凝聚出这些文字和图形。然后你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文字和图形以一定的规律进行组合。苏阳挥挥手，真元约束洞府内的灵气，在空中复刻出他意识海中的符文法阵。这就是整本道眼仙诀所形成的完整法阵。这15个符文环表示的是15个境界，按照你们现在的修为，如果你们构成了完整的法阵，围绕核心区的前7个符文环会被点亮。15个境界，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都是大吃一惊，因为万灵界本身只有9个境界而已。惊讶之余，也让他们更加的惊喜万分。这意味着这3本远古秘册绝对来自上界。他们跟着苏阳好好修炼，真有机会跟着他们一起踏破虚空，荣登上界。我也不知道后面6个境界是什么，不过这15个顺逆旋转的符文环确实代表着修为境界。苏阳解释了一句，手指在空中的法阵上点了一下，不会旋转的核心区所有文字和图像都被单独点亮。你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在意识海中构建出这个核心区，仔细看上面的文字和图像。你们需要记住这些文字和图像的位置，回去之后一边翻阅道眼仙诀，
一边将上面对应的文字凝聚于意识海中。苏阳也不知道他们知道规则之后修炼的快不快，所以补充了一句：你们完全凝聚好了之后再来找我，我教你们凝聚第一个符文环。多谢师尊。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行礼，当下便将核心区的这些文字和图像牢牢记在脑海中，迫不及待的就要回去修炼看看效果。苏阳送他们离开洞府，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拱手行礼：师尊留步，我们回去之后马上就把温云瑶和林冰清给您送来。您在这里修行有任何需求，都可命人来告知我们。玄清太上道。苏阳点点头。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再行一礼，急不可待的回去修炼了。亭子里百无聊赖的古月看到这一幕，下巴直接掉地上。这三个合体期的老家伙叫苏阳什么？师尊？疯了吗？这是？还是说苏阳有更强的魅惑体质，连这三个老男人都能被他放倒？小主人，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刚刚那三个老家伙怎么突然喊你师尊啊？他们不是你的师傅吗？是我听错了，不应该啊，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好像真的喊你师尊。古月化做一道魅影出现在苏阳面前，一脸怪异的看着苏阳，你该不会也是天生魅体吧？连他们三个万年老修都被你蛊惑降制了，以后这个玄天道宗该不会都是你的了吧？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遵守他们的三个要求了？你说话。苏阳白眼道，你一直巴拉巴拉的说个不停，我怎么说话？那我不说，你说。苏阳道，他们让我教他们修炼，所以叫我一声师尊，这很合理吧？哈，这哪里合理了？你一个刚刚进入金丹初期的小徒弟，能教三个合体期的老家伙？古月的神色更加怪异了。想到他们给苏阳的3本书，好奇道，是他们给你看的3本书吗？那3本书看起来拥有很强的力量，看不得出来不是一般的秘籍。如果连他们都不能修炼的话，你怎么能修炼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说我是大能转世。苏阳耸耸肩，对于大能转世这个身份不以为意。他比谁都清楚，他之所以能够看得懂这些稀奇古怪的所谓远古秘册，得益于他自身穿越者的身份。哪个穿越者没几个金手指？要是一个穿越者还跟这个世界的普通人一样，这个不懂那个不会，那穿越过来干什么？受苦受难啊！不过穿越者的身份是他的秘密，苏阳不打算告诉任何人。你大能转世？古月上上下下打量着苏阳，一脸稀奇古怪的表情。你这表情什么意思？我就不能是大能转世啊？我好歹也是神剑之主好吧？见他这表情，苏阳直接一个白眼送给他。哪个大能转世像你这样要用女人来修炼啊？古月媚笑不止。哎，我说小主人，你该不会是什么大淫魔转世吧？苏阳一把将他搂过来。你还真说对了。苏阳直接把他抱起来往洞府走去。这狐狸精不治一治他，什么都敢说，不知天高地厚。古月怕吗？怕就不是狐狸精了。搂着苏阳的脖子，笑靥如花。小主人这是要带我去修炼呢，还是要用我做点什么别的？我都已经是大淫魔转世了，你觉得我要做什么？咯。古月笑得更开心了，完全是对自己作为狐狸精的绝对自信。但他完全不知道，苏阳拥有的先天圣体在这方面拥有无可匹敌的战力，哪怕是以一己之力鏖战全阴，也能稳操胜券。以如此强悍的先天圣力单挑一人，就算古月是最顶的狐狸精也难以招架。古月还以为自己能让他缴械投降，结果不到2个小时，他自己先丢盔弃甲，立即而倒。小主人，我不行了，我错了，饶了我吧。古月靠在苏阳肩头，那还像只嚣张的狐狸精，直接变成了温顺的小猫咪。以后还敢乱说话吗？苏阳捏着他的脸蛋，不敢了。古月一个劲的摇头。苏阳调侃道，虽然认错态度良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现在你还得再受最后的暴击。苏阳嘴角一扬，在古月的一连惊呼中，给他最后也是最强的一击。古月意外在暴击中迎来终极共鸣，当场昏倒在苏阳的怀里。让你动不动挑衅我？苏阳捏了捏他的脸蛋，但也温柔地搂着他的细腰，让他靠在自己怀里。今天不仅顺利突破了金丹，从筑基期进入了金丹初期，还解决了古月留在宗门的问题。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完全掌握了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给他的3本远古秘册。这对他未来的修行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帮助，估计古月还要好一阵才能缓过来。苏阳干脆沉入意识海，巨大的符文法阵在自主运行着，符文人偶和符文丹炉都静静地立在法阵的核心区。这丹炉暂时用不上，处在这里有点碍事。苏阳一挥手，巨大的符文丹炉分解成一个个文字和图像，融入核心区。苏阳已经完全掌握3本远古秘册，自然知道如何使用由此诞生的符文法阵、符文人偶和符文丹炉。
苏阳站在符文人偶面前，意念一动，自身意识与符文人偶合二为一。原本一动不动的符文人偶立刻就活了过来，成了苏阳在意识海中的实体。苏阳盘膝而坐，此时的他和古月依旧保持着深度嵌合的状态，所以能够进行修炼。催动符文法阵，第一、第二、第三个符文光环光彩夺目，同时开始更加快速的无规则旋转起来。外界的灵气以前所谓的速度进入体内。不仅如此，来自于神剑之上一直盘踞于丹田处的上界灵气也在更加快速的被他调动起来。竟有古月的身体再回来，先天肾体遇强则强，不论再多再充沛的灵气都能高效的转化为精纯浑厚的真元。大量纯净强大的真元汇聚于丹田，萦绕着猛蓝色的金丹，不断的温养金丹。这是苏阳第一次在融合符文人偶在符文法阵上修炼。他原以为自己的先天肾体已经天下无敌，没想到掌握道眼仙诀和荒古剑诀之后，修行水平更上一层楼，吸收灵气的速度比之前和古月修炼时快了至少30%，并且联动激发先天肾体，转化真元的效率和质量双双上了一个台阶。更快更强的修炼对于任何一个修仙者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两大要素。同样作为修仙者，苏阳自然是高兴得很。不过苏阳也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一个巨大问题，那就是他的修行方式受限的问题。他必须有女人才能修炼，如果太平无事风平浪静时，这不算什么大问题。但是上次葬仙谷之行，面对受潮时，他意识到自身这种情况一旦陷入困兽之斗，他就面临真元不断消耗无法补充的困境。其他修仙者可以一边战斗一边吸收灵气转化真元，虽说大多数情况下真元的消耗都要比转化的更快，但多少也能恢复一些战力，这在危险的战斗中至关重要。有时候决定一场战斗胜负的关键，往往就是能不能多坚持那么几秒钟的事情。可他不行，他必须通过女人才能吸收灵气，这就意味着他的真元得不到任何补充，只会越来越少，战力越来越弱。修炼之余，我是不是应该先炼一些丹药，以备不时之需？苏阳喃喃自语，意识海中睁开眼，挥手间大量的文字和图像重新组成符文丹炉。刚好兽巢里斩杀的那些灵兽还在储物袋里，可以去宗门兑换一些需要灵草仙药。这么一想，苏阳便脱离符文人偶，离开意识海，退出了修炼状态。刚好古月也缓过来了，两人四目相对，古月搂着苏阳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媚眼如丝。你又想干什么？苏阳揶揄道。什么叫我想干什么？明明是小主人你干的。古月媚笑嫣然，纤纤玉手在苏阳心口点了一下，一道粉色的灵光从苏阳身体里抽了出来。苏阳愣住了，你这是？古月将手指上的粉色灵光朝着空中一弹，灵光消散无形。他轻描淡写道，本来给你种下双生咒是为了以防万一，不过今天你主动给我争取到了留在你身边修炼的机会，你还成了玄天道宗3位太上长老的师傅，我好像不用担心太多了。最关键的是，古月的纤纤玉指在他胸口划过，媚眼中闪动着异彩，我好像已经被你彻底征服了，以后你就是我真正的主人了，对自己的主人怎么能用咒术呢？苏阳，这先天肾体果然牛掰啊，居然真把这只狐狸精给征服了。啧，自豪。苏阳脸上扬起一抹笑意，勾着他精致的脸蛋道，既然你主动解除了双生咒，那我也向你保证，以后不论到哪我都会带着你吃，让你陪我一同修炼。哎呀，主人你不要这么看着我们，会心动的。古月扭扭腰，媚笑嫣然。苏阳，这狐狸精真是绝了，不管了，再给他一顿暴击，然后去宗门兑换灵草仙药。苏阳刚把他放倒，洞府外传来了玄清太上的声音，苏阳，我把温云瑶和林冰清给你带来了。古月咯咯笑道，主人的那个老徒弟给你送美女过来了，以后终于不用我一个人顶着主人所有的火力了。咯，你好像松了一口气。苏阳调侃，谁让主人这么强的？古月搂着他笑道，主人再不起来的话，我可要先起来去迎接你的2位小美人喽。该说不说，古月主动认主之后，不论是神情还是语态都更媚了。苏阳捏捏他的脸，解除连接，彻底退出修炼状态，低头一看，调侃古月道，你看看，我现在是真正的水灵根了，这又不是我的错。古月狡黠一笑，凑上去，嗷！苏阳，好家伙，这狐狸精真是绝了。苏阳从洞府中出来，古月此时化身为无尾狐，慵懒地趴在他的肩头，累得完全不想动。苏阳，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苏阳已经看到了站在玄清太上身边的温云瑶。温云瑶自那日凯旋归来，已经有好些天没有看到苏阳了。再次见到苏阳，若非太上长老在身边，早就激动地飞过去扑到苏阳怀里了。云瑶师妹。苏阳笑着和他打了声招呼。
同时也注意到了玄清太上另一边的另一个女性修仙者。精巧的鹅蛋脸，配着她一副面若寒霜的表情，再加上她挺拔修长的身姿，俨然一个标准的冷美人。苏阳已经看到了她，她也看到了苏阳，但是从始至终没有给过苏阳一个好脸色，大概率并不情愿过来陪他修炼。苏阳倒也无所谓，来到玄清太上面前，躬身行礼：“弟子苏阳见过玄清师尊。”弟子玄，嗨，苏阳啊，以后见到为师不用这么客气。玄清太上摸了摸胡子，故作镇定，眼神里却是情非得已：“师尊莫怪，温云瑶你们之前就认识，我就不多介绍了。这个是林冰清，首席大长老之孙，戒律阁阁主之女，和温云瑶同属一辈，但她生得早，修为和实力都远超温云瑶，已经拥有金丹中期的实力，是同辈中资质极高一位女修，也漂亮。”玄清太上介绍道。林冰清极不情愿地把头扭向一边，温云瑶则是撅撅嘴，既有点吃醋的味道，对林冰清这个人好像也有点意见。“师尊，嗨，已经把人给你带来了，接下来你自己好好修炼，我也要去修炼了。”玄清太上对苏阳说道。苏阳回应道：“多谢师尊，弟子一定好好修炼，绝不辜负师尊期许。”“客气。”玄清太上既要保持太上长老的体面，又要保持对苏阳这位师父的尊重，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面临这种诡异的局面。本来很会说话的他，竟有些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干脆转而对林冰清说道：“林冰清，不管你怎么闹别扭，我都得告诉你，这是你的机缘，不是谁都有资格陪苏阳一同修炼，而你第一个被选上，希望你能把握机会，不可辜负此等机缘。再者，这里容不得你胡闹，若是惹出事来，供奉阁绝不手软。”连哄带警告。林冰清听了，本来面若寒霜的脸蛋更白了，他没说话，应都没有应一声。玄清太上对苏阳道：“这个林冰清性子有点倔，可能需要一些时日才能陪同修炼。”“无妨。”苏阳已经看出来了，也听出来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玄清太上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继续修炼道眼仙诀了。“师尊慢走。”苏阳微微一笑，保持了在外人面前他是弟子的约定。只有苏阳肩上的古月听着他们两个之间奇怪的对话，笑而不语。玄清太上化作一道青光，消失在天边。此间只留下苏阳、温云瑶、林冰清和苏阳肩头的古月。我还以为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玄清太上一走，温云瑶激动地扑到苏阳怀里，泪眼婆娑。那日和其他弟子一道，被太上长老挥手间连同整艘仙船送到百里之外。回来时听说苏阳已经入了太上门下，他当场就哭了。太上长老100年难得一见，苏阳成了太上长老的弟子，他自然也觉得再难见到苏阳了。直到前几日听说太上长老安排他去陪苏阳一同修炼，他才开心起来。今日见到苏阳，别提多高兴了。虽然要和另一个女人一起陪他修炼，而且还是一个他很不喜欢的女人一起陪他修炼，但是总归是重新见到他了。这种兴奋在他脸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你都能不顾一切地主动解除婚约，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苏阳摸摸他的脸蛋，微微一笑。温云瑶抹着眼泪道：“你不知道，我听到是你主动要让我陪你修炼的时候，心里有多高兴。以后不论你在哪里，我都陪你修炼。”苏阳抹去他的泪水：“行了行了，别哭了，这不已经让你如愿以偿的来到我的身边了吗？既然是高兴的事情，就别哭了。”“温云瑶自己抹抹眼泪，喜笑颜开。小妹妹感情还挺深。”古月在苏阳肩头咯咯笑：“要你管。”温云瑶看了眼苏阳肩头的古月，感觉这只狐狸好像发生了一点细微的变化，看起来更媚了几分，而且实力好像也变得更强了。但他现在的心思不在古月身上。从苏阳怀里出来，对站在一旁冷冰冰的林冰清说道：“林冰清，虽然我也不愿意和你一起陪你苏阳修炼，但是既然这是供奉阁的决定，我也不会故意和你闹别扭。我希望你也一样，好好完成供奉阁太上长老给我们的任务，好好帮助苏阳修炼。这对苏阳有好处，对你自己也有好处。”苏阳笑了笑，这丫头不愧是宗主之女，还挺有大局观。不错。林冰清则是面无表情道：“你愿意是你的事情，我之所以过来，只是为了不牵累爹娘和我的心上人。苏阳，你如果强迫我和你修炼，我宁可去死也不会从了你。”林冰清的态度，苏阳一点也不意外。一个女人几乎是被强制要求需要配一个男人合体修炼，换谁都不会心甘情愿。就像一开始的云瑶师妹，她还天天想着来杀她呢，但后来呢，体会到各种滋味之后，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苏阳也不急着强求这个林冰清马上陪他修炼。现在身边有一个古月，有一个云瑶师妹，这方面的需求并不迫切。苏阳对林冰清道：“你不愿意也正常，在你自己心甘情愿之前，我也不会强迫你，你就在这里安心修炼便是。”林冰清倒是没想到苏阳会这么说，
他还以为苏阳会仗着自己是凌霄剑祖，背后有3位太上撑腰，强迫他与他双修呢。温云瑶嘟着嘴说道：“怎么到他就可以让他心甘情愿了？”就连古月也是帮腔道：“对啊，我的主人，以前你可不是这样对我的。”苏阳在他们的脑袋上都敲了一下，那2次是情况危急，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又不是什么要命的情况，我强迫他干什么？温云瑶摸摸头，好像也是。等等，温云瑶忽然反应过来，一脸怪异的看着苏阳肩上的古月：“你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他不是这样对你的？苏阳对你做过什么吗？”古月咯咯笑：“小妹妹，你难道还没注意到我家主人的实力变化吗？他现在可是金丹初期，你觉得他身边没有女人陪他一起修炼，能顺利突破吗？”金丹初期？温云瑶直接傻眼，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苏阳，这才注意到他的实力的确已经是金丹初期了。这才几天啊，居然又突破了。不对，他的修炼速度本来就很快，关键是谁陪他修炼的？温云瑶一脸狐疑的看着古月，古月嫣然一笑，摇身一变，化作一位绝顶美艳的女子，靠在苏阳的身上。小妹妹，你好呀，以后我们都是苏阳的修炼伴侣，你不要争风吃醋啊。古月笑着摸摸温云瑶的脸蛋，逗她。温云瑶脑子直接转不过来，异化狐族不是要修炼到9尾巅峰形态之后才能变身成人吗？难道是他记错了？还有，她真的好美啊，这就是所谓的狐狸精吗？所以最近几天苏阳天天都在跟她一起修炼咯。各种各样的情绪在他脑海中闪现。温云瑶的表情十分复杂，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让古月自己跟你慢慢解释吧，刚好你们也相互了解一下。苏阳道：“我现在要去一趟功勋阁兑换一点东西，你们3个在这里慢慢聊吧。”苏阳也不废话，说着便飞身走了。这些天都是你在陪他修炼？温云瑶嘟着嘴询问古月。吃醋了？古月显然对人族少女的醋意特有兴趣，调侃道：“以后我们3个都是他的修行伴侣，供奉阁的那3个老家伙以后还会送来更多的美女陪他一起修炼。你要是每个人的醋都吃，那是要被酸死掉的哦。”我知道啊。温云瑶自己也知道不应该吃醋，而且她早就做好了苏阳会有很多女人的心理准备，但是真面临这一天的时候，难免还是有些吃醋。你是怎么可以变成人的？温云瑶换了个话题，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这些改变不了的事情。古月倒也没瞒着他，把他曾经到达过9尾巅峰的事情告诉他，毕竟以后要一起修炼，多了解一些不是坏事。一旁的林冰清从头到尾没有参与他们的聊天，他自己在亭子里盘膝坐下，看着灵气氤氲的山峦，心中情绪复杂，有对苏阳如此之快就进入金丹初期的惊讶，有对于古月这么一个曾经到达过9尾巅峰的顶级强者居然愿意陪同苏阳修炼的震撼，还有对于自己未来命运的茫然。他想过逃跑，可他被安排来陪苏阳修炼的事情是供奉阁的3位太上钦定的，甚至他和温云瑶都是玄清太上亲自送来的，可见供奉阁对此事的重视。且不说他能不能逃离宗门，就算他能逃离宗门，他的父母也不可能逃离宗门，还会因为他的逃离受罚。不知道苏阳愿不愿意放过我，或许可以找个机会求求他，只要他愿意主动放过他，或许供奉阁就不会为难他和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心上人了。向师兄应该已经知道我的处境，不知道他会不会为了我和供奉阁太上抗争，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在想办法救我。苏阳来到玄天道宗，那日从藏仙谷凯旋归来，整个宗门上上下下都认识了苏阳。再次见到苏阳，剑好的声音此起彼伏，拜见凌霄剑祖。凌霄剑祖，凌霄剑祖见安。太多人跟他打招呼了，苏阳一开始还礼貌的点头回应，后面干脆不管了，那么多人点头都得把头点断掉，径直来到功勋阁。这功勋阁是宗门里接取任务的地方，按照玄天道宗的规矩，炼气期的弟子实力太弱，为了生命安全考虑，是不能在功勋阁接取任务的，只有筑基期以后才有资格接取任务。任务的难度也跟修为水平直接挂钩，完成多少任务会给记录多少功勋值。除了接取任务获取资源，功勋阁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那就是兑换资源，拿宗门想要的资源兑换自己的想要的资源。这个没有实力要求，也没有实力限制，哪怕是炼气期的入门弟子，只要手上有宗门需要的资源，就可以兑换到任何宗门有且自己想要的资源。这对那些世家子弟来说是个快速提升实力水平的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宗门里的大多数世家子弟都比同期的其他弟子实力更强的重要原因。苏阳穿越之后孤家寡人一个，又不能接取任务，还没有东西可以置换，所以他在玄天道宗8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功勋阁。苏师兄，真的是苏师兄啊，不对，是凌霄剑祖。弟子江沐尘拜见凌霄剑祖。苏阳刚要进任务大厅，
江沐晨远远的就认出他来了，激动的跑过来向苏阳行礼：“客气了，你是来接任务，还是来换东西？”苏阳随口问道，纯当打招呼。江沐晨恭恭敬敬的回答道：“以前都是在这里换东西，今天刚好想过来接个任务锻炼一下自己，没想到能见到凌霄剑祖。你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同期弟子中的传奇了。大家一提到苏阳这2个字，都以与你同为师兄弟为荣。以前是我有眼无珠，总是冲撞你，嗨嗨，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江沐晨摸摸脑袋：“小事而已，你已经道过歉了，不用一直道歉。”苏阳道：“凌霄剑祖大度。”江沐晨心中高兴，随即问道：“凌霄剑祖，这是要来接任务还是换东西？要是接任务的话，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和你一起组队？”“我来换东西。”“这样啊。”江沐晨稍微有点失望，不过马上就说道：“这是接任务的地方，置换物资在另一个地方，那地方我熟，我带你去。”苏阳点头，倒也没拒绝。两人刚要走，一个气势非凡的中年人带着一个年轻人朝苏阳走来。江沐晨见此人，立即恭敬的躬身行礼：“弟子江沐晨，见过阁主，见过少阁主。”阁主和少阁主没有多看江沐晨一眼，径直来到苏阳面前，十分恭敬的拱手行礼：“功勋阁阁主向天问，见过凌霄剑祖。”“功勋阁向少伯，见过凌霄剑祖。”“两位客气了。”苏阳同样是礼貌的拱拱手。既然功勋阁阁主都来了，苏阳便直言道：“我是想来兑换一些灵草仙药，不知道功勋阁有没有这类物资？”向天问还没开口，少阁主向少伯先道：“玄天道宗有自己的药源，其他宗门有的我们必有，其他宗门没有的我们也有。若是玄天道宗都找不到的灵草仙药，那其他宗门肯定没有。有就好，有劳带路。”苏阳刚要走，看到边上还弓着身的江沐晨，对向天问道：“向阁主，这位是我同期的师弟江沐晨，是同期弟子中除我之外天赋资质最高的一位，未来可能常来功勋阁领取任务，还请向阁主多多关照。”向天问这才看了眼江沐晨，点头道：“江沐晨是吧？这个名字我记下了。凌霄剑祖，这边请。”“请。”苏阳随着向天问和向少伯走了。“恭送凌霄剑祖。”“恭送阁主，少阁主。”江沐晨90度躬身行礼，眼神中的愧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己曾经时常挑衅苏阳，没想到他不仅这时候居然愿意拉自己一把。尽管只是一句话，但出自世家的江沐晨比其他普通弟子更清楚，作为凌霄剑祖的苏阳，他这一句话足以改变他的未来。此刻的江沐晨内心之中除了愧疚，还有一种极端强烈的效忠情节油然而生。尽管他不见得能经常见到苏阳，但他此时的内心中有了一种愿意为他肝脑涂地的冲动。曾经有多瞧不起苏阳，现在就有多么想要维护他的权威。今后谁敢诋毁你，我江沐晨第一个不答应。今后有需要我江沐晨的地方，我为你冲锋在前。看着苏阳远去的身影，江沐晨目光熠熠。为了有机会效忠苏阳，江沐晨比任何时候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大步流星地踏进了功勋阁任务大厅。苏阳跟着向天问和向少伯来到物资兑换大厅。大厅非常大，足有800余平，内设10个办事窗口。那是不是凌霄剑祖吗？真的是他！我靠！上次从藏仙谷归来的时候，不是才筑基后期吗？现在居然已经是金丹初期了，能够成为太上长老的弟子，果然进步神速啊！拜见凌霄剑祖。大厅里正在办理兑换登记的宗门弟子纷纷躬身行礼，看着苏阳的目光已经难以用羡慕2个字来形容了，但也说不上嫉妒。单单一个神剑之主的身份就已经让他们望尘莫及了。绝大多数人的嫉妒往往来自于认为自己比对方更强，但对方的实力远远超越自己，以至于难以望其项背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钦佩之情，而非嫉妒之心。苏阳点点头，就当是回应了。这边请。向少伯主动在前面带路，直接把苏阳带到了后面的工作区。凌霄剑祖来兑换东西，怎么能和其他普通弟子一样在窗口办理？这等怠慢传到3位太上耳朵里，可能要受罚的。一个华丽的客厅里，向少伯亲自给苏阳倒上茶，恭敬道，甚至像是在讨好。凌霄剑祖想要什么灵草仙药，可以写下来给我，我马上就让人给您准备。苏阳根据道化丹诀中自己现阶段能够炼制的丹药配方，把所需的15种草药全部写下来，并且标注好需求量，交给向少伯。向少伯看了眼便道：“没问题，我马上让人去准备。”向少伯出门便把单子交给了功勋阁掌事，让他亲自去办，以免出差错。从进门到现在都是这个少阁主在忙前忙后。苏阳对向天问道：“向阁主教子有方，未来少阁主必定是宗门必不可缺的中流砥柱。”向天问道：“凌霄剑祖过奖了，要说中流砥柱，凌霄剑祖才真当是。”回来的向少伯刚好听到苏阳夸他，立即道：“
能得到凌霄剑祖的赏识，少伯三生有幸。未来凌霄剑祖有任何需要，尽管来找我便是，一定给您安排妥当。苏阳笑而不语。尽管这个向少伯十分恭敬客气，但这个人从里到外都给他一种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感觉。苏阳很不喜欢这个人。相对来说，江沐晨都比他可爱得多。苏阳所要的草药很快就从药园里取回来了，向少伯亲自交到苏阳手上。凌霄剑祖，请清点一下您所需的灵草仙药有没有出入。苏阳道：我相信你们不会弄错。说着便把这些草药收进了储物袋。15种灵草仙药，总共将近500株的量，谁去清点这玩意？再说以他现在的身份，下面的人也不敢出这种低级的纰漏，这也是地位提升带来的好处之一了。苏阳又道：我知道宗门一直可以拿猎杀的灵兽兑换物资，我这里有不少灵兽的尸体，你们看看需要多少才能兑换这些灵草仙药，自己取便是。走到外面，挥手间从储物袋里换出了那些一直被他收在里面的灵兽尸体。他也不确定到底要多少，所以把这些灵兽尸体全部都弄出来让他们自己选。灵兽的尸体堆满了整个院子，向天问和向少伯都是一脸惊愕，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苏阳自己斩杀的，还是3位太上带着他一起斩杀的。不论何种情况，能斩杀这么多灵兽都是件相当夸张的事情。向少伯主动道：凌霄剑祖乃太上之徒，地位崇高，来功勋阁要点东西，怎么还需要兑换呢？真要这么做，那是功勋阁的怠慢，不可不可。苏阳却不想欠他们的，坚持道：宗门规矩不可轻易破，若是有点地位就能轻易从宗门免费领取物资，宗门起步是要成为私人堂，该怎么换就怎么换，就算太上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苏阳的语气并不是假客气。向少伯想了想说道：凌霄剑祖深明大义，吾辈之楷模，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按宗门规矩办事。苏阳要的灵草仙药看似挺多，但都是些相对普通的草药，所以兑换物资也并不需要太多。向少伯选了25只完整的灵兽尸体收起来，剩下的这些灵兽尸体您可以收起来了。向少伯说道：既然人祸两清，那我也该告辞了。苏阳收起地上剩余的灵兽尸体，转身便走了。凌霄剑祖，不要喝个茶再走吗？向少伯追上去：不用，那我送您出门。苏阳没拒绝，因为他知道就算他拒绝，向少伯也一定会继续送他出门。出了门，苏阳头也不回的飞身离开。对于向少伯这个人，他是真的很不喜欢。过分殷勤必有所图，而只限殷勤不提要求，这样的殷勤必埋后患。能躲则躲。恭送凌霄剑祖。向少伯高声道，声音大到周围的人都能听得到。一直到苏阳彻底消失在视野中，他才直起身。一直少言寡语的向天问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向少伯的身边，一脸不解地看着自己这个儿子。少伯，太上长老把你的青梅竹马送给苏阳，你不仅不生气，反而对他这般恭敬，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向少伯看着苏阳远去的方向，目光中闪烁着强烈的野心。一个女人算什么，他要送她便是。爹，你难道还没看明白吗？这个苏阳的出现正在改变玄天道宗的权力格局。你难道真愿意就在这里当一辈子管理仓库的阁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你当上下一任玄天道宗的宗主，这样我才有机会继承你的衣钵，成为下人宗主，掌管整个玄天道宗。我要先当玄天道宗的少宗主，再当玄天道宗的宗主。向天问眉头紧蹙：少伯，你什么意思啊？爹，你还真没看明白啊。向少伯看着他爹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先回去，我解释给你听。功勋阁，阁主向天问的书房，结界已经布置妥当。向少伯看着懵懂的老爹，叹气道：爹，你在功勋阁安逸太久了，已经失去了该有的敏感。你说是，别说我。向天问道。向少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低声道：按照玄天道宗的规矩，宗主的实力进入炼虚期便自动晋升长老之位，新宗主有2条晋升路径，其一也是最优先的方案，是由宗主子女继承，长老阁全力辅佐。其二，若宗主子女因各种原因无法继承宗主之位，新宗主则在各位化神期的阁主中产生。爹，你好好想想现在的情况，宗主之女温云瑶已经被太上送与苏阳陪她修炼去了，虽然我也不知道她修炼为何要人陪，但苏阳作为3位太上的弟子，修行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结束的，大概率温云瑶未来是难以继承宗主之位了。宗主那日若是真的收了苏阳为徒，他有可能被培养成新宗主，但他成了太上徒弟，未来必将与太上一同坐镇供奉阁，哪怕他是神剑之主，也不会争夺宗主之位。既然温云瑶无法继承宗主之位，苏阳又入了供奉阁，新宗主必然从各位阁主中选出。爹，你认为各位阁主中谁出任新宗主的可能性最高？向天问道。自然是戒律阁的凌渊师兄，当年他就是宗主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如今宗主若是晋升长老之位，毫无疑问，新宗主就该落在凌渊师兄身上。向少博点点头，道：理论上确实是这样。凌渊师伯是你们同期阁主中实力最强的一位，正常情况下，温云瑶无法继承宗主之位，确实应该轮到凌渊师伯继承宗主之位。但是，向少博的声音越说越低沉，语气也越说越亢奋。但是，爹你别忘了，林冰清作为凌渊师伯唯一的继承人，他也被送去陪苏阳修炼了。他跟温云瑶一样，一时半会也无法重回宗门，参与宗门事务。这种情况下，若是将宗主之位传给他，就变成了单线传承。玄天道宗向来更倾向于宗主之位的传承，以维持宗门管理风格和目标的统一性。如果我猜的没错，因为苏阳的出现，凌渊师伯在接下来的宗主之位竞争中其实是处于劣势的。爹，这下你听明白了吧？现任宗主的女儿因为苏阳无法继承宗主之位，新宗主最有力的竞争者也因为苏阳成了劣势，那么老爹你就有机会和其他阁主一起竞争宗主之位了。我为什么要向苏阳献殷勤？为的就是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啊，爹。他是神剑之主，是3位太上长老的得意门生，若是能够得到他的好感和支持，说不定能够通过他获得3位太上长老的支持。只要有太上长老一句话，爹你就必将成为下任玄天道宗宗主，而我将成为少宗主。等你晋升长老，我就是下任宗主了。向少博说的眉飞色舞，所有野心都溢于脸上。向天问沉默片刻，道：我观苏阳方才的态度，他似乎并不是很喜欢你。向少博自信道：那是他还不了解我，毕竟我们才第一次接触，接触多了他就知道我这个人比同辈其他人都要更加优秀了。少博，我觉得这事还是顺其自然吧，长老阁自有安排。爹，你怎么一点斗志都没有？以前没机会也就罢了，现在机会自己送上门了，你还顺其自然？你就算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我想想啊！我可不想永远当个不上不下的少阁主。向少博握着拳头决绝道：爹，你不想管就算了，这事交给我自己处理，我保证把你送上宗门之位。少博，我知道你心大，凡事注意分寸，不可鲁莽。向天问叹气道：我可不是鲁莽的人，有机会若是能见到林冰清，说不定可以利用林冰清帮我和苏阳之间牵线搭桥，那事情就好办了。林冰清向来倾慕于我，他应该会帮我。向少博自言自语，眼神闪烁中已经在谋划更多的事情。苏阳得到自己想要的灵草仙药，没有在宗门多做逗留，第一时间返回自己的洞府。温云瑶和古月在聊天，两个人的关系看起来还不错。林冰清则独自一人坐在亭子里修炼。苏阳，你回来了。见到苏阳回来，温云瑶第一时间小跑上去，满心满眼都是他。苏阳捏捏他的小脸蛋，道：你们两个看起来相处的挺好啊。温云瑶道：反正以后我们都要陪你一起修炼，关系处得那么僵多不好，还不如彼此客气一点。说着看了眼亭子里修炼的林冰清，撅撅嘴，一脸不爽他的样子。苏阳自然能看出他们之间有过节，不过他现在已经把草药给弄回来了，也没心思去管他们之间的过节。他道：既然你和古月聊得来，那你们两个继续聊吧。说着便来到亭子里。你想干什么？林冰清睁开眼睛，一脸警惕地看着他。苏阳没理他，自己盘膝而坐，将功勋阁队换来的仙草灵药每种拿出一部分，直接往嘴里塞。一旁的林冰清顿时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苏阳，冷冰冰的来了一句：你在宗门这么久，不会不知道灵草仙药需要炼制成丹药才能发挥效果吧？直接吃仙草灵药与灵兽合一，就这样的人居然是神剑之主，就这样的人居然能被3位太上同时收为弟子。现在的修仙界已经堕落成这样了吗？苏阳不语，只一味咀嚼着嘴里的草药。坦白说，这种炼丹方式真的是相当不雅观，真的跟吃草一样。可是没办法，想要炼丹，道化丹诀上面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将所需草药口服吞下，难吃也要吃。主人，你这是在干什么？出去一趟回来就疯了？就连古月也一脸不解，温云瑶就更难以理解了，提醒道：苏阳，这些草药直接吃，其药力难以吸收，堆积于体内反而有可能引起真元混乱。别说话。苏阳不理他们，继续吃，看得古月和温云瑶眉头直皱，就连向来面无表情的冷美人林冰清看着苏阳不停往嘴里塞草药，也是一脸古怪的表情。苏阳吃完了所需的草药，立即闭上眼睛，将真元凝聚于腹部，通过真元提取这些草药的精华，随后沉入意识海，自身意识和符文人偶合二为一，真元牵引，那些已经凝练成精华的草药出现在意识海中，散发出五彩斑斓的淡淡光芒。符文丹炉屹立于符文法阵之上，苏阳挥挥手，草药精华落入符文丹炉。苏阳催动符文法阵，第一、第二、第三环爆发出强光，先天圣体也随之高强度激活，体内真元高速运转起来。
真元进入意识海，在苏阳的操控下化作真元之火，在符文丹炉下面熊熊燃烧。这真元之火烧得也太猛了！真元之火点燃的那一刻，苏阳猛然一惊，如此迅速的消耗，若是不加以补充的话，他无法保证能不能成功的炼制出第一炉丹药。想了想，暂时脱离意识海，我需要你们助我一臂之力，谁坐上来？苏阳拍拍自己的双腿，古月连忙道：“主人，你饶了我吧，我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让这个小妹妹陪你吧。”说着，把温云瑶推到苏阳面前。温云瑶毕竟是第一次在其他人面前陪他修炼，自然不好意思，但他也知道这种事情以后在所难免，便大胆地在苏阳腿上坐下。你们，林冰清见温云瑶主动将灵根纳入自身，白皙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红晕，立即起身逃，也似的远离亭子。这小动静惹得古月咯咯笑。苏阳感受到大量的灵气汇聚而来，重新沉入意识海，开始催动真元之火炼制丹药。真元之火极为猛烈，很快就把符文丹炉烧得通红，丹炉里散发出一阵阵药香。炼丹第一阶段炼精，此时需要利用真元之火把草药精华进一步提纯，只留下真正需要的部分。这个阶段并不需要太多的真元之火就能完成。炼丹第二阶段凝丹，这是最复杂也最耗真元的步骤。真元之火涌入符文丹炉，在丹炉内重新转化成真元，这部分真元与草药精华相互融合，随后在符文丹炉里不断凝练，逐渐转化成半固态的特殊状态。炼丹第三阶段退火，半固态的丹药因为在真元之火中炼制而成，其中含有大量真元之火的威能，若是以此状态直接服用，真元之火便会进入经脉，点燃体内所有真元，对身体造成极端可怕的损害。所以按照道化丹诀里面的方法，在丹药炼成的最后一步，需要一个以火退火的过程。真元之火从丹炉顶部灌入，但不直接接触丹药，以真元之火在丹药周围形成一个附真元区，将丹药内所蕴含的真元之火逐渐抽离。这个过程会使半固态的丹药彻底凝为实体，耗时3天3夜。苏阳终于炼制好了第一炉丹药，打开炉盖，一瞬间彩光四溢，药香扑鼻，2枚指甲盖大小的紫金色丹药从丹炉里漂浮而出，落在苏阳手上。丹药依旧是热的，但里面的真元之火已经全部褪去，留下的是极为纯粹的灵草仙药的药力精华和庞大的真元。没想到才炼出2颗，这个苏阳确实有点失望，一口气吃了几十颗灵草仙药才炼出这么2颗。但对于这2颗丹药之中所蕴含的力量，苏阳又十分兴奋。藏仙谷之行时，宗主给我的浑元真灵丹已经很强了，但是道化丹诀中里最普通的这个紫金丹，很明显都要比浑元真灵丹拥有更强的效果。当初在兽巢中使用浑元真灵丹的效果，苏阳还记忆犹新。此时自己依照道化丹诀所炼制的紫金丹效果更好，每一颗紫金丹所蕴含的真元足以瞬间补满他这个金丹初期修饰的所有消耗，甚至还能有所盈余。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提升了安全性。但2颗就够了吗？苏阳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既然灵草仙药还有很多，那就继续炼。苏阳和符文人偶解除融合，脱离意识海，睁开眼睛，温云瑶软软地靠在他身上。本来正在修炼的他，在苏阳炼丹完成的那一刻，感受到一股奇异的炙热，瞬间引发他的共鸣，无力修炼。见苏阳睁开眼睛，温云瑶有气无力地问道：“你是怎么了？这几天你的身体好热，就像里面有火在烧一样。”苏阳这3天3夜的温度有多高，他感受得最为清楚，就像烧火棍一样热，以至于他这3天3夜的修炼已经被这炙热引动了好几次突然的共鸣。我在炼丹。苏阳也没有过多的解释，看着他脸上的红晕，笑着捏捏他的脸蛋，累了没有？妈了嘟。温云摇红着脸小声道。苏阳道：“那你休息几天，换古月来。”我真的要休息几天了。温云瑶此刻一点也不吃醋，这样动不动就几天几夜，真要是只有她一个女人陪她修炼，根本扛不住。温云瑶缓缓起身，高温褪去，感觉轻松了一点，又感觉像少了什么一样，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感。古月，你这几天应该休息好了吧？轮到你过来了。苏阳一边吃草药一边对古月说道。知道啦，我来了。古月这几天都在睡觉，休息的别提有多好。一听到苏阳叫他，迫不及待的就在他身上坐好。呀，好热！烧火棍余温未退，古月一坐下就有一种被烫到的感觉，水都要被烧开了。你这么急干什么？我这些草药还没吃完呢。苏阳哭笑不得。我还以为主人马上就需要我接上嘛。古月魅惑的吐吐舌头，那你就当提前适应一下就好。苏阳笑笑，继续吃草药。古月一脸稀奇古怪的看着他，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炼丹的，主人你炼的丹呢？在我体内。体内炼丹？对，那本道化丹诀中的方法。苏阳点点头。
继续大口大口地吃着灵草仙药。为了一次性多炼一些紫金丹出来，苏阳干脆一边吃一边调动真元提炼灵草仙药的精华。这一次，苏阳一口气吃下去上百株灵草仙药，这才闭上眼睛，再次沉入意识海，继续以真元之火炼制紫金丹。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在必要时帮他补充真元的丹药。道化丹诀中，他现在所能炼制的符合他需求的也就只有紫金丹这一个，能多炼自然就多炼一点，以备不时之需。更多的草药并不需要更多的时间炼制，同样是3天3夜的时间，5颗紫金丹炼制完成。苏阳准备把自己兑换来的草药一次性全部炼制成丹药存储在意识海中，这样就可以更加安心的修炼提升修为了。所以换下古月让他去休息，云瑶师妹再次坐上烧火棍，以保证灵气能源源不断的进入体内。只有足够的灵气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真元供应，有充足的真元才能有真元之火持续炼丹。而在苏阳炼丹的时候，不论是古月还是云瑶师妹都没有闲着，该修炼就修炼，提升自己修为的同时，也能以辅助的形式间接提升苏阳的修为，帮他更好的炼丹。在此期间，林冰清没有踏进过亭子半步，他甚至都不敢看亭子里的画面。玄清太上带他过来的时候，虽然也有明确的告诉他，陪苏阳修炼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他那时候只是觉得这话的意思是要让他成为苏阳的女人，没想到事实并不是他想的这个样子，而是要把自己给苏阳，用这种方式陪他修炼，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不明白3位太上长老怎么会接受苏阳这种近乎邪修的方式，甚至还主动把他和温云瑶送给他，帮他修炼。但是这几天林冰清看得很清楚，以这种方式陪苏阳一起修炼的温云瑶和古月2个人，他们2个吸收灵气的速度极快，远远超过正常修炼的速度，而且灵气转化成真元的速度也极为迅速，这让他们的修为提升速度极为明显，每天都能感觉到他们的修为在增长，这简直匪夷所思。真按照这样的修炼进度，陪苏阳修炼的温云瑶恐怕不出1年，实力就会凌驾于他之上。难怪温云瑶这么积极的要来陪苏阳修炼，原来陪他修炼有这么巨大的好处。林冰清自言自语，同时告诉自己，但是我绝对不会为了这种事情就同意跟他修炼，我要将自己的一切给向师兄，而不是这个邪修。林冰清哼了一声，态度丝毫没有动摇。苏阳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把自己从功勋阁兑换的所有灵草仙药统统炼化成了他现在最需要的紫金丹数量，刚好20颗。有了这20颗紫金丹，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了20次持续作战的机会，哪怕一次消耗2颗，也能应付10次高强度的消耗战，短期来说够用了。意识海中，苏阳看着漂浮于面前的紫金丹，心情非常好，半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了这些紫金丹，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修炼上，全力以赴地提升修为，解除融合，脱离意识海，心情舒畅，自然状态超强，再加上古月特殊的超能吸体质，直接激发灵液暴击。主人，这也太突然了。古月显然很喜欢被苏阳暴击的感觉，嘴上说着突然，脸上的表情却说明这是他期待已久的奖励。这不是你的最爱吗？苏阳调侃一句，畅快地深吸了一口气。这半个月为了炼丹，注意力高度集中，此刻随着灵液输出，整个身心都彻底放松下来。接下来又轮到我了。温云瑶走上前，已经做好了换班的准备。这半个月每隔3天3夜，他就会和古月轮流坐在苏阳身上，已经习惯了。暂时不用了，炼丹的材料已经用完了，而且所炼制的丹药暂时也够我用一阵子了。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放在修炼上面，先休息2天调整一下，后天开始进入修炼状态。苏阳对温云瑶说道。已经练完了。温云瑶和古月异口同声，他们2个这段时间各方面都很充实，想到这样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反而有些不是习惯。怎么舍不得了？苏阳调侃。温云瑶脸色一红，自然不好意思承认。古月则是搂着他坦然道，这段时间特别充实，修为提升的也快，突然结束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温云瑶虽然不好意思说话，但非常肯定的点点头。苏阳道，炼丹结束了，又不是修炼结束了，休息2天，你们2个还是要轮流陪我修炼的，接下来的日子有你们2个充实的。对哦，还要修炼呢。温云瑶眼前一亮，怎么忘了炼丹是炼丹，修炼是修炼，炼丹是阶段性活动，但是修炼可是长期性活动。古月媚然一笑，说的也是，这段时间我们2个还可以换着休息，你基本上片刻不离身，好像也确实需要休息休息，顺便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小妹妹收编了，多个人陪你一起修炼，也给我们2个减轻一点压力，3个人换班总比2个人换班好。而且古月在他耳边轻声道，每个人陪你修炼应该都有不同的感觉吧，每次修炼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多好。苏阳，
这狐狸精真是什么都懂。看了眼在瀑布边上修炼的林冰清，三班倒听着倒是个不错的选择。温云瑶却道：要是换个别人就更好了，他这个人最讨厌了。苏阳搂着古月，给他充足的时间吸收精元，好奇地问温云瑶：你跟林冰清到底有什么过节？怎么感觉你们两个都相互看不爽的样子？温云瑶哼哼道：以前我爹和他爹竞争宗主之位，他爹算是同辈中实力最强的，本来志在必得，不过长老阁认为他爹过于刚直，不适合宗主之位，最后选了我爹当宗主。之后他爹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时常与我爹过不去，一来二去，我们两家的矛盾自然也就越积越多了，相互之间看不爽也很正常吧。原来是这么回事。苏阳进入玄天道宗也有8年了，也有耳闻宗主和一些阁主有过节，但确实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具体的内情。虽然云瑶师妹用一来二去4个字就描述了两家的过节，但这是宗门权力斗争，可想而知这里面的矛盾比他轻描淡写的这几句话要激烈得多。苏阳，你能不能换个人陪你修炼呀？温云瑶忽然跑上来，拉着苏阳的手说道：你换其他女人我都可以接受，就像现在和古月姐姐，我就觉得没关系挺好的呀。就是她我真的不喜欢，一想到要跟她陪你一起修炼，别扭死了。苏阳道，又下意识地看了眼瀑布边上修炼的林冰清，这倒确实是个问题。云瑶师妹和这个林冰清的矛盾显然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想要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也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他现在只想好好修炼，没精力处理他们之间的别扭，硬要把林冰清留下来，看他现在的表现，恐怕时不时就要看他和云瑶师妹吵架。修炼要的是清静，天天看他们吵架，那就不用修炼了。想了想，苏阳点头道：既然你不喜欢这个林冰清，那一会我就把他送走吧，省得你看得心烦。林冰清这样子他看了也心烦，现在又不是缺女人，没必要非要纠结于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女人。修炼要的是心境通道，身边留个怨气冲天的冰山，除了徒增烦恼毫无益处。真的啊？苏阳你对我真好。温云瑶本来只是撒个娇而已，没想过苏阳会把太上长老送来的林冰清给送回去，没想到苏阳真的答应了。惊喜之余，上来就在苏阳脸上亲了一下。哥，等我吸收完精元起来让给你好了。这下子你肯定很想用自己感谢他吧？古月这狐狸精媚笑不止。温云瑶顿时脸红不已。古月姐姐，你别笑话我好不好？我是真的很就开心啊。那个林冰清天天冷着个脸，讨厌死了。开心的时候坐上来肯定更开心了，对不对啊？古月最喜欢逗他了。温云瑶被他逗得脸更红了。古月姐姐，你快点吸收了，我看古月姐姐你不是想吸收精元，你就是舍不得起来。古月才不怕他调侃呢，嫣然道：确实舍不得起来呢。说着还扭扭腰。苏阳哭笑不得的在他脸上捏了一下，这马茶虫狐狸真是受不了他。苏阳道：行了行了，你别逗他了，要吸收就快点吸收，吸收完了该休息休息，我去把林冰清的事情处理一下，省得在这里一直半死不活的拖着。好遵命我的主人。古月笑着吸了起来。苏阳，这狐狸精绝对是故意的，恨不得再给他一顿暴击，真是爽。温云瑶这段时间早就已经习惯了古月这般魅惑，由于他和古月已经多次配合轮流和苏阳修炼，现在倒是不吃古月的醋了，反正他自己也经常这样坐在他身上陪他一起修炼。对了苏阳，温云瑶忽然想到一件事情，蹙眉道：对了苏阳，3位太上精挑细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确定了把林冰清送过来陪你修炼，你现在要退货，3位太上会不会有想法？要是这件事会惹得3位太上对你有意见，那还是算了。苏阳看他这时候还考虑到了自己，心里多少是有些感动的，微笑道：这事你不用担心，我会跟3位太上协商好的。真的没问题吗？放心吧，相信我。温云瑶见他这么自信，这才稍稍松了口气，想到苏阳为了他要冒着惹太上长老不高兴的风险，心里自然也是非常感动，心想着等他休息的时候好好服侍他。他不知道的是，苏阳现在不只是3位太上的弟子，3位太上也是苏阳的弟子。他要把林冰清送走，其实也就是一句话的事，3位太上绝对不会也不敢有意见。古月很快把体内的精元全部吸收，慵懒的起身休息去了。苏阳走到瀑布边，准备和林冰清摊牌。林冰清，你先别修炼了，我有话跟你说。苏阳站在林冰清边上开口道。林冰清已经注意到苏阳过来，结束修炼，起身道：你炼丹结束了？结束了。既然这样，刚好我也有事想跟你商量。林冰清见苏阳难得有空，也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苏阳道：有什么事你先说。林冰清当即道：苏阳，我虽然不知道你的修炼为什么一定需要女人，但是既然你需要女人，
那一定有你需要的道理。我认为你这种修行方式，女人之间一定要和睦相处，才能让你安心修炼，就像温云瑶和古月那样，可以相互配合，不争不吵，对你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不瞒你说，我和温云瑶之间有很深的过节，我和她根本做不到一起陪你修炼，这一点你应该多少也能看出来，我们之间肯定很难和平相处。你修炼之余还要劳心费神地调节我们的关系，甚至每天看我们吵架，这对你的修炼肯定也不利。苏阳道，你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让我放你回去对吧？见到自己的小心思被揭穿，林冰清立即道：你现在是神剑之主，是3位太上的重点培养对象，就算你放我走了，太上很快就可以给你找一个甚至2个3个丝毫不逊色于我的女修过来陪你修炼，你把我留在这里只会徒增你的苦恼，对你的修炼毫无益处。你放我回去，我林冰清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机会我定会报答。林冰清怕他不答应，说出了他的性格最不可能说出的话。苏阳耸耸肩道：看得出来你是真的不想留在这里，不管是心里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既然你不想留在这里，我也不勉强。对我来说，多你一个女人不多，少你一个女人不少，没必要天天看你这张冰山脸。我要跟你说的，也就是要把你送回去。真的。林冰清惊喜，面无表情的脸上流露出显而易见的喜色。这种事情我需要骗你吗？苏阳道：不过你毕竟是3位太上第一个送来的女人，就这么一声不吭的把你送回去也不妥，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和太上说一声，然后我把你送回去。好，谢谢你苏阳。此时的林冰清觉得苏阳其实还不错，虽然修炼的方式有点邪修的味道，但是人好像还可以。走吧。苏阳朝着玄清屋的方向飞去，林冰清立即飞身跟上。两人来到玄清屋，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都在屋里修炼呢。这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他们每日闭门不出，所有时间精力都放在了对于道眼仙诀的修炼上面。感受到苏阳来了，3位太上不敢怠慢，一起结束修炼，出门迎接。玄清、玄剑、玄岩，恭迎师尊。3人开门便是拱手躬身行礼。嗨嗨。苏阳清了清嗓子。3位太上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天边还有一道身影迅速靠近，当即直起身子，做出一副为人师表的庄重。林冰清已经远远的没看清，只看到3位太上好像对着苏阳鞠了个躬，也可能是3位太上同时弯个了腰，他也没在意这些与他无关的事情。飞身落下之后，直接双膝跪在3位太上长老面前，戒律格林冰清拜见玄清太上，拜见玄岩太上，拜见玄剑太上。一边说一边朝他们磕头行礼。3位太上对林冰清没兴趣，只是好奇苏阳为何把他带来。玄清太上问道：师尊，嗨，师尊问你把他带来此地是何意？启禀师尊，弟子认为他不适合陪伴弟子修炼，特此带他过来禀明3位师尊，放他回去。苏阳直言道：这样啊，既然如此，那你回去吧。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并没有过多询问为何不适合，既然苏阳觉得他不行，那就换一个人好了，他们自然也不会纠结于这么一件小事。林冰清万谢3位太上。林冰清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当下便落地了，对着3位长老便磕头。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对他没兴趣，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和苏阳探讨，当即便拉着苏阳进屋，一挥手，随手就把门给关上了，同时设置了一个结界。师尊您来得正好。玄岩太上急迫地拉着苏阳席地而坐，道：师尊啊，当时你看道眼仙诀，只是把书看完，就已经在意识海中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符文法阵。对啊。苏阳点点头，既然来了，也想关心一下3位老徒弟的修炼情况，关心道：你们呢？这半个月修炼的怎么样？核心区的法阵构建起来了吗？玄剑太上坐下来，一脸苦恼地说道：师尊只是看完便构建出了完整的符文法阵，我们起初都以为自己不出半个月必能把法阵的核心区构建出来，没想到这半个月下来，核心区1%都还没有构建出来。就连玄清太上都道：我们好歹也是合体期的修士，论实力也不弱，怎么构建一个符文法阵的核心区这么困难？大量消耗真元不说，想要将一个符文凝聚成型，其难度无异于凝结一颗金丹，还是异形金丹。虽说结丹对于我们现在的修为来说并不难，但符文数量过于庞大，若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进度修炼，恐怕会让师尊以为我们3个都是资质平庸的无能之辈。师尊，我们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苏阳想了想道：你们按照自己之前的方式修炼给我看看。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点点头，立即坐下修炼。苏阳仔细地观察着他们体内的真元流动情况，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随后闭上眼睛仔细回想这些符文在他体内的凝聚过程。这一对比，
发现了一个显著的差异。苏阳睁开眼睛，对他们说道：“有个步骤你们弄错了，不是在丹田处凝聚字符，然后将字符转移到意识海中，而是要将真元条转到意识海，直接在意识海利用真元凝聚字符。”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都是愣了一下。玄岩太上道：“丹田乃真元汇聚之所在，在丹田凝聚字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集真元，用于凝聚字符，效率不应该更高吗？如此舍近求远，还能更快。”苏阳道：“既然我是师傅，听我的，都试试看。”三位太上稍微迟疑了片刻，虽然对这个方法的可行性持保留意见，但是本着尊师重道的态度，也就再次进入修炼状态。三人都按照苏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修炼方式。片刻之后，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几乎同时猛地睁开眼睛，脸上都是惊喜的表情。师尊说的果然有用，以此方法凝结字符，效率果然更高。师尊不愧远古大能转世，果然厉害。三个人惊喜之余，越发肯定苏阳是远古大能转世，这个师傅没有拜错，多谢师尊赐教。三人齐齐跪在地上行师徒大礼。苏阳道：“既然这个方法可行，以后你们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好好修炼吧。对了，师尊请吩咐。”苏阳道：“下次找女修来陪我修炼，跟人家把事情的利弊说清楚，心不甘情不愿的，资质再好再漂亮也别送过来，麻烦又闹心。”是，弟子谨记。三位太上齐齐点头，把苏阳的交代记在心上。行了，不用送了，你们抓紧时间熟练一下教你们的方法。苏阳说完便走了。玄清、玄岩、玄剑，恭送师尊。三位太上听苏阳这么说，也就没有起身，行礼送别之后，急忙坐下来修炼，第一时间熟练师尊教他们的新方法。苏阳走出玄清屋，正准备返回洞府，却见林冰清在门口来回踱步，还没走。不是放你走了吗？怎么还不走？想想又不想走了。林冰清见苏阳出来，快步上前，尴尬道：“我从小就不太能认方向，这附近的山看起来都一个样，我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回宗门？”苏阳，到嘴的鸭子飞了，你现在还要我把你送回去？苏阳直接无语了。林冰清也知道自己这样有点得寸进尺的感觉，但他真的路痴。他和温云瑶来这里的时候，本就是玄清太上一个闪身带着他们过来的，这里距离玄天道宗有多远，玄天道宗在什么方向，他一概不知。真要他自己回去，分分钟在山里迷路，不知去向。偏偏他没有定位类的法宝，于是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本《水法万解》，递到苏阳面前。这是一本水系仙法的高阶秘籍，我知道你现在是三位太上的弟子，太上肯定能教你更多更好的功法，但这是我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苏阳接过他手上的《水法万解》，随意翻看了两下，里面的内容比他以前所学的普通仙法要强很多。他如今所学的道眼仙诀专注于真元的提升，荒古剑诀专注于剑术，道化丹诀则是一本专注于炼丹的秘籍，确实需要一些仙法类的秘籍好好修炼。尤其他现在是先天一品水灵根，这本水法万解还挺适合他。苏阳把书收了起来，跟我来吧，送他回宗门一趟就能收获一本高阶水系仙法秘籍，这买卖不仅不亏，而且相当划算。谢谢你苏阳，不对，我应该叫你凌霄剑祖。林冰清跟在苏阳身后，对于苏阳能放他一马，心中颇为感激。苏阳没搭理他，径直朝宗门飞去。既然要去宗门，他也没打算跑空。上次去功勋阁兑换的灵草仙药已经用完了，虽然现在不急着炼丹，但是来都来了，不如再兑换一些存在储物袋里，以备不时之需。苏阳懒得管他要去哪里，自己朝着功勋阁的方向便去了。到了宗门，他爱去哪里去哪里。两人速度都很快，很快就见到了灵气缭绕中的玄天道宗，已经能看到宗门了，再路痴也不至于迷路了吧？自己回去吧。苏阳径直朝着功勋阁飞去。林冰清已经见到宗门，自然是不会再迷路，可他刚好也要去功勋阁，所以也就跟着苏阳一起飞向功勋阁。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苏阳回头道：我刚好也要去功勋阁，随你。苏阳没理他，降落在功勋阁。弟子见过凌霄剑祖。一众弟子见到苏阳，皆是恭敬行礼，无一人敢怠慢。听到苏阳到来，向天问和向少伯急急忙忙跑来迎接。功勋阁阁主向天问见过凌霄剑祖。功勋阁向少伯见过凌霄剑祖。向少伯抬起头，见到跟随苏阳而来的林冰清，心中一喜，正愁没机会见到他呢，没想到他自己和苏阳一起来了。林冰清见到向少伯，同样是心中一喜，这半个月他应该为自己到处奔波，托关系想要把他救出来吧。客气了，我还是来兑换一些灵草仙药。苏阳淡淡道。向少伯立即对他老爹说道：爹，你赶紧带凌霄剑祖去兑换所需物资，不可怠慢。
要你教我？凌霄剑祖，这边请。向天问主动带着苏阳前去兑换物资。林师妹，你回来了。向少博笑着迎上林冰清。我回来了。林冰清面若寒冰的表情，在自己心上人面前，终于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这半个月来最轻松的时刻，便是现在。你一会应该就要跟着凌霄剑祖一起回了吧？林冰清刚要开口解释，向少博便道：时间紧迫，你随我来，我有些话想和你说。林冰清跟了上去，两人来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向少博道：林师妹，你我从小相识，也算是青梅竹马，我也知道你对我有意，我对你当然也有心，这一点你要相信我。我相信你。林冰清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但是听到他说出这番话，心里很是高兴。向少博话锋一转道：但是我还没有资格娶你，我现在的身份和你只能说门当户对，但我想以更好的身份来娶你。如今温云瑶跟你一样陪同苏阳修炼，想必下一任宗主会从几个阁主之间选出。你不是喜欢我吗？我希望你能替我爹在苏阳面前多说说好话，让苏阳对我爹多一些好感，这样我爹在三位太上心里就多几分好感，也更有机会出任下一任宗主。我爹成了宗主，我就是少宗主，到时候我再娶你，你就是少宗主之妻，未来很大概率会成为宗主之妻，我觉得这样的身份才能配得上你。师妹，师兄向来对你不错，你来功勋阁想要什么，我都是优先给你。师兄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现在也只有你能替我爹在苏阳面前说上话，到时候我爹当上宗主，我立马就来娶你，到时候双喜临门，你说是不是？向少博极具蛊惑地看着林冰清。林冰清本来还有一丝喜色的脸上，因为听到他这番话变了色。他听到的话和他想听到的话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发现他倾慕的向师兄竟然如此陌生。向师兄，我被太上带走的这半个月，你想过把我救出来吗？林冰清问道。救？林师妹这是何意啊？玄清太上亲自把你带走，这是你的机缘啊。苏阳是三位太上的弟子，你能陪在苏阳身边一起修炼，这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机会，你怎么好端端的怎么说要我去救你？向少博都被他说的有点懵了。林冰清的脸色则慢慢的重新覆盖上一层寒霜。他父亲林渊和向少博的父亲向天问关系不错，交往密切，再加上他们两个年龄相仿，从小随父母往来频繁，见面的机会也多，一直以来都是别人眼中的青梅竹马。因为向少博从小所展现的天资比他更高，林冰清从小就对向少博倾慕有加。他一直以为向少博对他也是这般感情，但他发现自己错了，错得离谱。从他刚刚所说的那几句话就能听得出来，他压根就没有喜欢过他，否则他不可能一点不担心，反而觉得这是属于他的机缘。或许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自作多情罢了。他对他的特别关照，有可能只是想要维护两家人的关系，在必要的时候有利于他而已。向师兄，我已经求苏阳放我回来，三位太上也同意让我回来了。什么？你要回来了？向少博失态地叫了出来，随即压低声音焦急道：你怎么能回来呢？这对你来说可是大机缘，而且你留在苏阳身边，才有机会替我爹在苏阳面前说上话。冰清师妹，师兄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这次算师兄求你，你为了师兄也为了你自己，留在苏阳身边好不好？林冰清心冷得很，声音自然也就冷了下来。他道：你知道我留在苏阳身边要怎么陪他修炼吗？我要陪他双修。双修？向少博极为意外，但他现在最首要的目的是让林冰清留在苏阳身边牵线搭桥，劝说道：虽然你要陪他双修，但是冰清师妹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因此嫌弃你的。等我爹当上宗主，我依旧会按承诺娶你为妻，不会在意你的过往。林冰清冷着脸没说话，这番话已经彻底证明了他的心里根本没有他。看着眼前的向少博，第一次觉得这个人原来这么令他反感，也第一次发觉自己对他的倾慕是这么可笑。冰清师妹你说话，你要是不说话，师兄就当你答应了。向少博想去拉林冰清的手，却被林冰清躲开了。林冰清冷冷地说道：想要当上宗主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再也不想和他多说一句话，转身便走。今番再见，他以为会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新的开始，没想到只是让他看清楚了他的为人。现在和他多说一句话都觉得恶心。师妹，你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向少博一把拉住他，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放开！林冰清甩开他的手。向少博也冷着脸说道：冰清师妹，望我一直以来对你照顾有加，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不知回报的白眼狼。一直以来你来功勋阁做任务，我挑危险系数最低回报最高的任务给你，你要兑换东西，我把最好的给你，甚至于时常送你一些丹药，帮助你提升修为，帮助你突破瓶颈。你以为你现在金丹中期的修为没有我的帮助能够这么轻松的实现吗？
我现在只是需要你帮我做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向少博说着说着，又变化出另一副表情。师妹，师兄说这些也不是说一定要你报答我什么，只是师兄现在确实需要你帮忙。留在苏阳身边，对你来说也确实是一个机缘，有机会得到3位太上的指点，对你的仙途大有裨益。师兄觉得你还是留在苏阳身边如何？林冰清现在看向少博，怎么看怎么恶心，看他这副嘴脸，也让他越看越觉得自己眼瞎，居然会倾慕这种人。不可能，我不会为你做这些事情。林冰清斩钉截铁地说道。向少博脸上的表情顿时难看至极，握着拳头说道：你真要这么绝情？林冰清道：这不是绝情，只是不想被你利用而已。好啊，说我利用你，哈哈，我给你的好处都是假的，我送你的丹药都是假的，你的修为提升也是假的，从我这里得到一堆的好处，你现在跟我说不想被我利用，你倒是把我给你的一切还给我再说这话。向少博的语气极尽嘲讽。林冰清对眼前这个男人再无哪怕一丝好感，厌恶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自己都没想到，从倾慕一个人到厌恶一个人的转变可以如此迅速，迅速到他觉得就像向少博的两副面孔反转得如此之快。林冰清是个不折不扣的冷美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性格的体现。一个冷的人不会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听到向少博这么说，他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手掌上散发着强烈的灵光，一掌拍在自己的腹部，霎时间丹田内真元爆散，一股强烈的真元冲击从他体内扩散。一个金丹中期的修士散功，整个功勋阁都为之震动。这一掌下去，林冰清的修为直接从金丹中期下降到金丹初期。你，向少博直接呆住了，万没想到他居然会做到这个地步。你不是想要我还给你吗？这样够吗？不够的话我再还你一点，反正我也不想要你的。林冰清苍白的脸色显得更加冰冷，又一掌轰在自己腹部，一股更加强烈的真元冲击横贯整个功勋阁。这一掌，林冰清直接把自己金丹期的所有修为全打散了，就连金丹都给打碎了，把他自己的根基都差点直接干废了。向少博，我欠你的都还给你了，你我之间再无瓜葛。林冰清说话间，嘴角有大口的鲜血流出，他强撑着身体转身便走。向少博此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拉住他，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向他提出任何要求，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两道身影从天而降，向天问和苏阳感受到这边的真元冲击，一起飞过来看看情况，还有更多的人朝这边过来。你怎么了？苏阳见到身受重伤的林冰清。林冰清是戒律阁阁主的女儿，按理说向少博这个功勋阁的少阁主不可能出手把他打成如此之重的伤势才对。没什么，苏阳，谢谢你送我回来。林冰清惨然一笑，刚迈开脚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往前倒下。喂，苏阳赶紧接住他。林冰清可不是一般弟子，向天问立即上来探查他的伤势，不看不要紧，一看吓得脸色一白，当即对向少博吼道：臭小子，你为什么要对他下这么重的手？金丹都碎了。爹，不是我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向少博当即撇清自己的关系。他疯了？向天问当然不信，他就是疯了。如果是我要打他，以他金丹中期的修为，不可能一点还手的能力都没有，根本不可能是现在这个动静。向少博道：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苏阳打断他们父子的对话：你们能不能先别讨论他为什么要自残？向阁主，金丹破碎的情况非常危急，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救他。向天问道：凌霄剑祖，金丹破碎绝非像某一个化神期可以解决的麻烦，想要救他，恐怕还是得请3位太上出手。这么严重，连化神期都解决不了，还要3位太上出手，这伤的可就不是一般的重了。金丹乃修士道基凝结而成，金丹破碎意味着道基受损，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伤势。向天问解释了一句：既然如此，那就告辞了。苏阳赶紧抱着林冰清向着玄清屋的方向飞去。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林冰清虽然不想留下来陪他修炼，但这点小事也不至于让他见死不救。作为一个男人，他没那么小肚鸡肠，看你惹出的好事。向天问颇为愤怒地瞪了自己儿子一眼：爹，你别担心，还有机会，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推上宗主之位。向少博看着苏阳远去的方向，脸上浮现出一抹和他年龄不符的老谋深算。你还想搞事情？爹，这事你别管，我自有分寸。向少博也不想听他爹啰嗦，自顾自地走了。另一边，苏阳把速度提到极限，很快就到了玄清屋。3位太上，快点过来救个人。苏阳抱着林冰清直接闯入玄清屋。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见到昏迷不醒的林冰清，颇为惊讶。这丫头刚刚不还是好好的吗？怎么这下金丹碎了？师尊，
宗门里出现魔道入侵了。苏阳道：好像是他自己散功造成的，这丫头有毛病啊。玄岩太上心直口快道。苏阳道：你们别说这些了，他现在十分危险，先救他一命再说。好歹也是同宗同门的师姐，也有过一面之缘，别死在我手上了。玄清太上道：他好歹也是宗门贵女，我们自然不会让他轻易死了。说罢给他嘴里塞了一颗疗伤的丹药，随即3位太上一起运功，帮助林冰清稳定伤势。3位太上在帮林冰清疗伤，苏阳帮不上忙，也就在一边看着。约莫半炷香的时间，3位太上收工。他的伤势怎么样？苏阳询问道。玄清太上道：伤势是稳定住了，也无性命之忧。不过金丹破碎，我们是无法帮他修复的，只能等他自己醒来后，通过修炼慢慢修复金丹了。短则20年，长则50年，他的修为恐怕是再难有所长进了。就算金丹完全修复，未来能否顺利突破元婴也是个未知数。可惜了这么一个好苗子。苏阳对他没那么深的感情，对他能不能突破元婴并不感兴趣，只道既然命保住了就好，有命活着总有机会。既然他没事了，那就劳烦3位太上把人送回去，或者让人来接他回去吧。我先回去了。师尊请留步。玄清太上道：林冰清现在伤势只是稳定住了，并不是痊愈了，想要让他尽快痊愈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去师尊的洞府上休养。啊？玄清太上解释道：林冰清是先天3品水灵根，有天生的清水性，而师尊的洞府水灵气极为充盈，对于他恢复自身伤势有极大的好处。伤势恢复的越快，金丹修复的速度就越快，对未来修为的影响也就越小。若是把他送回宗门休养，这妮子恐怕就真的废了。苏阳看了眼林冰清，无奈地叹了口气。玄清太上都这么说了，那就送佛送到西，救人救到底吧。行吧行吧，那就先让他去我那里疗伤。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等他伤势痊愈了，我可不留他在我那里。修复金丹需要20到50年的时间，这么一个冷冰冰的女人天天留在身边还不能用，谁要天天看着她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师尊能收留她疗伤，已经对她仁至义尽。等她伤势痊愈了，我们去把她接回来送还宗门便是。玄清太上道：那就这样，你们修炼吧。苏阳抱起林冰清便离开玄清屋，朝着自己的洞府飞去。此时林冰清表情痛苦地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是苏阳，再看发现苏阳正抱着他，惨白的脸上多了一抹红晕。他最后的意识显示，他好像昏倒在了他怀里。苏阳，你要带我去哪里？你醒了。苏阳低头看了他一眼，道：你刚刚昏倒了，我把你送到3位太上这里疗伤。玄清太上说你伤势过重，在我的洞府里疗伤效果最好，所以你现在又得回到我那里去了。林冰清沉默地看着苏阳，苏阳脸上对他漠不关心的表情，此刻反而让他感觉到有一丝温暖。林冰清道：没关系，要不你把我送回宗门吧，我知道你肯定不想天天看着我。苏阳速度不减道：太上说了，回宗门不利于你伤势恢复，伤势恢复的慢了，你的金丹修复就慢，影响以后的修为，搞不好以后连元婴都无法突破。林冰清是个修仙者，而且是个仙姿卓越的修仙者，听到此事对自己的影响如此之大，他终于不纠结了。谢谢你苏阳。林冰清低声道，没想到他最不喜欢的人最后竟然帮了他最多。看着不太爱搭理他的苏阳，林冰清心中颇为感慨。话说回来，你在功勋阁遇到什么事情了？怎么要弄到自废修为的地步？苏阳好奇地问了一句。林冰清陷入沉默，此刻回想他对向少博的倾慕，不仅可笑而且可悲。他道：我之所以不愿意留下来陪你修炼，最大的原因是我有个倾慕的师兄，他是功勋阁的向少博，你见过的？向少博？那你眼光还真差，他看着就不像是可以托付的良人。苏阳直言不讳道。林冰清明显愣了一下，你对向少博很熟吗？苏阳耸耸肩，算上今天仅有2面之缘，就见过2次面，你就知道他品性不行，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一看他对我过分热情的态度，就知道他心里打着一些鬼主意。林冰清呆呆地看着他，苦笑一声，你看人真准。随后把他到了功勋阁，和向少博见面之后交谈的内容都告诉了苏阳，包括向少博向他要回曾经的赠与，然后他选择散功你的全部过程。把这些说完，林冰清发现自己对向少博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就像在说一个陌生人，而且对这个陌生人极其厌恶。看不出来你还挺勇，这种情况下能毫不犹豫地选择散功，这女人表面上冰冰冷冷，实际上性子可谓是相当刚烈不过。苏阳接着又道：勇归勇，你脑子也挺不好用的，想你堂堂戒律阁阁主的女人，宗门贵女，地位上和向少博平起平坐，你们林家难不成拆他那点东西？
但凡你冷静一点，回到家把他送你的东西的双倍凤骸都轻而易举，何必自废修为？现在好了，搞不好你以后连元婴都上不去。林冰清知道苏阳在说他傻，但他一点也不后悔。我知道我可以把他给的东西都还给他，但我想到自己用了他的丹药提升修为就恶心。那时候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散掉所有来自于他的真元。苏阳无语地白了他一眼，我说你脑子不好使，你脑子还真不好使。那些丹药是他炼的吗？不都是来自炼丹阁的丹药吗？只是经过他的手送给你而已。林冰清决绝道。那也不行，经过他的手我都无法接受。苏阳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个性。随你，反正与我无关。苏阳也懒得和他掰扯，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情。谈话间已经来到他的洞府，古月和温云瑶这段时间陪苏阳炼丹，每次都是3天3夜，现在难得有时间休息，都在洞府里睡觉。感觉到苏阳回来，两个人都是慵懒的起床出来迎接他。见他怀里抱着林冰清，不管是古月还是温云瑶都是愣住了。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3位太上不同意吗？温云瑶问道。就算不同意，他也可以自己回来，还用抱着回来啊？苏阳回答道。他受了重伤，需要在这里休养，今后一段时间他就暂住在这里，我们自己该修炼修炼，不用管他。苏阳抱着他走进洞府，把他放在铺了兽皮软垫的石床上。温云瑶这时候才注意到林冰清确实是受了重伤。你怎么了？温云瑶问道。这一会功夫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没什么。林冰清没打算跟温云瑶解释太多，强行支撑起身子，在床上盘膝而坐，进入了修炼疗伤的状态。内视丹田，看着充满裂痕的金丹，林冰清苦笑之余，却也觉得如此一来，他和向少博就再无任何瓜葛了，他也不再欠他任何东西。吸收外界灵气，自我疗伤。金丹破碎带来的内伤不是轻易就能治愈的，尽管这里水灵气非常充沛，但是想要伤势痊愈，恐怕需要1到2年的时间。若是想要将金丹修复，更是需要几十载的功夫。林冰清深吸一口气，倒也不气馁，更没有绝望。既然还有机会，疗伤修炼便是。苏阳，他这是怎么了？看着林冰清坐在那里做疗伤，温云瑶小声地询问苏阳。他的修为现在不过筑基中期巅峰，只能看出他受了重伤，并没有能力一眼看出他是因为金丹破碎造成的重伤。金丹碎了，古月随口说了一句。啊！温云瑶被吓了一跳。金丹破碎，这对修仙者来说可是要命的重伤，怎么回个宗门就出这事了？难道是被3位太上给伤了？温云瑶看向苏阳，刚要开口询问原因，苏阳则道：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你想知道问他自己吧，他愿意告诉你，会告诉你的。苏阳走出洞府，坐在亭子里修炼去了。尽管这半个月与古月和云瑶师妹片刻不离，不过得益于先天身体的强大，半个月下来不仅没有丝毫的疲惫，反而神清气爽，修为稳步前进。他们2个需要休息，他不需要。刚好从林冰清那里得到了水法万解，具体修炼起来看看效果。苏阳仔细的阅读水法万解，不像道眼仙诀、荒古剑诀、道化丹诀，看完就能进入他的脑海，而是需要一边看一边揣摩，才能慢慢理解里面的内容。书中最核心的高阶水系法术有3个，一者名为冰封苍穹，二者名为寒天之路，三者名为水镜万物。前2个为战斗用途的水系法术，第3个水镜万物则是大规模疗伤之用的法术。整本水法万解围绕着这3个高阶水系法术展开，衍生出了36个中阶水系法术和72个低阶水系法术，再加上高阶的3个水系法术，整本书里面一共有111个各式各样的水系法术。或许是同为水灵根的关系，苏阳看着本书上面的水系法术并不难。先来一个冰封苍穹试试看。按照上面的要求，苏阳调动真元，手掐要诀，以真元感应身边的水灵气，手指朝天射出一道真元，真元在空中爆散，随即向下展开一片100余平米的领域空间。这片空间内无处不在的水灵气迅速切换状态，以极寒的状态示人。整个领域空间温度骤降，身处正中心的苏阳不受影响，但他周围的花花草草全部被冻成了冰雕，效果还不错。苏阳对于这个效果还挺满意。冰封苍穹本身是一个领域类型的法术，按照书中所说，随着实力的提升，终极的冰封苍穹能够让苍穹之下的一切化作晶莹的冰雕世界。他现在只是金丹初期的水平，而且还是第一次尝试使用，能有这个效果已经属实不错了。连续练习了3次，巩固之后，苏阳开始练习3个高阶水系法术里面的第2个寒天之路。这个法术的要诀更复杂，需要的真元也更多。以真元摄水，以水凝冰，将空气中的水灵气凝聚成微小而致命的冰剑。一切以杀戮为目的，不是为了炫目的仙法炫技，不是为了以巨大之物震慑敌人，纯粹就是为了以敌人难以察觉的
无处不在的微笑冰剑在敌人身边形成恐怖的难以躲避的杀戮圈。更恐怖的是，微小冰剑中含有真元，一旦冰剑穿透身体，引爆真元能够造成2次伤害。单个微小的真元爆炸伤害不大，但是成千上万个微小的真元在体内爆炸，造成的将是极为致命的伤害。所以这招的名字叫做寒天之戮，杀戮的戮。但这招难度非常大，对真元的操控需要极度精细化。苏阳调动大量真元，以极高的专注度才能在空气中凝聚出125支指甲盖长度的冰剑，而如臂食指的冰剑只有其中1/3。这招一定要学会，要是能够操控10000支这种微小的冰剑，绝对可以让敌人为之胆寒。对于这个杀伤属性极强的高阶水系法术，苏阳甚至感觉到兴奋。不以炫技为目的，只为了战斗和杀戮而生，这一招在关键时候来个出其不意，能够创造极为震撼的杀敌效果。花了1炷香的时间把这招的使用方法完全掌握，今后要做的就是提升修为和反复练习了。至于第3个水系法术水晶万物，则是3个法术里面最简单的，以仙法凝聚无根之水，体外则净化外伤，体内则净化毒伤，对单对群都有不错的效果，尤其是治疗毒伤有奇效。熟练掌握3个高阶法术之后，苏阳又花了几天的时间把剩下的36个中阶水系法术全部学会了。至于那72个低阶水系法术就懒得看了。同样的水系法术已经有36个中阶的了，低阶的就没太大必要了。终于看完了，苏阳把水法万解收了起来，在亭子里一坐就是几天，起来舒展舒展身子。苏阳看到温云瑶和古月正在山崖边上修炼，林冰清也从洞府里面出来了，正坐在瀑布边上运功疗伤。苏阳，你修炼好了？感受到苏阳结束了他的修炼，温云瑶第一时间结束修炼，跑到他面前。修炼不认真，你看古月就没有因为我而中断修炼。苏阳好笑的捏捏他的脸，哥哥了，你夸错了。苏阳的话刚说完，古月就已经扭着身子走过来了。苏阳，你这狐狸精还真好意思。古月粘在苏阳身上，媚声媚语道，自从体验过和主人一起修炼之后，在自己修炼真的修炼不下去呢，速度慢，效率低，修炼起来难受死了。主人练功结束了吗？人家现在想要陪主人一起修炼了。温云瑶虽然不好意思直接说，但是连连点头的样子表明他和古月的想法一般无二。每次陪他一起修炼都不太需要刻意吸收灵气，便有大量的灵气涌进身体，经由苏阳的身体再回来的灵气可以迅速转化成真元，修炼效率极高。但是自己修炼又要吸收灵气又要转化灵气，相比之下效率不足和他一起修炼的1/10。以前不觉得慢，自从体验过和他一起修炼之后，真的不想自己单独修炼。苏阳自然也看出来他们2个想要和他修炼了，他们都喜欢，作为男人他能不喜欢吗？怎么可能？苏阳笑道，总不能2个人一起吧？你们谁先啊？这个好办。古月对温云瑶说道，妹妹，咱们也不要抢，我这里有个硬币，你来抛，正面朝上呢就我和主人先修炼，背面朝上呢就你和主人先修炼，怎么样？好啊。温云瑶接过金币往空中一抛，双手接住，一脸期待地打开手，金币背面朝上。耶！古月姐姐，那我先和苏阳修炼了。温云瑶惊喜不已，拉着苏阳便坐下。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呢，都是为了修炼嘛，主动扶持灵根进入深度修炼状态。轰！大量的灵气涌入苏阳和温云瑶的身体，2人共同进入修炼状态，阴阳和鸣，身体散发出淡淡的灵光，漂浮于空中。哎呀，我一会也要这样修炼，感觉很不错呢。古月看着漂浮于空中的苏阳和温云瑶，眼中光芒四射。瀑布边上，林冰清也注意到了漂浮在空中的苏阳和温云瑶，尽管这种修炼方式让他脸红，但他这次却看得格外出神。苏阳在修炼水法万解的这几天，林冰清一直都在瀑布边上疗伤，古月和温云瑶也都各自在修炼着。林冰清自然能感觉到古月和温云瑶的修炼速度，属于他们各自水平下的正常修炼速度。古月比一般的化神期快一点，但也属于天资带来的更高一级的正常范围。但温云瑶这下坐在苏阳身上，他的修炼速度急速提高，不论是吸收灵气的速度，还是将灵气转化成真元的速度，都极为迅速。他的修为几乎是以一种可感知的速度在一点一点的提高。这种修炼方式是不是也可以快速的治愈我的内伤，然后修复我的金丹？林冰清在心里默默的想着。作为一个修仙者，他自然也担心因为金丹破碎导致修为无法增长的最坏情况出现。之前也看到和苏阳修炼可以快速吸收灵气，快速转化真元，但那时候他心中还有牵挂，自然不愿意。现在不一样，所谓的牵挂已经彻底斩断。尽管作为一个完璧之身的女人，用这种修炼方式让他觉得很羞耻，
内心深处也很抗拒。但是他现在身受重伤，这个伤势已经严重到影响他未来的先途。相比之下，女人的那点羞耻和矜持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或许可以和他试试看。林冰清看着漂浮于空中的苏阳，眼神坚定的像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苏阳一个上午都在和温云瑶一起修炼，以前还容易妈了个逼，但是现在嘛，3天3夜都能扛得住了，半天时间完全不成问题，稍加休息就能继续修炼。到了下午就该轮到古月了。古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和苏阳正经修炼过，葬仙谷的时候完全是意外，回来的路上没有修炼，回到宗门之后成了太上弟子，来到这里就遇上了突破的危急情况。虽然9天9夜片刻不离身，但那也不算是像温云瑶这样的纯粹修炼之后就是一直炼丹。苏阳在炼丹，他在修炼，也不是2个人共同修炼。主人，我想和云瑶小妹妹一样修炼，能飘起来的那种。古月主动坐在苏阳身上，本就因为温云瑶变成了水灵根，滑溜得很。苏阳道，好像还没和你正经修炼过，来吧，和你一起修炼。微微一笑，当即进入修炼状态。古月妩媚的在苏阳脸上亲了一下，也跟着他一起进入修炼状态。2个人第一次正经修炼。苏阳体内的灵气经由古月的身体流转而回，古月体内的灵气经由苏阳的身体流转而回，阴阳和鸣，生生不息。2个人的身体散发出淡淡的灵光，同样是缓缓地漂浮在空中。古月如愿以偿地达成了这种极为特殊的修炼方式，完全达到阴阳和鸣的修炼状态，能让2个人对灵气的吸收达到极限，同时灵气转化成真元的速度也会达到极限。古月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种特殊的变化，心中自然欣喜。这一修炼就是1个下午，2个人从修炼状态中脱离的时候，天色已经很黑了。主人，这样修炼真的让我越来越着迷了呢。古月搂着苏阳，对于这种极致的修炼方式表现出了极大的满足，妩媚中带着点俏皮的说道，要是每次修炼完主人都能给我一些金元就好了，那简直完美。这小马插虫狐狸，勾起人来跟不要命似的。苏阳捏捏他的脸，就你最贪心，哪有那么多的金元天天给你？没有吗？没有吗？古月搂着苏阳就是一顿撒娇乱扭。苏阳倒吸一口凉气，这谁受得了？既然如此，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猛烈的暴击吧。随后古月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最想要的金元。苏阳神清气爽道，这下满意了，谢谢谢谢主人。古月靠在苏阳身上有气无力道，本来想陪主人继续修炼的，这下真的要去休息了。说着起身，你不吸收吗？苏阳愣了一下，往常不都是吸收完再起来的吗？古月道，我要去洞府中睡觉了，睡觉的时候慢慢吸收吧。这也行，这也是他的特殊能力，估计是。苏阳耸耸肩道，那你赶紧去休息吧，别漏了。古月咯咯笑道，才不会呢，主人给的金元古月每一滴都很珍惜的哦，才不会浪费呢。苏阳真是受不了他。行了行了，你快点去休息吧。休息好了，你们2个明天继续陪我修炼，争取这几天突破中期。先前半个月炼丹，虽说真元消耗巨大，但修为提升明显。苏阳已经隐隐感觉自己再次来到了突破的关键节点，好像确实快突破了。古月现在毕竟是化身大妖，仔细一看便知，魅惑一笑道，那我和云瑶小妹妹这几天辛苦一点，祝主人早日突破。苏阳点点头，有他们相助，这几天突破金丹中期完全不成问题。主人要一起去休息吗？养好精神备战突破。苏阳摇摇头，我在这里调理真元，为突破做好准备。那我就先去休息了。古月俯身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独自返回洞府睡觉去了。温云瑶正在洞府中打坐修炼，古月也没打扰他，自己往床上一躺，舒舒服服的睡觉，一边睡觉一边让身体自主吸收精元，睡得别提多惬意了。古月一走，苏阳也没闲着，突破前调理真元，能够让突破更加顺利。就在苏阳调理真元的时候，一个身影不知不觉地来到他的身边。嗨，一声尴尬的轻咳把苏阳从调理中唤醒。林冰清正局促不安地站在他面前，借着今晚的明月，甚至能看清他脸上尴尬又羞耻的脸红。你干嘛？苏阳好奇地问了一句。哪个？就是那个，你有空吗？你到底想说什么？苏阳一脸古怪地看着他。林冰清停顿了一下，然后咬着牙一口气说道，你有空吗？我也想和你一起修炼，可以吗？苏阳先是一愣，然后没忍住笑了。你认真的？之前你不是死活不肯吗？怎么这下又想通了？林冰清道，以前为什么不愿意，我想你也知道原因，至于现在，我确实是想通了，
我不想因为那个男人毁了自己的仙途，所以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和你一起修炼吗？苏阳知道他想疗伤，也知道他想修复金丹，但他会小肚鸡肠的介意这种事情吗？当然不会。修炼就是修炼，又不是奔着谈情说爱来的。他能主动选择和他一起修炼就可以了，至于他是带着什么目的而来的，对苏阳来说并不重要。况且他现在也需要林冰清来验证他的一个猜测。既然你想通了，那就自己坐上来吧。苏阳拍了拍自己的大腿，林冰清的感觉非常独特，就像一汪清泉，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清冽之感，就像泡在清澈冰凉的泉水中一般，让人神志都为之清醒。竟然还有这样的女人！苏阳对于这种独特的接触感到惊奇，猜测和他体质有关。不过苏阳的注意力并不在这里。林冰清坐上来之后，他的注意力放在了外界灵气的涌入速度上。此时的灵气以惊人的速度不断进入他的身体，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他和温云瑶修炼时的速度，几乎接近他和古月修炼时的灵气吸收速度。体内真元转化效率也是如此。果然如此，苏阳心中的猜测基本上得到了验证。自从有了古月之后，苏阳就隐约意识到先天身体的一个隐藏 buff， 好像女人越多，他的修炼效果就越快，但之前他并不明确这个效果是否真实存在。如今林冰清成了他的第三个女人，这一刻他才敢确实自己的猜测。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个 buff， 此时他和林冰清一起修炼的效果应该会高于云瑶师妹，但不会高非常多。因为云瑶师妹现在是筑基中后期，而林冰清现在散功之后的修为是金丹初期，实力有差，但差别不是非常巨大。而他和林冰清的修炼效果应该会远远弱于和古月的修炼效果，因为古月现在已经是无尾状态，也就世化神期的修为。正常情况下，和林冰清的修炼效果不可能接近和古月的修炼效果，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就说明，作为他的第三个女人，林冰清带来了额外的修炼增益效果。如此一来，苏阳基本就明确了先天圣体的三大修炼增益效果。其一，他自身的修为越高，修炼效果越好；其二，与他一同修炼的女修实力越强，修炼效果就越好；其三，女人越多，修炼效果就越好。尤其是第三个，似乎是一个群体增益效果。只要他的女人越来越多，他的修炼效果就会越来越好，陪他修炼的这些女人也会直接从中得到相对的增益效果，他们的修炼效率也会进一步提高。但现在苏阳还不能100%肯定第三个增幅效果是否真如他所想的这般，等到明天和云瑶师妹还有古月修炼一番，就能确定这个 buff 是不是真的了。单从林冰清身上，他确实是感受到这种增益效果的，毕竟灵气吸收速度确实更快更强，真元转化效率也确实更快更高，并且质量也越来越高。但他不能肯定这是不是因为林冰清同样是水灵根的关系，他必须排除这是双水共鸣带来的效果，才能100%确定这是因为他多了一个女人带来的增幅。这个问题也好解决，明天和温云瑶还有古月修炼一番就知道了。所以苏阳也不纠结，把注意力放在修炼上面。此时灵气进入身体的效率非常高，苏阳一边转化灵气，一边调理真元，为接下来的突破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而林冰清第一次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修炼，强烈的不适感让他一时间无法进入修炼状态，但他明显的感觉到嵌合的那一刻，他的真元瞬间被压制，与此同时大量的灵气以他难以置信的速度自动进入他的身体，这效率比他自身修炼时快了何止10倍。他的身子已经给他了，这时候再多的矜持和不适都无法阻挡他疗伤修炼的决心。慢慢的适应不适之后，林冰清很快就进入了修炼状态。苏阳已经提前跟他说了修炼方法，他将汇聚于身体的灵气运转起来，顺着苏阳运转进入他体内的灵气运行，跟随着他的灵气进入苏阳的身体再回来时，这些灵气以惊人的速度转化成真元。更加难以置信的是，以这种方式转化而来的真元，其精纯程度远远超过他自身修炼所转化的那些真元。这些真元对于他现在的伤势有着极佳的恢复效果。只是运行1周，林冰清便发现自己因金丹破碎而遭受的内伤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林冰清惊喜不已，难怪温云瑶和古月总是乐此不疲地陪苏阳修炼，原来和他修炼带来的好处远比他看到的更加可观。逐渐进入修炼状态，两个人的灵气运行也跟着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阴阳和鸣，生生不息。苏阳和林冰清的身上都散发出淡淡的灵光，两个人缓缓地漂浮在空中。从晚到早，天色渐亮，古月和温云瑶从洞府中出来，第一眼便见到了坐在苏阳腿上和苏阳一起飘在空中修炼的林冰清。古月嫣然而笑，这小妮子最终还是忍不住了呢。温云瑶见到这番画面，当即就嘟起了嘴巴，还说死也不会和苏阳修炼呢，这才多久啊，就已经和苏阳修炼上了，
温云瑶不只是醋意这么简单，还有一种强烈的敌对感。古月揶揄道：“现在没办法了，你喜不喜欢他都要和他一起陪我的主人修炼喽。如果我没看错，他的第一次已经给主人了，以后啊，大概率是要和你一样，一直跟着主人修炼的。”哼！温云瑶很是不爽的撇撇头，就是因为知道这样才更加不爽。想象以后要每天和他一起陪苏阳的修炼，就感觉说不出的别扭。亭子里，苏阳和林冰清也结束了修炼，身上的光芒渐渐散去，两个人从空中缓缓落下，落地的那一点弹性，牵一发而动全身。苏阳在清冽中完成了灵液暴击，两个人都是水灵根，双水共鸣的效果非同一般，一热一冷，两股灵液冲击在一起，林冰清承受暴击的瞬间便被引发了非凡的共鸣效果，几乎昏厥过去，靠在苏阳身上咬着牙才没有大叫出声。不远处的温云瑶见到这般，更是嘟着嘴自言自语道：“还冷美人呢，第一次修炼就有这么强烈的共鸣，马叉虫包一个。”林冰清自然听不见他说什么，此刻整个人进入了一种近乎空灵的状态，许久才缓缓回过神来。苏阳自然是习惯了修炼结束的畅快，一脸笑意地看着面前的林冰清，原本因为身受重伤而惨白的脸色，此刻已经明显气血充盈，多了几分红润。“恭喜你，你的伤都恢复了。”苏阳道。林冰清这一夜都在疗伤，自然知道自己原本至少需要1年才能疗愈的内伤，因为和他修炼，一夜之间就恢复了。“谢谢。”林冰清看着他，眼神中满满的都是感激。或许是因为把自己给了他的关系，此刻的他看着苏阳，有一种曾经没有过的悸动。既然伤势好了，那就起来休息休息。接下来你每天和他们换着修炼，金丹恢复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林冰清正要起来，古月走过来说道：“我劝你现在最好别起来，借着伤势痊愈的这个势头继续修复金丹，一口气修复金丹，效果要远远好过于你断断续续的修复金丹。”可是，林冰清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腹部，面色泛红，不知如何开口。古月自然知道他脸红什么，笑着道：“主人的精元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带着主人的精元修炼，能助你更好的修复金丹。”听了古月这话，林冰清便把目光投向了苏阳。苏阳道：“既然一口气修复金丹对你更为有利，那我便帮你这个忙吧。”“谢谢。”林冰清抿抿嘴，冰冷如他，此刻感受着他的温度，竟有一种渐渐被他从深处融化的温暖。两人再次进入修炼状态。真耐得住。温云瑶嘟着嘴巴嘀咕一句，自己修炼去了。想他第一次被苏阳用来修炼，一个下午就感觉麻了，他居然还能顶得住，还说不是马叉虫包。林冰清毕竟是初次，其实他也感觉麻了个逼，但是他的情况不一样，他需要一口气修复金丹，麻了个逼这点小事，相比于金丹修复这种大事来说不值一提，麻了也要坚持。林冰清内视于自己破碎的金丹，调集真元开始修复金丹。此时的金丹极为脆弱，如同一个裂而未碎的花瓶，没有动它的情况，这个花瓶就像完好的一样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是外力稍微一动，整个花瓶瞬间崩碎。林冰清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原本裂而未碎的金丹，因为他调动真元试图修复，反而使得金丹受到外力牵动开始崩碎。林冰清大惊，作为一个金丹中期的修仙者，他自然明白金丹完全崩碎的后果，那就是道基崩塌，从此再无修仙可能。他立即运用自己全部真元稳住金丹，同时尝试着用真元修复金丹，但是仅仅只是动用真元稳住金丹就已经十分困难了，还要一边修复金丹，这个难度简直是地狱级。哪怕他现在因为坐在苏阳身上，他的真元无法同时维持两边同时进行，他的真元正在被快速消耗，这样下去，他不仅无法修复金丹，恐怕还有可能导致金丹彻底崩碎。苏阳此时和林冰清处在一个深度修炼的状态，他体内发生的情况，他自然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按他这个真元的消耗速度，不消2个时辰，他的真元就会供应不上，到时候恐怕维持金丹不崩都会十分困难。这女人冷归冷了一点，但他已经把第一次给了他，作为男人，总不能就这么看着他到鸡崩碎无动于衷。他的金丹崩碎了，就无法陪他一起修炼了，多一个人陪他修炼，修为的增长就快一点。不论何种原因，苏阳都没有无动于衷的道理。苏阳第一时间停下灵气的运转，转而将自身的真元通过唯一连接输送给他。正在极力维持的林冰清顿感真元暴增，压力也随之一小。谢谢你苏阳。林冰清心中感激，但也不敢分心，运转真元一边维持着金丹不崩，同时利用更多的真元用于修复金丹。金丹修复的难度远远大于结丹的难度，对于真元的消耗也远远超过结丹。不论是林冰清还是苏阳，都低估了修复金丹的所需的真元，甚至于连玄清、玄岩、玄剑3位太上都低估了修复金丹所需的真元，否则他们一定会提醒苏阳这一点。4个时辰之后，
苏阳的真元也开始明显跟不上了，而他的金丹现在只是处在一个修复的初期阶段，刚刚稳住一点，还需要真元维持不崩的程度。没想到金丹修复这么耗真元，可是他的真元也已经跟不上了，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失败。苏阳想到了意识海中的20颗紫金丹，毫不犹豫地取用一颗，大量的真元透过意识海进入他的经脉，大量消耗的真元迅速被填满。苏阳再次运转真元助他修复金丹，但是苏阳意外地发现，紫金丹提供的真元对于自身使用可以达到100%的效果，而直接将紫金丹提供的真元输送给林冰清，其损耗率竟然高达可怕的50%。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给他的真元只有一半能够起效，这损耗实在太大了。20颗紫金丹全部都用了，相当于只有10颗起到了真正的效果。10颗的效果能不能助他完成金丹的修复，还是个未知数。苏阳开始琢磨怎么提高紫金丹对他的效果。很快，苏阳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将效果提升到接近100%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林冰清，再这样下去，我们的真元都会被消耗光。我现在有一个方法可以快速帮你增加真元，但是方法可能会让你比较羞耻，你能不能接受？苏阳通过神识传音和林冰清对话，现在只要有助于我修复金丹，什么方法都可以。林冰清毫不犹豫道。既然如此，苏阳再次取用一颗紫金丹，所有真元向下凝聚，然后以金元而非真元的形式输送给他。林冰清瞬间感觉大量的金元输入，量之大，差点让他分神脱离修炼的状态。怎么也没想到苏阳会用这种方式，但他确实能感觉到苏阳输入的金元当中蕴含着极为庞大的真元，而真元是他现在最急需的。现在也顾不上那么许多了，立即将金元中的真元提取出来，来自至阴之地的真元迅速涌入他的丹田，填补他的真元空缺。正如苏阳所想，这一招非常有效，紫金丹的效率从50%直接提升到了99%以上，有了大量的真元供应，林冰清立即专注于金丹修复，一边稳定金丹，一边修复金丹。这可苦了苏阳了，一边要感受着他体内的真元消耗情况，一边要去用紫金丹将其中的所有真元以金元的形式输送给他，一次又一次。若非先天肾体之强力，没有哪个男人能经得住这样消耗。也好在他这样的辛苦没有白费。随着真的不断供应，第5颗紫金丹的真元消耗完之后，林冰清的金丹逐渐稳定下来，不需要他消耗真元维持稳定，也不会崩碎了。如此一来，林冰清就可以专注于修复金丹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真元不断的融入金丹，金丹的裂痕也一点一点的消失，金丹正在以极为微妙的速度一点一点的修复着。时间过去5天5夜，林冰清体内的金丹最后一丝裂痕也彻底消失了。原本因为碎裂而暗淡无光的金丹，在最后一丝裂痕消失的瞬间爆发出强烈的金色光芒，这光芒甚至透过林冰清的身体冲天而起，光芒之强胜比一般的金丹更为耀眼。终于把金丹修复好了，用了这么多的真元修复金丹，现在的金丹竟然比原先的金丹更强了3分。林冰清惊喜不已，看了眼自己金光耀眼的金丹，立即脱离修炼状态，想要第一时间感激苏阳。如果没有苏阳的帮助，仅凭他一个人是万万没有机会将金丹修复的，即便可以，也不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修复金丹。苏阳，谢谢你。林冰清睁开眼睛，看到依旧闭着眼睛的苏阳。经历了这5天5夜，经历了苏阳连续10几次将金元传输给他，作为一个将第一次给了苏阳的女人，此刻的林冰清看着苏阳，眼神中有了明显不一样的色彩，少了冰冷，多了许多女人的温情。苏阳，林冰清又轻轻地呼唤了一声，但苏阳依旧没有睁开眼睛。林冰清眉头一皱，第一时间去感受苏阳现在的状态。他们依旧保持着深度修炼的状态，所以就像苏阳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他的状态变化，他自然也能第一时间感受到苏阳的状态变化。你要突破了。林冰清不敢起身，继续坐在苏阳身上，同时自己也进入修炼状态，这样能够让更多的灵气进入他的身体，有助于他的突破。清晨，山脉中的第一道阳光从天边亮起，苏阳的丹田骤然爆发出一道粉色的真元横扫而出，所在的亭子顷刻间化为齑粉，扩散而出的粉色真元并没有消散，一息之间又收束回苏阳的身体，随后冲天而起，逐渐消散。与此同时，多日的片刻不离也让苏阳完成了一次自然的灵液暴击，终于突破了。苏阳猛地睁开眼睛，眼睛里闪过一道粉色的光芒，体内的力量比金丹初期充盈了数倍有余。金丹中期的实力尽管只是一个小境界的提升，但实力增长依旧强悍至极，恭喜你，苏阳。林冰清绵软地靠在他怀里。同样是多日的片刻不离，苏阳完成灵液暴击的瞬间，引发了双水共鸣的效果。苏阳看着他面色红润的样子，笑了起来。也恭喜你修复了金丹。林冰清看着他的笑脸，
竟有些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以前还觉得他是个邪修，可就是这个邪修一而再再而三的帮了他，甚至于若是没有他的帮助，他能不能继续修仙都是个大问题。看什么？舍不得起来了？苏阳调侃道。林冰清这才面色红润的收回目光，扶着他的肩膀从他身上起来。这一起来漏了一地。林冰清不是那么容易尴尬和脸红的女人，但这一刻还是瞬间满面通红。苏阳笑着说道：你这几天差点把我榨干了，也亏了最后效果不错，没白费我这么多的精力。谢谢你。林冰清红着脸跑开了，实在太尴尬了。苏阳见他这般，不由笑了笑，起身舒展身体，幸亏先天身体强悍无比，要不然这时候恐怕腰都直不起来。恭喜主人顺利突破。古月扭着腰走过来，看到苏阳的修为更上一层楼，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看着满地的金元，古月叹息道：这妮子真是浪费，多好的宝贝啊，要是主人给我这么多金元就好了。你一天到晚就想着要我的金元。苏阳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也懒得跟他解释，这些金元其实已经被林冰清用过一遍了，里面蕴含的真元早就被他吸收了。温云瑶也走了过来，看着地上的金元，很是不解地问道：苏阳，你不是帮他修复金丹吗？怎么会给他这么多的金元啊？苏阳随口道：金丹修复过程中的真元消耗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没办法，只能把我之前炼的丹药给他用了。那为什么？温云瑶依旧不解地指着地上的金元。丹药提供的真元和自身金元有所不同，自己用效果100%，但是给别人用效果折半，所以我以金元的方式把真元给他，这样真元的损耗降低到了最小。苏阳解释了一句，转而对温云瑶说道：云瑶师妹，我多准备一些丹药，到时候等你突破金丹的时候也需要大量的真元，我也用这种方式给你输入真元，帮你凝聚出一颗品质上佳的金丹。温云瑶脸色微微一红，但还是大大方方的点点头：好呀。还害羞上了。苏阳笑着捏捏他的小脸蛋：有点。温云瑶点点头，这种提供真元的方式对一个女孩子来说确实是免不了要害羞的。古月可不会轻易害羞，笑着说道：主人，下次我突破的时候能不能也像这样以金元的方式给我一些真元供应啊？可以，当然是可以。苏阳话锋一转，不过想要我用这种方式助你们突破，首先要有足够的丹药，接下来一段时间你们恐怕又要助我炼丹了。原本20颗紫金丹，现在只剩下3颗了。帮助林冰清修复金丹的过程中，消耗了他整整17颗紫金丹，肉疼的要死。没办法，只能再炼一点了。尤其是现在发现了紫金丹的新用途，那就得炼制更多的紫金丹，以备不时之需了。温云瑶已经到了筑基中后期，不日就将进入筑基后期。以现在的修炼速度，不出1个月，他也就要能突破筑基，开始结丹了。结丹需要大量的真元，可以说真元越充沛纯净，凝结出来的金丹品质就越高。以金元的形式为他供应结丹所需的真元，绝对能够帮助他凝结出一颗品质极佳的金丹，这对他有好处，对他未来的修炼自然也有好处。主人这些天消耗颇多，要不还是先去休息休息吧，其他的事情再说不迟。古月看着满地的金元，心疼地说道。温云瑶也道：对啊，林冰清的女人消耗了你这么多的金元，还是先去休息休息吧，炼丹也不急于一时，而且你刚刚进入金丹中期，休息休息稳固一下修为。苏阳也确实不急着炼丹，林冰清的伤势已经痊愈，金丹也已经修复完成，他自己也顺利的进入了金丹中期。这几天大量输出金元，也确实应该好好休养一下。不过在休息之前，苏阳想要彻底的验证一下自己先前的猜测。你们2个先跟我回洞府一下。苏阳搂着他们来到洞府。主人想要我们一起陪你休息吗？古月魅惑的靠在他身上。古月姐姐，你别这样了，苏阳才在林冰清那个女人身上消耗了那么多的金元，你让她休息休息了。温云瑶说道。古月咯咯笑：哟哟哟，小小年纪还挺会心疼人。主人，这小丫头不错哦。苏阳摸了摸温云瑶的小脸，自然能知道这丫头心里都是他。不过现在还真需要你们2个坐上来。苏阳盘膝坐好，拍拍自己的腿。干嘛？温云瑶一头雾水。干。苏阳调侃道。温云瑶脸色一红，娇嗔地拍了他一下。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但他这么说了，还是主动坐了上去。外界的灵气快速地涌入身体，温云瑶咦了一声，明显感觉灵气吸收的速度更快了，但他并不知道具体原因，只当是苏阳自身的修为进阶带来了更好的修炼效果。苏阳则是仔细地感受着灵气吸收的速度和真元的转化速度。片刻之后，古月，你上来。温云瑶摸不着头脑，起身。古月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主人说要让他坐上去，他自然就坐上去。苏阳感受着灵气吸收效率的变化，
嘴角慢慢扬起一抹十分肯定的笑容。通过和云瑶师妹和古月的修炼效果来看，他的猜测完全正确。先天圣体的第3个隐藏 buff 确实是成立的，他的女人越多，修炼的效果就越好。林冰清把自己给他之后，他和云瑶师妹还有古月的修炼速度也比之前提升了大概3成左右。这个增益效果是他排除了自己晋升为金丹中期的第1增益效果之后得出的结论。苏阳结束修炼状态，开口道：“你们没发现林冰清成了我的女人之后，你们跟我修炼的效果更好了吗？”古月若有所思，瞬间想到了这一层。温云瑶则道：“不是因为你修为增加的缘故吗？”苏阳解释道：“我的修为增加确实能提升修炼效果，但我的女人增加也同样能够提升修炼效果。我让你们坐上来，就是为了验证这个结果。事实证明，我在林冰清身上感受到的提升是正确的，这个效果在你们身上也有效。”古月媚然而笑，搂着苏阳的脖子：“那我倒是希望主人能多找一些女人，这样我们大家的修为就可以起飞落，我也可以更快的恢复9尾巅峰呢。”温云瑶嘟嘟嘴，作为人族女修，女人的天性在她身上还是比较明显的。古月从始至终就没在意过苏阳有几个女人的事情。温云瑶虽然也知道苏阳未来必然会有很多女人，自己也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但是想到苏阳真的会有很多女人，嘴巴还是不由自主的嘟了起来。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苏阳的修炼方式，不管他介不介意，这个结果不能改变，也只能努力让自己接受了。温云瑶道：“既然更多的女人有利于你的修炼，也可以让我们的修为提升更快，那我当然只能接受了。便宜你了，以后一堆女人陪你修炼，你可爽了。”苏阳能说什么呢？只能耸耸肩，什么都不说了。因为想想确实爽。古月嫣然一笑，很是舍不得的从苏阳身上起来。既然事情都确定了，那主人你就好好休息休息吧，我们就不打扰主人休息了。古月带着温云瑶走出洞府，苏阳则在洞府中打坐调养休息，同时适应和掌控新的力量。打坐1天，虽然没有睡觉，但精神状态远远比睡觉更加饱满舒适。苏阳从洞府中走出来，林冰清独自一人在瀑布边上修炼，温云瑶则在山崖边上修炼。古月一个人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堆的木头，正在用他的法术把毁坏的亭子重新搭建起来。你们3个都过来一下。苏阳一开口，3个女人都听见了他的声音。林冰清和温云瑶结束修炼，起身过来，古月则是扭着身子过来，便靠在了苏阳身上，一副想要和他融化在一起的表情。苏阳道：“我上次炼的丹药几乎都消耗光了，需要再去一趟功勋阁。你们3个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我帮你们带点回来。上次去功勋阁兑幻灵草仙药，只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只够炼制差不多10颗左右的丹药。现在原本的20颗只剩3颗了，再加上未来可以预见的消耗，至少一次性要炼制50颗紫金丹才够用，必须再去一趟功勋阁。”林冰清听到苏阳要回宗门，道：“我上次在功勋阁闹出那么大动静，我爹娘肯定知道我金丹破碎的事情了，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回趟宗门，告诉爹娘我没事，让他们安心。”温云瑶也道：“苏阳，我也出来有段时间了，我也想回去和爹娘见个面，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很好，这都是小事。”苏阳道：“想回去看看就回去看看吧。古月，你是留在洞府呢，还是跟我们一起去趟宗门？”古月慵懒又娇滴滴地说道：“你们去宗门有事，我又没事，我还是留在洞府里睡睡觉，给主人暖暖床，等主人回来感受我的温暖。”苏阳，这狐狸精说话总是容易让人酥酥软软。那我们走了。苏阳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宗门的方向飞驰而去。林冰清和温云瑶也立即跟上去。离开洞府约莫20几里地，前方几道身影正朝着苏阳这边飞驰而来。玄岩太上，苏阳放慢了飞行速度。玄岩太上速度更快，眨眼间便来到了苏阳面前。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金丹完全恢复，甚至更强了的林冰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复金丹，叹为观止。这也更加证明师尊是大能转世，万事皆有可能。没说什么，而是道：“师尊，正要找你呢，徒弟这是要去哪里啊？”“去宗门一趟。”苏阳注意到了玄岩太上身边的2个女人，这2位是。玄岩太上道：“我们不是说了会给你带一些天资不错的女弟子过来，陪你一起修炼的吗？这2位便是我们找到的资质不错的女弟子，我特意给您，你送过来。”苏阳嘴角一抽，这2个看起来像丫鬟的女弟子，就是你丫给我找来的新女修？他妈的，这前后2批的品质也差太多了。前一批送来的温云瑶和林冰清都是极品，尽管林冰清冰冷了一点，但是颜值身材真的没话说，绝对的美女一个。温云瑶年纪虽小，但也是不折不扣的小美人，这段时间时常开发，也越长越开，越来越有小女人的味道了。这第2批送来的是什么货色？就算是丫鬟里面，也都只能算是中下等的丫鬟。苏阳拉着玄岩太上飞到一边，无语道：“
你们不会真把我当成给宗门培养人才的工具了吧？你们真不会以为我什么女人都能下得去嘴吧？玄岩太上抓了抓自己乱糟糟的头发，这个，师尊您误会了，我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两个姑娘的天资确实非常不错，一个先天3品火灵根，一个先天3品金灵根，非常优秀的2位女弟子啊。苏阳道，天资确实不错，和云瑶师妹她们2个有的一拼，但是我也说过吧，也要看颜值的嘛。我天天修炼要面对面的，不够漂亮影响修炼的好吧？玄岩太上瞅了瞅带来的2个女弟子，道：虽然比不上温云瑶和林冰清，但是好像也没那么差吧？还行啊。苏阳白眼一翻，直言道：我们的审美有差异，我不跟你扯这个，就按照林冰清和云瑶师妹这模样的找，别送这些歪瓜裂枣来忽悠我。真没忽悠您啊，师尊。玄岩太上挠挠头，看了看温云瑶和林冰清，好一阵之后一本正经地说道：师尊，要按他们这长相找，还要天资好的，还要自愿陪师尊您双修的，而且陪您修炼总得是完璧之身的，对吧？这可不好找，一时半会怕是送不来啊。苏阳道：宁缺毋滥，女人越多，修炼的效果确实越好，但她也不是什么女人都能下得去灵根好吧？现在身边有3个美女陪她修仙，每日修炼身心俱爽，要是跟这么2个下等丫鬟一起修炼，都不想让她们坐在自己身上好吧？更不要说享受修炼了。宁缺毋滥，宁缺毋滥。玄岩太上点点头，那好吧，既然师尊这么说了，那我可就慢慢给您找了。去吧去吧。苏阳被他给气到了，懒得跟他废话，带着林冰清和温云瑶边往宗门飞去。离开玄岩太上一段距离之后，温云瑶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回头看苏阳，你怎么不要那2个女修呀？不是女人越多就越有利于你的修炼吗？多2个女人，你的修炼速度就可以提升好多了。林冰清虽然没说话，但脸上也是忍俊不禁的表情。苏阳回头给了他们一个白眼，直言不讳道：我身边有你们3个美女陪我修炼，每次看着你们这精致漂亮的脸蛋，修炼那是身心俱爽。那2个姑娘长得那么一言难尽，我怎么收？上天给我这个能力，我要的是一边享受一边修炼，而不是找虐完苦修那一套。我宁愿让美女来洗涤我的身心，也不愿意让丑女来锻炼我的意志。温云瑶咯咯笑，作为一个女孩子，被夸美女自然觉得很骄傲很自豪，就连一向冷冰冰的林冰清听到苏阳这么说，心里也不由自主地产生几分高兴。从侧后方看着他，风吹拂着他的黑发，英俊到近乎完美的侧脸看起来竟然如此令人心动，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自己坐在他身上的种种画面，脸蛋不禁泛起红。苏阳，你挽救了我的修仙之路，我想带你回去见我的爹娘，他们肯定会想要好好感谢你的，你去一趟我家好不好？要不然回去了他们想感谢你都没地方找你。林冰清开口道：这么麻烦？不麻烦的。林冰清道：我家就在戒律阁所在的地方，我爹娘知道你救了我，一定会想要感谢你的，反正他们迟早也会找到你感谢你，刚好回宗门一趟，你就跟我回去一趟吧，省得以后麻烦，你说呢？这倒是这么个理。苏阳想了想，也就点点头道：好吧，既然这样，我跟你回去一趟。林冰清冰冷的脸上露出一抹少见的微笑。温云瑶嘟了嘟嘴，也说道：苏阳，你也跟我回去一趟好不好？这段时间陪你一起修炼，我的修为已经到了筑基中后期了，马上就要突破筑基后期了，这都是你的功劳，他们肯定也很想感谢你的。苏阳苦笑道：你这样弄得我好像特别想要你们父母感谢我的样子。不会啦，你也跟我回家一趟吗？温云瑶上来拉着他的手撒娇。苏阳哭笑不得，甚至有些无语于他们2个的这种无意义的攀比，但是想想宗主对他有知遇之恩，既然去了林冰清家里一趟，去看看宗主也是应该的。行了，那就先去林冰清家里，然后再去你家里。苏阳道：温云瑶毕竟是个小女孩，开心的凑上去在苏阳脸上亲了一下，还颇为得瑟的朝着林冰清努努鼻子，一脸得意洋洋的小表情。林冰清有些无语，原本他不应该对他这种奇怪的挑衅的举动有感觉的，但现在他看到温云瑶亲了苏阳，竟然有一种吃醋的感觉，而温云瑶看到他脸上的这一抹表情，反而更得意了，主动搂着苏阳的手臂和他一起飞。林冰清自己都没发觉自己的嘴扁了扁。3个人很快就看到了宗门。温云瑶，你先回去吧，苏阳去完我那里再去你家找你便是。林冰清道。温云瑶根本不放手，嘟着嘴巴道：我才不要先回去，我跟苏阳一起去你家，然后我跟苏阳一起回我家。你讨不讨厌啊？没你讨厌，我家不欢迎你，我又不是专门去你家，我是陪苏阳去而已，你不欢迎就不欢迎，我无所谓。小小年纪不要脸，你才不要脸呢，修复金丹的时候要苏阳那么多的金元，也不怕苏阳累坏了。哼，你！林冰清被他这一招绝杀了，白皙的脸顿时红了起来。
修复金丹的时候，确实让苏阳消耗了很多的金元，这是事实。关键起身的时候漏了满地，还被他看见了。苏阳，这两个在一起还真能吵吵。苏阳道：行了，你们两个别吵了，修复金丹的时候情况特殊。你这丫头，别拿这个取笑人。温云瑶嘟着嘴道：反正他就是马叉虫包。我不是。林冰清显然不太会吵架，一开口就明显落于下风了。温云瑶朝他努嘴，就是。温云瑶，我不跟你吵架，有本事我们比一场，谁输了谁闭嘴。你真好意思，你以前是金丹中期的修为，现在就算散功了也是金丹初期，而且现在你的金丹更强了，也比一般的金丹初期更强，我只是一个还没进入筑基后期的下修，你好意思跟我比啊？那你想怎么样？我就想跟你吵架。温云瑶嘿嘿坏笑的恶心他，他很清楚打架他是肯定打不过林冰清的，修为差距摆在这里。同样的，他也很清楚林冰清吵架是肯定吵不赢他的。林冰清这个冷性子都要冒火了，偏偏没办法上去和他正面对决一场。苏阳看着他们两个吵架，第一次体会到他们两个之间的矛盾有多深，也再次体会到了云瑶师妹的嘴碎。这丫头以前嘴就跟淬了毒一样，只是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收敛了，现在跟林冰清碰到一起，这小嘴又开始巴拉巴拉停不下来了。别吵了，苏阳揉了揉太阳穴，你就跟我去一趟林冰清家里吧，去了之后老实一点，你好歹也是宗主之女，别一点分寸都没有，听到没有？知道了。苏阳让他去就开心，就是胜利。温云瑶再次笑盈盈的朝着林冰清努嘴，哼，我就去你家，你能拿我怎么样？林冰清气哼哼，也更主动的靠近苏阳一样。三人来到戒律阁，见过凌霄剑祖。戒律阁的师兄师弟见到苏阳，第一时间见安，发现苏阳竟然已经是金丹中期的修为，一个个都是心中暗惊，这就是成为太上弟子的好处吗？这修为提升的也太快了。苏阳，这边请。温云瑶带着苏阳来到自己家，林冰清的父母已经感受到女儿回来了，第一时间飞奔而出。冰儿，你怎么样？你怎么没事？林渊心急如焚的想要查看女儿的情况，可他却发现女儿并没有传言中的金丹破碎，一下给他整懵了。你怎么这样？女儿没事，你还不开心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林冰清的母亲看到女儿没事，非常高兴。可向天问不是说你金丹破碎了吗？林渊一头雾水。爹，我的金丹确实破碎了，但是我在苏阳、凌霄剑祖的帮助下已经修复了金丹，甚至得益于他的帮助，女儿现在的金丹比之前更强了几分。林冰清说着，情不自禁地想到苏阳是如何帮他的，面色泛起微红。戒律阁阁主林渊见过凌霄剑祖，戒律阁五皮儿见过凌霄剑祖。夫妻俩刚刚的注意力都在女儿身上，此时立即恭敬地向着苏阳行礼。听到女儿亲口说出是苏阳帮他修复了金丹，恭敬之余，夫妻俩都是感激万分。当初玄清太上找上我们家边的时候，就说这是他的一个仙缘，没想到这么快就验证了这句话。林渊万谢凌霄剑祖对小女的帮助。林渊拜见之后，再深深的躬身行礼。尽管还不知道具体缘由，但是女儿已经说了是苏阳帮了他，那么这份感激就必须第一时间送上。阁主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苏阳将他扶起。林冰清的父亲一头长发，看起来给人一种非常稳健的感觉。第一次见面，苏阳对他的印象还不错。凌霄剑祖里面请。林冰清的母亲热情的引路。对，里面请，里面请。你看我一高兴光顾着讲话了，里面请。林渊在前面带路。温云瑶嘟嘟嘴嘀咕了一句，我好歹也是宗主之女，跟没看见我一样，哼。但他也不敢太大声，显然也有点怕林冰清的父亲。苏阳自然是听到了，笑笑带着他进屋。林渊带着众人到客堂，林冰清的母亲亲自送上茶水果点。林渊忍不住问女儿林冰清，冰儿，你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那日向天问只说你在功勋阁自废修为，导致金丹破碎，你为何要做这般傻事？林冰清自然不能瞒着父母，便把那日在功勋阁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述说了一遍。啪一声巨响，林渊面前的茶桌瞬间化为粉末。这个向少伯，狼子野心，无情无义，居然敢这般逼我女儿！若非凌霄剑祖相救，我女儿岂不是从此再无仙缘？好啊，这个仇我林渊记下了。苏阳看着地上的木粉，有点错愕。这林渊的脾气和他进门前以为的稳健看起来有点出入。温云瑶显然被这一掌吓了一跳，坐在那里乖乖的跟只小兔子一样。那后来呢？林冰清的母亲焦急地问道。金丹破碎极为危险，修复金丹的案例极为罕见，听说修复金丹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成功，可是你这才没几天不是吗？怎么就这么快修复成功了呢？还更强了。这个林冰清红着脸不好意思开口解释。
他呀，温云瑶嘀咕着就要说出来，林冰清赶紧拦住他的话，是这样的，爹娘，凌霄剑祖从3位太上那里习得了特殊方法，所以才能帮助女儿短时间内修复金丹。原来如此。提到3位太上，林渊也不疑有他，起身来到苏阳面前，再次行大礼。林阁主这是干什么？怎么又来？都说了举手之劳，不用这样一直行礼。林渊道，对凌霄剑祖来说，这可能是个举手之劳，但对小女来说，绝对是再造之恩。我们林家欠凌霄剑祖一个永世之恩，今后凌霄剑祖若有用得上林某的地方，林某定不推辞。苏阳道，严重了，严重了。起身扶他，倒也接受了这份谢意。宗门里情况复杂，能多一个朋友，自然要比多一个敌人来得更好。凌霄剑祖，您现在肯定难得回宗门一趟，今天刚好来了，不如我去略备薄酒，让我们家老林陪您喝几杯，聊表谢意。不用不用，我还要去一趟宗主那里呢。林渊一把拉住苏阳的手，去他那里可以再说，现在凌霄剑祖在我这里，我自当招待周到，这酒必须喝。对对对，凌霄剑祖稍等，我这就去准备。冰儿，与娘一道去准备。是。林冰清和母亲一同离开。同样作为女人，林冰清的母亲自然是感觉到了女儿这次回来有所不同了。冰儿，你的原因？林冰清顿时玉面绯红。林母不说其他的，小声道，给了凌霄剑祖。林冰清点点头，声音小得跟蚊子一样。是自愿的还是？当然是女儿自愿的。林冰清似乎是怕母亲误会苏阳，急忙说道，自愿的便好。林母听到女儿是自愿的，也没说太多，转而道，娘亲关云瑶那丫头原因同样破了，她也给了凌霄剑祖。那你们2个一起陪同凌霄剑祖修炼，岂不都是他的道侣？其实不止他们2个啦，还有一个狐狸精呢。林母想了想道，你们2个的关系向来不好，如今都成了凌霄剑祖的道侣，切不可相互闹脾气，静心陪他修炼便是。或许这真是你的仙缘。知道了母亲。林冰清点点头，但是心里可没觉得他和温云瑶能够和平相处。我去准备点茶酒，你帮娘亲去准备些果点。好。林冰清跟着娘亲一起准备。等他们端出来的时候，苏阳已经被林渊拉到客厅聊起来了。聊什么呢？聊他和向天问的关系有多好，骂向天问居然纵容他儿子伤害他女儿，还隐瞒实情，一边骂一边说要找机会报仇。苏阳才发现林渊的性格和他女儿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根本就是个刚烈的火爆脾气，完全压不住自己心中的情绪。好了老林，你别拉着凌霄剑祖一直骂街了，这事你自己记在心里就好了。林母端着茶酒上来，听到林渊喋喋不休的骂声，打断了他的声音。对，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凌霄剑祖已经帮小女修复了金丹，剩下的就是我们林家自己的事情了。来，喝酒喝酒。林渊亲自给苏阳斟酒。这第一杯，感谢凌霄剑祖对小女的帮助。林某感激不尽。林渊一口闷。这第二杯，小女性格孤冷，今后跟随凌霄剑祖一起修炼，若有得罪之处，还望凌霄剑祖海量，不与他计较。又是一口闷。这第三杯，没什么别的意思，敬神剑之主，敬太上首徒。林渊一喝酒，连最基本的稳重也都不装了，大笑着喝下第三杯酒。林阁主太客气了。苏阳自然也是一饮而尽。来，喝酒喝酒，今天高兴，多喝点。林渊马上就给苏阳倒满。苏阳，林冰清这父亲性格豪迈热情的很啊，干嘛非要装出一副稳重的样子？林阁主请。苏阳与他碰了一下。本来呢，苏阳想着喝几杯就算了，架不住林渊的热情，想走都走不了，被他一直拉着喝到中午才肯罢休。临走前，林渊拉着苏阳来到他的书房，随后从一个暗格抽屉里取出一面巴掌大的铜镜，塞进苏阳手里。这铜镜的背面是金色，正面则是一块完整的蓝色冰母灵石打磨而成。苏阳能从这块铜镜上感受到强烈的寒气。林阁主，这是……林渊嘴里虽有酒气，但言语十分清醒。凌霄剑祖挽救了小女的仙途，这等大恩我林渊岂能口头2句感谢就作罢？既然是感谢，当然要用实际行动感谢。这是我所珍藏的一件珍品法器，名唤龙光镜。冰母灵石里面有一头寒冰龙王的残魂，至少拥有相当于人族修士元鹰巅峰的实力，若有危险可以召唤寒冰龙王助阵参战。林某将这件法器赠予凌霄剑祖，以谢您对小女的再造之恩。元鹰巅峰的寒冰龙王，这法器可以啊。苏阳心动得很，不过表面上还是要客气一下的。这么珍贵的。苏阳刚开口，林渊就像猜到他要说什么一样，打断道，凌霄剑祖不必觉得此物珍贵，相比于您对小女的再造之恩，这法器不算什么，还请凌霄剑祖千万收着，否则只有口头2句感谢，林某内心实难心安理得。苏阳，既然林阁主都这么说了，那好吧。
林阁主诚心相赠，我也就不客气了。苏阳干脆把这龙光镜收了。林渊非常直爽，见苏阳收了，立即高兴地把龙光镜的使用方法告诉他。多谢林阁主赠宝。苏阳拱手相谢。哎，应该的应该的。既然凌霄剑祖还要去温宗主那里一趟，那我就不强留了，这边请。林渊亲自把苏阳和温云瑶送出门，林冰清和母亲自然一起相送。临走前，苏阳对林冰清说道：你先在家里陪你爹娘吧，我事情办完了来找你，到时候再一起回去。好。林冰清想了想，小声地说了一句：我等你。林母不经意地看了眼女儿，自家女儿好像不仅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她，就连心好像也给她了。告辞。苏阳拱手行礼，带着温云瑶前往宗主府邸。老实了一个上午的温云瑶终于憋不住了，路上就开始吐槽：我好歹也是宗主之女，一整个上午都把我当空气，真是太过分了。苏阳好笑道：我发现你跟林冰清一点不客气，但是你到了他家就乖得很，因为他爹超凶的，我有点怕他。温云瑶倒是不矫情，也没有隐瞒。还有你怕的人。苏阳笑得更明显了。温云瑶立即道：你是不知道他爹有多凶，犯一点错就把人抓去关禁闭，我都被他关了好几回了，我顶嘴还要被他骂。这么凶吗？看着也不太像啊。你别看他现在好像还好，都是装的，凶起来超级可怕。温云瑶想想都一副后怕的表情。苏阳笑笑不评价。你家在哪呢？带路。哦。一想到回家，温云瑶马上就开心了起来，带着苏阳以最快的速度飞回自己家里。爹娘，我回来了。温云瑶刚喊出声，她的母亲妙青纱就迎了上来。云瑶你回来了。许久不见女儿，妙青纱甚是想念，把女儿拉到怀里上下打量。这丫头这段时间出落得越发精致了，一段时间不见，实力竟然又提升了一大截。之前才刚刚突破筑基中期，这才多久啊，居然就已经到中后期了，隐隐有突破后期的趋势。妙青纱下意识地看了眼苏阳，他的修为增长更加迅速，竟然已经金丹中期了。这修炼速度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和他一起修炼，修为增长真的这么迅速吗？宗主夫人。苏阳向他行了一个礼。妙青纱见过凌霄剑祖，妙青纱现在见到苏阳也是必须要行礼的。按照苏阳现在的身份地位和辈分，实际上都比他要更高。娘亲，爹呢？怎么没见到他？你爹他今天早上刚刚离开宗门，去五行宗和其他几位宗主一起共商大事去了。妙青纱回答道：早上才走的，早知道早点回来了。温云瑶嘀咕了一句，倒也没太在意。女孩子嘛，娘亲在身边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拉着娘亲就往里面走。走吧娘亲，咱们别在门口站着了，我们进屋去吧。妙青纱在她脑袋上敲了一下。你这丫头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凌霄剑祖还在这里呢。温云瑶摸摸头，另一只手搂住苏阳的手，把他拉着一起走。苏阳，怎么搞的？我跟你爹一样。妙青纱也觉得有点不妥，悄无声息地把手抽了回来，走在前面引路。课堂，不知凌霄剑祖莅临，有失远迎，还望见谅。不知凌霄剑祖大驾光临，是有什么事情吗？妙青纱引苏阳上座，自己坐在下位。没什么大事，我来功勋阁队换点东西，云瑶师妹刚好要回家看看，我便顺道过来看看宗主和夫人，不巧宗主刚好出门去了。苏阳道：确实是不巧，等他回来，我会告知凌霄剑祖来看望的事情。宗主知道凌霄剑祖特意来看他，一定会很欣慰的。妙青纱道：没男人在场，这说话说的都是场面话。妙青纱亲自去泡了一壶茶，有一搭没一搭的喝了几杯，实在是找不到话题之后，苏阳干脆起身告辞。既然宗主不在，夫人也无恙，苏阳就先去功勋阁办事了。不行不行，妙青纱还没开口，温云瑶第一时间跑上去拉住苏阳不让他走。你都在林冰清家里喝了酒吃了饭，到我家里当然也要招待你啊，不然以为我们宗主家的礼仪还不如他一个戒律阁得体呢。苏阳，妙青纱本来没想这些，但是女儿都这么说了，她自然就不可能这样送客，于是便说道：云瑶说的对，凌霄剑祖难得来一趟，就这么走了，传出去还以为我们招待不周呢，留下来吃个晚餐再走吧。温云瑶马上接着说道：对啊对啊，吃个晚餐才能让你走，要不然林冰清肯定要说我们家没礼貌的。好吗好吗，留下来吃个晚餐吧，我亲自去给你准备好吃的。母女两个都这么说了，她还能一走了之吗？只好留下来吃晚饭。一般来说，到了金丹期的修仙者基本可以做到不食五谷，对于饮食的需求极低，但修仙者也是人，是人就避免不了要打交道，所以吃饭喝酒依旧不可避免会存在，而且将一直存在。只是吃的东西喝的酒已经不是平凡之物，都是些有意修行的天才地宝。吃完饭，天已经黑了，苏阳正准备起身走呢，
又被温云瑶给拉住了。你这丫头又想干什么？这么晚，功勋阁已经关门了，你要去也要等明天再去了。温云瑶狡黠一笑，你今天晚上就先留下来过夜吧，明天早上再去兑换也不迟。苏阳哭笑不得，这丫头故意的吧？他还真猜对了，温云瑶就是故意的，他就是想比过林冰清，他想让林冰清知道苏阳在他家的时间比在他家的时间更长，还过夜了呢。是啊，凌霄剑祖，功勋阁现在确实也关门了，要去兑换物资还是等明天再去吧。我让人给您整理一间客房，您晚上先在这里休息一夜再去吧。妙青纱说道。苏阳点点头，既然这样就有劳夫人了。凌霄剑祖客气了。妙青纱当下便让人去准备客房。温云瑶开开心心地拉着他的手带他去休息，到了他现在这个境界，打坐调息就是最好的休息。苏阳在屋里静坐，妙青纱的房间，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里扑通扑通慌乱地跳着。女儿这次回来，修为又提升了一大截，而他的修为始终卡在元婴中期，无法更进一步。他能感觉到自己突破只差毫厘之间，但就是这毫厘之间，他却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苏阳现在难得回一趟宗门，而且孩子他爹刚好也不在宗门。要不，妙青纱的心跳更快了，脸色渐渐泛起红晕，来回踱步的频率更快了。他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这个机会，他的突破又将遥遥无期。皓齿轻咬红唇，妙青纱的脚步突然停下，就像做出最终决定一样，坚定地开门走出房间，故作闲来散步的样子，朝着苏阳的客房走去。妙青纱来到苏阳的客房前，在过来之前，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已经太久没有突破了，真的非常想让自己的修为有所增长。他想抓住这个机会，借助苏阳的特殊修炼功法，帮助自己突破至元婴后期。但他真的来到苏阳门前，内心之中又犹豫了。虽然他和宗主的感情并不像外界看起来的那么好，但他毕竟已经嫁为人妇，而且女儿已经跟他一起修炼，他再这样找苏阳助他突破，总感觉不妥。妙青纱在苏阳门口轻声踱步，作为女人的羞耻心和作为修仙者想要更加强大的两个念头在他心里激烈碰撞。房间里，苏阳只是打坐调息，顺便练习温云瑶教他的左右互搏之术。门口有人来回踱步，自然是感觉得到。见他走又不走，敲门又不敲门，苏阳迟疑了一下，起身开门。夫人，找我有事。妙青纱被突然打开的门吓了一跳，做贼心虚的东张西望，紧张和突然的惊吓会让人不敢轻易做出重大的决定。温云瑶见他突然开门出现在自己面前，慌慌张张地说道：没事，我就是晚上睡不着，在院里子走一走而已，没想到走到这里打扰凌霄剑祖休息了。您继续休息吧，我也回去休息了。说着便走了。但是刚走出2米，便看到有家仆朝这边走过来。本来就做贼心虚的妙青纱马上就紧张地往回退，要是这大晚上的让家仆看到他这个宗主夫人出现在苏阳的这里，还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误会呢。急急忙忙躲进苏阳屋里，顺手把一脸蒙圈的苏阳也给拉进屋里，第一时间把门给关上了。夫人，你这是？苏阳被他搞懵了，我们这也没干什么，怎么搞得跟见不得人一样？嘘。妙青纱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一直等到几名家仆从苏阳门口走过去，这才松了一口气。苏阳见他这般，猜到他肯定是有事，于是对他说道：夫人要是有什么事情，不妨直说便是。宗主对我不薄，而且云瑶师妹现在也陪我修炼，若是有什么事情能帮得上，或者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苏阳一定不会推辞。妙青纱本来想要逃跑的他，此刻进了苏阳的房间。私密的空间里更容易让人直面自己的内心。本来还没做好最终决定的他，此刻看着短时间内提升到金丹中期的苏阳，想到短时间提升到筑基中后期的女儿，他想要变得更强的内心终于还是战胜了作为女人的羞耻心。凌霄剑祖，我这时候来找你，确实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妙青纱手心冒汗，但还是大胆地说出了这句话。苏阳已经猜到他有事了，请他坐下说话。有什么事情苏阳能帮上的一定帮，你应该能帮上。妙青纱的脸越说越红，好在房间里很暗，除了他自己感觉脸发烫，苏阳并不能看见他的脸色。既然如此，夫人请说。我想请你。当他真要把自己最后的想法说出口的时候，心跳快得不像一个正常的修仙者，极度开口都无法将那羞耻的想法说出来。夫人不必觉得为难，说出来无妨。奇了怪了，他到底是想让他帮什么忙？支支吾吾这么半天说出不出来。我想请你帮我。妙青纱握着出汗的手心，看着苏阳，想着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深吸一口气，终于鼓起勇气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苏阳，你休息了吗？妙青纱刚张开嘴，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还有他女儿温云瑶期待的声音。
苏阳，这妖巧，云瑶师妹居然也来了。苏阳看向妙青纱，用眼神询问她自己现在是否要去开门。妙青纱顿时紧张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疯狂地摇头，示意苏阳别去开门，自己则像做贼一样急急忙忙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可惜客房就那么大，方方正正的一个房间，除了一张床就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哪里也藏不住啊。情急之下，妙青纱找了个漆黑的角落站在墙角，同时使用隐身法术让自己看起来完全消失在房间里。苏阳直接都懵了，这宗主夫人怎么搞得跟来偷情的一样？等等，她不会真的是来找他偷情的吧？苏阳看着角落，惊讶之后哭笑不得的把这个奇怪的想法给排除了。他跟宗主夫人没见过几次面，这情偷的也太莫名其妙了，肯定不是因为这个。苏阳，你睡了没？温云瑶在外面又喊了一声。睡了。你骗人，明明没有睡。那你还问？就是问一下嘛，你开门呗，我进去一下。大晚上的你一个女孩子跑我房间来干什么？自己乖乖回去休息，我也要睡觉去了。讨厌，用我修炼的时候不说这话，现在说这话。温云瑶才不管那么多呢，手指轻轻一动，牵动灵气扯开门栓，房门直接被他从外面打开了。小丫头嘻嘻一笑，走进屋，反手又把门关，双手放在背后，蹦蹦跳跳的来到苏阳身边。你又没睡觉，又没有修炼，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我坐哪里你都要管啊？苏阳哭笑不得，本来想着把她赶回去睡觉的，这下好了，这丫头恐怕是一时半会不会离开了。苏阳眼角的余光下意识地看了眼墙角，奇怪，这画面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温云瑶俏皮一笑，然后非常主动大胆地侧坐在苏阳腿上，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你闻我今天香不香？苏阳点点头，不用刻意去闻，就已经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花香了。温云瑶道，我晚上特意泡了个鲜花浴哦，想着你漫漫长夜一个人修炼会无聊，所以就想着过来陪你一起修炼了。苏阳捏捏他的小脸蛋，说实话，这丫头真是接触的越久越让人喜欢。想想他娘还在角落躲着呢，要是他们两个人就这么聊天，他肯定就要在屋里躲一夜了，于是便一把将他抱起。苏阳盘膝而坐，温云瑶甜甜一笑，手动挡开启深度修炼模式，大量的灵气立即涌入他们的身体。既然说了陪我修炼，那就好好修炼。苏阳道，知道了。两个人私下修炼，温云瑶比平时更加大胆，搂着苏阳亲了一口才进入修炼状态。淡淡的灵光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两个人慢慢的漂浮在空中。角落的妙清纱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脸那叫一个烫，没想到自家小丫头在苏阳面前这么主动热情，难怪这段时间出落得越来越精致了，每日这样与苏阳修炼，不越来越美才奇怪。温云瑶想走，但房间太小，她也不确定他们是否完全进入了无我的状态。若是贸然走动被正在修炼的女儿感知到，那就不是尴尬这么简单了。温云瑶克制住自己马上逃跑的冲动，想着多等一下，等到他们完全进入忘我的修炼状态，再悄悄地离开。等着等着，温云瑶身上的气息忽然一变，妙青纱心下一惊，女儿这是要突破的节奏啊！温云瑶本来就已经到了筑基中后期，距离突破也就隔着一层纸，任何一次修炼都有可能进入突破的关键阶段。恰好这一次的修炼就让她来到了突破的关键阶段。温云瑶心中惊喜，立即更加努力地吸收灵气转化真元，不断瓦解筑基中期那松动的瓶颈。苏阳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为了帮他打下一个更加坚实的筑基后期基础，苏阳干脆将自己的真元通过连接输送给他，让他有更充盈的真元来冲破筑基后期的桎梏。温云瑶感受到了他传送而来的真元，充沛而纯净的真元对他突破有巨大的助益，立即借助苏阳传送给他的真元全力突破。轰！一道真元威能从他身体扩散而出，温云瑶顺利冲破筑基后期的桎梏，轻轻松松地从筑基中期进入了筑基后期。啊！我突破了！我突破了！苏阳，我又突破了！我现在已经进入筑基后期了！温云瑶睁开眼睛，激动地抱着苏阳大叫。每一次的突破都值得激动，苏阳搂着他，尽量控制着他别扭来扭去，突破了就好。今天晚上就不用你陪我修炼了，你自己回去好好的巩固一下自己刚刚突破的力量。不要！温云瑶含情脉脉地看着苏阳，要是没有你帮我，我不可能这么轻松就突破筑基后期。既然现在已经突破了，今天晚上确实可以不用修炼了，我想好好感谢你。你想干嘛？温云瑶点点头。苏阳，这丫头是被古月带歪了。反正我也突破了，今天晚上就不要修炼了嘛，我们做点修炼之外的事情吗？温云瑶热情地扑倒苏阳。苏阳，你娘还在屋里呢喂，但这不能跟她说。想了想，
干脆也就不修炼了，动静大一点应该更方便他离开吧。既然你不想修炼，那今晚就不修炼了，庆祝一下你顺利突破筑基后期。苏阳抬抬手，慢杖缓缓落下。苏阳故意把动静弄大，温云瑶片刻就没有心思在意那么多了，完全沉浸在和苏阳的热烈庆祝之中。墙角的温云瑶心跳已经快到极限了，靠着墙一点一点的挪动身子，小声开门，悄悄地把门关上。外面新鲜的空气和清凉的夜风让他发烫的脸蛋稍稍降了一点温度。妙清沙哪还敢逗留，迅速回到了自己屋里。关上门的那一瞬间，他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靠在门上，他甚至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丫头在苏阳面前居然这么主动。妙清沙第一次知道自己女儿原来还有这一面。和苏阳修炼的效率真是高，难怪小丫头遇到苏阳之后修为就开始突飞猛进。而且在苏阳的帮助下，突破真的好轻松。妙清沙亲眼所见女儿的突破，心中的感慨更加强烈和难以忽视。生云瑶之前，她就已经是元婴中期巅峰准备突破了，现在云瑶都已经这么大了，她还卡在元婴中期巅峰，迟迟无法突破。如今看到女儿分分钟突破，她想要突破的渴望也被推到了最高峰。但她也知道最好的机会错过了，只能等下次再有其他机会的时候找她帮个忙了。妙清沙看着空荡荡的房间，脑海中满是女儿轻松突破，还有她主动扑倒苏阳，两个人欢乐庆祝的画面。翌日清晨，苏阳睁开眼睛，第一眼便看到了趴在自己怀里像只小猫咪的温云瑶，也不知道她梦见什么了，脸上还带着甜甜的微笑。苏阳温柔地笑了笑，轻轻捏了捏她果冻一样柔软的小脸蛋。这小丫头哪哪都跟果冻一样嫩。没吵醒她，苏阳悄悄地起床出门去了，让家仆带她去见宗主夫人。见过凌霄剑祖，妙清沙见到苏阳主动行礼，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但眼神中已经能看得出来一丝尴尬。毕竟昨晚该看见的都看见了。夫人客气了。苏阳见家仆退下，便小声问道：夫人昨夜说要请我帮忙，但是话还没说完，云瑶就进屋了，不知道夫人有何事需要我帮忙。苏阳还是那句话，能帮的一定不会推辞。妙清沙心中一跳，这大白天的他怎么可能让苏阳留下来帮他突破呢？故作镇定道：暂时不劳烦凌霄剑祖费心了，若有机会再找凌霄剑祖帮忙。又不需要帮忙了。苏阳看着他故作镇定，但是又不免有几分泛红的脸，心中有些猜疑。再想想他昨天晚上那支支吾吾的表现，他要找他帮的忙。苏阳的目光在他身上打量着，心跳莫名的快了起来。该不会真如他所想的那样吧？我操，这么刺激的吗？妙清沙见他眼神有变，脸色更红了几分，镇定中带着几分慌乱，道：凌霄剑祖不是还要去功勋阁兑换物资吗？我就不留您了。苏阳点点头，看着他这模样，也不敢肯定是不是自己多想了。这种事情他一个女人家没开口，他总不能凑上去求验证，是不是他想的那样都只能当作不知道。苏阳清了清嗓子，掩饰自己的尴尬，同样是故作镇定道：云瑶还在睡觉，他醒了之后，夫人嘱咐他去戒律阁找林冰清，然后跟林冰清一起去功勋阁找我。好的。妙清沙点点头，把他送出门，一直目送苏阳消失在天边，这才返回家中，安排家中的家仆全部去一处干活，他自己独自一人来到苏阳昨夜所居的客房，轻轻开门，然后反手关上。女儿还在床上甜甜的睡着呢，在床边坐下，轻抚她越发精致有女人味的脸蛋，心中感慨自己的女儿真的长大了，已经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已经成为苏阳的小女人了。看起来苏阳对她也不错，她跟着苏阳应该会是挺幸福的吧。娘亲。温云瑶悠悠的醒过来，先是慵懒的坐起来舒展了一下身子，但是马上反应过来，她现在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昨天她是跑来客房找苏阳了，脸蛋一下红了起来。你这丫头现在知道脸红了，大晚上的跑到男人的房间里来睡觉。温云瑶扬怒的在他鼻子上刮了一下，被娘亲抓包，温云瑶不好意思道：我不是跑过来跟他睡觉的了，我是来找他修炼的了。娘亲你看我的修为已经突破了哦，现在我已经是筑基后期的修士了。是啊，按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结丹了。妙清沙的羡慕不言而喻，看着女儿的修为提升，她这个做娘亲的自然高兴，温柔的摸摸她的脸蛋，快点起床吧，让人看到你这个小姑娘大早上的从男人的客房里出来不好。温云瑶穿衣起床，因为是娘亲，就算被看见也不害羞了。妙清沙看着女儿，这小丫头现在出落的真是越来越有小女人的味道了，尤其是脸上那被苏阳宠爱后的一抹红晕，看起来更是充满女人味。娘亲，苏阳呢？他去功勋阁了，让你起床之后去找林冰清，然后一起去功勋阁找他。这样呀，那我一会就走，跟娘亲，跟着苏阳好好修炼。知道了。
妙清沙犹豫片刻，眼神不敢看向女儿，她道：“你跟凌霄剑祖回宗门的时候，可以常带他回家，我们也好常感谢他对你的帮助。”西西，知道啦，有机会我就带他回家。温云瑶开心地抱住娘亲，心里高兴得很。功勋阁见过凌霄剑祖。凌霄剑祖见安。每一个见到苏阳的弟子，甚至是阁中长士，都恭敬地拱手行礼。苏阳已经习惯了，点点头当作回应。每次苏阳来到功勋阁，他一出现就有人通报向天问父子，所以苏阳来到大殿的时候，向天问父子已经在门口迎接他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再次见到凌霄剑祖了。凌霄剑祖这次来功勋阁是为了领取任务，还是兑换东西？向少博主动迎上去，热情得很。还是跟之前一样，兑换一些灵草仙药。苏阳还是把之前的单子交给向少博。明白。向少博看了眼单子，把单子交给他老爹。爹，凌霄剑祖这次要的灵草仙药颇多，要不您去亲自督办吧，免得出差错。向天问已经习惯了儿子这般，点点头便去给苏阳准备他所需的灵草仙药了。凌霄剑祖这边请。您这次要的灵草仙药颇多，估计得等一等才能备齐。凌霄剑祖，请这边喝茶。向少博请苏阳入后堂。客堂。向少博关了门。苏阳眉头微微一皱。有事？苏阳开口。向少博哈哈一笑，殷勤的斟上茶。凌霄剑祖不愧是神剑之主，太上首徒，明察秋毫啊。有什么事直接说。苏阳面无表情道，眼神中带着警惕。他从第一次见到向少博就觉得这家伙必有所图，如今终于憋不住要开口了吗？既然凌霄剑祖爽快，那少博就直说了。向少博在苏阳身边坐下，半个身子凑近，声音压得很低。如今的玄天道宗，温宗主虽在位，但他晋升之路已经明朗，一旦他晋升宗门长老，玄天道宗宗主之位就必须另选。我父亲德高望重，支持者众多，您贵为太上首徒，神剑之主，若能在此事上表个态，支持我父亲，将来我父亲登上宗主之位，定不会忘了剑祖今日之情。苏阳眉头微皱，居然是为了这事，有些无语。他现在只想安心修炼，不断提升实力，顺便享受与诸位道侣的修炼过程，对宗门内的权力更迭毫无兴趣。少阁主，我乃太上弟子，只遵师尊教诲，潜心修道。宗门事务自有宗主与诸位长老定夺，我不便参与，也不会支持任何一方。供奉阁非必要不参与宗门事务，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向少博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没想到苏阳拒绝得如此干脆，但他也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又道：供奉阁的规矩少博自然懂，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您说对吧？您是3位太上的爱徒，只要您稍微向3位太上美言几句，我想3位太上也不会多说什么。何况我爹他向来深受宗门弟子爱戴，他成为宗主对玄天道宗的未来发展定有大注意，这也是为了宗门考虑嘛。苏阳不以为然，既然令尊深受宗门弟子爱戴，想必长老阁也都看在眼里，少阁主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想必到了新选宗主之时，令尊定能胜出。向少博的脸色再次尬住，殷勤的神色开始流露出一抹阴鸷，身子也坐直起来。凌霄剑祖，少博最近如此恭敬于你，难道一点好处都不念吗？苏阳好笑道：我是没给你兑换物，还是你们额外多给我什么？我好像没拿你什么好处吧？我再说一遍，供奉阁除非宗门危急，否则不参与宗门事务，我作为太上弟子，理当遵守规矩。向少博脸色冷了下来，冷笑一声：苏阳，我本来想和你好好商量这事的，没想到你这么绝情，一点情面也不给。既然你绝情，那就别怪我也一点情面也不讲了。向少博冷声道：我知你修炼方式非同一般，与林冰清、温云瑶他们日夜双修，所以才有这般非凡的修为精进，我没说错吧？苏阳目光一凝，一道冷光射向向少博。向少博见苏阳反应，以为自己拿捏住了把柄，得意道：双修之法乃魔道邪法，名门正派之大忌，若我将此事公之于众，你说玄天道宗上上下下会如何看你？届时众口铄金，就算3位太上实力通天，也堵不住悠悠之口，你必被视作魔道妖人，届时不止我玄天道宗，其余7宗也会共讨之。你现在是神剑之主，但失去宗门庇护，神剑就是你的催命符，不管其他人能不能使用，都不妨碍7宗让神剑重新成为无主之物。苏阳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心中杀意顿生，他居然知道了自己的修炼秘密，他从来没有和他提及过相关的事情，想来可能是林冰清上次和他决裂时无意提到了这件事。你在威胁我？苏阳的声音如同寒冰，他不在乎向少博争权夺利，但以此威胁触及了他的底线，更可能牵连古月、云瑶师妹和林冰清。威胁？不敢不敢。向少博故作姿态，只是希望凌霄剑祖能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选择罢了。
支持我父亲，你我皆大欢喜，否则……他话未说完，一股凌厉的杀意已从苏阳身上爆发出来，将他牢牢锁定。向少博脸色一变，同样是金丹中期的修为，但向少博被锁定的瞬间，就感觉苏阳的力量比他强上不少。苏阳，你想干什么？还想杀人灭口不成？别忘了，这里是我功勋阁的地盘。苏阳绝不允许自己陷入被动的要挟。以向少博的为人，只要让他的要挟成功一次，就必然还有下次、下下次。受制于人，不可能，是你自己找死。苏阳没有一句废话，神剑骤然出现在他手上，干脆利落，直接就是荒古剑诀，第一式破晓出招。这一剑快如闪电，蕴含着撕裂黎明的绝杀之意。向少博大惊，没想到苏阳真敢在功勋阁内动手，而且一出手就是杀招。神剑起招，向少博不敢大意，他慌忙祭出一面盾牌法器挡在身前，同时拼命催动所有真元，施展出自己最强的防御方术，同时调动护体罡气做3重次防御。枪，剑罡斩落，神剑之威再加上荒古剑诀，岂是向少博能够轻易抵挡的？他面前的盾牌法器发出一声哀鸣，瞬间布满裂纹，随即砰的一声炸裂开来。剑罡于是不减，破开他的防御法术，狠狠斩在他的护体罡气上。咔嚓，护体罡气应声破碎。向少博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直接飞出课堂，浑身骨骼不知断了多少根，气息瞬间萎靡下去。他此刻才真正感到了恐惧。尽管他也是金丹中期，但是苏阳的金丹中期和他的金丹中期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苏阳要杀他，他绝对没有机会和他硬碰硬。看着苏阳冲出来，向少博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爹，救我！向少博嘶声大喊。苏阳杀心已决，岂会给他活命的机会？一步踏出，周身真元澎湃，体内真元涌向神剑。向少博已经身受重伤，没必要再用荒古剑诀中的剑招浪费真元。苏阳直接一道剑罡悍然挥出，剑势沉重，威压惊人。这一剑快得超越了向少博的反应，呼救声戛然而止。向少博的脖颈处出现一道细细的血线，随即头颅滚落，眼中还残留着无尽的惊恐与绝望。功勋阁少主向少博死！少博！一道暴怒的吼声在功勋阁炸响，旋即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整个功勋阁，大量弟子被这股威压震得瘫软在地，瑟瑟发抖。向天问的身影如同惊雷一般闪现在苏阳面前，看着身首异处的儿子，眼睛瞬间变得血红，狂暴的杀意如同实质般冲向苏阳。向天问平日里看起来与人无争，但他向来宠溺儿子，甚至到了惯着他的地步。如今看到儿子被苏阳杀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苏阳，小畜生，我要你偿命！向天问彻底疯狂，化神期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一掌拍出，凝聚着毁灭性能量的巨大掌印如同山岳般向苏阳碾压而来，空间都为之扭曲。面对化神期的暴怒一击，苏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他斩杀向少博之时之所以保留实力，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情况。冰封苍穹，苏阳迅速结印，先天圣体疯狂运转，水法万解中的强控法术瞬间发动，极寒之气以他为中心扩散，空气中的水分瞬间凝结，那巨大的灵力掌印表面也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坚冰，速度骤然减缓。但化神期的一击岂是那么容易阻挡？坚冰仅仅维持了一瞬便轰然破碎，掌印继续压下，只是威力被削弱了几分。寒天之路，苏阳毫不停歇，第二式水法施展，上百道尖锐的冰剑凭空出现，如同暴雨般射向掌印和后面的向天问。每一颗冰剑都蕴含着凌厉的剑气与极寒。吃，掌印在密集的冰剑冲击下再次暗淡，向天问也不得不分心挥袖抵挡这些凡人的冰晶。趁此间隙，苏阳得以稍加喘息。金丹中期对战化神期高手，只是交战瞬间真元几乎就被耗空。苏阳不敢等到真元耗尽才开始补充真元，借此间隙从意识还取用一颗紫金丹，磅礴的真元瞬间补满他的消耗，甚至让他气势更盛。苏阳不敢有任何保留，手中神剑挥动如舞，破晓、裂地、断空、荒古剑诀前3式连续施展，完全不像金丹中期能够发挥出来的威能，悍然迎向那已然削弱不少的灵力掌印。轰轰轰，连续3声巨响，灵力掌印终于在第3式断空之下彻底搅碎，爆散的真元风暴席卷整个功勋阁，将内部摧毁的一片狼藉。向天问又惊又怒，他的暴怒一击竟然被一个金丹中期的小子给挡下了。小杂种，有点本事，但到此为止了。向天问怒吼，身形一动，化作一道流光直扑苏阳。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杀了他的儿子，他要亲手将苏阳撕碎。
苏阳深知羽化神期近身搏杀是取死之道，立即拉开距离，同时毫不犹豫地祭出了凌渊所赠的龙光镜。真元注入，龙光镜背面金光亮起，正面的蓝色冰母灵石爆发出璀璨光芒，一道蓝色的光芒直冲云霄。吼！一声仿佛来自远古洪荒的龙吟响彻天地，一头完全由幽蓝寒冰构成的巨龙虚影顺着镜中射出的蓝色光芒冲天而起。它身长数十丈，鳞甲森然，眼瞳如同两团跳跃的冰焰，散发着相当于元婴巅峰的恐怖威压。寒冰龙王一出现，毫不犹豫地张开巨口，一道足以冻结灵魂的吐息喷向向天问。向天问前冲之势被迫停止，脸色凝重地应对这头突然出现的寒冰龙王。没想到凌渊竟然把他珍藏的法宝送给了苏阳，此时不得不应对，当下便与寒冰龙王站在一处，一时间冰屑纷飞，灵光爆闪。然而寒冰龙王终究只是残魂，且实力相当于元婴巅峰，与化神期的向天问仍有差距。缠斗数十回合后，寒冰龙王虚影被向天问一记重击打散，重新缩回龙光镜中，镜面光芒都暗淡了几分。但这点时间对苏阳足够了。在寒冰龙王纠缠向天问的同时，苏阳在意识海中取用了第2颗紫金丹，体内真元充盈到几乎爆炸。小畜生，给我偿命！向天问已经杀过来，苏阳的精力集中到了极限。苏阳很清楚，面对化神期大能的必杀之意，他只有一次机会，单手掐诀，再次用出了冰封苍穹。尽管这个领域对于化神期的向天问来说效果微乎其微，但苏阳的目的是为了叠加大招。冰封苍穹刚刚扩散开，寒天之路再次爆发，上百道微小的冰箭飞逝而去，满含真元的冰箭不断撞击在向天问的护体罡气之上，连续的爆炸虽然不能伤害到他，但也顺利减缓了他的速度。苏阳的左右互搏已经小有所成，一手施展法术对他发动连续的攻击，先天圣体火力全开，纯净的真元疯狂输出，体内金丹也爆发出最强的力量。另一手，苏阳将真元全部灌入神剑，一道无法形容其色彩的剑光自神剑散发，带着斩断因果、破灭万法的无上剑意。这抽空所有力量的一剑，是苏阳目前所能做到的极限。想杀我，你不配！苏阳大喝一声，脸色苍白，但眼神如电，冰箭一次性全部飞射出去。苏阳双手持剑跟在冰箭后面主动迎上去，无上剑意锁定向天问。荒古剑诀第30断空，悍然斩出。向天问刚击溃寒冰龙王，真元有所消耗，此时感受到苏阳一个金丹中期的小小修士身上居然爆发出了如此强大的威能，他这个化神期阁主竟然从中感到一股无可匹敌的威能，就连他也在这瞬间感受到了一丝致命的威胁。这一剑很快，快到向天问来不及动用法宝抵挡，一声怒吼将化神期修为提升到极致，双掌推出试图抵挡这一剑。狂暴的真元之刃立即席卷向天问，即便向天问化神期的境界在这真元之刃的风暴中也不好受，脸色大变。但这并不是苏阳真正的杀招，剑光如流洪，苏阳一招之后再接一招，荒古剑诀第20裂地，一剑劈下去。向天问没想到苏阳竟有能力连续施展2招如此消耗巨大的剑招，脸上流露出一抹显而易见的惊慌，一手抵挡狂暴的真元之刃，另一手抵挡苏阳的第2式。化神期很强，非常强，但向天问低估了神剑，也低估了荒古剑诀，作为远古秘策的威力，更低估了苏阳绝不会坐以待毙的决心。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这一剑强悍到无视了空间与防御，势不可挡地破开了向天问的护体真元，从他抵挡的手臂上一掠而过。啊！向天问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的整条右臂齐肩而断，恐怖的剑气驱使不见，直接劈开了功勋阁大殿和所在后山，引发宗门巨震。手臂一断，向天问气息骤乱，还未消散的真元之刃几乎是毫无阻碍的作用在他身上。向天问瞬间遍体鳞伤，若不是化神期的恐怖修为，此刻的向天问绝对要被搅碎成渣。身受重伤，向天问迅速后退和苏阳拉开距离。苏阳真元已空，岂敢贸然靠近，同样是迅速后退。为了应对向天问，苏阳已经招数全出，真元全部抽干，但苏阳从来不会断自己后路，尤其是面对一个化神期的高手，他必须留一手。后退站稳之后，立即取用意识海中最后一颗紫金丹，迅速填补自己枯竭的真元。怎么还不来？最后一颗紫金丹了，要是连最后的真元都耗干了，怕是要被向天问留在功勋阁了。此刻的向天捂着断臂，难以置信地看着苏阳，眼中有恐惧、怨毒以及一丝茫然。他一个化神期阁主，竟然被一个金丹中期斩断一臂。虽然对方借助了法器、丹药甚至神剑之威，但这结果依旧骇人听闻。更可怕的是，这小子填补真元的方式竟然如此特殊，
他也没有取用丹药，就这么连续填补枯竭的真元，丝毫不耽误战机。一个金丹中期的修士居然这么强，但他毕竟杀了他儿子，不论他再强，今天不论如何也要杀了他。苏阳，你以为我杀不了你？向天问再次攻向苏阳。就在这时，三股浩瀚无边的气息同时降临功勋阁。放肆！向天问，安敢对凌霄剑祖不敬？恐怖的威压硬控向天问，让他无法动弹半分。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呈三角之势将断臂的向天问围在中间。恐怖的威压让向天问瞬间如坠冰窟，连断臂之痛都暂时忘却。玄清太上目光扫过周围的狼藉和向少博的尸体，眉头微皱。再看断臂的向天问，心中一惊，看向苏阳，见到没有大碍，这才松了口气，但同时心中的惊讶也更明显了，甚至表露在了脸上。向天问的手臂是他砍下的，金丹中期的实力断了化神期阁主一臂，这不愧是远古大能转世啊，自己的师傅就是厉害。这一声师傅喊的真的是心服口服啊。嗨嗨，怎么回事？玄清太上开口。向天问立即叫道：太上做主，苏阳无缘无故杀了我儿子。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都是看向苏阳。苏阳见到他们出现，终于松了口气，拱手道：向少博妄图通过弟子争取供奉阁的支持，以助他父亲当上未来宗主，弟子不肯，向少博便威胁弟子，于是我们便打斗起来，弟子错手杀了向少博，请三位太上责罚。向天问心中一惊，动弹不动的情况下顺势跪下，当即道：苏阳血口喷人，绝无此事。玄清太上的目光落在断臂的向天问身上，语气冰冷，不含一丝感情。你是说凌霄剑祖诬陷你们父子了？你倒是说说他为何要诬陷你？你们之间有深仇大恨吗？没有。向天问此刻不仅断臂疼痛，心里也虚得很。他不知道自己儿子到底跟苏阳谈了什么，但能让苏阳动手杀了他，可能真的是因为某些事情激怒了苏阳。哼，既然如此，何谈诬陷？玄清太上冷声道。向天问，你纵子行凶在前，冒犯凌霄剑祖在后，更欲行刺杀之事，你可知罪？听玄清太上这么说，他马上就知道三位太上会信苏阳而不会信他，这就已经判了他的死刑。在三位太上面前，向天问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起来。向天问跪在地上，面如死灰。这时候长老阁的长老们也来了，见到一片狼藉的功勋阁，见到地上向少博的尸体，再见到跪在地上断臂的向天问，每个画面都让他们更加震惊。这是怎么了？一大早的弄成这样。拜见太上。长老们行礼，都是不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玄清太上直接下令道：既然你们来了，那就由你们亲自召集宗门上下，今日之事必须以儆效尤。是。大长老看到三位太上的脸色都很不好，甚至不敢多问原因，第一时间安排大家去把玄天道宗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召集起来。玄天道宗上空云层翻涌，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长老凌空而立，衣袂飘飘。苏阳站在他们边上，尽管气息远不如他们这么强，但站在他们身边负手而立，长发随风而动，那仙姿丝毫不逊色于三位太上。在他们前方，两道身影被无形的力量禁锢着悬浮，一个是身首分离，死状凄惨的向少博，另一个则是断了一臂，面色惨白如纸，气息萎靡的功勋阁阁主向天问。在他们前方的空中，玄天道宗所有弟子、长士、长老整齐地列于空中，很多弟子不明所以。人群中的温云瑶和林冰清本来正要赶往功勋阁去找苏阳，还没出发就被通知到广场上空集合，一来就看到了眼前这个画面。温云瑶好奇地询问身边的宗门弟子，这是怎么回事？向少博怎么死了？向天问怎么被断了一臂？林冰清虽然没说话，但他也很好奇到底出了什么事。好像是向少博跟什么人发生激烈的战斗，被杀了，向阁主也被断了一臂。谁啊？不知道啊，我也刚来。敢于斩杀向师兄，还能把向阁主的手斩断，有可能是魔道中的高手混入了玄天道宗。太上可能要召集我们除魔卫道吧。除了功勋阁少数一些人看到了刚刚的战斗，绝大多数弟子根本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各种猜测都有。温云瑶轻轻碰了碰林冰清，揶揄道：林冰清，你那个向师兄死了。林冰清他自然已经看到了，若是放在以前他会伤心，但是现在看着身首异处的向少博，他一点伤心的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报应来得真快。肃静！玄清太上蕴含无上道音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一个弟子耳中，回荡在宗门每一个角落。空中上万弟子立即安静下来。此二人，功勋阁阁主向天问及其子向少博。玄清太上的目光扫过众人，
震慑之感让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震，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听他所说。项少伯心怀叵测，竟敢以卑劣手段要挟构陷凌霄剑祖。哗！下方顿时一片哗然。要挟构陷太上首徒神剑之主，这项少伯是疯了吗？玄清太上根本不给众人消化的时间，声音陡然转厉：凌霄剑祖乃神剑之主，受吾等3人亲传，地位尊崇，关乎宗门气运，冒犯剑祖便是挑衅宗门威严，动摇我玄天道宗根基，其罪当诛。故项少伯已由凌霄剑祖亲手正法，以儆效尤。亲手正法，众人看向项少伯的尸体，这才明白他为何而死。人群中的林冰清听到是苏阳杀了项少伯，下意识地看向苏阳，看到他没有受伤之后，才松了一口气，恢复平常。玄清太上目光转向断臂的向天问，冷声道：向天问身为一阁之主，不仅教子无方，更因私废公，罔顾门规，竟在功勋阁内对凌霄剑祖痛下杀手。向阁主对凌霄剑祖动手，化神期对金丹期，这凌霄剑祖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情的样子，但是向阁主这段臂是太上斩断的还是？惊骇的议论在人群中瞬间爆发。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功勋阁爆发的激烈战斗跟魔道入侵无关，而是凌霄剑祖和功勋阁阁主向天问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肃静！尔等无需猜测，凌霄剑祖虽是金丹中期修为，但天纵奇才，临危不惧，凭借自身修为与神剑之威，以斩断向天问一臂，小成大戒。玄天道宗上万名弟子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张着嘴，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空中断臂的向天问，又下意识地看着太上长老身边的苏阳。金丹中期斩断了化神期阁主的一条手臂，这怎么可能？跨越整整一个大境界还多，这已经不是越级挑战，这是逆天罚仙。短暂的死寂之后，人群瞬间炸锅了。我靠！凌霄剑阻斩了向阁主一臂，金丹斩化神，这古籍上都不敢这么写。凌霄剑祖突破铸剑没有多久就到了金丹中期，已经逆天了，居然还能凭借金丹中期的修为斩断向阁主一臂，这太逆天了。神剑之主果然恐怖如斯，难怪3位太上如此重视。无数的惊呼、赞叹、崇拜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汇聚成巨大的声浪，席卷整个玄天道宗。苏阳的形象在这一刻从一个幸运得到神剑认可的宗门弟子，瞬间拔高到了一个实力深不可测、天赋震古烁今的传奇。一众宗门弟子看着苏阳的目光，那是发光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玄清太上上前一步，周身气场凛然。第二件事，向天问父子暗中结党，觊觎宗主之位，扰乱宗门秩序，此风绝不可长。玄天道宗自有法度，宗门事务当由宗主与长老阁共议决断，任何私下争权夺利、破坏团结之行径，便是宗门之敌，与向天问同一下场。话音落下，玄清太上袖袍一挥，戒律阁在哪里？林渊立即从人群中站出来，拱手行礼。戒律阁阁主林渊，听候太上施令。向天问交由戒律阁羁押，打入镇魔塔底层，永世禁锢。是。林渊上前，手中出现2面旌旗，抛向空中，旌旗在空中撕开一条空间裂缝，强大的吸力直接将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的向天问和向少伯的尸体吞没，消失不见。林渊完成太上交代的事情，拱手行礼后退回人群。没想到这么快就报了这个大仇，林渊的心情显然不错。不过太上在这里不敢表现得太明显，表现得十分稳健。玄清太上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依旧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传遍四方。今日之事，望尔等谨记。凌霄剑祖不可冒犯，宗门法度不可违逆，谨记太上教诲。长老阁带头回应，玄天道宗上万名弟子更是齐声高呼，生怕让太上长老误以为自己心不成。看着太上长老身边的苏阳，每个弟子的目光中都是炙热的。神剑之主，太上首徒，3年无法突破筑基，现在短时间内修为暴涨到金丹中期，更以金丹中期的修为斩断化神期阁主一臂。所有种种加持在一起，就算不用太上嘱咐，他们也不敢冒犯。不要说冒犯了，尊崇还来不及呢。散了吧。玄清太上说完该说的，警告完该警告的，挥挥手势意大家离开。弟子告退。上万名弟子恭敬行礼，人群骤散，只留下长老阁的长老们，还有远远的不知道该留下还是该离开的温云瑶和林冰清2个人。修缮功勋阁，另选阁主。玄清太上对大长老嘱咐道。是。大长老恭恭敬敬的领命。玄清太上看向苏阳，面色立即变得温和起来。苏阳，那我们现在回去。苏阳揉了揉太阳穴，道：
我来功勋阁是兑换灵草仙药的，现在还没拿到呢，这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到。苏阳看向玄清太上，玄清太上看向长老阁众位长老，对接功勋阁诸多事宜的六长老立即出列，拱手说道：凌霄剑祖稍等，我亲自去处理您的需求。多谢。苏阳自然是礼貌的行礼，六长老受宠若惊，急忙摆手：应该的，您客气了。第一时间离开。玄清太上对其他长老说道：既然事情了，你们也都回去吧。是。拜辞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拜辞凌霄剑祖。长老阁一众长老躬身行礼，退了下去。一直耐着性子的玄剑太上立即兴奋地询问苏阳：师尊，你是怎么斩断向天问一只手臂的？他化神器的实力竟然被你斩断一只手臂，这太匪夷所思了。苏阳在这三个老徒弟面前也不装，后怕道：我也是使出所有解数，耗尽了所有力量才完成了这一击，否则根本没有一点胜算。玄剑太上两眼放光，一副好战的老小子模样。即便如此，能够以金丹中期的实力战胜化神期的向天问，也就只有师尊能做到。不愧是远古大能转世，等师尊到了化神期，我能不能向师尊讨教？苏阳自然不会拒绝，有个合体期的陪练，求之不得呢。点头道：到时候一起切磋。多谢师尊。玄剑太上兴奋不已，到了他这个境界，能打得少之又少，可以说是求而不得。见到缺了对手就缺了目标，如今有了师尊作为对手，他简直不敢想象到时候打起来能有多过瘾。玄清太上靠上来，好奇地问道：师尊，您和向少博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拿什么要挟您，让您要杀了他？苏阳看了看四周，确定只有他们之后，才用只有他们能听到的传音说道：他知道我双修的事情了，以此要挟我支持他爹当宗主。霎时间，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的眼神中同时爆射出杀气，难怪师尊要杀他，此子当诛。不知向天问是否知道此事？若是他也知道此事，苏阳想了想说道：看情况他应该是不知道的，向少博应该是瞒着他，直接跟我谈论这事。玄剑太上道：不行，师尊的修炼方式是宗门绝密，不能冒这个险。师尊，我去一趟。玄剑太上说着消失不见。向天问怎么都不会想到，他儿子的狼子野心不仅没有把他推上宗主之位，反而断送了他们父子的性命。玄剑太上很快就回来了，点点头表示事情已经处理完毕。苏阳也没说什么，以防万一是必要的。他也想杀了向天问，只是没能做到而已。但太上要处理他，他自然不会妇人之仁。玄岩太上摸摸他的蓬蓬头，不解道：有一点我还是不太明白，向少博是怎么知道师尊双修之事的呢？难道还有其他人知道？太上长老可不傻，说着说着就把目光看向了站在远处不敢动的温云瑶和林冰清。苏阳道：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就好了，你们也回去吧，该修炼的好好修炼，给我找修炼伴侣的事情也不用操之过急，慢慢来稳妥一些。是，谨遵师命。三位太上离开。温云瑶和林冰清相当于都是师尊的女人了，这事师尊自己处理自然最合理，他们不便掺和。玄清、玄岩、玄剑三位太上一走，林冰清立即飞到苏阳身边。对不起，是我给你惹祸了。林冰清满脸愧疚地看着苏阳，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听到太上说向少博要挟苏阳的时候，她便想到了可能是他那日和向少博见面时无意中向他透露了自己需要陪苏阳双修的秘密，向少博极有可能是抓住了这一点要挟苏阳，这才引发了这场危险的大战。否则他也想不到向少博有什么可以要挟苏阳的地方。之前没在意这个小小的细节，没想到他完全没在意的一句话竟然引发了这么大的事情，甚至让苏阳陷入了以金丹中期对绝化神器的危险战斗之中。幸好他安然无恙，否则他永远也不可能原谅自己。苏阳自然也想到了是林冰清无意间透露了这个秘密，但是这是能怪他吗？他那时候本来就要离开，告诉向少博他要离开的原因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事情已经发生了，责怪他也没有意义。苏阳道：我们之间的修炼方式是秘密，保守这个秘密，不论是对我还是对你们都有好处，今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告知他人此事。知道了。温云瑶和林冰清都非常严肃的点点头。这场大战让他们清楚的知道了被有心人知道这个秘密的后果，哪还敢乱说。苏阳，对不起。林冰清愧色不减。苏阳笑着在他脸上捏了一下，行了，事情过去就算了，你真要道歉就用实际行动来道歉。我最后3颗丹药也因为你惹出来的这事消耗完了，想道歉回到洞府之后就自己主动点，陪我一起好好的炼丹。林冰清白皙的脸蛋顿时泛起红润，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十分坚定的点头道：回去之后我帮你好好炼丹。
温云瑶嘟着嘴巴吐槽道：“苏阳，你这是惩罚他，还是奖励他？”“当然是惩罚。”林冰清主动说道。“我看分明是奖励。”温云瑶嘟嘟嘴，他可不止一次陪苏阳炼丹，自然知道陪他炼丹除了时间久一点，容易做麻之外，哪都是好处。苏阳揉了揉太阳穴，打断道：“你们别吵了，这次要炼的丹药很多，不管是惩罚也好，奖励也罢，你们3个人谁也跑不了。”“我才不跑呢！”温云瑶听到自己也可以陪他炼丹，马上就高兴起来了。这时候六长老来了，恭恭敬敬地将一个储物袋递给苏阳。“凌霄剑祖，我找到了您的清单，这是根据您的清单清点的灵草仙药，全部在了这里了。”苏阳把灵草仙药从储物袋里换出来，装进自己的储物袋里，然后把相应的灵兽尸体丢出来，又用这个空出来的储物袋装了交给六长老。“长老，这是兑换这些灵草仙药所需的灵兽，您清点一下，没问题的话我就回去了。”六长老惶恐道：“凌霄剑祖何须这般客气，这些灵草仙药拿去便是。”苏阳道：“太上刚刚才说宗门规矩不可违逆，需要怎么兑换就怎么兑换，我怎么能带头违逆呢？”“这好吧。”六长老也不好再说什么，相互告辞。苏阳带着温云瑶和林冰清返回洞府。古月已经重新搭好毁坏的亭子，这次的亭子搭建得更好看，古色古香，和周围的环境看起来更融洽。苏阳回来时，古月正以无尾狐的形态卧在亭子顶上晒太阳呢。见到苏阳回来，立即从亭子上一跃而下，从空中便摇身一变，化作美艳动人的少女，稳稳地落在地上。“主人这次怎么去了这么久？不会是背着我和这2个小丫头偷欢吧？我又不在意，当着我的面也可以啊，我还能给主人加油鼓劲呢。”古月说话间靠近苏阳怀里，苏阳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你别把他们2个带歪了。”“难道没有？”云瑶小妹妹脸蛋粉扑扑，明显得到了主人的宠爱嘛，看着脸蛋就知道不只是和主人修炼了那么简单。古月从苏阳怀里出来，绕着温云瑶走了2圈，笑哥哥。这里都是苏阳的女人，温云瑶也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是朝着林冰清一脸骄傲的仰起脸。得意到昨天晚上我和苏阳修炼刚好突破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庆祝了一番。这话即是回应古月，也是在跟林冰清炫耀。林冰清不是一个喜欢表现出自己情绪的女人，但是听到温云瑶的话，还是能从她脸上微妙的表情里看到一点点吃醋的味道。苏阳怕他们又吵起来，干脆直接在亭子里盘膝而坐，拿出灵草仙药酷酷往嘴里炫。“苏阳，我先陪你炼丹。”林冰清这下主动得很，上去就在苏阳的腿上坐下，主动和苏阳进入深度修炼的状态。苏阳嘴角扬起一抹笑意：“润，你还准备的挺好。”苏阳道。林冰清这个冰美人的脸上流露出一抹红，低声道：“回来的路上想到要陪你炼丹，所以就这样了。”苏阳哈哈一笑：“挺好，挺好。”苏阳的笑声让林冰清的脸色更红了几分，但他眼神里能看到他内心深处的一抹坚定，不论是为了跟苏阳道歉，还是单纯为了陪他炼丹，他都愿意。抢什么抢了？看你能坚持几天。没有抢过林冰清，温云瑶嘟嘟嘴哼了一声，惹得古月哥哥笑，有这2个小妹妹在这里争风吃醋，他每天都有戏可看，开心的很。行了，都别吵了，安静点，我要炼丹了。苏阳一次吃够5颗丹药的量，然后直接开始进入意识海，与符文人偶合二为一，开始炼制丹药。有了之前炼制丹药的经验，再次炼制丹药就不难了。而且林冰清的加入让他的修炼效率得到了提高，灵气转化效率更高，真元供给速度更快。这次炼丹其实比上次炼丹轻松了一些，不过炼丹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每一炉丹药的标准炼制时长都是3天3夜，每次5颗紫金丹。一炉丹药炼成，苏阳都要重新再吃一些灵草仙药进去，他们也需要换人。我来。温云瑶有经验，见苏阳再次开始服用灵草仙药，马上就跑过来了。我休息一下。林冰清扶着苏阳的肩膀起身，他炼丹时浑身哪都是热的，感觉身体从里到外都快被他融化了。第一次陪苏阳炼丹的林冰清，原本白皙如雪的肌肤，此时透着一层淡淡的粉，一点用都没有，才陪苏阳炼丹一次就这样。温云瑶主动坐下，嘴里不忘吐槽林冰清。林冰清没力气跟他争吵，坐在边上休息去了。苏阳捏捏他的鼻子，调侃道：“你自己3天3夜之后，也不见得能比他好多少。”温云瑶吐个舌头，扭扭腰，纯粹就是想吐槽他，过嘴瘾而已。就如苏阳所说的，3天3夜之后，他也没比林冰清好多少。从苏阳身上起来的时候，同样是双腿微微打颤，浑身肌肤热得粉红。好在现在他们3个人一起陪苏阳炼丹。以前只有古月和温云瑶2个人的时候，他们3天3夜就要轮班一次，但是现在多了一个林冰清，每个人可以休息6天6夜，再轮一次，这样对他们来说就轻松了许多。倒是苏阳只有1个人，
只能凭借着先天身体强大的威能疯狂坚持了。当然，这中间要是产生了暴击之感，他也不会憋着，该爆发就爆发。至于爆发给谁，那就看他们3个谁幸运了。整整1个月，每3天3夜炼制5颗紫金丹。最后一炉丹药从符文丹炉里飘出来的时候，意识海中已经漂浮着整整50颗紫金丹。苏阳和符文人偶解除融合，看着如同星辰一般闪耀着明亮紫金色光芒的丹药，苏阳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经历了功勋阁之战，苏阳已经强烈的意识到这些丹药的重要性。那日若是没有3颗紫金丹的辅助，他的真元早早的就消耗干了，根本不足以支撑他拖到后面发起连续大招，斩断向天问的一只手臂。有了这50颗紫金丹，就算再遇到一个化神期的高手，也能再战一番了，拖都能拖死他。苏阳笑了，哈哈大笑。苏阳正兴奋呢，坐在他身上的人突然用力抱紧他，突如其来的动作打破了彼此的静态平衡，瞬间也将苏阳引爆。累了1个月，练成了整整50颗紫金丹，在练完丹的瞬间，还有从心到身的全面放松。苏阳退出意识海，缓缓地睁开眼睛。这次与他一起炼丹的是林冰清。苏阳轻搂着怀中的这个冰美人，脸上带着微笑。林冰清抬起头，白皙的精致面容带着显而易见的红。两人四目相视，苏阳笑而不语。林冰清看着苏阳的目光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变得温柔，变得含情脉脉，变得满心满眼都是他。在经历了这1个月的炼丹之后，苏阳的烧火棍从深处融化了这个冰美人。冰融化了水，如果说冰是坚硬寒冷的，那么水就是柔和的。此刻的林冰清就是这般的柔和，看着苏阳的目光都是含着水一般的温柔。莫干扰你炼丹吧，我一下没控制住。林冰清抱歉道。苏阳笑着说道，没控制住就没控制住呗，我不也没刻意控制，刚好我也把所有丹药都炼成了，就当做是一个完美的收尾吧。说完深吸了一口气，轻松啊，主人终于炼完丹药了吗？主人辛苦了，这1个月都在炼丹，而且我们还有的休息，主人是真的片刻不停呢，肯定很累吧。古月笑着来到苏阳的身后，轻轻地帮他揉捏肩膀。那我做什么？温云瑶过来的时候已经没位置了。苏阳的怀里坐着林冰清，古月在后面帮他揉捏肩膀。他也想做点什么，你跟我一起帮主人捏肩膀了。古月咯咯一笑，稍微让了一个位置，这样温云瑶就可以和他一起站在后面帮他放松了。那我也帮你捏一捏吧，好好放松一下。林冰清坐在前面帮他捏肩膀。苏阳笑着说道，你就不用了，已经让我很放松了。林冰清的脸色粉中泛红，听他这么说，心里有几分小小的属于女人的骄傲，还是轻轻地帮苏阳揉捏肩膀。苏阳放松之余，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修为。这1个月虽然没有主动修炼，但是只要他们坐在身上，灵气就会自动进入身体，而他也不断地转化真元之火炼丹，修为并没有停滞不前。1个月的时间，他的修为已经从金丹中期进入到了金丹中期的中期了，再修炼一段时间就有机会进入金丹后期了。不错，想想自己曾经3年无法突破筑基，再想想现在修为突飞猛进，真是感慨万千啊。若不是先天身体的强大效果，1个月天天泡在灵泉之中片刻不离，不说能不能扛得住的问题，就算是能也被泡成法棍了。可他丝毫不受影响，依旧龙生虎猛，丝毫不改强劲。这先天身体真是男人的修炼秘宝啊。哈哈，再看他们3个，这1个月的修为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温云瑶因为实力较低，仅有筑基后期的水平，所以同等修炼时间的情况下，他的修为提升反而最明显。总计10天的修炼时间，他已经从刚刚进到筑基后期来到了筑基后期的中段，可谓提升巨大。其次便是林冰清，他本是从金丹中期掉落下来的修为，因为10天的修炼已经重新开始往上飙升了。古月因为自身实力已经达到了化神期的高度，同样10天的修炼时间对他来说提升的相对较少，但这个少也只是相对而言。相对于他自己修炼来说，这10天的修炼进度抵得上他自己修行10年。休息2天吧。苏阳舒展身体说道，这次炼丹确实把我累到了，休息2天之后再开始修炼。接下来我的首要目标是突破金丹后期，然后帮云瑶你进入金丹期。他自身的修为提升固然重要，同样的，他们的修为越高，他的修炼的速度就越快，这也是必须考虑到的。谢谢苏阳。温云瑶开心地从后面抱住苏阳。林冰清坐在前面嗔了他一眼，对苏阳说道，那我起来，你这2天好好的休息。说着起身，他和温云瑶都无法像古月那样吸收精元，所以一起身，温云瑶嘟着嘴抱怨道，苏阳，为什么你每次给他的精元都比给我的更多啊？偏心。林冰清不好意思却又带着几分骄傲地说道，因为我让苏阳更轻松，
当然就会给我更多的金元。我靠，这也能争？苏阳哭笑不得，随口解释道，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水灵根的关系，双水共鸣产生的反应更为强烈一点。哼，苏阳的这个解释让温云瑶没得说，只能对着林冰清嘟嘟嘴，这个先天优势谁能有办法呢？主人，你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水灵根呢。古月掩嘴轻笑，温云瑶和林冰清都是顺着古月的目光看去，温云瑶一脸调侃地看着林冰清，而林冰清则是被看得脸发烫。古月就是故意逗他们的。嗷呜，主动帮主人打理。温云瑶和林冰清顿时看得目瞪口呆，还可以这样？你们要不要学？姐姐教你们呀，或者让主人亲自教你们也行哦。古月见他们这番表情，朝他们眨眨眼。温云瑶和林冰清立马红着脸跑开了。苏阳惬意之余哈哈大笑，古月，我看你迟早把他们带坏。古月媚笑道，带坏了岂不是更好？也是。苏阳哈哈一笑，轻抚古月的秀发，这狐狸精真是让人受不了。不过这狐狸精对他是真的越来越好了，以前把他当主人或许只是一句玩笑话，但现在苏阳能感觉到他是真的越来越把他当做主人了。既然如此，怎么能不给他一点奖励呢？